3000道玉荒谷道域，合欢圣地金碧辉煌的大殿内，一位身穿白袍、面容俊俏的少年蓦地睁开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他的眼底深处一阵恍惚。这是穿越了。这时，一道如潮水般的记忆涌入他的大脑，帮他迅速理清着现状。此事与前世一样，都名叶幕，且样貌近乎90%相似，胎穿19载，直至今日方才打破胎中之谜。而他现在所处的地方，则是一个名为合欢圣地的势力。此势力纵然放眼整个3000道域，都能称之为顶尖，底蕴深厚，强者无数。最主要的是，其中的修士多为女修，并且无一例外，全部都精修合欢功法。而他此时的身份，则是这合欢圣地的当今圣子。但此事，他虽为合欢圣子，似乎直至现在都还未开过婚。咔嚓！就在这时，房门忽地被打开，将他的思绪打断。叶幕微微皱眉，旋即抬头望去，只见房门处竟已站着一位少女。少女身披一件月白色广袖仙裙，腰系一颗精致的青玉铃铛，青丝乌黑，眉眼如画，一眼望去堪称绝美。她是谁？在叶幕先是惊艳其少女的容颜，后又陷入了疑惑。叶幕，把药给我，我着急去给林哥哥治病。这时少女忽地冷声开口道：林哥哥。叶幕轻声呢喃，旋即便陷入了沉默。他终于是想起来了，眼前的少女名为苏浅浅，乃是这合欢圣地的内门弟子。约莫半年前，还未觉醒宿会的前身遇到了还是外门弟子的苏浅浅，因其绝美的容貌，直接沦陷为了对方的舔狗。不仅将其提拔至了内门弟子，还将圣主老妈给他的修炼资源毫无保留地让给苏浅浅。最离谱的是，这苏浅浅还有一个青梅竹马，名叫林妍。这林妍从小便身负不治之症，苏浅浅为了让林妍活下来，竟每月都来向前身讨要一份无上圣药，以此稳定病情。而未觉醒宿会的前身竟真就给苏浅浅了。要知道那可是无上圣药啊，纵然是他们合欢圣地再怎么底蕴深厚，也不过堪只有30株无上圣药。叶幕，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将圣药交给我。苏浅浅见叶幕迟迟不说话，有些不耐烦了。而叶幕闻言直接气笑了，之前之事暂且不究，如今他已觉醒宿会，岂能接着做一位舔狗？刚想开口说话，一道机械声音陡然出现在脑海当中。叮！检测到宿主已穿越，反派系统已激活。此方世界存在着各种气运之子，只要宿主对气运之子女做出各种反派行为，就可获得气运点。气运点则可以在系统商店兑换丰厚奖励或提高境界与功法。现有一份新手反派大礼包，是否打开？叶幕微微一愣，旋即便陷入了欣喜之中。枉文成不欺我，穿越者果真有系统。他不多墨迹，将苏浅浅无视，旋即在心底说道：打开大礼包。叮！恭喜宿主获得真实之瞳，阴阳混沌合欢诀。真实之瞳可看穿他人的一切面板，帮助宿主寻找气运之子。阴阳混沌合欢诀，无上仙经，传闻乃是由一尊主修合欢大道的仙人所创，可在合欢之时受对方气运反哺，增强自身气运。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叶幕只感觉眼睛一阵刺疼，过了许久，刺痛消散。叶幕缓缓抬头望向苏浅浅，准备验证一下真实之瞳。姓名：苏浅浅，年龄19，气运今普通的气运之女，体质先天魅体上等的合欢体质，修为纳灵巅峰，状态5，好感度-30100为满，勾槽的忘恩负义的玩意。在看到苏浅浅面板的一瞬间，叶幕先是惊讶于对方竟然是气运之女，后又怒骂其忘恩负义。毕竟他之前在其身上投入的资源已足以养成一尊化道大能，而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度竟然还是30。叶幕，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这时苏浅浅见叶幕迟迟不说话，脸上渐渐着急了起来。而叶幕闻言则是冷笑一声：以后我不会提供给你任何资源，包括圣药。话落，苏浅浅瞬间瞪大眼睛看向叶幕。叶幕，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不给我圣药的话，林哥哥怎么办？叶幕直接被气笑了。林妍的死活关我何事？苏浅浅愣了愣，旋即便指向叶幕。他刚想指责叶幕，然而当他看到叶幕那漠然的目光后，口中的话却是忽地噎住。他今天这是怎么了？苏浅浅的内心满是惊疑，不知为何，他总感觉今天的叶幕
十分的不对劲与陌生。其眼神当中没有了当初的狂热，只剩漠然这种感觉，让苏浅浅惊疑的同时，内心中渐渐又生出一丝危机感。林哥哥的绝症需要圣药来稳定，如若叶幕未来不再提供他灵药，那么苏浅浅咬紧朱唇，内心渐渐被恐慌所占据。叶幕懒得理会苏浅浅，他刚想将苏浅浅轰走，接着研究系统，然后当他看到苏浅浅那绝美的容貌后，他却是忽地一顿。等等，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方才系统给的阴阳混沌和欢诀似乎可以汲取他人的气运，再加上这苏浅浅身负先天媚骨，如若能与其同修一次，那定然是受益无穷。想到这，叶幕再度看向苏浅浅，不得不说，这苏浅浅长得是真的很美，修长的白腿，纤细的细腰，最主要的是她浑身上下还透着一股妩媚的气息。叶幕不多墨迹，直接笑了笑，呵呵，浅浅，这圣药倒也不是不能给你。苏浅浅闻言此话，内心的恐慌顿时消散。真的？叶幕嘴角微扬，当然是真的，不过嘛，你得满足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本圣子最近修炼陷入了瓶颈，正巧你身负先天媚体，只要你助我突破，我便将圣药交给你。话音落下，苏浅浅先是一呆，半晌过后方才反应过来，便怒声骂道：你下流，你无耻！虽说叶幕并未明说，但其中具体意思却是不言而喻。叶幕耸了耸肩，下流，无耻，圣药何其珍贵，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免费给你的圣药我没收回来，就已是仁至义尽了。况且我又没有强迫你，你完全可以直接离开，我又不拦着你。闻言此话，苏浅浅直接转身，刚要离开，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响起：嗨，就是可怜了灵年啊，如若没有无上圣药，以他的病情恐怕都撑不过这周吧。苏浅浅脚步一顿，面色刷一下变得苍白无比。是啊，如若他离开便得不到圣药，如若得不到圣药，以林哥哥的病情恐怕会撑不过这周。如若……苏浅浅站在原地，低头望着地面，其娇躯渐渐变得颤抖了起来。叶幕见状，嘴角再度微扬，旋即上前，直接伸手搂住了苏浅浅的柳腰。苏浅浅，你也不想让你的林哥哥不治而亡吧？我……苏浅浅支支吾吾，既然不想，那就跟师兄进屋吧。师兄的屋子里有一些好康的。叶幕嘴角微扬，接着又道。苏浅浅不说话，只是颤抖着闭上眼睛，似是在纠结犹豫。过了许久，他闭上眼睛，落下一行清泪，缓缓点头。好，我答应你。叶幕笑了笑，没必要做出这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本圣子会好好对待你的。说罢，他便搀扶着苏浅浅走进卧室。林哥哥，对不起。中途苏浅浅还在心底默念，反正就几分钟的事。苏浅浅安慰自己，走进卧室。一个时辰后，叮，检测到宿主用威胁的方式拿下女主，获得气运点5000。叮，宿主成功使用阴阳混沌和欢诀，受女主气运反哺，获得气运点3000。叮，宿主间接影响到气运之子灵年的气运，获得气运点5000。卧室房门被推开，苏浅浅扶着腰，颤颤巍巍地从卧室走出，而叶幕则是脸上带着意犹未尽的笑容，站在身后。你……苏浅浅强忍着腰痛，转身看向叶幕，眼底深处满是怨恨。他本以为这是3-4分钟就能解决，谁知他竟足足被凿了一个时辰。那可是一个时辰啊！他不理解叶幕那方面的能力为何会这么强。是，事情完成了，快把圣药交给我。苏浅浅咬紧牙关，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对着叶幕说道。叶幕内心咯噔一声，讲真的，他现在手上还真没有圣药。其实按照时间来算，原身是准备明日去圣地大库拿一株圣药的，只是苏浅浅提前来要了。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苏浅浅见叶幕面色不对劲，面色一呆，眼神顿时变得通红无比。他刚才可是足足被凿了一个时辰啊，就是为了这一株圣药，还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不是人啊？叮，宿主可花费1000气运点从系统商店购买一株极品圣药，也可花费100点气运点购买一株唯品圣药。这时系统的声音忽地出现，叶幕眼中一亮，直接无视极品圣药，在心底问道：系统，唯品圣药和普通圣药有什么区别？叮，唯品圣药乃是一些大能者使用歪门邪道强行提高药草品阶的产物，
简单来说就是人造圣药，虽气息与药效没有太大区别，但服用之后将会在体内产生药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境界跌落。真是好东西啊！叶幕眼中微亮，他方才已知晓，那个灵岩也是身负大气运的气运之子，身为反派，必须用这等好东西狠狠地坑气运之子。他直接在心底说道：购买唯品圣药。霎时间，一道散发着浓郁药香与璀璨光芒的圣药骤然出现在叶幕的手心处。这是……苏浅浅再度一呆，本圣子怎会说话不算数呢？你要的圣药？叶幕面色淡然，直接将圣药丢给苏浅浅。苏浅浅看着手心处的圣药，只感觉原本平平无奇的圣药，此刻竟如此的来之不易。谢谢。他吸了吸鼻子，忽地感觉叶幕人还怪还累，向叶幕道了一声谢，旋即便小心翼翼捧着圣药离开了大殿。叮，女主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20，现好感度10。叶幕脑袋上浮出问号，不是，他都这样对待苏浅浅了，苏浅浅的好感度不降就算了，怎么还增加了？叶幕满脸懵逼，不过很快便想通了。他先是给了苏浅浅一巴掌，后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反差之下，苏浅浅不仅不会痛恨他，甚至还会有些感激他，还是不能当舔狗啊。叶幕摇头感叹一声，归根结底，大多数女人，不是大多数人类，都是慕强的生物。将脑中乱七八糟的思绪抛去，叶幕在心底默念，打开系统商店，100点气运点就可以兑换一株无上圣药。不知这1万多气运点可以兑换什么东西呢？盘古斧10万，混沌珠10万，混沌青莲台10万，6道轮回拳10万，太上忘情录10万，神像镇狱镜10万，荒古圣体10万，至尊骨。看着商店页面，叶幕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好东西是真的多，可惜囊中也是真的羞涩啊。叮，检测到宿主为身负先天道体，现有一份道体大礼包，其中包含至阳圣体1具，只需6666气运点即可拿下。至阳圣体与太阴圣体齐名的体质，身负体质者可掌管天地之异火，大幅度增强体质的同时，还会提高某一方面的能力。这时系统的声音忽地出现，至阳圣体。叶幕的瞳孔骤缩，此等世界的体质同样有所划分，从低到高分别为杂品、下品、中品、上品与极品。然极品之上还有先天道体的存在，道体疑似共有3000。苏浅浅的先天魅体便属于先天道体，不过是比较弱的那一种。至于叶幕，虽说叶幕乃是合欢圣子，但其实他的天赋并不算好，甚至算是差，只有中品天赋能够当上合欢圣子，全凭他的圣主老妈。再说这至阳圣体，此体质在3000道体中也是极其恐怖，能够排进前10的存在。6666点气运点吗？购买。叶幕不要犹豫。霎时间，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滔天的热浪席卷开来，将周遭的虚空都给碾出阵阵涟漪。叶幕的气息逐渐强大，轮海4重，轮海6重，轮海8重，直至轮海巅峰。轰隆，气息平息，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了一口浊气，感受着体内那磅礴的至阳之气，他的脸上不由露出兴奋的神色来。这便是至阳圣体吗？果真恐怖。由于前身痴迷于苏浅浅，导致疏于修炼，其境界只有轮海4重，而如今他融合了至阳圣体，不仅将境界提升至了轮海巅峰，还获得了各个功能。而这些功能最显著的莫过于掌管至阳之气了，还有些不显著的，但对叶幕来说十分有用，譬如提高合欢时的收益，还有提高那一方面的能力。如若说在没融合至阳圣体外，他最多只能折磨苏浅浅1个时辰，此刻至少1个半时辰。想到苏浅浅，叶幕便不由舔了舔嘴唇。不得不说，苏浅浅的确很润，这次没有经验，待下次他势必好好。叶幕还在幻想，然而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地响起：木儿，我刚才看到那个苏浅浅从你房间出来了，你这孩子真是让人不省心。叶幕心头一惊，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正是此事的母亲，也是合欢圣地的圣主。咔嚓，店门被推开，一位穿着华丽、面容精致、身材略微丰腴的雍贵女子走进大殿。她眉头微蹙，看向叶幕的眼神中满是恨铁不成钢。我偌大的合欢圣地，什么样的女子没有？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绑来，让你俩立刻双修，
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叶幕满脸尴尬，虽然知道叶星婷这是为他好，但这话未免有些太露骨了吧？母亲，我已经想通了，以后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他满脸笃定道。叶星婷撇了撇嘴，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但没过几天就又屁颠屁颠去找那苏浅浅了。母亲，这次不一样，你已经几天没去你师尊那里了。叶星婷懒得听叶幕狡辩，直接问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叶幕愣了片刻，脑海当中渐渐浮出记忆。3年前，有一位身负重伤的女修来到了合欢圣地，请求叶星婷让她在合欢圣地休养数年。叶星婷一眼就看出了那位女修的不一般实力，至少在她之上，于是便做出了一个交易，让她收叶幕为徒，传授奇衣钵，便让她在圣地内休养。毕竟叶星婷作为圣主，并没有太多时间教导叶幕。女子答应了。然而由于原身这些日子热衷于给苏浅浅当舔狗，所以这些日子都未曾去找过女子。看你那样子，还有一点圣子的风范吗？整日不思进取，快跟你师尊修炼去。叶幕讪讪一笑，连忙答应。我知道了。旋即便离开了大殿，化为流光，径直朝向圣地深处的一座后山掠去。路途中，叶幕还在心底回忆那位师尊，性格清冷，长相绝美，气质冷淡，实力强悍。与此同时，另一边，苏浅浅踉踉跄跄，一瘸一拐地走进洞府。苏师妹，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一进入洞府，一道略显得迫不及待的声音便是响起。苏浅浅抬头，便看到一位面带笑容的少年。少年容貌平凡，但胜在干净，一眼望去让人略显安心。在看到林岩的一瞬间，苏浅浅只感觉内心一阵阵愧疚与委屈袭来，他眼神通红，颤抖着低下头，但又不敢对林岩说实话，支支吾吾，最终这般说道：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林岩微微皱眉，略微察觉到了不对劲。苏师妹，你的腿怎么一直在抖？苏浅浅脸上露出慌张，连忙站直，支支吾吾：没有啊，林哥哥看错了吧？林岩皱起的眉更甚了，不知为何，他总感觉今日的苏师妹各个方面都与以往不同了，尤其是气质方面。之前的苏师妹虽有一股淡淡的妩媚，但还是以清纯为主，而此刻那股妩媚气质愈发浓郁，这让林岩不禁想起之前所看话本小说中所提及的人妻气质，大概是苏师妹的修为有所增长导致的。呵呵，倒也好，毕竟这样的师妹更加诱人了。不过林岩并未多想，只是舔了舔嘴唇，以为是先天媚体的缘故。圣药拿来了吗？苏浅浅连忙从储物戒中拿出那由自己辛苦劳作一个时辰所得来的珍贵圣药，旋即递给林岩。林哥哥，你把圣药吸收了吧，再过一会药效就会减弱。林岩嘴角露出一丝弧线。谢谢苏师妹。说罢，他将圣药接过，便直接去往了自己的房间。苏师妹，我先去吸收圣药了，待会再跟你说话。看着林岩的背影，苏浅浅的内心当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满足感。被叶幕狂凿一个时辰的委屈也在此刻烟飞云散，只要林哥哥能活下来，纵然是也无所谓了。他的嘴角微扬，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在林岩回到房间之后，他直接盘坐在地面之上，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来。叶幕那个舔狗竟然又送了我一株圣药，他怕不是永远都想不到我根本就没病吧？所谓的不治之症，只是我用于诓骗圣药的理由罢了。如若苏浅浅在此刻，恐怕会直接不可置信地呆愣在原地。毕竟他为了这株圣药，为了林岩的性命，不惜献身于叶幕。可此刻林岩却说他根本就没病，这一切都是他为了圣药所编织的谎言。这时嗖的一声，一道道氤氲白烟陡然从林岩的戒指中乍现，旋即化为一道虚幻的女子身影。女子身着一件半透明纱裙，青丝如瀑，眉似含黛，面容绝美，虽仅是一缕残魂，但也能看出曾经的风华绝代。师尊。在女子出现的一瞬间，林岩赶忙低头尊重地说道，只是他无论再怎么尊重，都隐藏不住眼底深处的那一丝贪婪。顾惜雨看向林岩，旋即说道：言儿，你这般利用苏浅浅那个丫头，就不怕她得知真相后心生怨恨吗？林岩斩钉截铁：不可能，我与苏师妹从小相识，乃是青梅竹马，就算她知道真相，也绝不会怪罪于我。他顿了顿，又说道：师尊，我有信心，再给我4株圣药，我就能把境界突破至涅槃境，拿下天火秘境内的天火传承。顾惜雨黛眉微蹙，但天火秘境1个月后
就要开始了。林岩轻声一笑，这还不简单，我让苏师妹以后每周就去要一份圣药，那叶幕作为师妹的舔狗肯定会给的。闻言此话，顾惜雨抿住朱唇，他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可又说不上来有什么不对劲，最终他只好点了点头。如此甚好。林岩不多墨迹，将圣药的药力吸收完毕后便离开了房间。林哥哥怎么样？见林岩出来，苏浅浅连忙站起身。林岩做出一副悲凉的神色，旋即运转灵气冲至喉咙，霎时间一道鲜红的血液陡然间从他口中喷出。林哥哥你怎么了？苏浅浅面色顿时变得煞白无比，连忙问道。林岩微微喘着气，脸上带着悲凉。苏师妹，我的病情似乎又加重了，已不是一株圣药能够治疗的了。苏浅浅咬紧朱唇，声音颤抖。那该怎么办？加大药效，我需要每周1株圣药。话音落下，苏浅浅的面色一呆，一时之间只感觉如坠冰窟。由于今日夜幕的变化，苏浅浅还在对下个月的圣药发愁，而如今林岩竟说要1周1株圣药，要知道那可是圣药，而不是大白菜啊。为了今日的这1株圣药，他可是足足被夜幕凿了1个时辰之久啊。而接下来1周便需要1株圣药，难不成他还需要现身于夜幕？不，要知道他第一次已被夜幕拿下，价值没有那么大了，再加上圣药需求变大，恐怕夜幕还会提出更加离谱的要求。想到这，苏浅浅便感到不寒而栗。苏师妹，我想活着。这时林岩接着说道。闻言此话，苏浅浅颤抖着闭上眼睛，过了许久，似是用尽浑身力气，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纵然被凿又能如何？为了林哥哥，值得。而林岩见苏浅浅答应，嘴角微微扬起，并在心中下定了决心。苏师妹，待我突破涅槃境后，我便向你坦白，并向你表白，届时我们便做一对神仙眷侣。至于夜幕，讲真的，他对夜幕的态度只有2个字：嘲笑。一个癞蛤蟆还敢奢望吃上天鹅肉，一想到未来还能在夜幕那里获得更多圣药，他便更加想要嘲笑夜幕了。只不过令林岩奇怪的是，自今天起他的头顶便有些痒痒的，不知是何原因。还有，他总感觉方才吸收了那圣药之后，身体便有些怪怪的。不过这应该都是幻觉吧？都是幻觉。与此同时，夜幕已来到了一处极其隐秘的树林当中，树林中的温度很低很低，纵然是已融合了至阳圣体的夜幕，此刻都不禁有些发抖。约莫1刻钟后，夜幕来到了一座由不知名的堪蓝石料所建成的屋子前，他上前敲了敲，试探性问道：师尊。四周寂静无声，屋内也并未有人回应。夜幕微微皱起眉头，又敲了敲门，但依旧是没有人回应，这让他紧皱的眉头更甚了。难道师尊正巧不在？大约犹豫半分钟后，夜幕决定先进屋看看，他伸手推开房门，霎时间一道滔天的寒气骤然间从屋内乍现，仅仅片刻便让夜幕的浑身上下都染上了一层寒霜。然而夜幕就好似未受到影响，呆呆地愣在原地，双目渐渐瞪大，不因其他，只因此刻在他记忆中那长相绝美的清冷师尊，此刻静静身穿一件单薄亵衣，盘坐在他的正前方。似雪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令人浮想联翩。月白色丝绸亵衣扮演着窈窕身姿，勾勒出若隐若现的曲线，几缕堪蓝的青丝垂落在锁骨处，甚至为他那清冷绝佳的气质增添了一丝妩媚，美到惊心动魄的容颜上布满香汗，微蹙的黛眉似是在忍受着什么。夜幕很快便察觉到了不对劲，赶忙催动真实之瞳。姓名：洛千雪，年龄186岁，气运红，顶尖的气运之女，体质太阴圣体，顶尖的合欢体质，先天剑心，仙剑半生，修为半地，状态身体被太阴圣体的寒毒所侵蚀，寒毒每半月发动一次，每次发动都将生不如死，可用至阳之气缓解寒毒，但想彻底根除，需与至阳圣体者同修，寒毒不彻底根除，毒性越来越强。好感度10，萍水相逢。4，好恐怖的面板。在看到洛千雪面板的一瞬间，夜幕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论是气运，亦或是体质，乃至是修为，洛千雪在此地路已断的时代都能称之为顶尖。寒毒震惊完后，夜幕又皱起了眉头，怪不得之前每隔半个月
洛千雪便要闭关一次。叶幕刚想上前仔细观察一番，却忽地发现，不知为何，洛千雪已睁开眼睛，用蓝色眸子死死盯着他。叶幕不乏顿住，旋即讪讪一笑：“师尊，您醒了，你为何会在此地？”洛千雪冷声道，语气并未有一丝波澜。很难想象他此刻正被寒毒侵蚀，生不如死。叶幕刚要实话实说，脑海中却是忽地想到了什么，旋即嘴角微微扬起：“师尊被寒气侵蚀，一定很痛苦吧？”洛千雪黛眉微蹙，寒声道：“你为何知晓？”他的语气中已透一缕杀气，这让叶幕十分的无语。虽然前身与洛千雪的确不是很熟，但至少明面上还是师徒啊。周遭的杀气让叶幕收起了笑容，严肃道：“师尊不必知道我为何知晓，师尊只需要知道弟子能帮师尊您缓解，乃至根除寒毒即可。”洛千雪冷眼看着叶幕，并未说话，显然不信。师尊不信的话，就感受一下我的气息。而叶幕则是面色淡然道。闻言此话，洛千雪微微蹙眉，释放神识看向叶幕。这一看，让原本一直淡然无比的洛千雪脸上终于是有了表情变化。这是至阳圣体的气息。叶幕笑了笑：“师尊现在信了吧？师尊身负太阴圣体，正好与我的至阳圣体同出一源。师尊，你也不想一直忍受寒毒之痛吧？只要与徒弟我同修。”砰的一声巨响，叶幕的话音还未落下，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骤然从洛千雪的体内乍现，瞬间将整个房屋都给笼罩其中。把你方才的心思收起来，不然莫怪我不顾你我师徒情谊。叶幕讪讪一笑，旋即说道：“师尊息怒，那只是根除寒毒的办法，其实还有缓解寒毒的方法，并不需要同修。”洛千雪的面色缓和些许：“帮为师缓解即可。”他的话音落下，叶幕却是没有动作。为何站着不动？叶幕沉默了片刻，旋即说道：“嗨，师尊，缓解寒毒虽不需要同修，但难免会有些亲密举动的，比如……洛千雪微微蹙眉，双方需要紧紧拥抱在一起。话落，周围空气凝固的一瞬，洛千雪刚要拒绝，然而体内的寒毒却是猛地冲击，霎时间，洛千雪捂住嘴唇，阵阵鲜血渗出，体内的剧痛愈演愈烈。洛千雪咬紧牙关，经过一阵阵犹豫，最终她抬起头看向叶幕：“帮为师缓解寒毒。”闻言此话，叶幕赶忙走到洛千雪的身前，闻着对方若隐若现的幽香，叶幕不由咽了咽口水，旋即伸手将其抱住，如一块完美无瑕的寒玉入怀般。叶幕先是感到一阵柔软与幽香，旋即便是无尽的寒冷。但明明寒冷无比，叶幕却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燥热不堪，就连心脏都是砰砰直跳，这让他十分的不解。他分明已与苏浅浅发生过，已不是新手，为何还会这般紧张？思索片刻后，叶幕得出了原因，大抵是洛千雪的身份吧。要知道，此刻被他抱在怀中的可是他的那位清冷师尊，那位绝美到惊心动魄的半地强者，那位永远都是一副清冷模样的高岭之花啊。不过还有一点令叶幕十分的奇怪，那便是他的身前为什么也有心脏跳动的声音？难道是他听错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开始！就在叶幕思索的时候，洛千雪忽的冷声说道。叶幕嘴角一抽，妈的，这话咋听起来那么不对劲呢？所以很想吐槽，但叶幕还是将内心的旖旎收起，便开始潜心灌注的引渡至阳之气。约莫半个时辰后，丁宿主趁人之危占尽了气运之女洛千雪的便宜，完美彰显了反派风范，获得1万气运点。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的瞳孔也随之一缩。他没有听错吧？1万气运点。要知道，与苏浅浅双修也仅仅只是获得了7000气运点啊！此刻，光与洛千雪拥抱，竟然就获得了1万气运点，这便是红色级别的气运之女吗？果真恐怖！一时之间，叶幕看向洛千雪的眼神中充满了火热。好了吗？这时，洛千雪冷声问道。叶幕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好。话音落下，洛千雪直接脱离了叶幕的怀抱，站起身，迅速穿上白袍，旋即冷声道：“好了就走吧。”叶幕直接傻了眼，不是，这变脸速度未免有些太快了吧？好歹我也是你的徒弟啊，况且他还刚帮你压制了寒毒，你就这样赶人？洛千雪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妥，冷声解释道：“你身负至阳圣体，我身负太阴圣体，属性相悖，我教不了你什么东西，
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叶幕有些无奈道：“徒弟告退了。”看着叶幕的背影，洛千雪抿住朱唇，犹豫许久后，方才喊道：“等等！”叶幕脚步一顿，扭头看去，洛千雪双拳缓一脚，过了许久，方才说道：“半月之后，可以接着帮我压制寒毒吗？”语气中透着一丝恳求。叶幕愣了片刻，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洛千雪竟会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片刻后，他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先不说压制寒毒，可以与洛千雪有各种亲密举动，就光说所获得的气运点，都不是叶幕可以拒绝的。”叶幕缓缓离开房屋，看着叶幕的背影，洛千雪一边喘着气，一边伸出玉手，放至胸口处，砰砰砰。是的，方才叶幕所听到的心跳声并不是幻觉，而是洛千雪心脏所发出的声音。毕竟这乃是洛千雪第一次与异性这般亲密接触，自然会有些紧张。至于其感觉吗？洛千雪沉默了半晌，方才自言自语道：“倒还不错。”叶幕刚才仅是在缓解寒毒，并没有干其他不妥之事，这让洛千雪对叶幕的印象拔高了一点点，也仅次于一点点，渐渐将紧张的内心平息下来后，洛千雪又开始发愁起来了。寒毒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境界发作次数逐渐增强。他的境界太高了，所以他的寒毒也十分的恐怖。他能明显感觉到，最多再过1年，不，8个月左右，纵然是叶幕插手，也无法压制寒毒。解决办法自然也有，废话一点，就是将寒毒彻底根除。他之前便一直在寻找办法，而现在找到了。可那种条件他办不到。洛千雪贝齿咬紧朱唇，双拳也随之攥紧。叶幕回到圣子大殿，便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系统商店，准备消费一波。盘古斧10万，混沌珠10万，混沌青莲台10万，6道轮回拳10万，太上忘情录10万，神像镇狱镜10万。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叶幕一时之间都有些眼花缭乱。不过他深知，现在他最需要的是功法。融合了至阳圣体，他的体质发生了极大改变，主修的功法自然也需要改变。不多时，叶幕便找到了一本极其适合于他的功法——至阳焚天诀。1万气运点，以至阳圣体为基础所创的半部地经。此功法共分9阶，每领悟1阶，都当将其领悟圆满，可换太阳之星降世。半部地经，要知道，在此地路已绝的大事，半部地经便已是顶尖功法了。要知道，他们合欢圣地的不传秘法龙凤合欢诀，也不过仅只是圣阶功法罢了。兑换至阳焚天诀，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伴随着气运点的消失，一道道晦涩难懂的文字随之涌入叶幕的脑海当中，而他的周身也被一道道滔天的热浪所笼罩。过了许久，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热浪消失，叶幕成功领悟至阳焚天诀，其境界也在此刻直接突破到了生死一重。然而这还没有完，在将至阳焚天诀领悟成功后，叶幕没有结束，而是在心底默念，使用气运点提升至阳焚天诀。霎时间，叶幕的气运点清零，他浑身上下再度被滔天热浪所笼罩，对于至阳焚天诀的领悟程度也在此刻突飞猛进。第1阶，第2阶，第3阶，直至第4阶。轰隆一声如黄天雷般的声音落下，叶幕的境界再度突飞猛进，直接来到了生死4重。当然，叶幕现在的真实战力绝对不仅仅只有生死4重。至阳焚天诀乃是基于至阳圣体所创的半部地经，这就导致在叶幕手中，这至阳焚天诀甚至可以匹敌地阶功法。要知道，就算是在上古时期，地阶功法都是极其罕见的存在，所以叶幕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实力究竟有多恐怖。呼，气运点的作用果真恐怖。感叹完实力之后，叶幕又不禁赞叹气运点的恐怖。只要能足够多的气运点，他甚至能够1秒直升大地。可惜就是消耗太多了，若想将至阳焚天诀领悟至圆满，恐怕需要将近10的气运点。看来以后还需要寻找其他气运之子或气运之女啊。叶幕暗自思忖，旋即便站起身，准备离开此地。然而就在这时，门外一阵敲门声呼的响起，苏浅浅的声音也随之传来。叶幕，你在里面吗？
叶幕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讶然，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苏浅浅竟还会主动来找他，毕竟昨天他可是刚把苏浅浅折磨不轻呢。进来，叶幕淡声说道。话落，咔嚓一声，店门被推开，苏浅浅低着头走进大殿。与昨天不同，他今日并未直接进入大殿，也没有了当初的高傲，反倒是还有一丝丝的拘束。你找本圣子是有什么事吗？叶幕上下扫视着苏浅浅。虽说现在再看，这苏浅浅的姿色是稍逊落千雪一筹的，但相较于其他女子，也能称之为顶尖叶。叶幕，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株圣药？苏浅浅抿住朱唇，犹豫许久后，方才说道。在林岩的病情加重后，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害怕林岩再出什么意外。最终，他一夜未眠，决定来找叶幕，再讨要一份圣药，以此作为一份保险。叶幕声线猛地拉长。本圣子昨日才给你一株圣药，今日你又来找本圣子讨药，你可知圣药的珍贵？苏浅浅紧闭双眼，一行清泪缓缓落下。我当然知晓，可林哥哥的病情又加重了，我实在是无可奈何。病情加重？叶幕脸上露出古怪，原身其实是见过那个所谓的林岩的。当初的林岩生龙活虎，满面春光，根本没有一丝重病的模样，当初的原身便感到十分的古怪。如今苏浅浅说林岩病情加重，叶幕只感觉更加古怪了。不过古怪归古怪，既然苏浅浅都已经送上门了，岂有不要的道理？实话告诉你吧，本圣子手中正巧有一株圣药，可圣药珍贵，我不能平白给你。叶幕声音淡然。苏浅浅深吸了一口气，旋即点头。我知晓，只要你将圣药交给我。他脸颊渐渐变得通红。过了许久，他方才咬紧牙关，下定决心道：我便再与你同修一次。话音落下，令苏浅浅意外的是，叶幕竟未答应，而是不屑道：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你元婴已丢，根本不值一株圣药。苏浅浅面色煞白。那你要如何才能将圣药交给我？叶幕嘴角微扬。很简单，以后你每天来我这里与我同修一次，我便将圣药交给你。不仅如此，以后林岩所需的圣药，本圣子全部承担。不可能！苏浅浅下意识地娇喝道。因昨日的缘故，导致他现在的身体还都有些不适。如若一天一次，那真的会坏掉的。令苏浅浅意外的是，在他拒绝后，叶幕并没有接着诱导，而是面色一沉，冷声道：苏浅浅，别给脸不要脸，这偌大的合欢圣地，想与本圣子同修的修士数不胜数，本圣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难道还没有感觉到昨日之事过后，你的修为大大提升了吗？这是实话。要知道，叶幕身为合欢圣子，身份逆天的同时，颜值同样逆天，更是身负阴阳混沌合欢诀此等无上仙经。合欢功法对双方都有益，如若他身负此功法的消息放出去，怕不是瞬间便会被活了上百乃至上千年的老女人抓走，然后当作炉鼎狠狠榨干。所以与苏浅浅同修，他还真没占多大便宜。而苏浅浅闻言此话，脸上多出愕然的神色。讲真的，在昨日与叶幕同修完之后，他的境界还真提升了不少。可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来源，所以并未在乎。谁知叶幕竟说这是与他同修的功劳。既然不愿，那便离去吧。这时叶幕冷哼一声，旋即站起身，便要走向卧室。苏浅浅见状，内心多出一丝恐慌，赶忙将叶幕叫住。等。叶幕嘴角微微扬起，上钩了？怎么改变主意了？叶幕将笑容收起，转身淡然道。苏浅浅双拳攥紧，咬紧朱唇，眼神死死盯着地面，似是在犹豫。过了许久，他紧绷的俏脸忽地放松下来，整个人都好似是泄气的气球般。我答应你，但今日事成之后，你就得把圣药给我。叶幕脸上露出笑容，走至苏浅浅的身旁，闻着对方身体传来的清香，他伸手挽住对方的藕臂。明智的选择。苏浅浅并未理会叶幕，只是闭上眼睛，在心底安慰自己，反正就1个时辰的事。1个半时辰后，丁，宿主与女主同修，获得气运点3000。丁，宿主成功使用阴阳混沌合欢诀，受女主气运反哺，获得气运点1000。丁，
宿主间接影响到气运之子灵岩的气运，获得气运点3000。苏浅浅颤颤巍巍地从卧室走出，他咬紧牙关，看向叶幕的眼神中有泪水打转。你的那个方面，怎么变得这么强了？1个半时辰啊！他本以为昨日的1个时辰便是极限了，可今日竟又多了半个时辰，这让他怨恨的同时又难以置信。当然是融合了至阳圣体的缘故。叶幕在心底默念，旋即便在系统商店花费100气运点购买了1株唯品圣药，丢给苏浅浅。圣药明天记得接着来。苏浅浅将圣药收起，不理会叶幕，只是低着头离开了大殿。叶幕也不恼，只是盘坐在蒲团之上，打开了系统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岁，气运嘿，大地之姿，随时有可能暴毙。体质：至阳圣体，修为生死4重，功法至阳焚天诀第4阶，气运点7000。这是叶幕第一次打开自己的面板，当他看到自己的气运后，不由得眼前一黑。不是，我好歹也是合欢圣地的圣子啊，这气运未免有些太低了吧？他已从系统那得知，人的气运从低到高共分为黑、白、绿、蓝、黄、紫、金、红。一般而言，普通凡人的气运为白，杂品修士的气运为绿，而气运在金乃至红，便足以称之为气运之子女。像是苏浅浅便是金，而他的那个青梅竹马灵岩大概率是红。怎么提高气运？叶幕在心底问道。毕竟这黑气运属于是有些太危险了，至少得提升到白才行。定，从气运之女或气运之子那里获得气运点时，宿主也会受到气运反哺，提高气运。叶幕叹气道，看来以后还需要找到更多的气运之子啊。苏浅浅一人显然是不够，而洛千雪机会又太少，将面板收起。叶幕又将刚获得的气运点用于领悟至阳焚天诀，将此功法领悟至了第6重，而他的境界也是来到了生死5重。现在就去演武场测试一下实力。穿越过来，叶幕已足足提升了一个大境界，但还从未测试过自己的实力。他很好奇，他现在的实力究竟能达到何等地步。与此同时，苏浅浅在离开圣子大殿后，并未像往常般迫不及待地去找灵岩，而是一边感受着体内的磅礴气息，一边走着。直至现在，他还有些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突破到了轮海1重。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可是卡在纳灵巅峰足足数月之久了，而如今仅仅只是与叶幕同修的2次，便成功跨越瓶颈，突破轮海。这让他不禁想起了叶幕所说之话，与叶幕同修是他的福气。虽说如此，但2个时辰却是有些太长了。苏浅浅轻声呢喃，虽说可能是因为不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叶幕有了经验，总之这一次并未像上一次那般痛苦，甚至虽然苏浅浅很不想承认，但的确有些小舒服。尤其是过程中阴阳之气交汇，修为提升之时。苏师妹，你在说什么？什么太长了？这时灵岩的声音忽地响起，苏浅浅被吓了一大跳，抬头望去，发现自己走着走着竟已来到了洞府门口，而灵岩则是在门口站着，眉头微皱，看向苏浅浅的目光满是疑惑，这让苏浅浅的内心没来由的一阵慌张。没什么，林哥哥应该是听错了。灵岩皱起的眉头更甚，但最终并未说些什么，只是与苏浅浅一同走进洞府，坐到椅子上问道：师妹，你今天去干什么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是帮你去讨要圣药了，至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苏浅浅一边说着，一边将圣药从储物戒中拿出，递给灵岩。看着身前那散发着浓郁药香的圣药，灵岩先是一愣，后面色被感动与愧疚所充斥。原来苏师妹大清早起床是为我讨要圣药去了。毕竟方才他可是在怀疑苏浅浅，至于怀疑什么东西，自然是关于男女那种东西。毕竟此地乃是合欢圣地，其中的修士十分开放。虽说他不相信苏师妹会与其他合欢圣地的普通女子一样，但看到苏浅浅那副模样，终究会有些怀疑。苏师妹，你昨日刚拿回一株圣药，今日又去，那叶幕没有刁难你吧？感动过后，灵岩又问道。苏浅浅面色一紧，慌乱摇头道：当然没有啊。灵岩并没有怀疑，只是笑笑，是我多虑了。那叶幕就是一个舔狗，师妹勾勾手指就能让他奉上圣药，又怎会刁难师妹呢？说罢，他便站起身，径直走向卧室。师妹，我先去吸收圣药了。一进入卧室，
林岩便迫不及待地唤出了顾惜雨，旋即激动道：“哈哈，师尊！没想到叶幕那个傻子，又给浅浅一株圣药，这样一来，我半个月时间就可突破涅槃境了。”顾惜雨黛眉微蹙，我总感觉此事有些蹊跷，此圣药不会被动了手脚吧？林岩摆了摆手：“怎么可能？这圣药的气息货真价实。好了，师尊，你给我护法，我现在吸收圣药。”顾惜雨看向圣药，的确如林岩所说，气息货真价实，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便帮林岩护法。林岩很快便将圣药吸收完毕，境界也突破到了生死七重，只是丹田处隐约传来一丝微痛，但林岩并未在乎，只是因为药效太强所导致。师尊，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足以击出荒古九响，我现在就准备去演武场，你意下如何？上古时期，有一尊无上圣器降世于荒古道域，被当初的合欢圣主所得，取名为荒古钟，放置了演武场，涅槃境以下的弟子皆可击钟，以此测试实力。传闻能够击出九响者，即可使荒古钟认主，成为新一任的荒古钟主人。但千年来从未有人击出过九响。虽说林岩未曾击过荒古钟，但以他现在的实力，有信心击出九响，这并不仅仅只是源自于实力，更是源自于林岩的直觉。自小时候起，林岩的体内深处便会偶尔产生一种感觉，只要凭借那种感觉做，必能成事。譬如这次，体内的那种感觉告诉他，以他现在的实力，定能击出九响，将荒古钟收服。如若能击出九响，收服荒古钟，定能对你的成帝之路给予极大的帮助。顾惜雨说道。林岩嘴角微扬，等我成帝之后，先把师尊重塑肉身。他顿了顿，舔了舔嘴唇，又在心底默念，然后便与师尊结为道侣。顾惜雨笑了笑，莫要好高骛远，先将荒古钟收服，在拿下天火传承后，方才谈论未来之事。林岩郑重地点了点头，师尊教训的是。说罢，他便离开了卧室，朝着演武场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叶幕已经来到了演武场，而随着他出现在演武场，周围的众多弟子顿时开始了讨论。那是叶幕，他不在圣子大殿待着，来演武场做什么？你疯了！直呼圣子大名，乃是大忌啊！你以为你是苏浅浅，可以为所欲为啊？嘿嘿，长得好俊，想抄。叶幕在圣地内的风评并不算太好，无可厚非。一个只有中品天赋的修士，却因有一个好妈，便当上了所有弟子都梦寐以求的圣子之位。再加上前身还一直舔苏浅浅，此等行为，任谁来了都得骂上几句。当然，除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女弟子们，她们不仅想骂上几句，还想星号上几次，毕竟叶幕的颜值真的很高。圣子大人，您来演武场是有什么事吗？这时，一位女长老来到叶幕的面前，笑着说道，虽说他们暗地里会极度的痛骂叶幕，但明面上还是很尊重的。叶幕声音淡然，这几日有所突破，想用荒古钟来测试一下实力。女长老微微挑眉，显然是有些意外。毕竟这些年，叶幕为了舔苏浅浅，导致疏于修炼，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既然如此，那便随我来吧。不过女长老也未多问，不出片刻，便带着叶幕来到了荒古钟的面前。在击钟之前，容我提醒一句，荒古钟不光看实力，更看天赋。我乃是上品天赋，年轻之时也仅仅敲出2响，若想测试实力，还是与其他弟子切磋更准确。长老提醒道。显然他并不想让叶幕击中，毕竟以叶幕的实力，怕不是连1响都够枪击出来。到时不出3日，整个荒古道域都会传满合欢圣子，连荒古1响都未曾击出的消息，那可不是单单丢叶幕一个人的脸，还是丢他们整个合欢圣地的脸。不必，我就用荒古钟测试。叶幕淡然回绝。女长老闻言，心中暗叹一口气，看来他们合欢圣地这脸今天是丢定了。罢了，反正与他关系不大，丢脸就丢脸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多嘴了。女长老缓缓退去，只留叶幕一人站在台上。周围的人群当中，也随之响起一阵阵讨论声。我没有看错吧？圣子竟然要用荒古钟测试实力。我记得荒古钟不仅只注重于实力，更注重于天赋。我记得圣子仅仅只有中品天赋吧？中品天赋，怕不是连1响都击不出来吧？倘若连1响都击不出，那可真就丢大发了。周围不断传来众多弟子讨论的声音，叶幕却是置若罔闻，脸上并不太多波澜。
毕竟这群弟子，其实说的也是事实。以前身的天赋与懒呆的态度，还真有可能连一响都记不出。可那只是之前，此刻的夜幕不仅融合了至阳圣体，还领悟了至阳焚、天绝词等逆天功法，修为更是达到了生死五重，击出7响乃至7响之上，还是绰绰有余的。夜幕深吸一口气，将脑海中的思绪抛去。下一刻，他猛地运转灵气，滔天的热浪瞬间从他的体内乍现，旋即如同风暴般朝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这是怎么回事？众多弟子在感受到此道气息的一瞬间，脸上不由得露出惊骇的神情。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砰的一声巨响，夜幕一拳重重地落在荒谷中之上。一刹那，巨大的力道直接让荒谷中剧烈震动了起来，一道道浑厚古老的亘古钟声竟是一瞬便响起。当当当啊！圣子大人竟然击出了3响，是谁说的？圣子大人连1响都击不出的？呵，被狠狠打脸了吧？不是，你们的反应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不过是3响罢了。想当初，连我都能击出4响啊！而随着钟声响起的瞬间，周围的人群便是响起一阵嘈杂声。虽说3响只能算是中等成绩，但别忘了，在刚才他们大多数人可还认为夜幕连1响都击不出。这样一对比，3响的成绩便显得较为优异了。当然，也仅仅只是较为优异罢了。众人很快便将激动的情绪平复下来。然而，就在这时，当当当，荒谷中猛地乍现出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芒，旋即竟又是3次钟响落下。原本嘈杂的演武场瞬间变得一片死寂，无数弟子面色呆滞，愣在原地，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荒谷中的方向。过了许久，方才有人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刚才没有听错吧？”荒谷中又响了3次。当他的话音刚刚落下，还未等其余弟子有过多反应，那荒谷中竟又是发出一道声响。众多弟子终于是反应了过来。卧槽，我没听错吧？圣子大人竟然击出了7响。圣子大人不是仅有中品天赋吗？他是怎么击出荒谷7响的？你问我问谁啊？这群弟子的反应各不相同，原本以为夜幕连1响都击不出的，此刻面色通红，低头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认为夜幕不至于连1响都击不出的，此刻面带惊骇，抬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夜幕。还有大多数女弟子，此刻正用贪婪的目光看向夜幕。夜幕的颜值与背景本就逆天，但之前未有女弟子追求她，便是因为她的天赋问题。此刻夜幕的天赋不成问题，这群女弟子便是起了心思。然而就在一些胆子大的女弟子刚要上台挑逗夜幕的时候，荒谷中竟又是猛地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卧槽，这一下直接把周围的众人惊得爆了粗口，旋即无一例外全部都瞪大眼睛，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夜幕。如若他们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已经是第8响了吧。要知道荒谷中总共也仅仅只有9响罢了，但别说是第9响了，纵然是能击出第8响的弟子，他们合欢圣地也是近乎1000年未出了。而如今夜幕竟然击出了第8响，这怎能让他们不震惊，怎能让他们不惊骇？而就在所有人都还未从震惊缓过神时，当的一声巨响，又是一声巨响落下。一瞬间，所有人全部面色一呆，脑海当中一片空白。荒谷中也随之乍现极其璀璨的金色光芒，旋即竟直接缩小，盘旋在夜幕的周身。荒谷9响，剧中认主。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截胡气运之子灵岩的机缘之一，获得气运点5万点。定，检测到宿主成功使荒谷中认主，受气运加持，获得气运点5万点。定，系统的声音不断的响起。夜幕看着盘旋在周身的荒谷中，微微挑眉。讲真的，就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自己竟然能够击出9响，并让荒谷中认主不过，倒也不错。夜幕轻笑一声，便带着荒谷中离开了高台。圣子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刚一离开高台，那位女长老便是上前支支吾吾地问道。夜幕扭头看向女长老，击出9响即可使荒谷中认主，你连这都不知道吗？我 TM 当然知道了。
女长老在心底暗骂，身为镇守荒谷中的管事长老，她怎会不知道这个传言？可她真正的疑惑是，叶幕不是景深腹中品天赋吗？究竟是怎么击出荒谷九响的？要知道，荒谷中放置此地已有1000年之久，在这1000年来，从未有人击出过九响啊！而今日，竟被这人人皆知的废柴圣子给击出了，虽是震惊万分，但女长老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很快便将情绪平复下来，对着叶幕恭敬道：“恭喜圣子得此至宝。”话音落下，周围的众多弟子也全部都反应了过来，随之大声喊道：“恭喜圣子得此至宝！”他们的声音当中满是羡慕，只有寥寥几位弟子略有一丝嫉妒之意，毕竟当实力的差距太过悬殊，便有些生不出嫉妒了。荒谷中，我来了。而就在这时，林岩终于是抵达了演武场，他脸上带着兴奋与跃跃欲试，好似下一刻就要击出九响，收服荒谷中。妍儿，你真的能击出荒谷九响，收服荒谷中吗？这时顾惜雨蹙眉问道。说句师尊不爱听的，那荒谷中已是徒儿的囊中之物了。林岩满脸自信，旋即便要朝前方走去。然而当他看到演武场那嘈杂的场景后，他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今天的演武场怎么这么多人？他上前随便找了一个人问道：“怎么回事？演武场为何这么热闹？”那位弟子面带羡慕道：“兄弟，你刚来不知道，刚才圣子大人用荒谷中测试实力，直接击出了九响，使荒谷中认主了。”“对，你没听错，就是圣子大人。”伴随着弟子的话音落下，林岩的面色瞬间一呆，体内深处的那种感觉随之消散，怅然若失的感觉充斥浑身上下。这不可能！他颤声道。身为苏浅浅的青梅竹马，他自然知晓叶幕是什么货色，一个中品天赋，凭借背景当上圣子的一介舔狗，怎么可能能击出荒谷九响呢？况且他的直觉分明已告诉他，荒谷中应该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他的。你如若不信，便自己去看吧。那位弟子白了林岩一眼。闻言此话，林岩赶忙左张右望，正巧此刻叶幕路过他的身旁，在看到盘旋在叶幕身旁的那口精致小巧的灵钟后，他的脑海当中顿时变得一片空白，看来是与这荒谷中无缘无分。神魂深处，顾惜雨在看到荒谷中后不禁摇头叹息道：“不，那荒谷中分明属于我，分明属于我！”林岩面带愤怒，在心底歇斯底里的喝道。顾惜雨还想说些什么，然而林岩却是猛地上前，对着叶幕大喝道：“叶幕，你给我站住！”话音落下，叶幕脚步一顿，旋即扭头看向林岩，求5星好评，礼物与追更。姓名：林岩，年龄19岁，气运红，顶尖的气运之子，体质先天火脉，大地血脉，修为生死器重，机缘在天火秘境中得到天火大帝的传承，截胡主角机缘将会获得大量气运点。不出所料，林岩果然是气运为红的顶尖气运之子。看着林岩的面板，叶幕在心底暗自思忖，旋即抬头，用淡然的目光看向林岩：“你有什么事吗？”林岩感受着周遭的目光，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本想讪讪离开，却再一次的看到了荒谷中。一瞬间，愤怒涌上大脑，他咬紧牙关，大喝道：“叶幕，你竟敢夺我机缘！”话音落下，周围围观的众多弟子瞬间用看待傻子一样的目光看向林岩。不是，那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圣子大人夺他机缘，他所说的机缘该不会是荒谷中吧？还夺他机缘，想要让荒谷中认主，可是需要击出九响的。这林岩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还说圣子夺他机缘。周围弟子无一例外全部出口嘲讽林岩，但作为当事人的叶幕却是面色微凝地看向林岩，心中暗自思忖：这便是气运之子的直觉吗？连此等事情都能察觉到，只有叶幕知晓，这荒谷中原本的确是属于林岩的，只是他插手先一步让荒谷中认主罢了。可那又能如何呢？反正现在这荒谷中已属于他，与林岩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林师弟莫要口出这令人贻笑大方之言，什么叫我夺你机缘？这荒谷中是我击出九响自动认主的，与你有何关系？他唇角上扬，笑着说道。林岩语塞，他也知道叶幕说的十分有道理，可他
不甘心，他是真的不甘心。此等盛气落于叶幕这个舔狗的手中啊！等等，舔狗！林岩眼中一亮，旋即抬头看向叶幕，威胁道：“叶幕，这荒古钟对于我而言十分重要，我来此地也是为了击钟，没成想被你抢先一步。我希望你能把这荒古钟让给我，不然……”叶幕微微眯眼，不然我就让苏师妹永远不理你。话音落下，林岩的嘴角微扬，此等威胁对于其他人而言根本不值一提，但林岩知道，叶幕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舔狗，连自己修炼用的天才异宝都能让给苏师妹，区区一个荒古钟自然也能。然而令林岩意外的是，叶幕闻言此话，不仅没答应，反而是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你笑什么？林岩愕然道：“当然是笑你这个蒙古人啊！”叶幕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与苏浅浅都发生这么多次了，林岩竟然还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他是原本的那只舔狗。我建议你回去之后，好好问问我这几日与苏浅浅发生了什么。叶幕脸上带着笑意，看向林岩，他并不怕林岩得知自己已成苦主后对他心生怨恨，反而他更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毕竟搞气运之子的心态，叶幕也能获得奖励。说完之后，叶幕便离开了演武场，只留下满脸呆滞愣在原地的林岩。回到圣子殿，叶幕直接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岁，气运白，平平无奇，略显杀机，体质至阳圣体，修为生死五重，功法神通至阳焚天诀第6阶，气运点10万，气运从黑变为了白。叶幕一眼便注意到了气运的改变，内心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虽说没有了性命之忧，但白气运依旧是远远不够，我至少要把自己的气运提升至紫、金乃至红才算安好。叶幕在心底下定决心后，便打开了系统商店，毕竟刚刚获得这么多气运点，自然是要消费一波的。叶幕也早有了打算，现在的他最缺的是攻击手段，而最适合至阳圣体的攻击手段，自然便是这天地间所孕育的异火了。异火罕见，纵然是偌大的荒古道域也不过1掌之数，可系统商店内的异火可就多得去了。青莲地心火3万气运点，净世妖莲4万5千气运点，真龙心炎5万气运点。丰富的异火看得叶幕眼花缭乱，甚至让他都有些选择困难症。不过叶幕的目光便被一朵异火所吸引，太初阴阳莲10万气运点，太初时期随着世界一同诞生的无上异火，蕴含着滔天的阴阳之气，持有者受阴阳之气影响，增强体魄、灵力、同修效果，毋庸置疑。此异火极其适合叶幕，可价格未免有些太贵了。要知道，纵然是至阳焚天诀，也仅仅只卖1万气运点，虽然那可能是由于至阳焚天诀的领悟条件较为苛刻导致售价低的，但这也足以证明太初阴阳莲的昂贵了。叶幕脸上带着犹豫，最后还是咬咬牙，在心底说道：购买太初阴阳莲。轰隆一声巨响，伴随着10万点气运点的消失，一朵异火骤然出现在叶幕的身前。异火通体灰色，浑身上下散发着滔天的至阳与至阴之气，似是要将人先热死后冻成冰雕般。叶幕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开始炼化太初阴阳莲。由于叶幕身负至阳圣体，还领悟了至阳焚天诀此等功法，所以很快他便将太初阴阳莲炼化成功其境界，也从生死5重突破到了生死8重。待1个月之后，我便去参加天火传承，再夺机缘。叶幕将气息平复，在心底暗自说道：天火传承乃是一尊名为天火大帝的大能者所留下的传承，传闻能够通过者即可获得天火大帝的传承。原身由于痴迷于苏浅浅，所以对此并不上心，可如今叶幕穿越而言，自然要去。不仅要去，他还要拿下传承，再度夺得林岩的机缘，让林岩的心态彻底爆炸。不过天火传承乃是1月之后的事情了，在这1个月内，叶幕还有许多事可以做，譬如与苏浅浅同修，譬如帮助师尊治疗寒毒，如若可以的话，还想占师尊的便宜。与此同时，林岩刚毅浑浑噩噩地回到洞府，苏浅浅便是一路小跑上前迎接：林哥哥，怎么样？你成功将荒古钟收服了吗？苏浅浅这不提不要紧，一提，林岩脸上再度露出愤怒的表情来。别跟我提这件事，
苏浅浅被吓了一大跳，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林哥哥，您怎么了？林岩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懊恼与愧疚，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与苏师妹青梅竹马，怎能用这般语气跟苏师妹说话呢？他刚要对苏浅浅道歉，然而就在这时，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我建议你回去之后好好问问我这几日与苏浅浅发生了什么。一瞬间，愧疚消失不见，叶幕再度咬紧牙关，看向苏浅浅，你这几日是不是与叶幕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伴随着林岩的话音落下，苏浅浅的瞳孔骤然紧缩，其娇躯也是瞬间愣在了原地。林哥哥，知道了。他嘴唇蠕动，娇躯渐渐变得颤抖了起来。说话啊！这时林岩接着喝道。苏浅浅眼神通红，下意识地张开嘴，想要将这几日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给林岩，然后再对林岩道歉。可当他看到林岩的这副模样时，话到嘴边却是猛地噎住神。什么是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苏浅浅颤抖着低头，竟选择撒谎。只是他话刚落下的一瞬间，便有些后悔了。他将眼睛紧闭，一行清泪缓缓落下。对不起，林哥哥，浅浅不该对你撒谎的浅浅，应该对你实话实说的浅浅，真是一个懦夫，敢做不敢当的懦夫。他落泪，是因为自责，也是因为这些日子积压的委屈倾泻开来，但落在林岩眼中，便以为是他惹哭了苏浅浅，脸上愤怒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慌张。苏师妹，你没事吧？你别哭啊，别哭，我刚才只是在瞎说，你别往心里去。苏浅浅吸了吸鼻子，将情绪平复，摇了摇头。我没事。林岩见状松了一口气，旋即开始了解释。浅浅，我没将荒谷中收服，因为我赶到的时候，那荒谷中以认叶幕为主了，所以我的心情才会那么差，你不要往心里去。荒谷中认叶幕为主了。苏浅浅面色微呆，林岩脸上露出气愤。对，我找他要，他还不肯给我，如若没有他，那荒谷中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苏浅浅秋眸微垂，玉手微颤，他十分清楚，以叶幕的实力根本无法击出荒谷九响，更别谈让荒谷中认主了。叶幕那个曾经他爱搭不理的舔狗，现在不仅对他的态度发生巨大改变，还击出荒谷九响，使荒谷中认主。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让他变化如此巨大的？等等！这时林岩忽的惊呼一声，将苏浅浅的思绪打断。他抬头，只见此刻的林岩脸上透着兴奋，与他对视。师妹，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苏浅浅的内心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你能不能去找叶幕，把荒谷中要回来？话落，苏浅浅面色一呆，刚想拒绝，然而林岩的声音再度响起。反正那个叶幕是你的舔狗，只要你发话，他肯定会给你的。拜托了师妹，荒谷中对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苏浅浅咬紧朱唇，双拳渐渐攥紧。他想拒绝，毕竟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叶幕早已不是他的舔狗了。讨要一株圣药，便要被凿那么长时间。如若他真的开口讨要荒谷中，先不说叶幕会不会给他，纵然会给他，那定然会有更加离谱的条件。可他已经对林岩撒谎了一次，本就愧疚万分，此刻根本没有勇气再拒绝林岩的要求。好，我答应你。过了许久，苏浅浅颤抖着点头。多谢师妹。林岩大喜过望，张开双臂便要拥抱苏浅浅。苏浅浅的瞳孔骤然，就好似有应激反应般，侧身躲过林岩的拥抱，旋即如逃一般离开了洞府。我有事先出去一趟。林岩并未怀疑什么，只是看着苏浅浅的背影，脸上满是感动。师妹，对我真好，这么离谱的要求都能答应。我方才竟然还在怀疑浅浅。呵，我与师妹乃是青梅竹马，师妹早已倾心于我，怎会与叶幕那个舔狗发生事情呢？不过是叶幕那条舔狗在挑拨离间罢了。他已经有些等不及了。等到苏浅浅拿到荒谷中，他便想要与苏浅浅表白了。届时他们便做一对神仙眷侣。与此同时，另一边，苏浅浅并不知林岩的心中所想。此刻的他呆呆地走在路上，杂乱的思绪抛之不去。我究竟该怎么办？如若林哥哥知晓此事，他会如此看待我，林哥哥会不会理解我呢？我该不该跟林哥哥说，还是说走一步
看一步呢？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陷入泥沼般，害怕有所动作陷入其中，导致停留原地，不敢动弹。纵然他深知不敢动弹，迟早会彻底陷入泥沼，可他真的做不到与林岩坦白。苏浅浅咬紧朱唇，双拳攥紧，猜猜我是谁？而就在这时，一双玉手忽地将他秋眸遮住，一道略显调皮的声音随之响起。苏浅浅被吓了一大跳，旋即无奈道：夭夭，我现在没心情跟你闹。少女将手收起，笑道：嘿嘿，我这不是看浅浅你心情不好，想逗你一下吗？苏浅浅转身看着少女那副没心没肺的模样，不由叹了一口气。眼前的少女名为白夭夭，与她一样都是合欢圣地的内门弟子。白夭夭与她关系极好，算是她的闺蜜，偶尔烦闷的时候，她便会去找白夭夭倾诉。浅浅，看你心情这么低落，是遇到事情了吗？跟我讲讲，夭夭会帮你排忧解难的。白夭夭问道。我没事。苏浅浅轻声说道，便径直离开。倒不是她与白夭夭之间的关系不好，主要是这件事，她是真的不好意思跟白夭夭开口。白夭夭见苏浅浅离去，赶忙上前阻拦。哎，怎么这就要走？她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在她玉手碰到苏浅浅身体的一瞬间，她的声音猛地顿住，旋即瞪大眼睛，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苏浅浅。你的原因怎么丢了？伴随着白夭夭的话音落下，苏浅浅的面色一呆，其脸颊之上也是瞬间染上一层绯红。你在说什么啊？什么原因？我怎么听不懂？装？你在跟我装？我的感知不会错的，快说，你把第一次交给谁了？不会是你那个青梅竹马吧？眼见此事是瞒不住了，苏浅浅抿住朱唇，过了许久，她深吸一口气，似是下定决心，颤声说道：不是林哥哥，是叶幕。话音落下，白夭夭面色微呆。哪个叶幕？该不会是你的那个舔狗吧？苏浅浅小幅度的点了点头。你疯了？你究竟是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女孩子的第一次有多重要？你竟然把第一次交给那个舔狗！得到确定后，白夭夭瞪大眼睛，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苏浅浅。我也不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林哥哥。苏浅浅吸了吸鼻子，旋即委屈道：为了林岩。白夭夭脸上带着惊疑，似是憋了太久，苏浅浅便将此事完完整整的讲给了白夭夭。白夭夭乃是嫉恶如仇的性格，于是当他听完苏浅浅近期的经历后，脸上顿时露出愤怒的神色。好一个叶幕，竟如此无耻，拿着你的把柄威胁你。浅浅，你放心，我现在就替你讨回公道。话落，他不等苏浅浅反应过来，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等等，夭夭，你别这样，太危险了。苏浅浅脸上带着担忧，大声娇喝。虽说他知晓白夭夭的背景不一般，但单枪匹马去寻叶幕，未免有些太危险了吧？内心愈发焦急，苏浅浅不多墨迹，同样朝着圣子大殿的方向赶去。与此同时，圣子大殿内，叶幕紧闭双眼，盘坐在蒲团之上，似是在潜修般。而白夭夭已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圣子殿角落内，他低头看向叶幕，心中冷笑：呵，叶幕是吧？我今日便让你知晓，欺负浅浅是何等下场。话落，他手指微抬，霎时间，一朵洁白胜雪的白莲花瓣陡然出现于手指中心。就在他刚要将花瓣射出的时候，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却是忽地从他身后传来：你在干什么？别说话，我要暗杀叶幕那个狗贼。白夭夭蹙眉，并未扭头，只是暗骂一声：等等，是谁在说谎？白夭夭忽地发现了不对劲，此地可是圣子大殿啊，除去叶幕与他以外，便未有第三人了。那他背后叶幕？白夭夭猛地扭头，在看到叶幕的一瞬间，猛地惊呼道。叶幕并未理会白夭夭，只是自顾自地发动真实之瞳。姓名：白夭夭，年龄84239岁，气运今隐约有突破红的势头，仅次于顶尖的气运之女。体质由万年竟是白莲化形，并无特殊体质。修为生死器重，好感度负30，厌恶竟是白莲化形。叶幕心中暗惊，传闻这竟是白莲，乃是无上圣药之上的不死地药，服用者一瞬即可突破至圣境，并可治疗浑身上下的所有伤势。而这
还仅仅只是普通近视白莲的效果。眼前的白夭夭，竟然是万年近视白莲化形，并还诞生了灵智，其药效必然更强。普通的近视白莲，即可让众多圣王准地大能疯狂了，更别谈万年近视白莲了。叶幕笃定，只要这白夭夭的本体身份曝光，定会有无数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出世，一齐争抢。你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了？这时，白夭夭的声音打断叶幕的思绪。叶幕抬头望向白夭夭，反问道：本圣子倒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潜入到圣子大殿了？本圣子应该与你无冤无仇吧？为何要暗杀本圣子？白夭夭先是一慌，旋即双手叉腰，理直气壮地说道：谁叫你强迫浅浅跟你做那种事情的？叶幕恍然大悟，原来这白夭夭是来帮苏浅浅报仇雪恨的啊！不过嘛，今日这仇肯定是报不了了，反而白夭夭还有极大可能栽在这里。毕竟叶幕嘴角微扬，仔细观察了一遍白夭夭，只见此刻的白夭夭一件刻着白莲的蕾丝衣裙略显华丽，胜雪的青丝披洒于肩，不施粉黛的精致俏脸完美无瑕。论容貌，白夭夭与苏浅浅不分伯仲，而论气质，则是各有千秋。苏浅浅是那种较为温婉，有一种江南女子的气质，而白夭夭则是有一种灵动的气质，整个人就好似一个俏皮的小女孩般可爱而又充满活力。此等容貌加之气韵之女的身份，并且还主动送上门了，叶幕已打定了主意。苏浅浅吗？我强迫她做什么了？你倒是说出来啊！叶幕笑着说道。白夭夭咬紧牙关，只感觉眼前的人脸皮厚如城墙。你这不要脸皮的玩意，拿着浅浅的把柄强迫她与你同修，你还不承认？他大声骄喝。叶幕吐出一口浊气，既然你知道我对苏浅浅做出过这种事情，那你就不怕我同样对你做这种事情吗？白夭夭不屑一笑，呵，我可没有把柄能让你拿住。真的吗？叶幕微微挑眉，当然是真的。白夭夭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然而下一刻，叶幕所说之话却是让他瞳孔骤缩的同时，笑容也瞬间消失不见。白夭夭，你也不希望你是近视白莲化形的事情被其他人知道吧？话音落下，白夭夭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与惊恐。你为何知晓我的本体？还有，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叶幕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啧啧几声。近视白莲啊，还是已经化形有灵智的万年近视白莲。此事若被世人知晓，怕不是连那些即将入土的老怪物都得出关争抢啊！白夭夭打了一个寒战，旋即又看向叶幕，颤声道：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我的本体的？我是怎么看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出来了。叶幕耸了耸肩，又说道：如若那些老怪物真的出关，呵，别说你了，怕是半地强者都得殒命于追杀之下。白夭夭咬紧牙关，抬头看着叶幕，你究竟要干什么？叶幕笑了笑，此地名为合欢圣地，而我身为合欢圣子，你说我要干什么？不可能！白夭夭下意识地娇喝道。叶幕声线猛地拉长，旋即直接拿出了一块传音石，便要催动。喂，母亲，我……等等！见叶幕似乎是要通知合欢圣主，白夭夭彻底绷不住了，连忙叫停叶幕。叶幕脸带笑意，怎么改变主意了？你卑鄙，你无耻，你下流，你！白夭夭并未回答叶幕，只是不断的怒骂着。只是骂着骂着，他的声音便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抽泣声。我只给你1分钟考虑时间，待1分钟过后，你若还未下定主意，我便将此事告知给圣主。对了，忘了告诉你，哭也算时间哦。约莫半分钟后，白夭夭吸了吸鼻子，将情绪平复下来后，便抬头看向叶幕。我答应你，但这是我的第一次，你轻一些。叶幕笑了笑，上前搂住白夭夭的细腰，闻着对方身体处若隐若现的花香，旋即轻声说道：放心，我会轻些的。旋即他便带着白夭夭走进了卧室。2个时辰后，叮，检测到宿主用威胁的方式拿下女主，获得气运点1万。叮，宿主成功使用阴阳混沌合欢诀，受女主气运反哺，获得气运点5000。叮，宿主间接影响到气运之子唐云天的气运，获得气运点5000。卧室房门被推开，
白夭夭强忍着剧痛，咬紧牙关，满脸怨念地看着叶幕。你管这叫轻一点？叶幕同样走出，脸上带着笑容。你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已手下留情了，不然你现在站都站不起来。白夭夭攥紧双拳，虽说他知晓叶幕说的是实话，可他依旧是有些难以接受。毕竟在中途他可是数次想要昏厥过去啊，这还是手下留情。如若不手下留情，那么白夭夭打了一个寒战，留下一句话便要匆忙离开圣子殿。哼，你最好遵守你的约定，把我的身份烂在肚子里。等等。然而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响起，让他的脚步一顿。他扭过头看向叶幕，只见叶幕双手负后，面色淡然。我何时说过让你走了？话落，白夭夭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啊？你说呢？叶幕嘴角带着笑容。你这个混蛋，难道是要反悔不成？白夭夭俏脸一呆，秋眸随之变得通红。叶幕眉头微挑，你仔细想想，我何时说过只要你与我同修，我便帮你保守秘密？这一切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那你究竟想干什么？白夭夭声音中透着哭腔。叶幕叹了一口气，哭什么啊？我又不是什么恶魔，不会做出很过分的事情的。只要你答应我，日后每天与我同修一次，我便帮你保守秘密。不行。叶幕的话音刚刚落下，白夭夭便直接娇喝一声。理由很简单，与苏浅浅一样，一次便已成这般模样了，那每日一次迟早会坏掉的。叶幕声音再度拉长，拿起传音石便要催动。白夭夭见状，瞬间蔫了，赶忙说道：等等。叶幕微微一顿，白夭夭双拳攥紧，低头看地。最终他咬紧牙关道：一天一次太多了，我最多答应一周一次，这是我的底线。叶幕知晓不能逼得太紧，呵呵一笑，一周一次也行，一周一次也行，你走吧，一周以后记得来哦。白夭夭满脸羞怒，旋即便要离开这里。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地出现。叶幕，你在里面吧？我能进去吗？浅浅。白夭夭心头微惊，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毕竟他可不想让苏浅浅看到他的这副狼狈模样。进。然而叶幕已经开口说话，伴随着叶幕的声音落下，苏浅浅推开圣子大殿，旋即便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白夭夭。他面色焦急万分，赶忙上前问道：夭夭，你没事吧？我没事。白夭夭脸颊红润，声音颤抖，低头不敢去看苏浅浅。真的没事。苏浅浅脸上带着担忧，毕竟白夭夭是因他才来到圣子殿的，如若白夭夭受伤，那他会很自责的。他伸手去碰白夭夭，这不碰不要紧，一碰直接让他的面色一呆。夭夭，你的原因怎么也丢了？到反天罡啊！白夭夭欲哭无泪，依稀记得这句话不是他刚才对苏浅浅说的吗？怎么现在成了苏浅浅对他说了？见白夭夭不说话，苏浅浅咬紧牙关，怒视叶幕。叶幕，你对夭夭做了什么？叶幕面色淡然，你不已经知道了吗？还问本圣子干什么？你这个混蛋，祸害我一个还不够，竟还祸害夭夭。苏浅浅面色憋得通红，叶幕面露不满。祸害？什么叫做祸害？苏浅浅，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与夭夭之间纯为两厢情愿，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话落，叶幕用威胁的眼神看向白夭夭。白夭夭见状，咬紧牙关，最终慢吞吞的小声说道：浅浅，圣子说得对，我和圣子大人是两厢情愿。一瞬间，苏浅浅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这怎么可能？她与白夭夭乃是最为要好的闺蜜，白夭夭什么性格她最为知晓，怎么可能自愿跟叶幕做那种事情呢？难不成夭夭与我一样，都被叶幕拿捏了把柄？这时苏浅浅的面色忽地变得煞白，如若是这样，以叶幕的性格，定然不是一次那么简单，至少要我可以走了吗？这时白夭夭吸了吸鼻子，颤声对着叶幕问道。叶幕笑了笑，我又没说不让你走，记得下周接着来就行。下周？苏浅浅的心神一震，只感觉整个世界变得灰暗万分。果不其然吗？夭夭，
也被叶幕拿捏了把柄。一想到白夭夭日后要与他一般，被叶幕掌握于手心当中，他的内心便止不住的自责。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直至白夭夭离开大殿，叶幕的声音响起，他方才反应过来，说吧，你找本圣子是有何事？如若只是担心白夭夭，你可以走了。说吧。叶幕便准备转身离去。今天他已没了体力，没兴趣再与苏浅浅做那件事。而苏浅浅见状，赶忙将其叫住。等等。叶幕脚步一顿，扭头看向苏浅浅，微微皱眉。有事便说。苏浅浅颤抖着低头。他来圣子大殿自然不仅是因担心白夭夭，更是为了荒谷中而言。毕竟他已经答应了灵年要与叶幕讨要荒谷中，但他自己其实也知道讨要荒谷中这个行为有多么逆天，所以属实是有些说不出口。过了许久，苏浅浅深吸了一口气，抬头望向叶幕，颤抖着说：叶幕，你能不能将荒谷中给我？话音落下，纵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叶幕也是先一愣，后直接被气笑了。苏浅浅，你可真敢提啊！荒谷中身为无上圣器，本圣子刚刚得到，还没捂热呢，你便开口想要拿去，你可知无上圣器有多么珍贵？苏浅浅面色变得煞白，支支吾吾。我知道，可林哥哥说荒谷中对他真重要，很重要。叶幕冷笑一声，林哥哥，呵呵，你的林哥哥关我何事？我给了他那么多圣药，他不感激我就算了，竟还让你前来讨要荒谷中。苏浅浅语塞，低头不知该如何反驳。真的不能给我吗？过了许久，他方才颤声说道。叶幕刚想说不能，然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却是忽地出现。叮，宿主可使用1000气运点仿制一座荒谷中，仿品荒谷中与伪品圣药相同，无论是气息亦或是功能都没有区别，但会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副作用，使用过程中如若操控不当，可能会敌我不分，失控自爆。顿时叶幕眼前一亮，直接在心底说道：仿制。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一座精致小巧散发着亘古气息的谷中骤然出现在叶幕的手心处。荒谷中，苏浅浅下意识的惊呼，这荒谷中倒也不是不能给你。叶幕淡然说道。闻言此话，苏浅浅先是一呆，后露出惊喜的神色，脑袋昏昏，甚至都感觉有些不真实。真的吗？叶幕嘴角微扬，旋即说道。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苏浅浅连忙点头。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在苏浅浅的眼中，叶幕的要求无非就是与他同修之类的，反正已经到了这等地步，再与叶幕同修又能如何呢？我要你日后留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侍女。话落，苏浅浅面色一呆，旋即下意识地娇喝道：不可能，我不可能成为你的侍女的。倒不是他对侍女这个身份有多反感，主要的，如若成为叶幕的侍女，那必须需要整日陪在叶幕的身边，伺候叶幕。那样的话，他与叶幕之间的关系迟早会被灵言发现，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呵，苏浅浅，别给脸不要脸，你不过是一个内门弟子，让你成为本圣子的侍女，乃是你的大幸。叶幕冷声说道。我，苏浅浅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叶幕接着说道：本圣子也不强迫你，不愿当，那便走吧。只是不仅这荒谷中，我不会交给你，就连圣药，我日后也不会提供了。说罢，叶幕转身便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等等！苏浅浅见状，赶忙将其叫住。叶幕顿住，扭头看向苏浅浅，面容冷冽。苏浅浅，我的耐心已经耗尽，我只给你5息时间，告诉我答应或不答应。话落，叶幕便开始了倒数。5、4、3，倒计时的声音环绕在苏浅浅的耳边，让她的面色渐渐变得煞白无比。1，就在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苏浅浅终于是下定了决心，颤抖着抬头看向叶幕。我答应你。叶幕嘴角微扬，明智的选择。旋即他便伸手将荒谷钟递给苏浅浅，拿去吧，此钟归你了。苏浅浅看着手心中那小巧精致的荒谷钟，秋眸顿时变得通红无比。为了这小小的一口谷钟，他舍弃尊严，宁做叶幕的侍女，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苏浅浅将荒谷中收起，便要离开圣子殿，去寻灵岩。然而，这时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出现：“本圣子让你走了吗？”苏浅浅面色一呆，愣在原地，片刻后，方才颤抖着扭头看向叶幕。只见叶幕不知何时已慵懒地躺倒了躺椅上。你现在已是本圣子的侍女，本圣子让你走，你才能走。过来，给本圣子捏捏肩。苏浅浅双拳渐渐攥紧，旋即又缓缓张开。是，他小声说道。旋即便上前伸出玉手，帮叶幕捏起了肩膀。他的手法很青涩，甚至可以称之为笨拙。捏的叶幕不仅不是很舒服，甚至还有些酸痛，这让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怎么这么笨？苏浅浅咬紧朱唇。我之前从未给人捏过肩膀。叶幕微微挑眉，来了兴致。你与那林嫣童生活在一间洞府，没给他捏过肩？苏浅浅颤抖着摇头。没有。那你与那林嫣做过什么亲密举动，约过会吗？叶幕淡声问道。苏浅浅沉默了半晌，他与林哥哥的亲密举动吗？仔细想想，似乎还真没有。自小时候起，他与林哥哥便相敬如宾，从未有过出格的行为。如今虽同住一间洞府，但两人也是各自在各自的房间修炼睡觉，连拥抱牵手都未曾有过，更别谈什么约会了。见苏浅浅沉默，叶幕心中也有了答案，不禁讥讽道：看来你和你的林哥哥关系也没那么好嘛。苏浅浅背齿咬紧朱唇，玉手紧捏着，隐约发白。时间飞快流逝，渐渐的已至凌晨时分。叶幕摆了摆手，示意苏浅浅停止。本圣子乏了，你暂且离去吧。苏浅浅连忙点头。是。说罢，他便迫不及待地离开圣子殿，径直朝着洞府的方向走去。已经这么晚了，林哥哥一定很担心我吧？他内心焦急万分。不出苏浅浅的预料，他还未回到洞府，便远远地看到林岩站在洞府门口，面色阴沉地看着远方。而在看到苏浅浅的一瞬间，他迫不及待地上前，旋即焦急地问道：苏师妹，你今天又去干什么了？怎么又是这么晚才回来？看着林岩焦急的目光，苏浅浅沉默了半晌，旋即小声说道：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又遇到事情了？什么事情？能拖到凌晨时分啊？林岩满脸都是不信。身为苏浅浅的青梅竹马，林岩自认为十分了解苏浅浅。在此之前，苏浅浅几乎很少出门，都是在洞府里修炼。而这几日，苏浅浅不仅出门的频率变高了，并且每次回来时的状态都十分不对劲。而林岩每次询问，苏浅浅都用遇到事情来搪塞过去，这怎能让林岩相信？师妹，事到如今，你还在骗我吗？林岩满脸愤怒。苏浅浅被吓了一大跳，娇躯不由得向后踉跄了几步，荒谷中也随之从他的手心滑落。对不起。他紧闭双眼，不敢去看林岩，带着哭腔道，旋即便要将这几日所发生的事情全部讲给林岩。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惊喜的声音忽地响起。这是荒谷中。苏浅浅颤抖着睁开眼睛，只见身前的林岩满脸兴奋的荒谷中捧在手心，旋即又道：原来师妹你是找叶幕给我讨要荒谷中了。抱歉师妹，我误会你了，你能原谅我吗？苏浅浅松了一口气，旋即说道：我从未怪罪过林哥哥，又何谈原谅呢？闻言此话，林岩看着手心的荒谷中，愈发感动与愧疚了。苏师妹分明是帮他讨要荒谷中了，而他却以那样的态度对待苏师妹，他真是一个混蛋啊！看着身前的绝美的苏师妹，又闻着对方身体中隐约传来的清香，林岩愧疚的同时，内心也渐渐变得瘙痒了起来。他本打算突破涅槃后再向苏浅浅表白，可他受够了那种每日担惊受怕的生活了。每次师妹出门，他都害怕是去找其他男人了。所以林岩深吸了一口气，用自认为深情的目光看向苏浅浅。师妹，你明天有时间吗？如果有的话，能不能与我去后山一趟？合欢后山，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清新，乃是约会的大好宝地。他准备在那里向师妹表白，如若师妹同意的话，还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嘿嘿嘿。而在林岩幻想之际，苏浅浅则是愣在了原地。他并不是傻子，自然知晓林岩是何等意思。但首先，苏浅浅从未想过要与林岩结为道侣，实际上他一直都把林岩当作自己的亲哥哥。其次，现在的他又有何面目接受林岩的表白？况且他明日还得去叶幕那里呢，不然他便得不到
为林岩治病的圣药了。我明天有些事情要做，过几天再去吧。苏浅浅垂眸，小声说道，旋即便径直走进洞府，只留满脸愕然的林岩一人待在外面。苏师妹拒绝了我。过了许久，林岩方才惊疑道，在他的心目中，他与苏浅浅早已是道侣关系了，只不过是双方都未曾迈出过最后一步罢了。如今苏浅浅将他拒绝，这让林岩又惊又疑，方才刚刚消散的疑虑再度出现。这时顾惜雨的虚影陡然出现，对着林岩轻声说道，妍儿，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吗？那叶幕再怎么舔狗，也不可能将无上圣器拱手相让啊。林岩沉入谷底，师尊，你的意思是，怕不是苏浅浅与那叶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顾惜雨轻声道，不可能。林岩下意识地怒吼一声，我与苏师妹青梅竹马，情同手足，苏师妹怎会做出那种事情？师尊，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议论苏师妹，我就扎聋自己的耳朵。顾惜雨嘴角微抽，绝美的容颜也略微有些绷不住，说不定苏师妹明日是真的有事，我后日再问苏师妹。林岩说道，旋即便也回到了洞府。只是林岩虽这般说，但他阴沉的面色表明了他内心同样是在怀疑。不过虽怀疑，他还在不断的呢喃着安慰自己，师妹明天说不定真的有事，待我明天晚上再问一下师妹。对，一定是这样。与此同时，另一边白夭夭同样回到了洞府。此刻的她脸颊通红，牙关咬紧，娇躯趴在床上，俏脸埋进枕头里。夜幕，夜幕。她一边娇喝着，一边用玉手用力捶着柔软的大床，似是将大床当作夜幕，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约莫1刻钟后，白夭夭似是疲了，翻了个身，躺在床上，无力而又绝望地闭上眼睛。一想到1周之后还得去夜幕那里与夜幕做那种事情，他便感到人生失去了希望般异常灰暗。过了许久许久，白夭夭吸了吸鼻子，决定看些好玩的东西，以此缓解失落的情绪。于是他将枕头拿开，露出压在枕头下的春宫图，还有一些封皮艳丽，看起来就不正定的画本小说。嘿嘿嘿，白夭夭拿起一本名叫《天元神女录》的画本，便嘿嘿看了起来。只是女主被男主发现身份，在男主的威胁下被迫接受男主的各种 play。 白夭夭蹙眉呢喃，越看越不对劲，这 TM 不是他的剧本吗？一时之间，白夭夭只感觉这画本的作者在嘲讽他。什么破画本，不看了。白夭夭直接把画本丢到床下，旋即再度将头埋进枕头内，感受着身体下方直至现在还未曾消去的隐约不适。他哭了。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第15章至阳焚天路圆满，压制寒毒。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便是1周已过。在这1周内，苏浅浅作为侍女，一边伺候着他，一边与他同修，让他享受的同时还赚够了气运点，日子可谓是滋润无比。当然滋润归滋润，夜幕并没有沉迷其中，也并没有忘了修炼。在这些日子里，他将境界从生死8重突破至了生死9重。不过至阳焚天诀依旧是停留在第6阶，这是因为夜幕想要使用气运点直接将至阳焚天诀领悟至圆满，但这所需的气运点属实是有些太多。不过就在今日，他已将所需的气运点给集齐了。功法至阳焚天诀第6阶，突破至圆满需53149气运点，气运点53394点。使用气运点将至阳焚天诀突破至圆满。夜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刹那间，气运点消失不见，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夜幕的体内乍现。轰隆，滔天的热浪席卷于夜幕的周身，一尊如煌煌大日般的巨大火球也随之出现在夜幕的上方，周围空间渐渐变得扭曲万分，而夜幕的威压也在渐渐拔高。最终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高悬于上方的巨大火球竟猛地炸裂开来，化为一道道精纯的火气涌入夜幕的体内。而夜幕的境界也在此刻突飞猛进，生死10重，涅槃1重，涅槃2重，直至涅槃3重。呼，威压消失，夜幕缓缓睁开眼睛，一抹神秘的火色光芒从他的眼底掠过，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旋即轻声说道，这便是圆满级别的至阳焚天诀吗？果真恐怖。在将至阳焚天诀突破圆满后，各个方面全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譬如控火能力某个方面，还有境界。不过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将此功法领悟圆满后，叶幕领悟了一个神通，他可以运转至阳之气，引太阳之星降世，为己所用。以叶幕估测，以他现在的实力施展此神通，足以灭杀一位涅槃7重乃至8重的修士。要知道，修炼一途，越到后面境界差距越大。一般天骄在涅槃境能够越一个小境界战，便是骇人无比了，而叶幕却是能足足越7个小境界。此等之事，如若被他人知晓，第一反应恐怕不是震惊，而是嘲笑叶幕。再扯皮，叶幕摇了摇头，将杂乱的思绪抛去，便要接着修炼。然而就在这10嗖的一声，盘在叶幕腰间的一块传音石忽地被催动，叶幕低头看去，竟发现是洛千雪的传音石。他赶忙拿起，旋即说道：“师尊，有什么事吗？”那头沉默半晌，旋即便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帮我压制寒毒。”叶幕脑袋上露出疑惑，毕竟他记得洛千雪的寒毒是半月一发作，而如今才刚满1周，虽疑惑万分，但叶幕还是离开了圣子大殿，去找洛千雪。毕竟帮助洛千雪压制寒毒，不仅能占些便宜，还有气运点拿，何乐而不为呢？不多时，叶幕便来到了那座由堪兰石料所制成的房屋前。他敲了敲方面，试探道：“师尊，进。”洛千雪那特有的清冷声音从里传来。叶幕推开房门，与之前一样，石屋内被滔天的寒气所笼罩，而洛千雪则是静静地盘坐在石屋中心，依旧是身穿谢衣，依旧是黛眉微蹙，依旧是那般空灵绝美。师尊，徒儿这就帮您压制寒毒。见洛千雪的状态愈发差劲，叶幕面色凝重，上前微微伸手将洛千雪抱住。虽已不是第一次帮洛千雪压制寒毒，但当再一次的将洛千雪抱住的时候，叶幕的心脏依旧是开始砰砰直跳。他强行将内心的旖旎收起，便与往常般开始引渡至阳之气。可渐渐的，随着时间流逝，他惊异地发现，此次洛千雪体内的寒毒比上一次不知强了多少倍。以他现在的境界所凝聚的至阳之气，竟然无法压制寒毒。无用吗？既然如此，不必管我了，你自行离去吧，免得寒毒侵蚀了你。洛千雪自然也察觉到了，她睁开湛蓝的秋眸，旋即轻声呢喃。闻言此话，叶幕不由皱起了眉头，难道真的要离开，留师尊一人在此吗？就在叶幕纠结之际，他忽地想到了什么，眼中一亮。等等，我还有太初阴阳莲未用吗？太初阴阳莲乃是极其罕见的与阴阳有关的天地异火，用它来压制洛千雪体内的寒毒，再合适不过了。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将太阴阴阳连唤出，霎时间，一朵散发着滔天至阳与至阴之气的连状火焰骤然间出现在房间当中，让整个房间都陷入了冰火两重天。这是天地一火。感受着身旁传闻的磅礴气息，纵然是生性淡薄的洛千雪也是略带震惊。师尊，接下来我就用这朵异火帮你压制寒毒，痛的话就跟我说。叶幕面带郑重，洛千雪抿住朱唇，点了点头。好。叶幕不多墨迹，便开始运转太初阴阳莲，帮助洛千雪压制寒毒。至阳之气经过太初阴阳莲的强化，涌入洛千雪的体内，仅仅瞬间便顺利的寒毒急速压制。叶幕见状，刚露出欣喜的神色，却突然发觉不对劲。那至阳之气在与洛千雪体内的至阴之气所交融后，在太初阴阳莲的作用下，进化为了一缕缕阴阳之气，涌入洛千雪的体内。一瞬间，洛千雪的娇躯变得滚烫，脸颊也随之变得绯红。好热！洛千雪的秋眸渐渐变得迷离了起来，娇躯不受控制地朝着叶幕靠去。卧槽！叶幕见状，直接惊出了声。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至阳与至阴之气交融，竟然会化为阴阳之气。要知道，阴阳之气虽好处无穷，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便是激发内心最深处的欲火。严重点的话，甚至还会神志不清，沦为被欲望所驱动的行尸走肉。显然，洛千雪此刻就是这种状态。师尊，忍一忍，马上就好了。叶幕颤声说道。解决阴阳之气的办法有很多，最简单的便是同修一次。可现在在他身前的不是苏浅浅，也不是白夭夭，而是他的半帝师尊洛千雪。如若叶幕敢趁其之危与其双修，待洛千雪清醒之后，叶幕笃定对方一定会一剑斩了自己。所以为了活命，叶幕只能一边安慰，
一边加快帮洛千雪压制寒毒。夜幕，我好热，真的好热，也很痒，特别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洛千雪用她特有的清冷嗓音发出的靡靡之音，如魔族的低语般，在夜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师尊，忍一下，他额头冒汗，嘴中不断的说道：“我忍不住了。”洛千雪只感觉浑身上下都被蚂蚁啃食般瘙痒无比，他咬紧牙关，缓缓抬头看向夜幕忽的感觉。夜幕长得挺俊俏的。洛千雪双拳攥紧，似是下定决心后颤声说道：“对，不住了。”夜幕刚想扭头看向洛千雪，然而下一刻，洛千雪猛地抬头，双臂环住夜幕的脖子，竟直接吻住了夜幕。一瞬间，夜幕瞪大眼睛，脑海当中一片空白。我被师尊强吻了。夜幕下意识的想要反抗，毕竟身前的可是洛千雪，他的那位清冷绝美的师尊啊，此等待遇，他是真的消受不起啊。可是洛千雪的力道实在是太大，他根本推不开，再加上嘴巴被堵住，也无法说话，所以夜幕只能绝望地闭上眼睛，悲伤地任由洛千雪玩弄。定，宿主趁人之危占尽了洛千雪的便宜，获得气运点1万。定，宿主成功拿下洛千雪的初吻，获得气运点15000。定，恭喜！不知过了多久，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洛千雪脸上的绯红也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冷意与杀意。夜幕咽了咽口水，旋即颤声道：“师尊，您清醒了。”还未等洛千雪回应，夜幕便赶忙说道：“师尊，我向天发誓，我是真的不知道用异火压制寒毒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不然的话我就不用异火了。还有，刚才除了接吻外，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干。哦，对了，接吻也是您强迫的，徒儿实力低微，实在是推不开您。徒儿……”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洛千雪打断：“你不必说了。”夜幕顿住，咽了咽口水，旋即抬头看向洛千雪：“我知道你什么都没干，你也应该庆幸你什么都没干，不然我已一剑斩了你。”洛千雪冷声说道。旋即他穿好白袍，接着说道：“你走吧。”夜幕微微抬眸，小声问道：“师尊，你不怪我，又不是你强吻了我，而是我强吻了你。其实我倒想问问你，你怪我吗？”夜幕赶忙摇头：“当然不怪了，这是实话。方才那事直接让夜幕多获得了3万点气运点，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怪洛千雪呢？你走吧，等我寒毒再发作的时候再来。”他顿了顿，又说道：“下次不许再用这朵异火了。”夜幕讪讪一笑，旋即说道：“弟子领命。”旋即便赶忙离开了此地。看着夜幕的背影，洛千雪清冷的模样彻底破功。他先是松了一口气，旋即颤抖着抬手放至胸口处，砰砰砰，和第一次与夜幕拥抱一样。此刻的他心跳跳得极快，浑身上下都被一种紧张的情绪所裹挟着。洛千雪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女人，修炼100年，她从未有过道侣，甚至从未有过异性朋友，所以一想到刚才的场景，她便微微有些后怕。毕竟方才她想用接吻的方式平复欲望，虽表面是做到了，但如若在中途夜幕想对她做些什么，她的欲望怕是会被再度激起，恐怕不仅不会反抗，甚至还会迎合吧。只是令洛千雪意外的是，身为合欢圣子的夜幕竟能在那般场景中把持住自己，不对她做出任何出格的行为。洛千雪的唇角不知不觉中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弧线，虽仅一瞬便消失不见。待将情绪平复好之后，洛千雪便是盘坐在蒲团之上，轻声呢喃：“焚天地炎。”焚天地炎乃是异火榜排名第1的无上异火。这几日，洛千雪查阅古籍，发现上古时期与他一样都身负太阴圣体的大帝者，他并未与至阳圣体双修便治好了寒毒，而他所用的手段便是焚天地炎。过几日便去天火秘境，看看能不能寻得焚天地炎的一丝线索。洛千雪轻声呢喃：“定。”洛千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20点，现好感度30点。与此同时，另一边，夜幕刚一回到圣子殿，脑海当中便传来了系统的声音，这让他略微有些懵逼。不是，经过方才那一出，洛千雪对他的好感度还提升了，真是奇怪的女人啊。夜幕摇头感叹一声，便重新盘坐在蒲团之上，想要修炼。然而可能是方才与洛千雪亲密接触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这阳焚天诀突破圆满的原因，总之
现在的叶幕浑身上下都是燥热不堪，别说修炼了，就算是坐在原地都有些坐不住。呼，火气有些大，不过苏浅浅应该快来了，先等等吧。叶幕吐出一口浊气，便盘坐在蒲团之上，静静等待着苏浅浅的到来。这些日子，苏浅浅每日服侍他到凌晨，然后再回洞府，翌日清晨再来圣子大殿，周而复始。苏浅浅的理由很简单，夜不归宿会让林岩担心与怀疑，可他忘了一件事，他这诡异的作息会更加让林岩怀疑。第17章心态炸裂的林岩。不出叶幕的意料，另一边，苏浅浅从房间走出，看向坐在椅子上的林岩。林哥哥，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回来。话落，林岩抿住嘴唇，双拳攥紧。师妹，明天。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苏浅浅打断。抱歉，我明天没有空，去后山的话，再等几天吧。说罢，苏浅浅便匆忙离开了洞府。而看着苏浅浅的背影，林岩的双拳不由得攥紧。又是这样，为何每次都是这样？在这1周内，他向苏浅浅发出的约会要求全被拒绝，并且苏浅浅每日早上都会出去一趟，并说马上回来，可每一次都等到凌晨才会回来。每当林岩问他为何回来这么晚，苏浅浅便会含糊其辞地说路上遇到了事。林岩本就对苏浅浅产生了一丝怀疑，这1周内所发生的事情更是坚定了他的怀疑。师妹，在外面一定有事在瞒着他，所以师妹，对不住了。林岩猛地站起身来，旋即便同样走出洞府。苏师妹每日究竟去了哪里？为何每日到凌晨才回来？又是为何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脸颊泛红，双腿颤抖？他今日便要将这一切都查个水落石出。林岩紧跟着苏浅浅，中途苏浅浅还时不时的左张右望，林岩费了好大劲才没被苏浅浅发现这般警惕。师妹，你究竟要去干什么？林岩一边暗忖着，一边跟随着苏浅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座熟悉而又陌生、极其恢宏的建筑映入林岩的眼帘。这是圣子殿。看着那栋恢宏建筑，林岩微微一愣，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便见苏浅浅抿住朱唇，缓缓走进了圣子大殿。一瞬间，林岩的脑海当中变得一片空白。这不可能！苏师妹早上出门，怎么可能是去找叶幕呢？他的声音颤抖，语气当中充斥着难以置信。讲真的，在这1周内，他想过无数种可能，但他千算万算，都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师妹大早上的出门，竟是来找叶幕。这时，顾惜雨陡然出现在林岩的身旁，旋即叹了一口气：“我早就说过，事情不对劲。那叶幕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将荒古钟交给你呢？一定是你的师妹与那叶幕有……”他的话音还未落下，便被林岩厉声打断：“别说了，师妹一定是为我讨要圣药去了。”“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林岩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径直朝着圣子大殿的方向走去。“我现在便进去，看看叶幕与师妹在干什么。”顾惜雨见状，赶忙阻拦：“言儿，不可如此莽撞。”然而，林岩眼神通红，早已是失去了理智。“师尊，你放心吧，我有身法武技在身，绝不会被那叶幕发现的。”说罢，他不顾顾惜雨的阻拦，便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只是他并不知道，在他消失的一瞬间，圣子殿内叶幕同时睁开了眼睛，嘴角微微扬起。“林岩，都这么久了，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吗？”圣子殿周围是有防御阵法所在的，这就导致林岩刚刚到来便被叶幕给发现了。但他并未阻止林岩，而是任由其潜入大殿。这是因为叶幕认为时间差不多了，也是时候让林岩得知一切事情，然后收割林岩这个气运之子的气运了。叶幕扭头看向圣子殿的某一角落，躲在那里的林岩见状，不由得心神一颤。难道他发现我了？好在叶幕很快便收起了目光，而是扭头看向了苏浅浅。林岩松了一口气，同样是扭头看向不远处的苏浅浅。“苏师妹。”他双拳攥紧，一时之间甚至都有些搞不清楚叶幕与苏浅浅的关系。这时，叶幕忽地淡声说道：“愣着干什么？说话啊！”闻言此话，苏浅浅自嘲一笑，旋即颤声道：“奴婢拜见圣子大人。”话音落下，就好似一道惊雷般在林岩的脑海当中炸开。他呆呆地愣在原地，其眼睛
也是逐渐瞪大。我没听错吧，师妹？在叶幕面前自称奴婢，他声音颤抖，透着难以置信。要知道，在他的心目中，苏浅浅温柔善良、纯洁单纯、美丽干净，乃是如白月光一般的存在，与其相处10年之久。林岩也是在最近才敢展露自己的一丝丝爱意，可此刻他却看到自己的白月光，在一个男人面前自称奴婢，这让他的心态微微有些炸裂。叮，宿主成功让气运之子，林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与此同时，叶幕听着系统的声音，内心欣喜无比，只能说顶尖气运的气运之子果真恐怖，光是搞一下心态就能获得这么多的气运点。如果叶幕嘴角微扬，直接站起身来，一步一步走到苏浅浅的身前，将头埋进对方的青丝里，大口吮吸着对方的体香，旋即说道：浅浅，你身上好香。叮，宿主成功让林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我要杀了他！林岩见此，顿时火冒三丈，看向叶幕的眼神中通红而又充满杀意。在林岩的心目中，苏浅浅是他的白月光，更是他的痉挛，他不允许有除他以外的男人接触苏浅浅。可如今叶幕竟然将头埋进苏浅浅的身体里，要知道纵然是他也未曾与苏浅浅这般亲密过啊，这让林岩怎能不愤怒？妍儿，冷静下来。顾西雨见状赶忙劝道。林岩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他也知晓此刻要冷静，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刚把情绪平复下来。然而下一刻，叶幕的声音再度响起：我现在被你弄的火气很大，你说该怎么办？林岩刚刚平复的怒火再度燃起，他抬头死死地看着叶幕，如同要把叶幕活剐了般。此人竟敢对师妹说这般虎狼之词，真是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对了，师妹一定不会同意他吧？一定不会，对吧？林岩再度抬起头，用充满血丝的眼神看向苏浅浅。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苏浅浅面对此等虎狼之词不仅不恼，反而是垂眸看地，颤声说道：那就让奴婢伺候圣子大人吧。话落，林岩的面色一呆，整个人都好似失去了全部力气般，瘫倒在地。不可能，这不可能！师妹怎会答应叶幕做那件事呢？这不可能！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看向苏浅浅的目光中也是充满了陌生，一时之间只感觉自己脑袋上多出了一抹绿色。而就在这时，苏浅浅抬起玉手，便是褪下身上的衣物，微微露出一抹春光，这让林岩彻底绷不住了，压制许久的愤怒彻底爆发。他不顾顾西雨的阻拦，猛地抱起，怒吼一声：真是欺人太甚也！话音落下，苏浅浅的瞳孔骤缩，旋即扭过头，在看到林岩的一瞬间，他的脑海顿时变得一片空白。林哥哥，苏浅浅颤声说道，语气当中满是不可置信乃至慌张。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林岩竟会出现在圣子殿中。与苏浅浅不同，叶幕嘴角微扬，内心乐开了花，呵呵，终于是忍不住了吗，林岩？不过虽说他内心已乐开了花，但表面依旧是做出了惊疑的神色。林岩，你为何会在此地？林岩没有理会叶幕，而是看向苏浅浅，怒吼一声：苏浅浅，这便是你所说的有事？他的称呼已从苏师妹变为了苏浅浅，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苏浅浅面色变得煞白，声音颤抖，语无伦次：我。林岩咬紧牙关，疯癫无比。如果我没来，你们恐怕已经上床了吧？哈哈哈，苏浅浅，我那般信任你，我从未想过你竟然会背叛我。哈哈，林岩的话语就宛如锋利的刀剑般，不断地刺入苏浅浅的内心，让她的秋眸渐渐被泪水打湿。再怎么说，她也仅仅只是一位19岁的少女，此刻数日来所受的委屈如同堤坝被冲破般，再也压制不住，倾泻而出。对不起，林哥哥，对不起。苏浅浅双眼紧闭，泪水不断的落下，声音中透着哭腔。林岩见苏浅浅这般模样，愣了片刻，旋即开始思考，刚才的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然而就在这时，叶幕的声音冷不丁的响起：这一次你来了，所以事情被打断了，但之前你可没有来哦。话落，林岩瞳孔骤缩，
扭头看向叶幕：“你什么意思啊？”叶幕嘴角微扬：“还不明白吗？林岩，你的青梅竹马早就给你戴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只是你到现在才发现罢了。”叮，检测到林岩的道心受损，获得气运点3万。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林岩彻底失去了理智。叶幕，我要你们死！话落，生死期重的威压从林岩的体内乍现，一览无余。滔天的热浪席卷开来，火焰凝聚于林岩的手掌，最终竟形成了一条庞大的银白色火蛇。玄阶5技，银焰火蛇。林岩目眦欲裂，怒吼一声：“给我死！林哥哥，不要！”听着林岩的怒吼声，苏浅浅瞳孔骤缩，闭眼惊呼道：“林岩身为内门弟子，擅闯圣子殿，向圣子出手，此乃重罪。如若林岩还打伤了叶幕，那甚至就是死罪了。”苏浅浅不想看到那副场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林岩手心中的火蛇瞬息间飞出，身如游龙般径直朝着叶幕的方向袭去。仅仅片刻，便已抵挡叶幕的身前，似乎下一刻便要将林岩吞噬殆尽般。苏浅浅见状，俏脸瞬间变得煞白无比。然而就当他以为叶幕就要就此殒命的时候，叶幕只是轻轻一笑：“呵，在我面前玩火，真是不自量力啊！”话落，轰隆一声巨响，滔天的热浪瞬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极其恐怖的威压，竟直接将那条白蛇震成了齑粉。这怎么可能？看着自己那被轻易化解的攻势，林岩的脸上满是震惊。由于他身负先天火脉，所以他自视自己乃是火修的高手中的高手。论玩火，别说整个合欢圣地，纵然是偌大的荒古道域，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可现如今，眼前曾经被他看不起的那个废物舔狗，竟然在火上面将他轻易碾压。呵，就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真正的火修吧。而就在林岩震惊之际，叶幕轻笑着缓缓抬起手，霎时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滔天的热浪，一轮散发着璀璨光芒与至阳之气的煌煌大日，竟是凭空出现在了叶幕的上方。这是什么东西？纵然是身为气运之子的林岩，在看到此等场景，也是直接被吓傻在了原地。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太阳星吗？而见多识广的顾惜雨虽是认出了太阳星，但声音中也是难掩震惊之意。毕竟纵然他身为半地强者，也从未见过能引太阳星降世的修士啊！眼前的叶幕究竟是何等存在？还未等顾惜雨过多思考，便见叶幕微微挥手，霎时间，太阳星猛地震动，滔天的至阳之气如同涌流般径直朝着林岩的方向涌去，瞬息间便将林岩笼罩其中。剧烈的灼伤感将浑身上下都给覆盖其中，林岩痛苦哀嚎了起来。过了不知多久，至阳之气渐渐消散，至于下浑身是血与伤的林岩喘着粗气，半跪在地竟然没死。叶幕微微挑眉，对于活下来的林岩很是意外。这时他忽地看到林岩手指处那散发着若隐若现光芒的戒指，顿时恍然，原来这林岩还有着半身老爷爷啊！如果是有着半身老爷爷相助，那能抗下方才那道攻势便不奇怪了。与此同时，苏浅浅看着重伤的林岩，连忙上前想要将林岩扶起。林哥哥，你没事吧？别碰我！林岩猛地怒吼一声，将苏浅浅的动作打断。旋即他抬头看向叶幕，双拳窜起，牙关咬紧，声音中带着滔天的怒意：叶幕，你彻底惹怒我了！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大地的血脉之力在此刻猛地沸腾起来，伴随着滔天的热浪席卷，林岩的境界也在此刻突飞猛进，生死8重，生死9重，直至生死巅峰。这就是林岩的另一个体质，大地血脉的力量。看着迅速提升的林岩，叶幕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不愧是顶尖的气运之子，开起挂来就是猛。不过没什么用，要知道此刻的叶幕可是将至阳焚天诀领悟至了大圆满的恐怖存在，别说生死巅峰了，涅槃巅峰来了都有些不好使。叶幕，今日我便让你知晓惹怒我林岩是何等下场。但林岩并不知此事，在境界提升后，他脸上带着自信而又狰狞的笑容，看向叶幕旋即
便要释放武学神通，将叶幕碾压。叶幕见状，刚要迎接，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剧烈的疼痛感忽地从林岩的丹田处乍现，旋即他的境界竟如扎破的气球般开始迅速跌落，仅仅片刻，便从生死巅峰跌落至了生死8重、生死7重，乃至生死6重。一瞬间，林岩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他痛苦地弯下腰，捂着丹田，脸上满是惊疑。我的境界，这是怎么回事？叶幕同样是有些疑惑，但很快他便恍然了。要知道，这几日他给苏浅浅的可都是服用有极大副作用的唯品圣药，显然林岩现在就是副作用犯了。妍儿，你的丹田里竟全都是毒性极强的药毒。顾惜雨同样是发现了端倪，满脸震惊地说道。林岩脸上带着惊疑，药毒？可我这几日根本没服用过灵药啊。林岩知晓是要3分毒这个道理，可他这几日几乎未曾服用过灵药，除了苏浅浅为他讨要的无上圣药外等等。无上圣药，林岩的瞳孔骤缩，旋即呼吸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眼底深处也随之被愤怒所占据。怪不得他这几日每次服用无上圣药，其丹田处便会隐约作痛，怪不得他这几日服用无上圣药，却感觉药效不是很强。原来是叶幕在无上圣药里下了毒。叶幕，我要你死！此刻林岩已被愤怒占据了理智，他猛地站起身，刚要，然而丹田处所传来的剧痛却是再一次的让他痛苦的弯下了腰。林哥哥，你怎么了？苏浅浅见林岩此等模样，被吓了一大跳，赶忙询问。别碰我，你这个毒妇！林岩怒吼一声。如若是之前的林岩，被苏浅浅这般关心，定然会十分受用，乃至享受。可如今他只感觉苏浅浅在阴阳嘲讽自己。他咬紧牙关，先是看向叶幕，又是看向苏浅浅，其思绪不由得想到了前几日当初的他在拿到圣药后像是个傻子一样傻乐，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殊不知自己的青梅竹马早已背叛了自己，其交给他的圣药当中也是下了剧毒。毒妇，什么意思啊？浅浅究竟做错了什么？苏浅浅并不知道林岩为何要称呼他为毒妇，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而林岩并未理会苏浅浅，而是将目光锁定在叶幕身上，旋即冷笑一声。叶幕，你以为向我下毒就可将我击败了？呵，你莫要得意，我还有底牌未用。话落，当的一声巨响，一道浑厚无比的钟声骤然出现，伴随着阵阵亘古气息，一口庞大的巨钟骤然间出现在圣子大殿内，正是荒古钟。叶幕，可认识此钟？林岩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我今日便用你亲手送给我的圣器，将你镇压于此。话落，又是当的一声巨响，林岩操控着荒古钟，让其发出一道浑厚的钟响，试图以此来攻击叶幕。然而下一刻，扑哧，钟响出现，却并未攻击叶幕，反倒是狠狠地震在了他的身躯之上，让他猛地吐出一口精血。这是怎么回事？荒古钟为何会攻击我？林岩脸上满是惊恐。叶幕见状，直接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吃着唯品圣药，拿着仿制圣器，这林岩竟还浑然不知，属于是把叶幕给逗乐了。马上你就知道了。叶幕轻声说道，旋即将真正的荒古钟从系统空间内拿出。一瞬间，伴随着亘古气息，一口庞大的巨钟出现在林岩的身前。看着那口与自己身旁无论是长相亦或是气息都一模一样的巨钟，林岩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你不是已经把荒古钟交给我了吗？叶幕并未回答林岩的疑惑，只是微微抬手。下一刻，当的一声巨响，叶幕操控着荒古钟骤然击出一道响亮亘古的钟响，钟响势如破竹，径直朝着林岩的方向碾去。林岩见状，赶忙同样操控荒古钟释放钟声。霎时间，两道钟声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恐怖的余波将整个圣子大殿都给笼罩其中。一时之间，两口荒古钟竟是不分胜负。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岩的那口荒古钟的钟声竟是开始了剧烈的晃动，其钟声也是随之出现阵阵皲裂。下一刻，
在林岩难以置信的目光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声响骤然出现，林岩的那口荒骨中竟是直接爆炸开来，这让林岩始料未及，身体被爆炸余波所波及，狰狞的伤口出现，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所覆盖。林哥哥，苏浅浅见状，脸上带着焦急，连忙上前想要扶住林岩。林岩依旧是躲过，旋即怒吼一声：“我都说了，别碰我！”见林岩似是真的生气了，苏浅浅呆在原地，其俏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然而林岩却是置若罔闻，只是抬头望向夜幕，怒吼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荒谷中为什么会爆炸？”他顿了顿，忽地想到了什么，瞳孔骤然紧缩。难不成你给我的荒谷中乃是赝品？夜幕笑了笑，将荒谷中收起。恭喜你，猜对了。话音落下，林岩只感觉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在此刻变得沸腾了起来，他眼神通红，死死地盯着夜幕。夜幕，你好狠的心！话落，他又扭头看向苏浅浅，咬牙切齿：“还有你这个贱人，竟敢勾结夜幕，谋害于我！”苏浅浅的秋眸变得通红，他颤抖着摇头：“我没有，我没有。”林岩接着怒吼：“还说你没有有毒的圣药，荒谷中的赝品全部都是你给我的！”苏浅浅声音中带着哭腔：“我真的不知道圣药有毒，也不知道荒谷中是赝品，我真的不知道。”林岩癫狂大笑，在他眼中，苏浅浅数日之前便瞒着他与夜幕有染，此等重要之事，他岂会不知？爱有多深，恨同样有多深。再加上林岩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所以他直接仰头大笑道：“好一个不知道，真是好一个不知道。苏浅浅，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从今日起，你我再无瓜葛。”定。检测到林岩与苏浅浅彻底决裂，林岩的气运受到极大影响，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夜幕微微皱眉，旋即扭头看向苏浅浅，只见此刻的苏浅浅，第20章想要自杀的苏浅浅。只见此刻的苏浅浅呆呆地愣在原地，睫毛轻颤，其看向林岩的秋眸中满是不可置信。林哥哥，你刚才说什么？过了许久，苏浅浅秋眸通红，娇躯颤抖，方才颤声问道，而林岩却是丝毫不领情。他怒视苏浅浅，怒吼道：“别叫我林哥哥，你这个毒妇不配叫我哥哥！”一瞬间，苏浅浅只感觉世界变得寂静无声，浑身上下的所有力气都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抽空般。他颤抖着抬起玉手，捂着胸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曾料想过林岩知晓所有事情后的反应，愤怒、悲伤乃至毫无波澜，但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林岩竟会选择与他恩断义绝。要知道他与林岩可是多年的青梅竹马啊，要知道他可曾无数次都把林岩当作除去父母以外最为重要的亲人啊。可如今他的这个最为重要的亲人却选择与他恩断义绝。苏浅浅紧闭双眼，泪水像是倾盆大雨般止不住地流下。这些日子为治疗林岩的不治之症所受的委屈，与此刻林岩那伤人的话语结合在一起，让他的内心如刀割般抽痛。苏浅浅低着头，开始剧烈喘气。这时他忽地注意到了别在自己腰间的短剑，事已至此，活着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了。苏浅浅惨笑一声，下一刻，苏浅浅猛地抬起手，抽出腰间短剑，以极快的速度朝脖子处刺去。林岩见状，也是愣在了原地，显然是未曾想到苏浅浅竟会做出如此极端之事。就在短剑即将刺入血肉的时候，夜幕猛地将他的手腕抓住。苏浅浅颤抖着睁开眼睛，扭头看向夜幕：“人生漫长，万载有余，你今年仅19岁，年纪轻轻便要寻死。”只见夜幕微微皱眉，淡声问道。苏浅浅惨笑一声：“人生的确很长，可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夜幕眉头微挑：“当然有意义。什么意义？”苏浅浅低头颤声问道，原以为夜幕要说出安慰他的话语，谁知服事本圣子。话落，苏浅浅并未像往常般露出厌恶或羞怒的神情，反倒是讥笑道：“我原以为你想安慰我，是我想错了，你根本就不会安慰人。”夜幕并未有半分不满，反倒是轻笑道：“呵，本圣子就是不会安慰人，
怎么了？总之你是本圣子的侍女，本圣子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声落，苏浅浅沉默半晌，不知为何，他突然感觉曾经极其讨厌的叶幕也没那么讨人厌过了许久。他缓缓将短剑松开。好，我不死，不死。定。女主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20，略有好感。呼，终于是救下了。叶幕见状便松了一口气，倒不是他心善，只是如若苏浅浅死了，那他以后就会少个获取气运点的渠道，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只是令叶幕意外的是，将苏浅浅劝下后，苏浅浅对他的好感度竟还提升了。叶幕摇了摇头，将思绪抛之脑后，便看向了半跪在地的灵颜，思考着该如何处置灵颜。放走，废掉，亦或是定。气运之子受天道庇护，在宿主气运未超过对方之时，如若强行杀死，将会受到气运反噬，并且系统也不建议宿主杀死灵颜，因为现在杀死灵颜所获得的气运点将会大幅度减少。这时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闻言此话，叶幕微微眯眼，发动了真视之瞳。气运红，气运虚浮，有隐约跌破金的趋势。呵，不愧是顶尖的气运之子，果真恐怖。叶幕感叹道。他都从灵颜这里捞了这么多气运点了，而灵颜的气运依旧是红，只能说顶尖的气运之子果真恐怖。旋即他扭头看向苏浅浅，笑着问道：浅浅，你说本圣子该如何处置灵颜呢？虽说已决定不杀灵颜，但他却是忽地想逗一下苏浅浅。苏浅浅的面色僵了僵，旋即颤声道：圣子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真的？叶幕微微眯眼。苏浅浅抿住朱唇。真的。叶幕面色淡然。那便杀了吧。话落，他便径直朝着灵颜走去。苏浅浅见状，颤抖着闭上眼睛，犹豫许久后方才颤声说道：等等。叶幕脚步一顿，扭头似笑非笑地看向苏浅浅。有事吗？苏浅浅的贝齿咬紧朱唇，双拳攥紧。圣子大人，您能不能？他的话有些说不出口。叶幕见状，只是淡声道：直接说即可。苏浅浅深吸了一口气，能不能放灵颜一命？话落，他便闭上了眼睛，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毕竟他也知道此等请求太过逆天了。逆天道，他都是犹豫许久方才难以启齿地说出口的。然而下一刻，苏浅浅便被震惊的直接睁开了眼睛。本圣子答应你说什么？他颤声说道：本圣子答应你放灵颜一命。叶幕面色淡然，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灵颜的面前，似笑非笑。不过嘛，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本圣子可以放了他，但本圣子得将他的修为废掉。话落，叶幕抬起手指，操控着一缕锐利的灵气，咔嚓一声，直接贯穿灵颜的丹田。一瞬间，灵颜的修为如泄了气的皮球般迅速消散，仅仅片刻变成了一介废人。定。宿主将灵颜的修为废掉，获得气运点3万。叶幕，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感受着修为的消散，灵颜目眦欲裂，用带有滔天杀意的眼神看向叶幕，旋即又看向苏浅浅，怒吼道：还有你这个贱人！贱人！要知道，修为乃是一尊修士的一切，而对于灵颜这种看重实力的修士，更是将修为看得比命还重要。叶幕此举可谓是杀人诛心，让他生不如死也。他还想说些什么，却被顾惜雨的声音打断：妍儿，你的丹田我有办法修复，但当务之急是离开此地。话落，灵颜脸上的愤怒消失不见，在心底颤声询问：师尊，你说的是真的吗？趁现在有机会快走。灵颜咬紧牙关，将情绪强行压制下去，恨恨地看了叶幕一眼，内心愤恨：叶幕，你给我等着！旋即他便颤抖着离开了此地。待灵颜离开后，叶幕扭头看向苏浅浅，只见此刻的苏浅浅紧紧低着头，旋即吸了吸鼻子，小声说道：谢谢。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叶幕竟答应了他的请求，真的放了灵颜一命，这让苏浅浅忽的感觉叶幕除了有些好色外，人的确还挺不错的。定。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50。定。检测到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度已破半，获得大礼包1份。
大礼包。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微微挑眉，光不说苏浅浅的好感度再次提高，便足够让他意外的，更别谈这所谓的大礼包了。叮，宿主身为反派，本不该与女主有任何交集，所以每当女主的好感度提高之时，便可受到气运反哺，好感度过半和达到100，都可获得一份大礼包。系统似乎是察觉到了叶幕的疑惑，缓声解释，旋即又说道：是否打开大礼包？打开。叶幕点头，这时候总不能说不打开吧。叮，礼包打开中，打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神像镇狱镜。神像镇狱镜由不知名至强者所创造的无上功法，人之一身由8亿4千万颗粒组成，修至大成，8亿4千万颗粒都将蕴含神像之力，举手投足威震诸天。神像镇狱镜。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纵然是见多识广的叶幕，此刻也是瞳孔骤缩。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大礼包里竟然能开出如此逆天的功法。虽说他并不知道此功法的品阶，但光从系统的介绍与系统商店内的售价，叶幕便可得知，此功法甚至凌驾于地阶之上。最主要的是，此功法还是极其罕见的肉身功法。叶幕如今的缺陷，恐怕就是肉身太过羸弱了。此等功法正好可以将他的缺陷弥补，真是意外之喜啊！叶幕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欣喜，旋即他扭头看向苏浅浅，被叶幕注视着，苏浅浅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圣子大人，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能不能明天？他抿住朱唇，支支吾吾。他在眼中，叶幕看他自然是想与他同修了，可由于今日发生的事，导致无论是肉身亦或是精神上，他都很累。很累？想什么呢？我要修炼，你帮我护法。然而令苏浅浅意外的是，叶幕只是诞生说到他现在最想做的还是消费气运点与领悟神像镇狱镜。至于同修吗？什么时候不能做呢？苏浅浅愣了愣，显然是未想到叶幕竟是想要修炼，虽十分意外，但他还是听话的上前为叶幕护法。叶幕盘坐在蒲团之上，先是用传音石通知管事长老处理灵岩此事，旋即又打开了系统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岁，气运白，隐约有变为绿的趋势，体质至阳圣体，修为涅槃三重，功法神通至阳焚天诀圆满，神像镇狱镜未领悟，气运点132230，13万气运点。叶幕的眼底深处透着激动，他还是第一次拥有6位数的气运点，必须要好好消费一波。而系统就好似洞察了叶幕的想法般，再度出声：叮，检测到宿主的气运点首次超过10万，抽奖功能已开启，并赠送宿主一张圣阶10连抽1折卷1张。一瞬间，叶幕的脸上露出懵逼的神色来。不是抽奖，系统你还有这功能呢？抱着懵逼的情绪，叶幕打开了抽奖页面。经过简单的查看，叶幕发现系统的抽奖同样也有等阶划分，花费100气运点可以进行一次黄阶抽奖，花费1000气运点可以进行一次玄阶抽奖，花费5000气运点可以进行一次德阶抽奖，天阶抽奖需要1万点气运点，而圣阶抽奖则是需要10万点气运点。至于圣阶之上的地阶，那就逆天了，则是需要整整100万点气运点。是否使用圣阶10连抽1折卷花费10万气运点进行圣阶10连抽？这时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犹豫了片刻，主要是这10万气运点着实有些太贵了，要知道他现在也仅仅只有13万气运点啊。不过毕竟是圣阶抽奖，里面的好东西应该很多吧。想到这，叶幕咬咬牙，便在心底说道：使用。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10万气运点瞬间消失，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出现在叶幕的脑海当中。叮，恭喜宿主获得阴阳迷离欢一对。叮，恭喜宿主获得圣阶冰丝杜都。叮，恭喜宿主获得洛千雪的贴身亵衣。叶幕脸上带着懵逼，不是，这可是圣阶抽奖啊，如若没有打折的话，一次可是需要足足10万气运点的，你就给我这些东西，你看我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吗？叶幕刚想破口大骂。叮，恭喜宿主触发暴击，获得祖龙血脉。叶幕猛地将话憋了回去，眼睛渐渐瞪大。祖龙血脉，龙乃万灵之长，传闻每一尊真龙出生之时便有着圣境修为，至于为什么是传闻，那是因为
自地路断绝之后，真龙也随之消失不见，直至现在，偌大的3000道域，别说真龙了，纵然是一些与真龙有关的体质或血脉，都极其罕见。而此次抽奖，叶幕竟然抽到了祖龙血脉，这怎能让他不震惊？叮！恭喜宿主获得三光圣水无限量。叮！恭喜宿主。接下来，系统又是响起数次提示声，但除去三光圣水外，便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不过叶幕已经很满意了，毕竟光是一个祖龙血脉的价值，便已远超此次抽奖所消耗的气运点了。融合祖龙血脉，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将整个圣子大殿都给笼罩其中。这是……苏浅浅被这气息吓了一大跳，扭头看向叶幕，只见在苏浅浅震惊的目光下，风云涌动，妖气肆虐，叶幕的身体表面竟渐渐生出狰狞的龙鳞，磅礴肉身力量所散发的恐怖威压，一度压得苏浅浅有些喘不过气。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苏浅浅一边喘着气，一边面带惊骇道。他忽地发现，在此之前，他似乎根本就不了解叶幕，方才叶幕击伤灵岩的那招，便已让他震惊无比了。如今叶幕的身体所发生的变化，更是让他语无伦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叶幕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变化如此之大？苏浅浅满脸都是惊骇。不知过了多久，气息消失，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了一口浊气。在融合祖龙血脉后，首当其冲的变化自然是肉身，他的肉身强度得到了极其恐怖的增强。其次便是神通龙化，顾名思义，便是他可以将身体的部位覆盖上龙鳞，进行龙化，以此增强肉身的强度与各类数值。接下来还有3万气运点。那么抽奖过后，叶幕并未忘了刚刚获得的神象镇狱境，只见他再一次的闭上眼睛，旋即说道：使用所有气运点，领悟神象镇狱境。一瞬间，一道似从亘古所传来的气息陡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空间的震动，一头散发着滔天威压的神像虚影骤然出现在叶幕的身后。这又是什么东西？苏浅浅刚将情绪平复下来，此刻在看到那神像虚影的一瞬间，再度瞠目结舌了起来。最终轰隆隆，伴随着一阵阵如黄天雷般的声响，叶幕便感觉身体内的亿万颗粒在此刻化为一头头巨象。过了许久，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巨象化龙象，龙象化元象，而元象最终化为神象。方才叶幕将体内的8亿4千万颗粒全部都转化为了巨象，而每一头巨象都代表着1万斤巨力。也就是说，光是神象镇狱境所加持的力量，此刻的叶幕便足有叶幕沉默了，因为他似乎有些算不过来了。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他现在实力已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叶幕已敢大放厥词，铜镜之下无天骄妖孽可以敌过他。最主要的是，这还仅仅只是巨象之力啊！如若将巨象之力转变为龙象、元象乃至神象，那恐怕就不是铜镜天骄的问题了。纵然是大上几百岁、几千岁的老怪物，也给你干碎。过了就多久？将思绪抛去，叶幕扭头问道。苏浅浅咽了咽口水，强行将震惊的情绪平复下来，便说道：禀圣子，过去了1个时辰。叶幕点了点头，站起身，缓缓将手放到苏浅浅的腰上。呵呵，你说本圣子接下来要干什么？大概是龙性本营吧。融合祖龙血脉后，他原本刚刚消散的火气又涌了上来，甚至比方才更甚了。奴婢。苏浅浅通红着脸低下头，不知为何，经过今日这件事后，他对叶幕虽依旧有些不情愿，但倒也没有以往那般抵触了。叶幕也察觉到了苏浅浅的变化，嘴角微扬，便要伸手，然而就在这时，门外一道焦急的声音忽地响起：木儿，你没有事吧？老妈。叶幕一惊，只见圣子殿的殿门猛地被打开，叶欣婷满脸焦急地走进大殿，看向叶幕。木儿，我听说方才有人潜入圣子殿，试图暗杀你。他的话还未说完，便顿住了，秋眸随之瞪大，只因他看到了毫发无伤的叶幕。毫发无伤不是重点，重点是叶幕还亲密无间着用左手搂着一个少女，并且
右手也是十分不老实的放在了少女的身上。叶幕率先反应过来，火气瞬间消散，他连忙放手，旋即朝着叶欣婷尴尬道：“老妈，你有什么事吗？”“没事，我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呢？你们继续，我先走了。”叶欣婷脸上露出笑容，旋即便准备离开圣子殿不打扰叶幕的好事。如果换成一般的家长，恐怕早已训斥叶幕了。可叶欣婷不一样，身为合欢圣主的她，恨不得叶幕天天干这种事。这样一来，叶幕的修为才会突飞猛进，而他们家的血脉也才能传承下去。所以，当他看到叶幕终于开窍之后，不仅不恼，反而是欣喜若狂。“老妈，你就别打趣我了，直接说什么事吧。”叶幕嘴角一抽，满脸无奈。叶欣婷见自家儿子似乎没了兴致，索性也问起了正事：“我今天刚回圣地，便听说你被人刺杀了，不过你没事就好。刺杀你的那个人呢？”叶幕笑着说道：“我把他修为废了，然后逐出圣地了。”“呵，真是便宜了他，敢刺杀我的宝贝儿子。要是我在这，我便直接把他给杀了。”叶欣婷明显对叶幕的处理有些不满，眼底深处满是杀意。叶幕干笑一声，旋即扭头看向苏浅浅，发现苏浅浅面无表情，毫无波澜后，便又看向叶欣婷，问道：“对了，老妈，你这些天都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自叶欣婷上次找他过后，他便离开了圣地，直至今日才回。叶幕很好奇，他的老妈出去干什么了？哼，这也是我来找你的一个原因。你知不知道鸾凤古国？鸾凤古国位于凤州的二流势力，听说当今圣上是一位圣境强者。叶幕微微皱眉，思索片刻后说道。叶欣婷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这鸾凤古国建立于数万年前，曾经也是有着准地强者的不朽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渐落寞了。这鸾凤皇帝生有7子1女，而那1女长相绝美，可谓是倾国倾城也。叶幕忽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您的意思是？呵呵，我已与那鸾凤皇帝谈好了，1周后他会举办青鸾公主的诞辰宴，届时在世人面前定下你与那青鸾公主的婚约。话落，叶幕的面色一呆，青鸾公主婚约？不是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所谓的鸾凤公主啊，直接谈婚论嫁，是不是有些太过离谱了？就这么说好了，1周后记着去。他还想说些什么，叶欣婷便直接身影一闪，离开了此地，只留下沉默的叶幕。呼，罢了，反正又不是我吃亏，只是不知老妈说的是真是假。那鸾凤公主长得真的绝美。过了许久，叶幕摇了摇头，将情绪平复下来后，便扭头看向苏浅浅，再一次的将手放在了她的柳腰上。呵呵，现在没有人打扰本圣子了。苏浅浅低头，俏脸微红，而就在叶幕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咔嚓，殿门再度被推开，白夭夭紧闭双眼，视死如归般的进入大殿，面带绝望的说道：“叶幕，我来了，你搞快点。还有，这次记着。”大殿陷入了死寂，见无人回应，白夭夭有些疑惑的睁开眼睛，一眼便看到了搂着苏浅浅的叶幕。他心头一惊，虽不知苏浅浅为何会在此地，但还是大声娇喝：“叶幕，你冲我来，别碰浅浅。”叶幕缓缓抬起头，看向对方，旋即咧嘴一笑。时间飞逝，转眼间便是6日已过。一处茂密的森林中，一位长相平平但面色坚毅的少年坐在一个石头上，拿着木棍不断摆弄着身前的篝火。这时，一位女子缓缓出现在远方。女子赤裸着玉足，身穿一件鎏金色华丽长袍，上刻有细密的凤羽纹路，漆黑如墨的青丝被一只真凤金簪高高盘起，气质高贵。眉如远山寒带，眼如丹凤寒微，面如皎月生辉，肤若凝脂映雪，一眼望去绝美无比。烤鱼。女子将手中的鱼丢给少年，冷声说道，旋即便坐到了一旁。少年赶忙接过，旋即串起后便放到了篝火上炙烤。看着活鱼渐渐没了声息，少年的眼底深处闪过了一丝怨恨。叶幕，我迟早把你击败，然后把你当做这烤熟般，将你活活烤熟，再喂给妖兽。是的，少年正是灵言。在被逐出圣地后，顾惜雨祭出了他的本命异火九转丹心炎，用此异火代替了灵岩的丹田，以此让灵岩能够重新修炼。虽说能够再度修炼，但灵岩之前的修为终究是灰飞烟灭。由于天火试炼即将开启，为了能夺得天火传承，他来到了此地，每日与妖兽厮杀。胡了！这时身旁的女子忽地说道：“
林岩这才发现烤鱼不知不觉中已变得黝黑，他赶忙将烤鱼拿起，抬头望向女子，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抱歉。女子摇了摇头。无妨。林岩看着女子那绝美而又淡然的容颜，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再来到此地第3日，他遇到了一头实力远比他强的妖兽。就在即将殒命之际，眼前的女子出手救下了他。由于女子也在历练，于是他便与女子在这里一起生活了数日，可谓是亲密无间。这让林岩得意无比。纵然苏浅浅背叛了他，又能如何？现在他又遇到了一个更好的女人似的。在林岩眼中，眼前的女子无论哪方面都比苏浅浅要好。论容貌不分上下，各有千秋；论气质，眼前的女子显然更胜一筹。她就宛如先天的帝王般高贵到令人生畏。而论实力，眼前的女人曾轻易击杀过鼠头涅槃境的凶兽，深不可测。今天我就要走了。这时女子忽地开口道，这让林岩的心神忽地一颤。为何要走？女子沉默了半晌，旋即轻声道，这么久了，我还未告诉你我的身份。我名凤灵月，乃是鸾凤古国的公主，明日乃是我的诞辰宴，我要回去参加。鸾凤古国。林岩轻声呢喃。凤灵月站起身，淡声说道，你叫林岩对吧？这数日与你相处挺开心的，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未来有缘再见吧。话落，他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缕刻有鎏金纹的红色凤羽。林岩呆呆地愣在原地。过了许久，他伸出手，拿起凤羽放在鼻尖，闻着上面沾染的凤灵月身上若隐若现的幽香，林岩只感觉心猿意马，旋即下定决心。灵月，等着我，待我拿下天火传承，我便去鸾凤古国，作为当时最强的天骄，将你迎娶。翌日，夜幕早早带着苏浅浅与白夭夭便离开了合欢圣地，去往了鸾凤古国。金碧辉煌的皇宫中，络绎不绝的宾客进进出出，太监通报的声音也是不断的响起。鬼王宗3长老赠千年鬼面参一副，落水宗少主赠上等无根之水。天主位之上，凤灵月依旧是赤裸着玉足，轻纱遮面，凤眼微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上位者的气质。而在他的身旁，当今的鸾凤皇上则是满脸愁容。他今日举办这诞辰宴的真正原因，便是定下凤灵月与那合欢圣子的婚约。可此事，他是真的不知该如何开口。毕竟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女儿平生只对修炼感兴趣，强行让其与陌生人定下婚约，恐会引起不满。可他也没有办法，他们鸾凤古国的老祖数日前刚刚作画，一时之间四周的众多势力便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鸾凤古国。此等情况，他们鸾凤古国必须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靠山，而这个靠山自然便是合欢圣地。嗨，罢了，走一步看一步吧。鸾凤皇上摇头。而就在这时，太监尖锐的声音再度响起，合欢圣子赠无上圣药一株。话音落下，皇宫内8成以上的修士全部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毕竟在这些势力里，合欢圣地的名头算是最大的了。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合欢圣地的圣子竟也会来参加此宴席。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位身穿白袍、面容俊俏如仙的少年缓缓走进大殿，而在他的身旁还有着2位少女。一位身穿月白色广袖仙裙，眉眼如画，秋眸似水，容貌绝美，浑身上下还透着一股妩媚之气。而另一位则是身穿刻有白莲的蕾丝边衣裙，俏脸精致，容貌同样绝美，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灵动的气质。伴随着3人的出现，整个皇宫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不因其他，只因在场众人皆被3人的容貌所惊艳到了。几乎所有女修士看着那俊俏如仙的少女，嘴角不知不觉中已露出痴痴的笑容。好帅，想超。他们都曾听说过叶幕之名，可却从未听说过叶幕长得竟如此俊俏，再加上叶幕合欢圣子的身份，一时之间他们恨不得直接与叶幕滚到床上去。当然叶幕看不上这些庸俗货色就是了。而其余男修士们则是愤恨地看着叶幕身旁的2位少女，内心当中满是不解、羡慕乃至嫉妒。毕竟苏浅浅与白夭夭的容貌实在是太过惊艳了，放在平常都是他们只敢远观而不敢亵玩焉的女神级存在。而叶幕呢，并直接坐拥2位。凭什么？就凭他长得帅，实力强，背景恐怖吗？我辈未必比他弱。圣子大驾光临，真是给足了小人面子。快快入座，快快入座。这时鸾凤皇帝脸上带着欣喜，走到了叶幕的身前。叶幕笑了笑，
旋即便跟随着鸾凤皇帝坐到了凤灵月的身旁。呵呵，圣主大人应该已经将事情跟你说了吧？鸾凤皇帝笑着问道。叶幕点了点头。鸾凤皇帝见状，也不过多废话，只是扭头看向凤灵月，笑着说道：“这位便是小女凤灵月。”话落，叶幕同样扭头看向凤灵月，真视之瞳发动。姓名：凤灵月，年龄19岁，气运红，顶尖的气运之女，体质元凤圣体，元凤血脉，大地血脉，旺夫体质，天生女帝的她会将气运反哺夫君，给夫君带来好运。修为涅槃8重，好感度0，顶尖的气运之女。叶幕的瞳孔骤然紧缩，看向凤灵月的眼神也顿时发生了变化。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凤灵月竟然是与他师尊一样的顶尖气运之女。要知道，金与红气运虽仅差一级，但其蕴含的气运可谓是天差地别。最主要的是，这凤灵月竟还有着旺夫体质。叶幕咽了咽口水，眼底深处闪过了一丝激动。他原本只想敷衍完事，谁知竟还有这般意外之喜。如此的话，便要认真对待了。叮，凤灵月对宿主的好感度降低10先10。这时，系统的声音忽地响起。叶幕脑袋上多处问号。不是，我还啥都没干呢，好感度就减少了。现在叶幕是比较看重好感度的。先不说好感度太低，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事情，就是好感度过半和累计满之后所获得的奖励，便是他不能拒绝的。别用那种目光看我。这时，凤灵月冷声说道。叶幕闻言，满脸都是无语。他承认，他方才的目光的确很具有目的性，但那纯粹就是出于对气运点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美色的渴望。毕竟叶幕再怎么饥不择食，凤灵月再怎么美，现在也是戴着面纱，看不见脸啊。灵月，怎么跟圣子大人说话呢？这时，鸾凤皇帝怒吼道。然而凤灵月只是冷笑一声，如若他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的圣子之位，我自然会好声好气与他说话。可惜他不是。你，鸾凤皇帝面色铁青，还想教训凤灵月，却被叶幕伸手打断。呵呵，看来公主殿下对我的意见很大啊。他笑着说道。我对弱小的人意见便会很大。凤灵月声音冷淡，毫无波澜。叶幕闻言不仅没有波澜，甚至还有些想笑。不是他自吹，如若他算弱小的话，那整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称之强大了。融合了祖龙血脉，领悟了神象镇狱境的他，纵然是化到强者来了，他都能与其掰一掰手腕，更别谈凤灵月这个涅槃修士了。可以说，只要叶幕想，他随时都可以碾压凤灵月。不过叶幕脸上带着笑容，我会让你没有意见的。叛逆期的小媳妇，婚后教训便是，现在没必要发什么怒。呼，见叶幕并未发怒，鸾凤皇帝松了口气，旋即便看向众人，见人来的差不多了，他便站起身，旋即说道：今日乃是我女儿的诞辰，但朕布下此宴，邀请各位，不只是为了庆祝此事，而是宣布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求使黄色的催更，第24章你也不想鸾凤古国覆灭吧？话落，所有修士包括凤灵月全都抬头望向鸾凤皇帝。他们其实都很清楚，鸾凤皇帝不会无缘无故举办什么诞辰宴，其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感受着众人的目光，鸾凤皇帝并未接着说话，而是扭过头看向凤灵月，心底默念：对不起了。旋即他深吸了一口气，再度望向众人，旋即说道：数日之前，我与合欢圣主商议，决定将无鸾凤古国的公主嫁给合欢圣子，组成亲家。而今日请诸位到来，正是想在诸位的见证下定下婚约。话音落下，凤灵月只感觉有一道轰雷在脑海当中炸开了般，他的凤眼渐渐睁大，看向鸾凤皇帝的目光中满是不可置信。他曾想到过无数个父亲召他回朝的原因，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竟然是想将她嫁给合欢圣子。一时之间，纵然是凤灵月也感到震惊万分，不可置信。而与凤灵月不同，四周的宾客在听到此言之后，其脸上满是羡慕与嫉妒之意。叶幕身边本就有着2位绝代美人，如今又是要迎娶凤灵月此等有着倾国之言的女子，这让他们羡慕无比，乃至嫉妒。呵，合欢圣子真是好福气啊！有一位男修士酸溜溜地说道，而其他修士则是默默点了点头。一时之间，偌大的皇宫充满了醋酸味。这时，鸾凤皇帝接着说道：
1月后的今日，乃是红烛映喜、佳偶天成的良辰吉日，正合交拜天地之宜。不知圣子意下如何？叶幕刚想说话，便见凤灵月猛地站起身，凤眸看着鸾凤皇帝，寒声说道：“我不同意。”话落，周围顿时响起了阵阵哗然声，纵然是鸾凤皇帝，都是被吓了一大跳。显然，他并未想到凤灵月竟会当众驳他的话：“你这孽女，嫁给圣子大人是你的福气。”你，鸾凤皇帝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凤灵月冷声打断：“福气？如若此福气指的是嫁给一个凭借背景上位、不学无术的男人，那此福气，还是父皇你自己留着吧。你这孽女，真是不懂事。此婚事，你嫁也罢，不嫁也罢，总之就这么定了。”鸾凤皇帝怒吼一声，听着鸾凤皇帝的声音，凤灵月呆呆地愣在原地，只感觉眼前的父皇过于陌生了，一双凤眼也在此刻变得通红无比。依稀记得小时候父皇最为宠他，有一次父皇问他长大之后要嫁给谁的时候，他说他谁都不嫁。父皇并未呵斥他，而是笑着说：“好好好，谁都不嫁。”可如今最为宠他的父皇却逼着他嫁给一个不爱的人，这让凤灵月难以接受。呵呵，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父亲非得让你嫁给我吗？这时叶幕的声音忽地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他扭过头看向叶幕，只见叶幕嘴角微扬，旋即缓缓站起身，接着说着：“因为你们鸾凤古国的老祖在前几日作化了，没有了老祖的庇护，鸾凤古国势必要找到一个靠山，方能在虎视眈眈的凤州存活下来，而合欢圣地便是你父亲找的那个靠山。”爷爷作化了。凤灵月颤声呢喃，他不是傻子，自然知晓此事的严重。叶幕缓缓靠近凤灵月，闻着他身上散发的阵阵幽香，旋即说道：“凤灵月，你也不想因没有合欢圣地的庇护，导致鸾凤古国覆灭吧？”话落，凤灵月双拳不由得攥紧，朱唇也随之被贝齿咬住，似是在纠结犹豫。过了许久许久，凤灵月缓缓抬头，似是做出了决定，看向鸾凤皇帝。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可以嫁人。”鸾凤皇帝面色一喜，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凤灵月便接着说道：“但我不会嫁给实力比我弱的男子，这是我的底线。”说罢，他又扭过头看向叶幕，冷声说道：“你想娶我，可以与我切磋一场，当众将我正面击败，我便嫁你。”声落，鸾凤皇帝的嘴都被气歪了。凤灵月是何实力，他最为清楚。身为自鸾凤古国建立来最为恐怖的天骄，他年仅19，修为便达到了恐怖的涅槃8重。凤灵月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武痴，自他踏入修炼来，不是与人切磋，便是与妖兽厮杀。这些年，他与圣帝圣子切磋，与剑阁剑子论道，与上古凶兽厮杀，与未尝一败。此等天赋与实力，可谓是骇人听闻，甚至鸾凤皇帝翻遍古籍，都找不到能与凤灵月所匹敌的天骄。而叶幕呢，一个身负中品天赋，境界不明，但目测不会超过生死的修士，此等差距，还得让叶幕击败你才能娶你。这 TM 和直接拒绝有何区别？就算是周围的众多宾客，也是被凤灵月的话给逗乐了。看来鸾凤公主是不想嫁给圣子大人啊。正面击败，不是我看不起圣子大人，只是这同等时代的天骄，有哪位可以击败鸾凤公主？讲真的，别说和欢圣子这位后生了，就连老夫都感觉有些打不过鸾凤公主啊。看来这婚约是定不下来了。听着周围宾客的议论声，鸾凤皇帝只感觉老脸通红，这辈子的脸面都被丢尽了。他咬着牙关，扭头看向叶幕：“圣子大人，您莫要听小女信口胡说。您放心，今天这婚……”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叶幕打断：“不必说了。”鸾凤皇帝还以为叶幕不想娶了，顿时变得焦急万分：“圣子大人，我……”然而下一刻，他的话忽的一顿，面色也随之变得呆滞了起来。只因叶幕竟是扭头看向凤灵月，旋即淡声说道：“本圣子便听你的，与你切磋一场，当众将你击败。如此，你可还有异议？”话落，偌大的皇宫顿时变得一片死寂。第25章关公面前耍大刀，所有人，包括众多宾客，包括鸾凤皇帝，包括叶幕身旁的两女，全部都面色一呆，用难以置信乃至震惊的目光看向叶幕。显然他们都未曾想到叶幕竟会说出这般话。过了许久许久，方才有人支支吾吾地开口道：我
我没听错吧？圣子大人要与鸾凤公主切磋。此人的话音落下，就好似往平静的水面施展惊天神通般，偌大的皇宫瞬间变得嘈杂无比。不是，圣子大人疯了吧？与鸾凤公主切磋？这别怪小人说的太难听，这就是纯粹找死啊！我记得鸾凤公主1年前便已突破至了涅槃境，如今1年过去，其修为已是深不可测。圣子大人与其切磋，毫无胜算啊！是啊，纵然再怎么想迎娶公主，也不能如此贸然行事啊！听着周围众人的声音，鸾凤皇帝也是反应了过来，连忙上前对着叶幕拱手道：圣子大人，小女只是在胡说罢了，您没必要跟她较真，我现在就去教训教训她。说吧，他便要呵斥凤灵月，却被叶幕打断。不必如此。鸾凤皇帝脸上带着愕然，本圣子又不是什么恶人，强迫女人这种事情本圣子干不出来。话落，苏浅浅脸颊微红，白妖则是咬紧牙关，心中暗骂：臭不要脸！叶幕并未察觉两女的变化，只是接着说道：既然灵月已经开口，那本圣子自然要用正当的手段迎娶凤灵月。鸾凤皇帝还想说些什么，便见凤灵月饶有兴趣地看向叶幕，旋即说道：你真想与我切磋？叶幕并未回答，只是微微抬手，霎时间灵力倾泻而出，旋即在皇宫中间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虚幻擂台。下一刻，叶幕身影一闪，直接来到了擂台之上，请公主上台。凤灵月见状，虽不理解叶幕哪来的勇气答应与他切磋，但依旧是抬起赤裸的玉足，用极轻的莲步缓缓走至擂台上方。伴随着两人正式登台，周围再一次的响起阵阵哗然声。真的要打吗？真的要打吗？有意思，没想到参加个诞辰宴还能看到这等趣事。五讲竞猜，合欢圣子能在鸾凤公主手下坚持几息时间？老朽先说不到5息。听着众人的声音，白夭夭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她扭头看向苏浅浅，兴奋道：浅浅，叶幕真的要和那个凤灵月打起来了。希望凤灵月能打死叶幕那个混蛋，这样我就不用每周。他的话忽的一顿，只因他发现苏浅浅不仅不怎么兴奋，反倒是有些伤感。浅浅，叶幕那个混蛋马上就要挨揍了，你不兴奋吗？白夭夭问道。苏浅浅沉默着垂眸，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兴奋无比的，可此刻的他却是不仅不开心，甚至还会有一丝担忧。呼，我这是怎么了？苏浅浅轻声呢喃。与此同时，鸾凤皇帝看着擂台之上的凤灵月，眼神当中满是焦急。当叶幕与凤灵月登上擂台之后，他已经不再关心这婚约能不能定下，他现在最焦急最担忧的就是叶幕在切磋过程中出现什么差错，那样的话他们鸾凤古国可就要承担整个合欢圣地的怒火了啊！下手轻点，我的宝贝女儿啊，记得下手轻点啊！鸾凤皇帝紧闭双眼，内心不断地对凤灵月默念请求。另一边，擂台之上，凤灵月看着身前的叶幕，并未着急出手，而是冷声提醒道：我最后再提醒一次，擂台之上刀剑无情，拳脚无眼，现在后悔还来着急？叶幕笑了笑，本圣子自是不会后悔，但本圣子怕公主后悔。闻言此话，凤灵月冷笑一声：狂妄之徒，今日我便让你认清你我实力的差距。话音落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凤灵月的身体内乍现，伴随着阵阵凤鸣的声音，威压渐渐在凤灵月的身后形成一尊被火焰所覆盖的元凤虚影。轰隆，元凤展翅，仅一瞬间，滔天的热浪便随之出现，将整个皇宫都给笼罩其中。一时之间，整个皇宫都如同烘炉般炽热到连虚空都被烧出阵阵涟漪。这是涅槃八重，鸾凤公主的境界竟然达到了涅槃八重。凤灵月不再隐藏境界，很快她的境界便被众人所得知。一时之间，震惊的情绪在众多宾客之间弥漫，只因这涅槃八重实在是太过惊人了。涅槃之上便是化道了，而化道修士便足以在天元大陆上开宗立派，成就一方巨擘。在座的各位宾客大多数便是化道修士，而凤灵月虽还未突破，但以这样的修炼速度，恐怕在20岁的时候便能踏入化道，成为化道修士了。20岁的化道，这是什么概念？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凤言。这时凤灵月缓缓抬手，轻声说道。霎时间，他身后的元凤虚影陡然消散，旋即化为一道道足以将整个世界都给吞噬的业火，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夜幕的方向碾去。这凤灵月出手是丝毫不留情啊！众人见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们都看出来了，凤灵月的这道攻势根本就未曾留情。别说夜幕了，甚至就连他们中的一些长辈、化道强者，都对此道攻势为之咂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夜幕要被这滔天业火所吞噬的时候，然而夜幕竟只是笑了笑。用火吗？还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话音落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不知比凤灵月恐怖多少倍的威压骤然间从夜幕的体内乍现，瞬间便将身前的业火震散，旋即便如同惊涛骇浪般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周围扩散开来。砰砰砰！滔天的威压瞬息间便将整个皇宫都给笼罩其中，旋即竟朝着皇宫外溢去。幸好皇宫内部布有防御阵法，方才将此威压抵挡。但纵然如此，偌大的阵法也在这滔天的威压下震得发出阵阵声响。这是周围的宾客无一例外全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压吓了一大跳。他们循着威压的方向看去，惊异地发现此等威压竟是从夜幕的身体内发出的。一时之间，他们的面色变得呆滞无比，其脑海当中只留下一个念想，那便是夜幕为什么会那么强。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便见擂台之上砰的一声巨响，在将业火震散之后，威压便势如破竹，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径直朝凤灵月的方向碾去。一瞬间，凤灵月反应不及，竟直接被威压击中，剧烈的疼痛席卷开来。凤灵月猛地吐出一口精血，旋即抬头望向夜幕，满脸都是难以置信。你的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强？夜幕没有回答，只是用如同藐视的眼神居高临下看着凤灵月。还有什么招式尽可使出来？话落，凤灵月呼吸猛地一滞，他看着眼前那位俊俏如谪仙的少年，他的牙关缓缓咬紧。还真是狂妄啊！你以为你赢定我了吗？话落，一道尖锐无比的凤鸣声骤然间乍现，而凤灵月的身体也在此刻渐渐被凤羽所覆盖笼罩。最终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凤灵月的背后竟出现一双由滔天业火所形成的灵羽。这是元凤圣体。周围有一些见多识广的宾客看出了凤灵月身负的体质，凤凰乃是上古神兽，而元凤更是万凤之祖。元凤圣体顾名思义，便是有着元凤力量的特殊体质。光是元凤圣体便是平平无奇，但最主要的是，传闻青鸾公主还身负着元凤血脉，两者相加足以匹敌，乃至超越一些无上体质。传闻建立青鸾古国的那尊大地强者，便是同时身负两种体质血脉。这时凤灵月缓缓睁开眼睛，原本便极其好看的凤眼此刻更是增添了一抹艳色幽芒。你是同进天骄内第一次让我使用体质与血脉之力的。他看着夜幕冷声说道。夜幕耸了耸肩，纠正一下，我的境界是涅槃三重，你的境界要比我高。话落，凤灵月的凤眸微颤，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夜幕的境界竟然比他还要低，并且还低了这么多。既然如此，我将境界压制到涅槃三重便是了。凤灵月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以强欺弱。不必。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夜幕竟只是诞生回绝，旋即又道，免得输了又不服气。话落，凤灵月直接被气笑了。本公主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般狂妄之人。好，我不压制境界，但是……凤灵月缓缓抬起玉手，轰然间，一道比以往都要恐怖的威压骤然从他的体内乍现，虚空震动，热浪席卷，业火汇聚。最终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一头由业火汇聚而成100丈之大的元凤虚影骤然间出现在凤灵月的上方。伴随着元凤虚影的出现，坐落在皇宫最外围的防御阵法抵抗不住，咔嚓一声直接破碎开来，化为了阵阵失色的符文，消散于世间。这让周围的众多宾客再一次的陷入了震惊当中。鸾凤皇宫共有5道阵法，由外道里划分强弱，
每当有一道阵法被击破，里面的阵法便会被催动。虽说最外围的阵法乃是最弱的，但也是能够承受化道一重修士攻势的。也就是说，此刻凤灵月的攻势已超过了化道一重。要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也仅是化道修士啊，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惊呢？而在众人震惊之时，另一边，凤灵月凤眸冷冷地看着叶幕，补充方才未曾说完的话语。但是，别死了！话落，凤灵月猛地攥紧玉手，霎时间，100丈圆凤猛地化为流光，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叶幕袭去，所到之处无不留下骇人的业火，倒是有些意思。然而，叶幕面对此等令周围的众多宾客都为之惊骇的攻势，却只是笑了笑，旋即缓缓抬手，霎时间，一朵通体灰白、浑身上下散发着滔天阴阳之气的莲花状火焰，骤然出现在叶幕身前。这是……而众多宾客在看到这火焰的一瞬间，瞳孔不由得骤缩。还未等他们有过多反应，太初阴阳莲便被叶幕操控着，与那元凤虚影重重地撞在了一起。轰！异火与业火猛地相撞，下一刻，便听咔嚓一声，仅仅瞬息，那元凤虚影便被太初阴阳莲重重击碎，化为失色的火星，消散于这世间。这怎么可能？一时之间，别说周围的宾客了，就算是凤灵月，也是难以置信的失声道：“要知道，方才那道攻势已是除了底牌外的最强攻势了，可依旧是被叶幕轻易化解了，这让心高气傲的凤灵月着实难以接受。难不成这朵火焰是传说中的天地异火？”这时，凤灵月的瞳孔微缩：“你猜对了，此火的确是天地异火。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说了。”叶幕淡声说道：“我说了。”凤灵月面色恍惚，朱唇颤抖。过了许久，他缓缓用背齿咬紧朱唇，看向叶幕：“不，我还没有输，我还有底牌未用。”话音落下，轰隆一声巨响，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凤灵月的血液渐渐开始沸腾了起来。大地血脉与元凤血脉在此刻一同催动，霎时间，两尊散发着惊人威压的虚影陡然出现在凤灵月的身后。一尊身穿凤衣，赤裸玉足，正是上古时期建立鸾凤古国的那尊上古女帝，而另一尊则是与方才相同的元凤虚影。不过此次在有了大地血脉的加持下，其威压要比上次恐怖许多。而伴随着两尊虚影的出现，凤灵月的境界也在此刻突飞猛进。涅槃9重，涅槃10重，化道1重，直至化道2重，不愧是顶尖的气运之女，开起挂来就是牛逼。叶幕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跟谁没有挂一样。叶幕笑了笑，旋即再度抬起手，霎时间，一股股如同骇浪般的至阳之气骤然间在叶幕的体内涌出，伴随着滔天的热浪，便朝叶幕的上空处汇聚。最终，一轮散发着亘古气息的煌煌大日骤然间出现在叶幕的上方，正是太阳星。这是什么东西？而在太阳星出现的一瞬间，四周的宾客非但没有震惊，反而是都懵逼了，只因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同为火修并身负元凤血脉的凤灵月不知道。只见此刻的凤灵月呆呆地望着叶幕头顶上的那颗大日，娇躯渐渐变得颤抖了起来。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太阳星？叶幕嘴角微扬，猜对了，奖励一击。话落，太阳星骤然发出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芒，滔天的至阳之气瞬间如同惊涛骇浪般骤然间朝凤灵月的方向扑去。感受着这如骇浪般的攻击，凤灵月咬紧牙关，旋即娇喝一声：“我不可能输，不可能输！修炼19载，他未曾尝过一败，不能输早已成为了他的人生目标与执念。”话落，他身后的两道虚影随之释放威压，与那太阳星对抗了起来。一时之间，两道威压相撞所产生的余波，甚至让四周观战的宾客都是有些喘不过气来。这 TM 真的是两个不到20岁的修士在切磋吗？他们咋感觉像是两个修炼数百年的老怪物在论道啊？你很强。这时叶幕忽的淡声说道。凤灵月原本便有些苍白的俏脸，此刻更加苍白，他颤抖着抬头望向叶幕。神？什么意思？叶幕缓缓举起手。可惜你遇到了我。轰！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龙吼声，一头真龙的虚影竟陡然出现在叶幕的身后，正是祖龙。还未等凤灵月反应过来，便听咔嚓一声，凤灵月背后的2道虚影本就不敌太阳星，如今加上祖龙虚影，仅仅瞬间便是承受不住，骤然破碎。恐怖的威压重重地落在了他的娇躯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猛地吐出一口精血，娇躯如断了弦的风筝，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我败了。在倒飞途中，凤灵月面色呆滞，颤声呢喃，虽很不想承认，但这就是事实，他败了，并且还是彻头彻尾不留余地地败给了一位境界比他还低的同龄人。这让凤灵月骄傲的内心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不仅仅是凤灵月，就连周围围观的众多宾客此刻也是震惊无比。老朽没有看错吧？鸾凤公主输了。鸾凤公主竟然输给合欢圣子了。合欢圣子不是只有中品天赋吗？你管这叫中品天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合欢圣子一直都在隐藏自己？刚才的那颗火球还有那头真龙虚影是怎么回事？合欢圣子什么时候会这些招了？众人的惊疑声不断响起。白夭夭同样是面色呆滞地看着擂台。不是，这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啊？正常剧本难道不是凤灵月出手轻松将叶幕击败，然后再将其暴揍一顿吗？但现在怎么是凤灵月输了？还有叶幕的实力为何会这么恐怖？好可惜。白夭夭瞬间蔫了，旋即又扭头看向苏浅浅。浅浅，你也感觉很可惜对吧？令白夭夭意外的是，苏浅浅的脸上不仅没有一丝可惜的神色，反倒是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虽然不易察觉，但白夭夭还是看见了。浅浅，你在笑什么？他急忙问道。苏浅浅面色一呆，那抹笑容随之消失不见。我没在笑啊，你看错了吧？白夭夭双手叉腰，我肯定没有看错。浅浅，你肯定笑了。等等，你不会是为叶幕感到开心吧？我闻言此话，苏浅浅支支吾吾想要解释，却怎么都说不出口。毕竟白夭夭并未说话，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在叶幕营下切磋的那一瞬，苏浅浅的确有那么一丝开心的情绪，虽然很小很小，但她依旧是察觉到了。我究竟是怎么了？苏浅浅抿住朱唇，满脸苦恼，只感觉最近的状态十分不对劲。与此同时，另一边听着众人的讨论声，叶幕缓缓走到了凤灵月的身前。此刻的凤灵月因受伤严重，只能半跪在地。讲真的，你的实力有点弱。叶幕居高临下淡声说道。他是一个记仇的人，开打前凤灵月对他的暗讽，如今自然要讨还回来，就算掉些好感度也无所谓。而凤灵月闻言此话，不甘地攥紧双拳，旋即缓缓抬头望向站在他身前宛如神明、俊俏如谪仙的叶幕，朱唇再度咬紧。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落败，并且还是败给了一位他曾经看不起的一位男子手中。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叶幕的确是他这辈子遇到过最为恐怖的对手。凤灵月甚至感觉在此次切磋中，叶幕还未用出全力，在叶幕面前，他似乎真的有点弱。原本坚定的道心渐渐出现皲裂，凤灵月颤抖着低头望向地面，其娇躯也渐渐开始抖动。叶幕见状，心中暗自思忖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刚想安慰一下，然而就在这时，凤灵月猛地抬起头看向叶幕。定。凤灵月的好感度提升20，限好感度10。定。凤灵月的好感度提升20，限好感度30。定。凤灵月的好感度提升20，限好感度50。定。凤灵月的好感度已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系统的连串提醒直接让叶幕的脑袋上多出一个问号。不是，这好感度系统是不是有些问题啊？他都这么嘲讽凤灵月了，这好感度不掉就算了，怎么还嗖嗖的涨了？你很强，我会嫁给你，并且将你作为此生最大的目标。迟早有一天，我的实力会追上你，乃至超越你。只见凤灵月站起身，近乎是咬紧牙关道。凤灵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武痴，正如他所说，他对弱小的人意见很大，但对强大的人则无意见。显然现在叶幕便是那个强大的人，并且强大到
此刻的凤灵月都要为之仰望的人。所以，对于现在的凤灵月，无论叶幕如何对待他，如何嘲讽他，他都不在意，反而会对叶幕心生好感。毕竟叶幕是第一位击败他的修士，况且还是一位与他年龄相同、境界差不多、长相也是俊俏无比的男性。嫁给这样的人，凤灵月并无意见。没想到圣子大人竟如此强悍，就连小女都敌不过您。这时，鸾凤皇帝带着笑成菊花的老脸，缓缓上前。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合欢圣子竟然能够击败他的女儿，甚至还是以那种碾压般的姿态击败。他原本都对婚约不敢奢望了，只求叶幕在切磋过程中莫要出了差错。谁知如今叶幕不仅未出差错，这婚约也是顺利完成。今日天色已晚，不如圣子大人便在此地住下吧，正好与灵月拉近感情。叶幕笑了笑，半月之后便是天火秘境开启之日。此地距离天火秘境甚近，晚辈想在这里住下，不知陛下意下如何？鸾凤皇帝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如此甚好。对了，灵月，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半月之后也要去天火秘境对吧？凤灵月面无表情。正巧圣子大人也要前去，你不如便与圣子大人一同前去吧。鸾凤皇帝笑着说道。凤灵月没有回答，只是抬头用妖艳的凤眸看向叶幕，冷声说道：看来你也对天火传承有兴趣，但可惜半月之后我会在你手中夺走天火传承，然后再将你击败。啊，对，叶幕敷衍地点了点头，并没有当回事，便在众多男同胞羡慕嫉妒的目光下，与苏浅浅、白夭夭和凤灵月缓缓离开了此地。求礼物第28章太初焚渊诀，真凤夜颜。待与叶幕来到主殿，凤灵月缓缓抬起玉手，摘下掩面的轻纱，露出她那张绝美的容颜。旋即她又扭过头看向叶幕，虽说我已同意嫁给你，但需等到婚礼结束，你我正式结为夫妻前，我不会与你圆房。她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女人，婚前圆房这等事情她做不出来。呵，怎么怕本圣子强迫你做那种事情？本圣子又不是那种饥不择食的好色之徒。叶幕耸了耸肩，并不着急着一朝一夕，毕竟与凤灵月圆房已是迟早的事。凤灵月瞥了瞥叶幕身旁的苏浅浅与白夭夭，旋即冷声说道：倒也未必。说罢，他不给叶幕反驳的余地，便直接站起身，径直走向他的房间。我不介意你与其他人做那种事，只要事后收拾一下床单就行。对了，动静小点，我要修炼，不想听到那种声音。听着凤灵月的声音，叶幕满脸无语。纵然是他方才有兴趣，此刻也被这话搞得兴趣全无。你们两个该干嘛干嘛去吧。他扭头看向苏浅浅与白夭夭，他现在的确没有那种想法，只想着看看刚刚获得的大礼包里有什么好东西。白夭夭闻言此话，脸上露出欣喜，本来他已做好被凿上数个时辰的准备了，谁知叶幕竟然大发慈悲，放过了他。他刚要离开，却发现苏浅浅竟失神地愣在原地，甚至还有些失落。浅浅走了。他道。苏浅浅这才反应过来，慌忙应了两句，便随着白夭夭离开了此地。待两女离开之后，叶幕便是迫不及待地在心底说道：打开大礼包。叮，礼包打开中，打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太初焚渊诀，真凤夜颜，真黄夜颜。太初焚渊诀由神秘强者所创功法，品阶为黄阶下品，但可吞噬异火，无限成长。真凤夜颜乃是上古元凤生死之时所化天地异火，凤为雄颜，只能由男子炼化，可与黄颜进行各种联动。真黄夜颜乃是上古元凤生死之时所化天地异火，黄为雌颜，只能由女子炼化，可与凤颜进行各种联动。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叶幕的脸上也渐渐露出欣喜的神情来。不出他所料，这大礼包的奖励依旧是丰厚无比，一本可以无限吞噬异火、无限成长的功法，2朵天地异火。虽说有一朵异火他无法炼化，但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交给凤灵月，毕竟切磋之时，他看凤灵月对太初阴阳莲挺馋的。当然这只是暂定。取出太初焚渊诀，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一本平平无奇，甚至还有些破旧的泛黄竹书出现在他的身前，但叶幕并未有任何嫌弃，而是伸手触碰竹书。大概是太初焚渊诀此刻的品阶很低，再加上此功法本就极其契合叶幕，所以仅仅不到1刻钟的时间，叶幕便将其领悟成功了。而领悟成功后，在太初阴阳莲的加持下，此功法
直接从黄阶下品成长到了玄阶下品。太初焚渊诀的功能很少，首先便是可以让夜幕同时炼化多种异火。虽说身负至阳圣体的夜幕本就可以同时炼化多种异火，但异火狂暴，强行炼化终会互相排斥。但将太初焚渊诀领悟后，多种异火不仅不会排斥，甚至还可将其融合在一起，形成更为强大的异火。其次便是一些聊胜于无的功能了，譬如增强灵力强度、增强异火威力等等。取出真凤夜炎，夜幕紧接着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一朵通体如血般妖艳、呈真凤状的异火陡然出现在夜幕的身前。一时之间，偌大的主殿瞬间被滔天的热浪所笼罩，火焰席卷，虚空扭曲。纵然是化道强者，此刻恐怕也是大汗淋漓，不敢轻易触碰真凤夜炎。然而夜幕却是跟没事人一样，直接伸手放在了真凤夜炎之后。旋即太初焚渊诀骤然运转，一瞬间真凤夜炎以极快的速度被夜幕炼化着。约莫半刻钟时间后，伴随着轰隆一声，真凤夜火彻底被夜幕所炼化，他的境界也从涅槃3重突破到了涅槃6重。而太初焚渊诀则是从玄阶下品成长为了玄阶上品。不知太阴阴阳莲与真凤夜火融合之后，威力该强到何等程度？夜幕缓缓睁开眼睛，轻声呢喃。光是一朵异火，威力便足够惊骇了，2朵异火相融，更是会爆发出1、1、2的威力。等到天火试炼之时再测试吧，灵岩，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夜幕摇头轻笑一声，旋即便又开始了修炼。与此同时，凤灵月的房间内，凤灵月紧闭着凤眸，周遭灵气有条不紊地涌入丹田。过了许久，他缓缓睁开妖艳的凤眸，声音清冷而坚定：夜幕，我迟早会将你打败。说罢，他便要接着修炼。然而就在这时，一颗传音石陡然被催动，发出微弱的光芒。灵岩，他微微蹙起眉头。灵岩当初他在妖兽群中救下，然后又一同历练数天的少年。这灵岩虽长相平平，修为低下，但天赋倒是不错。最主要的是，对方的意志也十分的坚定，每日不是在修炼，便是在与妖兽厮杀。所以凤灵月对这个少年有些印象当然，也仅仅只是有些印象罢了，连心生好感都称不上。灵月，你忙完了没有？这时灵岩的声音从传音石中传来。凤灵月微微蹙眉，有些不满道：你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叫我凤灵月或公主殿下即可，并且你有事直说即可，莫要打扰我修炼。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疏远与冷漠。凤灵月是一个保守的女人，也是一个忠贞的女人。虽然她还未与夜幕成婚，但也算是夜幕的未婚妻了，所以自今日起，她便不会与其他男子有过多联系了。那头的灵岩讪讪一笑，旋即说道：其实也没什么事，那我去修炼了。凤灵月冷声说道。不等灵岩回应，便直接将传音石收起。无聊的男人只会打扰他修炼，打扰他击败夜幕。而远在万里外的灵岩则是看着失去光泽的传音石，恍惚失神。为何我感觉灵月对我冷漠了许多？虽然在此之前凤灵月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但语气当中至少没有如今日般的疏远与冷漠。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对你一直都是那么冷漠？顾西雨的娇躯徐徐出现，看着呆滞失神的灵岩，不由叹气，旋即又说道：言儿，莫要胡思乱想了，此地距离天火秘境足有万里之远，当今赶路为上。好。闻言此话，灵岩重点了点头，旋即便径直朝相隔万里的火州行去。虽不知凤灵月的态度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他夺得天火传承，他的道途便如冲天之鸟，入海之鱼。届时他便亲自去青鸾古国，亲自向那青鸾皇帝提亲。哦，对了，还有叶幕与苏浅浅这2个人，他灵岩迟早要让这一对狗男女付出代价。灵岩脸上狰狞可怖，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间便是半月已过。火州乃是位于大陆东南方向的一个道州，其底蕴实力在众多道州中约排中下，但是在上古时期，这火州乃是整个大陆霸主级的道州。当初大陆上的一半势力都建于道州，可谓是繁华无比，而这一切的缘故都是因为天火大帝的存在。天火大帝传闻出身微末，天赋奇差，后来因机缘巧合得到了一朵提高天赋的异火，旋即便如鸟上青天，鱼入大海，短短100年内便从一介草根成长为了大地强者。可纵然是大地强者，也得不到长生，
在寿元将近之时，天火大帝开创一座秘境，将其所有衣钵全部放入秘境当中，这便是天火秘境的由来。此刻位于火州中心一座直冲云霄、散发着滔天热浪的通天巨塔前，早已是人满为患，无数放在整个大陆都是赫赫有名、有头有脸的天骄，聚集在此地，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的通天巨塔。如果仔细观察，便可在这些天骄群中看到一位身穿黑袍、身材中等、长相平平、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少年。少年正是凌岩。师尊，你说凌月会来参加天火秘境吗？秘境还未开启，凌岩无聊的同时，思绪不由得又飘到了那位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身上。而在戒指中的顾惜雨闻言，嘴角不由得一抽。他承认，凤凌月的确十分的优秀，无论是天赋，亦或是容貌，乃至实力，都找不到任何问题。但你也不能天天想着什么所谓的单相思，莫过于此了吧？那凤凌月乃是火修，大概率会来，但他不来的话，对你更有好处。毕竟那凤凌月的实力比你还要恐怖。凌岩张嘴，刚想说话，然而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苍穹远处猛地发出一道极其沉闷的声响。凌岩抬头望去，只见苍穹之上竟缓缓出现9头身躯庞大的青鸾虚影。最主要的是，那9头青鸾无一例外全部绑着万年寒铁所制成的锁链，而锁链尽头竟是一辆刻有真凤纹路的辇车，9鸾拉车。这是青鸾古国的天骄。这时凌岩身旁的一位修士惊呼道。一瞬间，凌岩的瞳孔骤缩，下意识的扭头望向那辆辇车。在他的注视下，一位女子缓缓走出辇车。她身穿一袭妖艳的红色长裙，裙尾刻有真凤纹路，托曳于虚空，高贵无比。她面戴一件掩面的轻纱，将容颜遮掩其中，唯有一双妖艳的凤眸露在外面，虽是看不见具体容颜，但光凭那如亘古女帝般的气质与那妖艳的凤眸，在她出现的一瞬间，方圆百里便是陷入了一片死寂，唯有凌岩的脸上带着激动。凌月，不会错的，她就是凌月。虽然凤凌月的容貌被轻纱遮掩，但凌岩依旧是一眼认出了凤凌月。他运转灵力，刚想飞至半空与凤凌月交流一番，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道身影缓缓从辇车内走出。一瞬间，在看到那如同噩梦般熟悉无比的身影之时，凌岩只感觉有一道惊雷般在自己的脑海中炸开，让他的脑海变得空白无比。过了许久，他方才颤声说道：不可能，凌月怎么可能会与叶幕待在一起？是的，那道身影便是与凤凌月一同前来的叶幕。由于凌岩这数日一直与妖兽厮杀，所以对外界的事情一概不知。在他眼中，凤凌月乃是青鸾公主，而叶幕则是合欢圣子，两人乃是八竿子打不着一块的关系。如今却是坐着同一辇车来到了天火秘境，这让凌岩难以置信的同时又无比的震惊。叮，宿主成功让气运之子。凌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听着系统的声音，叶幕的脑袋上浮出一丝问号。不是，他干啥了？凌岩的心态怎么又炸了？叶幕很早之前便已知晓，这天火传承乃是凌岩的原定机缘，所以对于叶幕在此地，叶幕并不意外。但令他意外乃至疑惑的是，凌岩的心态咋又炸了？带着这样的疑惑，叶幕低头扫视人群，很快便找到了凌岩。毕竟在一群高调的天之骄子里面，凌岩低调的身穿一件黑袍，反倒是有些激励鹤群了。只见此刻的凌岩双拳攥紧，眼神血红，死死盯着叶幕与他身旁的凤凌月，这让叶幕的内心当中有了一丝猜测。他嘴角微扬，扭头看向凤凌月，旋即缓缓伸手搂住了凤凌月那一丝赘肉都无的完美柳腰。叮，宿主成功让凌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听着系统的声音，叶幕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了，凌岩与凤凌月之间定有关系。你发什么疯？这时凤凌月扭过头蹙眉问道，但他并未摆脱叶幕的手。你与凌岩是何关系？叶幕不喜欢磨磨唧唧，直接对着凤凌月问道。凤凌月蹙起的眉头更甚。凌岩。片刻后，他想了起来，旋即说道：约莫半月前，我在与妖兽厮杀，那凌岩差点被妖兽杀死，我随手将他救下，然后与他一同历练了数天，除此之外再无关系。原来如此。叶幕恍然，旋即又似笑非笑，扭头看向凌岩。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此刻的林岩在被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仇人搂住柳腰后，原本便不太聪明的脑子，此刻直接被愤怒所充斥，仅差一步即会失去理智。言儿，不可如此莽撞。幸好这时顾惜雨猛地出声呵斥林岩，方才让林岩卫彻底失去理智。这里面一定有误会，待我现在便去问个清楚。他咬紧牙关，便要上前。顾惜雨见状，内心当中满是恨铁不成钢。与林岩相处多日，他算是看明白了，林岩优点没有，缺点倒是一大堆，而最为明显的便是太易冲动了。顾惜雨将其拦住，现在当务之急乃是天火秘境，待夺得天火秘境后，方才解决此事，为时不晚。他的话音落下，恰巧此时轰隆一声巨响，那座通天巨门陡然间出现一道璀璨的光芒，旋即伴随着一阵似从亘古时期传来的古朴巨响，那座通天巨门竟缓缓打开。古灵23，修为化道之下的修士可进入。一道苍老的声音随之响彻，代表着天火秘境正式开启。霎时间，众多天骄蜂拥而至，朝着天火秘境里涌去。林岩见状，只好不甘地攥紧双拳。师尊说的对，待我拿到天火传承后，再找叶幕与灵月，将此事问个明白。说罢，他恨恨地看了叶幕一眼，便也随着人群进入天火秘境。走吧。叶幕同样扭头看向凤灵月，旋即便与凤灵月一同踏入了秘境。踏入秘境的刹那，叶幕先是感到世界一阵天旋地转，旋即天穹渐渐化作一片片翻涌的赤金火海，亿万道火焰符文悬浮流转，地面皆是变为琉璃状的熔岩巨石，泛着诡异的幽蓝光泽。前方无数座万丈沟壑横亘于大地之上，流淌着如血般的滔天业火。而最远处则是伫立着一座如从上古时期便存在于此的青铜古殿。看来进入秘境会随机分配位置。叶幕环顾四周，发现并未看到凤灵月的身影，旋即他又抬头望向远处的那座青铜古殿，心中暗存，不出所料的话，那青铜古殿便是天火传承的所在之地了。话落，叶幕不多墨迹，便直接朝着青铜古殿的方向迅速袭去，毕竟他此行的最大目的便是天火大帝的传承。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极其恐怖的龙气伴随着热浪的气息陡然出现。叶幕猛地一顿，旋即循着气息望去，只见在他的正前方竟有着一处极其隐秘的洞窟。如若不是叶幕感知到了气息，怕是会直接将这洞窟掠过。这洞府当中有机缘，气息愈发浓郁，叶幕的面色也随之变得欣喜了起来。虽说他此行的最大目的乃是天火传承，可这并不代表他不在意其他机缘了。思绪间，叶幕便已落到了地面上，旋即循着气息直接进入洞窟。洞窟在外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然而当进入其中，才发现内部空间极其巨大，越来越近了。叶幕一边走着一边轻声呢喃，最终他停留在了原地。只见在他的正前方竟有着4具足足有1000丈之大的蛇形骸骨，骸骨通体呈血红色，其表面还刻着一道道高深而又玄妙的符文，竟是4具真龙尸骸。最主要的是，在这4具真龙尸骸的中心还悬停着一朵小巧精致的火焰，火焰如璀璨的黄金般，通体金黄，形状如一头灵动的幼龙。真龙星炎，领悟了太初焚渊诀的叶幕一眼便认出了，此朵火焰正是天地异火中的真龙星炎。一朵异火加之4具真龙尸骸，一时之间叶幕的脸上露出欣喜之色。他是真的没有想到此次之行竟还有如此意外之喜。他刚想上前将真龙星炎炼化，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欣喜无比的声音陡然出现，果真有一宝。叶幕隐于黑暗当中，旋即循着声音望去，只见在他的不远处，一位身穿浅蓝长袍，长相平平无奇，但眉眼中透着一丝戾气的陌生少年，满脸欣喜的直奔异火而去。叶幕微微皱眉，旋即发动真实之瞳。姓名唐云天，年龄21319，气运红，顶尖的气运之子，体质苍龙霸体，真龙血脉未激活，大地血脉未激活，强者转世。唐云天本是另一方世界之刃，名为霸天龙帝，死后灵魂破界而来，将原本的唐云天夺舍。修为涅槃4重，机缘唐家之人，传闻乃是真龙之后，
1月之后，真龙潮开启，在其中获得真龙榜。唐云天叶幕心头一惊，只因他对这唐云天有印象。当初他威胁白夭夭与他同修后，系统的提示音中便有着唐云天的气韵。当初他便猜测，这唐云天与白夭夭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如林岩与苏浅浅的关系一样？如今看来，的确如此。惊讶完之后，叶幕的内心便被欣喜所笼罩。毕竟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在天火秘境内竟能遇到一位全新的气运之子。要知道，气运之子便代表着气运点，而气运点便代表着提升实力。这时，唐云天已来到真龙尸骸旁，他拿出储物戒，便要将真龙尸骸收入其中。这位道友，遇到机缘，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叶幕见状，索性不再隐藏自己，双手负后，对着唐云天淡声说道：“什么人？”唐云天心头一惊，猛地转身，在看到叶幕的一瞬，他的眼底深处陡然乍现一丝杀意。你是何人？有何目的？叶幕脸上带着淡然。这机缘乃是吴先发现的，吴的目的很简单，人走，机缘留下，此人已有取死之道。在听到叶幕，唐云天的内心猛地浮出杀意。如果我拒绝呢？他寒声说道。闻言此话，叶幕笑了笑，他其实根本没指望像唐云天这种气运之子会直接把机缘让给他，所以他早已准备好了备用方案。只听嗖的一声，叶幕的身影竟是骤然消失在原地。唐云天瞳孔骤然紧缩，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便见叶幕已然抵挡他的身前，4亿8千万颗粒在此刻汇聚于叶幕的拳头之上。只见叶幕攥紧双拳，旋即砰的一声巨响，叶幕一拳重重地击在了唐云天的身躯之上。唐云天猛地吐出一口精血，其身躯宛如断了线风筝般不受控制地向后跌去。叮！检测到宿主机伤气运之子唐云天获得气运点3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居高临下，冷眼看着唐云天：“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在与你商量，而是在通知你，你的实力为何会如此之强？”唐云天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叶幕。叶幕没有回答唐云天，而是淡声说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人走，机缘留下，否则……”他的语气中透着威胁之意。唐云天闻言此话，其牙关不甘地缓缓咬紧，他低头望向地面，似乎是在犹豫。我的真龙血脉与大地血脉此刻都还未觉醒，与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唐云天与林岩那种愣头青不同，身为强者重生的他，自然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所以他很快便做出了抉择。小人，这就离去。他咬着牙关，缓缓离开了洞窟，一边走着，他还在心底咬牙切齿：你这厮莫要得意，你已有取死之道，待我真龙与大地血脉觉醒之日，便是尔等的葬身之时。叶幕自然知晓唐云天在想些什么，但是他根本就不在乎。哼，自他觉醒反派系统后，这世间一切的气运之子便都是他的敌人，多一个唐云天，少一个唐云天，又有何妨呢？待唐云天走后，叶幕不多墨迹，直接走到了4具尸骸与真龙新年的面前，旋即缓缓伸手触碰至真龙尸骸。霎时间，求5星好评。第31章，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霎时间，祖龙血脉开始运转，4具尸骸上的深奥符文渐渐消失，而叶幕的气息也在此刻逐步拔高，最终伴随着4具尸骸失去光泽，叶幕的境界也是砰的一声，从涅槃6重突破至了涅槃7重。仅是一个小境界的突破，看起来收获似乎有些小，但实际远不是如此。真龙尸骸对于叶幕最大的提升，乃是肉身之上的提升。在领悟了神象镇狱境后，叶幕的肉身强度本就逆天无比，如今又是吸收了4具真龙尸骸。讲真的，叶幕都不知道自己的肉身强度究竟恐怖到何等地步了。如若有人能与我痛快切磋一场就好了。叶幕摇头感叹一声，旋即便开始炼化生长于4具尸骸上的真龙新年。炼化的过程很顺利，过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叶幕便将真龙新年炼化成功，而他的境界也从涅槃7重突破到了涅槃9重，正是超越凤灵月。叮！检测到宿主截胡唐云天的机缘，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随之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呼！第3朵异火，加上前面2朵异火，这已是他炼化的第3朵异火了。
要知道，异火狂暴无比，一般天骄炼化一朵便是极限了，强行炼制2朵乃至更多，只会导致异火失控，乃至反噬自身。但叶幕在炼化3朵异火后，甚至认为还有些不够，毕竟身负至阳圣体，领悟太初焚渊诀的他，纵然是领悟30朵、300朵异火，也不会遭到反噬，反而会受到异火的反哺，实力越来越强。接下来就要去拿天火传承了。叶幕将真龙星岩收起，旋即便离开了洞窟，看向远处的青铜古殿。他不多墨迹，直接身影一闪，化为一道流光，以极快的速度径直朝着青铜古殿的方向袭去。不多时，他便来到了青铜古殿的下方。此刻他才发现，青铜古殿并未伫立于大地，而是高高悬挂于苍穹之上。而青铜古殿与地面的唯一联系，便是一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透明天梯。天梯之上已有众多天骄正在攀爬，叶幕还在约莫150层左右的位置，看到了身穿黑袍的灵岩身影。此刻的灵岩喘着粗气，满头大汗，身体已然达到了极限。师尊，我不行了。他在心底对着顾惜雨说道。闻言此话，顾惜雨的面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想想叶幕给你带来的耻辱，你难道不想洗涮耻辱吗？所以你必须登顶，必须在众多天骄手中夺得天火传承。顾惜雨的声音如同锋利的利刃般，重重地刺入叶幕的内心深处。而就在这时，他忽地感觉有一道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灵岩扭头发现此刻叶幕正站在天梯下方，用似笑非笑的笑容看着他，这让他的双拳顿时攥紧，内心当中被无穷的不甘与愤怒所笼罩。对，我必须要拿到天火传承，并且还要比叶幕先行登顶。话落，灵岩不顾身体传来的剧痛，强行迈出步伐，接着攀登天梯。为师相信你，你如今已攀至了100层，而那叶幕还未开始攀登，你登顶的速度绝对比他要快。顾惜雨见灵岩重新燃起了斗志，连忙为其加油打气。当然，此话的目的虽是为灵岩加油打气，但实际上他并未撒谎。此等天梯和肉身强度与意志力息息相关，越往上越难攀登。纵然是处于戒指中的顾惜雨，在灵岩攀登过程中都能感受到那无与伦比的压力。如今灵岩足足领先100来台阶，纵然叶幕再怎么恐怖，也不可能超越灵岩。先一步登顶，灵岩并未回话，只是一味攀登。与此同时，天梯脚下，叶幕不多墨迹，直接抬脚踏上天梯。又有人要爬天梯了。那个人是合欢圣子。合欢圣子便是那合欢圣主的亲儿子。没错，不知他能够登到第几层，我估测不会超过10层，毕竟合欢圣子的天赋你们也是知道的。伴随着叶幕踏上天梯，周围的那些知晓自己不可能登顶，所以便在原地看些热闹的修士便开始了讨论。而他们最后都得出了一个结论，以叶幕的天赋，最多只能登上第10层，不因其他，只因这天梯实在是太过恐怖了。360层台阶，每一层都如天险般，难度跨越。方才便有一位极品天赋的修士攀爬天梯，最后在爬到第62层之时，便承受不住压力，直接倒飞至地面之上，昏迷过去，生死不明了。等等，这时忽地有一位修士抬起手指惊呼道，众人随之抬头望去，下一刻他们便一起眼睛瞪大，脑海空白的呆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可能？只见天梯之上，叶幕就好似未曾受到压力般，竟直接跑了起来。对，没错，就是跑。30层、50层、80层，短短一瞬，叶幕便是如履平地般一路小跑到了100层。林师弟，别来无恙啊！在抵达灵岩所在的台阶后，叶幕拍了拍灵岩的肩膀，笑着说道。听着那熟悉的声音，灵岩的瞳孔骤缩，猛地扭头看去。在看到叶幕的一瞬间，他的脑海顿时变得一片空白。叶幕，你怎么会在这里？叶幕并未回答，只是卯足劲，旋即又开始一路奔跑了起来。短短数息时间，便让灵岩再也看不到背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叶幕为什么会爬得这么快？这让灵岩彻底绷不住了。别说灵岩了，就算是顾惜雨，此刻都是满脸的惊疑。毕竟方才他还笃定叶幕绝不会赶上灵岩，可这才过去了几分钟，叶幕不仅赶上了，甚至还直接超越了灵岩。
能在如此之强的压力下跑起来。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就算他比我先一步登顶又能如何？天火传承又不是先登顶者便可拿到天火传承，我势必夺得。这时林岩猛地抬头怒喝一声，旋即便强忍着莫大的压力，接着攀登天梯。唉，顾惜雨见状并未像往常般为林岩打气，只是暗自地叹了一口气。能够在天梯上跑起来，这证明叶幕的肉身强度已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步，再加上叶幕在火道上的造诣，此等差距真的能靠区区一个天火传承便能追齐的吗？而他跟着林岩真的能塑造肉身重回巅峰吗？此刻的顾惜雨内心充满了怀疑与迷茫。与此同时，另一边叶幕已然登顶，他看着身前那座庞大而又古朴的青铜古殿，轻声说道：不出所料的话，天火传承便在其中。说罢，叶幕不多墨迹，直接伸手旋即推开青铜古殿的巨门。一瞬间，滔天的热浪伴随着如同亘古时期所传来的古朴气息骤然出现，瞬间便将叶幕给笼罩其中，周遭的环境瞬息变幻。待气息消散，叶幕已然来到了一处由青铜浇筑而成、恢宏无比的大殿内。高大的青铜立柱如巨人的脊梁般支撑着布满裂痕的穹顶，殿内光线暗淡，唯有几缕凭空飘荡在半空中的火焰摇曳着微弱光芒。周遭斑驳的墙壁上刻满古朴的纹路，诉说着此等恢宏大殿所经历的漫长岁月。轰隆！而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道火焰燃起的声响出现，夜幕的正前方，一座如祭坛般的高台之上，一朵散发着滔天威压的金色火焰骤然间出现，如同骇浪般的热浪随之乍现，霎时间便将整个青铜古殿都给笼罩其中。虚空开始扭曲变形，四周的青铜墙壁内部渐渐渗出汩汩燃烧的液态火焰，一时之间，偌大的青铜古殿宛如火海般。这是看着远处的那朵金色火焰，夜幕的面色不由一凝，只因他在这朵火焰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压，甚至让身负至阳圣体的他都微微有些喘不过气来。炼化焚天地炎者，可得无之传承。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宛如从四面八方响起般传入夜幕的耳中。焚天地炎。夜幕的瞳孔微缩，怪不得他能明显感觉到此一火威压如此恐怖，原来是异火榜排名第一的焚天地炎。不过纵然是焚天地炎又能如何？对于身负至阳圣体又领悟了太初焚渊诀的夜幕而言，无论是何等一火，他都能轻易炼化。夜幕无视焚天地炎所散发的滔天威压，走至焚天地炎的面前，伸手将其托至掌心，便要将焚天地炎炼化。然而就在这时，咔嚓一声，远处的空间陡然破碎，一位身穿黑袍、长相平平的少年从虚空中走出，正是灵年。伴随着灵年的出现，那道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炼化焚天地炎者，可得无之传承。一瞬间，灵年的瞳孔骤然紧缩，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在看到夜幕掌心处的火焰后，呼吸随之平住。异火榜排名第一的焚天地炎，不会错的。此等恐怖的气息，那朵异火就是消失数万载的焚天地炎，原来是被天火大帝带进了天火秘境。这时顾惜雨的声音出现，闻言此话，灵年的脸上先是欣喜，但当他看到夜幕后，欣喜瞬间变为阴沉，双拳也随之攥紧。夜幕扭头，在看到灵年的一瞬间，眉头不由挑起。虽然他知道身为气运之子的灵年一定会登顶，但他未能想到灵年登顶时间竟然会如此之快。有何贵干？不过夜幕只是意外的一瞬，便淡然说道：把异火交给我，我便对以往的所有事情既往不咎。灵年看向焚天地炎的眼底深处，满是贪婪。只是夜幕听到他这话，直接被气笑了。煞笔！他骂道。叮！检测到宿主让灵年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0000。系统的声音出现，灵年的面色也随之变得铁青无比。他抬头看着夜幕，怒喝道：夜幕，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将焚天地炎交给我，不然便别怪我不客气了。闻言此话，夜幕只是笑了笑。焚天地炎就在这，有种的话便来抢啊！不会是不敢吧？啧，真是一个废物啊！灵岩本就是愣头青，如今被夜幕一击，顿时上头。夜幕，你找死！话落，灵岩便要招夜幕出手。幸好这时顾惜雨声音出现，方才将他拦住。言儿，不可如此莽撞。虽说你融合了9转丹心炎，并得到了机缘，将境界提升至了涅槃3重，
但那叶幕同样不容小觑，莽撞只会导致你露出破绽。听着顾惜雨的声音，林岩咬着牙关，虽脸上满是不甘，但依旧是将怒气给压制下去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必须要拿到焚天地岩。林岩的声音中已透着一丝不满的情绪，毕竟哪个愣头青喜欢成天听他人说教呢？唉，顾惜雨满脸愁容，就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咔嚓，又是一道清脆的声音陡然响起，只见夜幕与林岩中间的空间缓缓破碎，一双小巧精致、白皙胜雪的玉足缓缓从其中迈出，一位身穿红裙、面带轻纱的绝美女子也随之走出虚空，正是凤灵月。灵月，在看到凤灵月的一瞬间，林岩的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神色来。在林岩眼中，凤灵月已是他的红颜知己。虽然凤灵月与夜幕曾有一些亲密接触，但林岩认为那是因为其中有着一些不能言说的秘密。总之，他的灵月是被迫的。如今他与夜幕对峙，凤灵月的到来显然是给他打上了一剂强心剂。林岩，凤灵月微微蹙眉，显然是未想到林岩竟也会在青铜古殿内，而林岩就好似没有看到凤灵月的表情般，抬头望向夜幕，面带欣喜的大喝道：灵月，只要炼化了焚天地岩，就可获得天火传承。你我一同联手，将那夜幕击败，再将焚天地岩从他手中夺走。待我拿下天火传承后，我便去青鸾古国向你父皇提亲，你我做一对神仙眷侣。林岩似是上头了，喋喋不休说了一大堆。而当他满脸兴奋地说完后，方才发现凤灵月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站在原地，凤眸冷冰冰地看着林岩。林岩见状顿时着急了：灵月，你还愣着干什么？快与我一起将那夜幕击败啊！他的话刚刚说完，还未等风灵月有过多反应，便见夜幕对着风灵月笑道：灵月，过来。话落，在林岩难以置信的目光下，凤灵月赤裸着玉足，直勾勾地走到了夜幕的身旁，旋即站在高台上，与夜幕一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第33章，愤怒的林岩，神伤的顾惜雨。一瞬间，林岩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寂静无声了起来，就连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变得微弱无比，身躯渐渐变得颤抖，呼吸渐渐变得急促，最终万千思绪只汇聚为一句难以置信的发问：喂，为什么？林岩眼神通红，歇斯底里的怒吼道：他不理解，他是真的不理解。苏浅浅背叛他就算了，为什么就连凤灵月也同样背叛了他，并一个个都转身投入夜幕的怀抱中？夜幕究竟有什么好的？他与夜幕究竟差在哪里？什么为什么？看着歇斯底里的林岩，凤灵月蹙起眉头，只感觉林岩此人有些不可理喻。他不过是站在了自己未婚夫的身旁罢了，难道他要不仅不站在自己的未婚夫旁，还要与其他男人一起与自己的未婚夫发生战斗吗？罢了吧。虽说凤灵月对夜幕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但这种事情他还是做不出来的。为什么你要背叛我？见凤灵月在装傻，林岩咬紧牙关，再度怒喝道：我与你本就只是萍水相逢，又何谈背叛？凤灵月紧蹙着眉，旋即说到话落，林岩面色再度一呆，语气颤抖：萍水相逢？原来我们只是萍水相逢吗？此刻他只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小丑，无论何时何处都心心念念着凤灵月，以为自己与凤灵月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实则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过了许久，林岩颤抖着抬头，满脸不甘地指向夜幕：那你与夜幕之间为何又那么亲密？这是他最不能理解的。就算凤灵月只把他当作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那他与夜幕为何又这么亲密？按理来说，他与夜幕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啊。凤灵月蹙着眉，只感觉此人麻烦至极，刚想出手让林岩闭嘴，然而就在这时，夜幕却是忽地伸手搂住他完美无瑕的柳腰。凤灵月的娇躯颤了颤，毕竟他看起来虽成熟无比，但实际上却从未与男子有过亲密接触。当然，凤灵月只是颤了颤，但并未阻止夜幕，毕竟他对夜幕是有几分好感的。再加上夜幕是他的未婚夫，搂搂抱抱，天经地义。叮，检测到宿主让林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只是凤灵月不在意，不代表林岩不在意。虽说方才凤灵月的话着实伤人，但这不代表林岩会允许自己的女人与其他男人亲密接触。这个问题就让我回答的吧。在林岩那足以杀人的目光下，夜幕面带笑容，一边闻着凤灵月身上的幽香，一边笑着说道：数日前
我去往青鸾古国，在青鸾皇帝面前定下了与灵月的婚约。也就是说，我与灵月乃是未婚夫妻的关系。你说，我们为何会这般亲密？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林岩再度如遭雷击。未婚夫妻，他颤声呢喃，旋即抬头看向凤灵月，再度颤声说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吗？凤灵月并未说话，只是闭上凤眸，缓缓点了点头。林岩见状，身躯颤抖，眼睛也随之闭上。过了许久，他猛地仰头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未婚夫妻，原来我只是一个小丑罢了，只是一个小丑。定，检测到林岩的道心不稳，获得气运点3万。定，检测到气运之女凤灵月与气运之子林岩再无任何瓜葛，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的嘴角微扬，看向已有些疯癫的林岩，再度说道：哦，对了，半月之后就是我与林月之间的婚礼，到时候记得过来，我给你发糖吃。定，检测到林岩的道心彻底破碎，获得气运点3万。咔嚓，伴随着一道清脆无比的声音出现，林岩的面色彻底疯癫，他猛地抬头看向叶幕，旋即怒吼道：叶幕，我要你死！言儿，不可莽撞。顾惜雨见林岩失控，连忙出声劝道，然而此刻的林岩早已被叶幕的嘲讽弄到失去理智，再加上顾惜雨一直重复这句话，所以他直接在心底怒吼道：不可莽撞，不可莽撞，一直都在说不可莽撞。那林岩已气在我的头上拉屎，而你却只会说这句话。你如若是我的师尊，就让我变强，让我击败叶幕，而不是整日说不可莽撞，不可莽撞。话落，顾惜雨的秋眸顿时变得恍惚了起来。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徒儿竟会用这般语气与他说话。虽说一开始收林岩为徒，乃是为了重塑肉身，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渐渐真的将林岩当做了真正的徒弟，也当做了此生最重要的人。为了林岩，他可以舍弃自己的半生一火，可以舍弃此刻，在他心目中，这位最重要的徒儿却用对待敌人的语气对他吼道：顾惜雨虽是半地强者，但终是一位女人，更何况除去残魂沉睡与闭关的时间，他满打满算活了不过30载。此刻被林岩一吼，他的秋眸竟渐渐变得通红了起来。既然如此，我不管你便是了。顾惜雨吸了吸鼻子，冷喝一声，旋即便不再说话。定，检测到宿主让气运之女顾惜雨和林岩生出芥蒂，获得气运点2万。呵，你最好如此。而林岩并未察觉到顾惜雨的情绪变化，在听到这句话后，他不仅不安慰顾惜雨，反倒是冷笑一声，旋即便抬头望向身前的叶幕与凤灵月。叶幕，凤灵月，我今日便让你们知晓惹怒我林岩的下场。话音落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林岩的体内乍现，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林岩的体内乍现，伴随着阵阵热浪，一朵通体翠绿、散发着惊人威压的火焰骤然出现在林岩的身前，正是顾惜雨交给他的本命异火，异火榜排名第6的9转丹心炎。呵，叶幕，你还从未见过此等火焰吧？林岩脸上带着癫狂的笑容，言语当中尽是炫耀之意。此乃天地异火，今日我便用这天地异火将你击败，洗涮我以往所受到的所有耻辱。呵，凤灵月，你如若要上，一起上即可，纵然是2人，以我现在的实力，也可将其击败。话落，凤灵月的面色一冷，再怎么说叶幕也是他的未婚夫，如今有他人要与叶幕为敌，他自然要帮助叶幕。他刚要出手，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却是伸出手将他拦下。只见叶幕正用看待小丑般的眼神看着远处的林岩，旋即说道：不必林月出手，对付你只需我一人即可，当然你如若想让藏在戒指里的那个残魂助你也无妨。话落，藏在戒指中的顾惜雨瞳孔骤缩，其心神也随之一震。他发现我了？他是如何发现我的？顾惜雨内心当中满是惊骇。虽说他现如今只是一介残魂，但巅峰时期终是一位半地强者，所以他对自己的藏匿技术很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合欢圣地内的众多圣境长老都未发现他的存在，可如今他的存在
竟被叶幕给发现了。一时之间，顾惜余只感觉眼前的这位少年变得神秘无比，捉摸不透。呵，叶幕，看我将你击败之后，你还能不能如此淡然地说出这般大话？而作为愣头青的林岩，则是只听到了叶幕的前一句话。下一刻，他猛地抬起手，霎时间身前的9转丹心岩骤然间分化开来，旋即竟直接形成了9颗刻着丹纹的滔天火球，悬于他的身后。给我死！林岩歇斯底里的怒吼一声，其身后的9颗滔天火球骤然间又分化为万千流光，划破半空，径直袭向叶幕。而叶幕看着那万千流光，却只是淡然一笑。异火吗？的确不错。叶幕并不否认异火的罕见，也理解林岩得到一朵天地异火后的那种兴奋与炫耀感。可惜他找错炫耀对象了。只见叶幕缓缓抬起手来，轰隆，霎时间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一朵通体灰白的连状火焰骤然出现，其所散发的威压先是将那万千流光给震为了齑粉，旋即又是砰的一声巨响，重重地落在了林岩的身躯之上。刹那间，林岩吐出一口精血，旋即抬头震惊地看着太初阴阳莲。这是异火？你怎么也有异火？他的声音中充斥着难以置信，毕竟他在叶幕面前的底气便是来源于天地异火。谁知叶幕同样也有天地异火，并且看威压，叶幕的天地异火的品阶还高于他的异火，这怎能让林岩不震惊？而在叶幕身旁的凤灵月虽未与林岩般震惊，却依旧是凤眸瞥向太初阴阳莲，心中暗忖，这便是当初的那朵异火。他对太初阴阳莲的印象很深，只因当初与叶幕切磋之时，此异火便是打了他措手不及。如若他没有这朵异火，我未必会输他。凤灵月在心底默念，旋即便要收起目光。然而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古殿当中竟又是一道响亮无比的声音陡然出现。凤灵月的瞳孔随之紧缩，他循着声音望去，竟发现太初阴阳莲的旁边竟又多出了一朵火焰。那朵火焰通体血红，形状如凤，其散发的威压丝毫不输于太初阴阳莲，显然也是一朵天地异火。两朵天地异火，你是怎么能够同时炼化2朵天地异火的？伴随着真凤夜炎的出现，林岩的面色渐渐变得呆滞了起来。原本叶幕拥有一朵异火便足以让他震惊了，如今叶幕竟又换出一朵异火，这让林岩更加震惊的同时，又是疑惑无比。异火狂暴，互不相容，此乃众多修士的共识。而此刻他眼前的叶幕竟是炼化了2朵异火。别说林岩了，纵然是见多识广的顾惜雨，此刻同是惊疑无比。他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顾惜雨的瞳孔骤锁。这时叶幕嘴角微微扬起，旋即说道：呵，还没完呢。下一刻他直接将方才炼化的真龙心延换了出来。霎时间，看着面前3朵气息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全部令人无比的异火，林岩的面色渐渐变得呆滞了起来，就连言语当中也是充满了难以置信。三朵异火，这怎么可能？如若说2朵异火还在林岩的接受范畴内，那这3朵异火便是让林岩彻底无法接受了。不是说好的异火狂暴，互相排斥吗？那么为何叶幕能够同时炼化3朵异火？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他疯了？还有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呢。听着林面色淡然，旋即微微抬手，霎时间在林岩、顾惜雨乃至凤灵月震惊的目光下，3朵异火竟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融合在了一起。3朵气息各不相同，但却同样狂暴的异火，竟在此刻渐渐相融在了一起，最终伴随着一道如要将世界都给毁灭般的狂暴气息，将偌大的青铜古殿给笼罩其中。一朵散发着滔天威压的全新异火骤然间出现。看着那全新的异火，凤灵月朱唇张了张，似是想要说些什么，然而内心的震惊情绪却让他根本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能满是不甘地低下头，贝齿咬紧朱唇。异火相融，叶幕，你究竟还藏着何等底牌？在此之前，虽然他败给了叶幕，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自己与叶幕差距很大。可如今他却惊奇地发现，在与他切磋之时，叶幕竟还有底牌未用。
这让高傲的凤灵月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而相较于凤灵月，林岩的反应可就大多了。只见他瞪大眼睛，颤抖着抬起手指指向那朵异火。这怎么可能？异火之间怎么可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怎么可能？他的言语当中甚至有了一丝疯癫，毕竟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是无时无刻都在冲击着他的世界观。同时炼化3朵异火就算了，夜幕竟还能将3朵异火相互无排斥地融合在一起，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吗？灭！这时夜幕缓缓抬起手指，轻喝一声，霎时间那朵全新的异火骤然化为一道流光，旋即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林岩的方向便要镇压而去。林岩见状瞳孔骤缩，来不及做出过多反应，他急忙操控着9转丹心炎，旋即让其形成一具青绿色的火墙，抵挡于身前。轰！异火重重地撞在了火墙之上，先是响一道惊天动地如同轰雷般的声响，咔嚓咔嚓，旋即那青绿色的火墙便是承受不住异火的恐怖威压，开始出现阵阵皲裂。就在火墙即将破碎之际，林岩咬着牙关，眼神通红，随即猛地仰头怒喝一声。轰然间，先天火脉与大地血脉一同催动，伴随着一道微弱至不可见的金色光芒从林岩的身体中乍现气运之力。他的境界也在此刻如同位于洪水上的木筏般突飞猛进，涅槃3重，涅槃5重，直至涅槃7重。轰隆！随着林岩境界的提高，那青绿色的火墙上的皲裂渐渐复原，甚至还有一丝反攻异火的架势。不愧是气运之子，绝境之时总能开挂逆转局势。夜幕摇了摇头，然而神情却是没有丝毫改变，依旧是淡漠如水。下一刻，夜幕猛地抬起手，可惜你遇到了我。霎时间，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夜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滔天的热浪，一轮散发着似要将整个世界都给吞噬殆尽的热气的煌煌大日陡然出现在夜幕的上方。旋即轰隆一声巨响，煌煌大日陡然间发出一道如同骇浪般的热浪，径直朝林岩的方向碾去。咔嚓！仅一瞬间，那青绿色的火墙便是承受不住威压，骤然破碎开来，而异火也是毫无阻拦，重重地落在了林岩的身前。旋即轰隆一声巨响，异火骤然爆开，毁灭般的能量随着余波瞬间便将整个青铜古殿都给笼罩其中。叮！检测到林岩身受重伤，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死了吗？凤灵月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夜幕摇了摇头，没有。虽说方才那道攻势已足以杀死一位化道初期的修士，但身为气运之子的林岩哪有那么容易便会死去。果不其然，伴随着烟雾消散，浑身是血已然昏迷过去的林岩映入夜幕与凤灵月的眼帘当中。而在林岩的身旁还有着一道虚影，那道虚影身穿圣血的白袍，容貌精致而又绝美，一眼望去不禁让人想起那种正道门派内的生性正直的大师姐。只是虚影虽绝美无比，但此刻的状态却是不妙。先不说喘粗气、流香汗等表面，此刻他浑身上下的灵力淫乱无比，身影也是若隐若现，虚幻无比。如若仔细观察，还可发现昏迷过去的林岩周身有着一圈乳白的灵力波动。显然林岩能再方才那道攻势活下去，全凭此道虚影为其抗下了大多威力。他是凤灵月在看到林岩没死，先是意外，而后又看到顾惜雨后，意外便转变为了疑惑。而夜幕并未说话，只是暗自发动了真实之瞳。姓名顾惜雨，年龄102岁，除去沉睡的时间。气运金，普通气运之女，但地位特殊，乃是气运之子的师尊。体质先天道胎，修为半地，状态肉身被毁，只余一缕残魂，时时刻刻都有消散的风险。果然不出夜幕所料，灵岩戒指中的那个老爷爷，不，应该是老奶奶，也是一位气运之女。呵，终于舍得出来了吗？将面板收起，夜幕双手负后，看着半跪在地的顾惜雨，轻笑道。顾惜雨捂着伤口，颤抖着抬头望向夜幕，内心当中满是惊骇。此刻他终于是笃定了，夜幕真的早就发现他了。
可这怎么可能？要知道他的伪装连圣境强者都看不出端倪啊！而眼前的这位少年，能够同时炼化3朵异火，并让其相融就算了，竟然还能将他发现。你究竟是何人？抱着这样的疑惑，顾惜雨看着叶幕，颤声发问。而叶幕闻言却只是笑了笑，旋即说道：我合欢圣地的当今圣子罢了。叶幕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而顾惜雨闻言却只是苦涩的低下头。他并不相信叶幕的话语，合欢圣地固然强悍，但也不足以让顾惜雨这尊半地强者感到震惊与惊骇。可在叶幕身上，他却是实打实的感受到了这些情绪。先是能够唤出上古太阳星的神秘功法，后是同时炼化3尊异火，此刻更是以涅槃境的修为看穿他的存在。此等种种之事，绝不是区区一位圣地圣子所能做到的。顾惜雨抿住朱唇，旋即看向身旁昏迷过去的林岩。虽然方才林岩的话语伤透了他的心，可无论如何，林岩也是他的徒弟过了许久。顾惜雨缓缓抬头，秋眸看向叶幕：我的性命你取走即可，但能不能留言儿一命？闻言此话，叶幕嗤笑一声，还真是师徒情深啊。顾惜雨还以为叶幕不想答应，脸上布满焦急。以你的实力，言儿永远都不可能对你构成威胁的，况且杀了言儿也未有好处，反而是我是玄魂圣地的通缉犯，将我交给玄魂圣地便可获得无数。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叶幕淡声打断：我也没说我不答应。话落，凤灵月顿时愕然无比，他扭头看向叶幕：你真要放那个灵岩一命？虽说他也清楚，区区一个灵岩在叶幕手中翻不起什么风浪，但毕竟斩草要除根，免得春风吹又生嘛。叶幕并未解答凤灵月的疑惑，而是看着顾惜雨：我可以放灵岩一命，我也不需要你的性命，但我需要提醒你一句。叶幕顿了顿，嘴角微扬：人生漫长，总会迷失，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如若能及时醒悟，便可重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但怕就怕无法及时醒悟，最终一辈子都毁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有话直说，即可不必这般拐弯抹角。顾惜雨深吸了一口气，旋即说道：哼，前辈如今只剩一缕残魂，如若不能及时重塑肉身，很快便会消散。但前辈跟在灵岩身边，真的能重塑肉身吗？而叶某背靠合欢圣地，轻易间便可凑齐重塑肉身的天才异宝。当然，我并不是在强迫前辈，只是想让前辈仔细思考考虑一下。叶幕脸上依旧带着笑容，而顾惜雨闻言则是抿住朱唇，扭头看向已是昏迷过去的灵岩。他自然清楚叶幕这是在招揽他，让他离开灵岩。其实他也已察觉到跟随灵岩是没有前途的，可无论怎么讲，灵岩也是他唯一的弟子，当初如若没有灵岩，他恐怕早就消散于世间了。想到这，顾惜雨便是深吸一口气，旋即坚定道：叶公子，承蒙你的好意，但我在位还青爷儿的恩情前是不会弃他而去的。定，检测到顾惜雨对灵岩心生芥蒂，获得气运点10000。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叶幕的目的也已达到，他惋惜地摇了摇头。既然如此，叶某也不逼前辈。而灵岩吗？虽死罪可免，但活罪难赦。说罢，他便上前走至灵岩的身前，旋即缓缓抬手。霎时间，灵力倾泻而出，在他灵力的牵引下，一朵翠绿色的火焰缓缓出现在叶幕的身前，正是九转丹心炎。下一刻，一道滔天的热浪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旋即叶幕竟开始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下开始炼化九转丹心炎。短短不到1刻钟的时间，整个九转丹心炎便被叶幕彻底炼化。而失去了九转丹心炎，灵岩的境界就如泄了气的气球般迅速消散，短短片刻便沦为凡人。这让一旁的顾惜雨与凤灵月再度陷入了震惊当中。要知道，当初纵然是在顾惜雨的辅佐下，灵岩也是花费了数日时间方才将此一火炼化成功的，而如今叶幕竟是短短不到1刻时间便将这一火炼化成功。一火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容易炼化了？定，检测宿主收服九转丹心炎，成功影响灵岩的气运，获得气运点20000。定，检测到灵岩的气运从红跌落为金，获得气运点50000。将九转丹心炎炼化之后，叶幕便扭头看向顾惜雨，旋即淡声说道：你走吧。话落，顾惜雨的秋眸微动，有些难以置信的抬眸看向叶幕：你真的不杀我？本圣子说到做到，
叶幕面无波澜，听着叶幕的话语，看着身前的叶幕，顾惜雨的目光不由变得恍惚了起来。过了许久，他抿住朱唇，轻声呢喃：“谢谢。”旋即，他便狼狈地带着灵颜离开了青铜古殿。丁顾惜雨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60，现好感度50。丁检测到顾惜雨对宿主的好感度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伴随着顾惜雨的离去，系统的声音随之出现在叶幕的脑海中，这让他的眉头不由微微挑起。其实方才所做之事，一是为了挑拨顾惜雨与灵颜的关系，以此获得气运点；二便是为了提高顾惜雨的好感度。但他是真的没有想到，顾惜雨对他的好感度竟会提升如此之快，不得不说，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你为何要放他们2个走？这时，凤灵月缓缓上前，轻声呢喃。叶幕没有回答，只是模棱两可道：“现在还不是时候。灵颜的气运已从红跌落至金，接下来他的气运跌落速度会越来越快，再加上他的气运也在增长。不出叶幕所料的话，待灵颜的气运跌落至子的时候，他便可以将灵颜杀死了。不过马上就是时候了。”叶幕笑了笑，又说道。闻言此话，凤灵月的脸上多出一丝无语。你搁着呢，这焚天地炎归我炼化，你有意见吗？这时叶幕看向了手心处的焚天地炎，旋即问道：“此一火乃是你先拿到的，我自然没有意见。”凤灵月摇了摇头，冷声说道：“那你帮我护法。”叶幕说道。旋即他便盘坐在地面之上，紧闭双眼，运转太初焚渊诀，开始炼化焚天地炎。一时之间，偌大的青铜古殿再度被滔天的热浪所笼罩，周围刻有神秘而又古老符文的青铜墙壁也在一次次的摧残下渐渐化为铜水。只能说焚天地炎不愧是异火榜排名第1的异火，其炼化难度根本不是其他普通异火所能匹敌的。纵然是此刻的叶幕，也是花费了近乎2个时辰的时间，方才将焚天地炎炼化成功。砰！伴随着一声巨响出现，焚天地炎骤然间乍现如极其璀璨的光芒，旋即缓缓融入叶幕的丹田内部。轰隆！一瞬间，伴随着一道如同天雷般的声响骤然乍现，叶幕的境界也在此刻水涨船高，突飞猛进。涅槃8重，涅槃9重，直至涅槃10重。而太初焚渊诀的品阶，也是在炼化真龙心炎、九转丹心炎的基础上，来到了恐怖的天阶上品，只差一步即可突破圣阶。待境界提升完毕后，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身处一所极其陌生的环境内。这同样是一座大殿，但与青铜古殿不同，此座大殿内部被黑暗所笼罩，四方无光。一座座恢宏无比的墙壁此刻已被斑驳所覆盖，一根根立于大地之上的巨柱也是残缺不堪。偌大的大殿就好似位于被世界所遗弃的角落般，万载时光从未有人踏入。而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道火焰骤然升起的声响乍现，一朵朵气息恐怖、散发着滔天威压的天地异火凭空出现，瞬间将原本黑暗无光的大殿照亮，旋即又悬浮在叶幕的身前。老夫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位能够炼化焚天地炎的天骄了。伴随着一朵朵异火的出现，一位身穿红袍、满面皱纹的老者缓缓出现在叶幕的身前。你是？叶幕微微眯眼，看向老者。老者抚须轻笑一声：我便是此方秘境的创造者，天火大帝是也。天火大帝。叶幕轻声呢喃，旋即又抬头望向老者。方才炼化焚天地炎便可获得天火传承的声音，便是你说的？老者嘴角微扬，没错，便是老夫。那么天火传承呢？叶幕已然察觉到了不对劲，如若天火大帝想要传他衣钵，又何必如此磨磨唧唧？果不其然，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天火大帝猛地仰头大笑了起来。天火传承，吾修炼数万载方得这一身衣钵，岂会如此轻易便交给他人？所以你有什么目的？叶幕面无波澜，轻声呢喃：我修炼万载方得这一身大地修为，如若无法成就，那传说中的红尘仙岂能甘心死去？于是在我寿终就寝之时，我先是耗尽最后寿元，创造了此方秘境，后又使用秘法留一缕残魂于此，便是为了等到合适的天骄人选，将其夺舍。话落，轰隆一声巨响，周遭的众多异火瞬间开始翻滚，阵阵恐怖的威压
如同骇浪般，径直朝着夜幕涌来。天火大帝用贪婪的目光看向夜幕，身负至阳圣体，还领悟神秘功法，能够换太阳星降世，并且还可以同时炼化，融合数朵异火。此等极品的身体，便交给吾吧。吾会带着你的身体与意志，先成就大地，最终登顶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红尘仙的。听着天火大帝的声音，夜幕笑了笑。其实他早就预料到了此等情况，毕竟玄幻世界何等残酷，能够成就大帝者，哪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又岂会甘心将自己的一生成就衣钵全部拱手让人？这其中定有阴谋。不过生前风评极佳，实行善事的天火大帝的阴谋，竟是夺舍这般的魔道手段，倒是让他微微有些意外。按常理来说，被一位大帝盯上，恐怕除去林延娜等身负大气运者，便没有人能够度过此等危机了。然而夜幕摇了摇头，可惜你遇到了我。天火大帝嘴角微扬，遇到了你？你的意思是我无法将你夺舍？夜幕面无波澜，只是缓缓点了点头。天火大帝见状，再度仰头大笑了起来。哈哈，我承认的天赋十分恐怖，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看到这些异火了吗？这些乃是我生前所收集的异火，我虽未能炼化，但因我秘法的缘故，所以在此方空间，我可以随意操控这些异火。纵使我身亡多年，残魂只有涅槃巅峰境界，但凭借这么多的异火，纵然化到修士来了，也得在这儿。话音落下，天火大帝不多墨迹，直接操控着众多异火，化为一道道流光，径直朝向夜幕的方向袭去。然而令天火大帝意外的是，夜幕闻言此话，却只是缓缓运转灵力，将此道攻势挡下，旋即便环顾四周，看了看那一朵朵气息各不相同的异火，旋即说道：你的意思是，这些异火都是无主之物？天火大帝脸上多处愕然。你想干什么？夜幕没有说话，只是缓缓伸手，竟直接开始炼化距离他最近的一朵异火。你要炼化异火？呵，纵然你身负能够同时炼化数朵异火的神秘功法，又能如何？此功法终究有个上限吧。你已炼化了焚天地炎，加之之前的异火，你已炼化了4朵异火，我不信你还能同时炼化其他异火。况且你炼化异火也需要时间，而这段时间已足以让我将你夺舍。话落，天火大帝便要接着操控异火，一齐袭向夜幕。然而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天火大帝的瞳孔骤缩，一声极其沉闷的声响陡然间从夜幕的体内乍现。天火大帝的瞳孔骤然紧缩，下意识地循着声响的方向扭头看去，旋即他便看到了让他此生难忘的场景。只见方才那朵夜幕试图炼化的异火，此刻竟是脱离了他的掌控，悬浮在夜幕的身前。也就是说，夜幕真的将这朵异火给炼化了，并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将其炼化成功了。这怎么可能？一时间，纵然是生前为一方大帝的天火大帝，此刻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而夜幕并没有理会震惊的天火大帝，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开始炼化另一朵异火。仅片刻后，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异火炼化成功。夜幕的境界也是从涅槃10重突破至了化道1重，而太初焚渊诀的品阶则是从天阶上品进化至了圣阶下品。感受着身体处所传来的巨大变化，夜幕的脸上不由多出了一丝兴奋。旋即他抬头看向那一朵朵天地异火，其眼神当中满是炽热。下一刻，他不多墨迹，直接全力运转太初焚渊诀。霎时间，滔天的火属性灵力从夜幕的体内倾泻而出，周遭的众多天地异火也在此刻被此道灵力所吸引，无一例外全部缓缓飘荡至夜幕的身前。旋即在天火大帝震惊的目光下，一朵朵异火被夜幕迅速炼化，而夜幕的境界也是突飞猛进，水涨船高，化道2重，化道3重，化道4重。轰隆，伴随着最后一朵异火被夜幕所炼化，他的境界也是来到了惊人的化道6重。而太初焚渊诀的品阶也是从圣阶下品成长为了半步地阶，仅差一步即可成长为绝无仅有的极道地精。呼，夜幕吐出一口浊气，旋即抬头望向那已目瞪口呆的天火大帝。谢谢你的异火。下一刻，他缓缓抬起手，轰隆轰隆
轰隆，伴随着一阵阵声响的出现，一朵朵异火被夜幕所唤出，悬浮在其身后，最终近乎20朵异火出现于夜幕的身后。现在你便去死吧，夜幕轻声道。下一刻，异火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开始扩大，又如惊涛骇浪般，便要将天火大地吞噬殆尽。我不甘心啊！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天火大地的残魂彻底被异火吞噬殆尽，生死道消。而此座大殿乃至空间都渐渐开始出现皲裂。下一刻，咔嚓一声巨响，周遭的空间迅速破碎。夜幕缓缓睁开眼睛，发觉自己从始至终都未离开过青铜古殿，方才的一切都不过是幻境罢了。怎么样，拿到天火大帝的传承了吗？这时凤灵月见夜幕醒来，连忙问道。夜幕摇了摇头，实话实说，天火传承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那天火大帝只剩一缕残魂，见我到来便想将我夺舍。话落，凤灵月面色一凝。下一刻，轰隆一声，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从凤灵月的体内乍现。他凤眸看着夜幕，寒声道：那你现在是？夜幕有些哭笑不得，我自然是合欢圣地的圣子夜幕。见夜幕并未有什么不对劲，凤灵月将威压收起，旋即又问道：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夜幕淡声说道：那天火大帝想要夺舍我，被我给反杀了。话落，偌大的青铜古殿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过了许久，凤灵月方才抬起凤眸，旋即轻声说道：你确定没开玩笑？反杀他能听懂，大帝他同样也能听懂，但为何这两个词加在一起他就有些听不懂了？这两个词确定能放在一起吗？撕拉，夜幕没有说话，只是伴随着一阵颈脖撕裂的声音，周遭的空间竟是出现一道道皲裂，似是下一刻整个秘境都要破碎开来。天火大帝身亡，这处秘境很快便要坍塌了，是时候该离开了。夜幕轻声说道。闻言此话，凤灵月虽有万般疑惑，但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并未多说话，便随着夜幕一同离开了青铜古殿，旋即化为一道流光，径直朝着远处的那座通天巨门，也就是秘境的出口袭去。然后就在两人即将抵挡通天巨门的时候，轰隆一声，那通天巨门竟是猛地关闭开来。下一刻，天火大帝的声音陡然在整个秘境中响起，既然无活不成，那你们也跟着我一起陪葬吧。话落，整个秘境再也支撑不住，天穹如被剑气切割般化为一道道网状碎片，重重地落在地面之上，而大地也是分割出无数深不见底的深渊，深渊散发着恐怖的吸力，似是要世间万物都要吞噬殆尽般。秘境的入口为何关闭了？刚才的那道声音是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秘境都快要坍塌了，难道我们要被困死在这个秘境当中了吗？众多修士的哀嚎声不断出现，凤灵月面色凝重，现在该怎么办？夜幕微微皱眉，抬头望向那紧闭的通天巨门，讲真的，他也没有想到天火大帝竟还有这等后手。就在夜幕思索之际，下一刻，嗖的一声巨响，一道散发着似是要将一切都给抹杀殆尽的厮杀之气的剑气骤然从外界被挥出，枪当一声巨响，滔天的剑气瞬间便将那通天巨门彻底斩断。轰隆，巨门坍塌，旋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一位身穿白袍，手持灵剑，面色清冷，青丝堪蓝的绝美女子缓缓出现在众人的眼帘当中。师尊！而在看到女子身影的一瞬间，夜幕不由得下意识喊道，只因那位绝美女子正是他的师尊洛千雪。师尊！听着夜幕的声音，凤灵月不由抬头望向洛千雪，在看到洛千雪那张绝美的容颜与令人窒息的气质后，他的黛眉不禁蹙紧。他从未听说过夜幕还有一位师尊，并且还是一位无论是容貌亦或是气质都不输于乃至小胜于他的女子。这时洛千雪好似是听到了夜幕的声音般，忽地低头朝着夜幕望去，在看到夜幕的一瞬间，他的眉头微蹙，旋即身影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待再度出现，便已来到了凤灵月与夜幕的身前。师尊，你为何会在此地？夜幕见状连忙问道。来寻些机缘罢了。对了，你知不知道是谁拿到了天火传承？洛千雪面无表情地说道。他来到此地自是为了焚天地炎，但这种事情没必要跟夜幕说得太清楚。夜幕闻言便将方才发生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洛千雪。原来如此吗？
没想到天火大帝设下秘境，竟有此等目的。洛千雪听完之后，缓缓抬头望向天空，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迷茫。他翻阅古籍之时，得知焚天地炎被天火大帝得到，而后炼化，所以他便来到天火秘境，想要寻到焚天地炎。可如今叶幕却说，所谓的天火传承不过是一场阴谋骗局罢了，难不成我真的要与他双修，以此根除寒毒吗？洛千雪看向叶幕，其朱唇缓缓被贝齿所咬紧。100年来，他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根除寒毒的办法，但最终只得到2种方法。第一便是与身负至阳圣体者双修，他直接将此办法忽略。第二便是使用焚天地炎，可如今焚天地炎也是不知去向罢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洛千雪摇了摇头，便将灵剑收起，看向叶幕。我谢欲回圣地，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叶幕点了点头，刚想离去，忽地想到了凤灵月，便扭头问道，你要回青鸾古国，还是和我一起回合欢圣地？我爹说过，在未与你成婚前，不许我回青鸾古国。凤灵月自嘲一声。叶幕点了点头，便扭头看向洛千雪，师尊，她是我的未婚妻，与我一同回合欢圣地。洛千雪并未过多询问，只是微微颔首，便带着叶幕与凤灵月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合欢圣地的方向掠去。合欢圣地，洛千雪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居所，而凤灵月则是直接去了一处空的房间，说是要闭关修炼。显然叶幕在天火秘境中的表现对他的冲击很大，他现在急迫变强。圣子大殿内，叶幕盘坐在蒲团之上，他先是扭头看向苏浅浅，本圣子要修炼，帮我护法。旋即他便直接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气运绿，有隐约突破蓝的趋势，体质至阳圣体，祖龙血脉，修为化道6重，功法至阳焚天诀，神象镇狱境，太初焚渊诀，气运点372300，物品大礼包星号1，天火秘境一行，可谓是收获满满。不仅炼化了众多异火，其境界也是突破至了化道6重。最主要的是，此刻他的气运点来到了惊人的37万。叶幕的眼神中透着火热，但他并未着急消费，而是将目光移到了物品一栏上，那是提升顾惜与好感度所获得的大礼包。打开大礼包，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叮，大礼包打开中，大礼包打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荒古圣体。霎时间，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叶幕的面色瞬间一呆。身为合欢圣地的圣子，叶幕自然听说过荒古圣体。世间存在3000圣体，而荒古圣体乃是在这3000圣体中足以排进前5的恐怖存在。大成圣体甚至可以直接叫板古之大帝，但可能是由于荒古圣体实在是太过逆天，导致天地横降10道枷锁，束缚圣体成长。也正是如此，原本威名赫赫的荒古圣体，如今已成人人嘲笑的废物体质。叮，此荒古圣体乃是打破天地枷锁之圣体，不受天地10道枷锁的束缚。这时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闻言此话，叶幕脸上一喜，还未等他过多反应，系统的声音便再度响起：是否融合圣体？融合。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斩钉截铁道。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一道无与伦比的力量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旋即金色的气血瞬间冲天而起，直接将整个合欢圣地都给笼罩其中。旋即在苏浅浅震惊的目光下，叶幕的身体渐渐浮现出10道散发着天道禁忌气息的金色枷锁。下一刻，咔嚓，伴随着第1道枷锁的破碎，一道浩瀚如海般的金色气血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咔嚓，旋即第2道枷锁破碎，金光大炽，笼罩苍穹。第3道，第4道，最终伴随着最后1道枷锁的破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恐怖的肉身力量伴随着滔天的气血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而他的境界也是从化道6重突破至了化道8重，境界变化并不大。因为荒古圣体乃是肉身无双的体质，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这便是荒古圣体吗？果真恐怖。荒古圣体并未有境界阶段划分，但如若非得划分，其实也可分为4种阶段：气血初醒、真骨退金、万象同辉与圣体大成。而叶幕现在仅处于气血初醒的阶段，这个阶段很简单，
便是气血，从原本的血红色变为金黄色，肉身强度远超常人。至于真骨蜕金，便是浑身骨骼都得到淬炼，外层生出金黄色的骨膜，金色气血如浩瀚江海。单讲这圣体大成，传闻上古时期有一尊大成圣体，凭借肉身力量足以抗衡古之大地，这便是荒古圣体的恐怖。使用10万点气运点强化荒古圣体，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霎时间10万气运点瞬息消散，而叶幕的身体也在此刻发生极其恐怖的变化，金色气血如江河奔涌，浑身骨骼也随之震动，阵阵神秘的金色纹路也随之出现在骨骼之上，而叶幕的肉身强度也在此刻水涨船高，突飞猛进。过了许久，异象渐渐消散，叶幕再度睁开眼睛，摇头感叹：这荒古圣体虽强大无比，但未免太耗费气运点了。方才的10万点气运点砸下去，叶幕明显感觉到距离真骨蜕金约莫还有一半的距离，光是真骨蜕金便如此了，想要将荒古圣体提升至大成，该需要多么庞大的气运点啊！叶幕摇了摇头，不再去想，余下5万点气运点，便将其他气运点全部用于领悟神象镇狱境，毕竟这个功法的提升是实打实的。22万点气运点砸下去，叶幕的8亿4千万威力有一半都从巨象转化为了龙象，一粒巨象为1万金之力，而一粒龙象则为10万金之力。这一波增长了多少巨力，叶幕依旧是有些算不清，但他能够算清气运点究竟花了多少，还是需要找更多的气运之子啊。叶幕摇头感叹，思绪不由想到了那位唐云天，毕竟灵岩都快薅完了，也是时候该培养新的羊毛对象了。显然那个唐云天便是不错的人选，不过接下来还是先准备婚礼。叶幕摇了摇头。与此同时，在叶幕想到唐云的时候，他身边已有一人正在用转阴石联系着唐云天，此人正是白夭夭。与此同时，在叶幕想到唐云的时候，他身边已有一人正在用转阴石联系着唐云天，此人正是白夭夭。唐哥哥怎么有空联系夭夭了？白夭夭躺在床上，双手抱着传音石放至胸前，脸上带着笑容。好久不联系夭夭了，这不有些想夭夭了。那头的唐云天笑着说道。贫嘴。白夭夭脸颊微红，轻哼一声。唐云天再度笑道：云天哥，我就是许久未联系夭夭你了，想问一下，你最近在合欢圣地过得好不好？话音落下，白夭夭的面色瞬间一僵。他这几日过得好不好，如若被一个十分讨厌的人抓住把柄，后被强迫与其同修，算过得好的话，那他过得姑且还算幸福美满。可这种事情根本就算不上过得好啊。白夭夭在大床上滚来滚去，旋即咬紧牙关，便想将这几日所受的委屈全部告知于唐云天。然而就在他即将说出口的时候，喉咙的话却宛如噎住了般，根本吐不出来。如若唐哥哥知晓了此事，他会如何看我呢？白夭夭咬紧朱唇，心底颤声呢喃：夭夭，你怎么不说话？这时唐云天见白夭夭迟迟不说话，不由疑惑道：还不错吧，唐哥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白夭夭咽了咽口水，旋即慢吞吞地说道。伴随着白夭夭的话音落下，那头的唐云天猛地攥紧双拳，旋即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恨意。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个神秘少年将他的4具真龙尸骸与一伙抢走的话，他过得其实蛮不错的。可世界上没有如果。别让我再遇到你，否则我势必让你这厮有取死之道。唐云天咬紧牙关，攥紧双拳。虽说他并不知道那个抢走他真龙尸骸的少年的身份，但他已将他的模样给记了下来。唐哥，你怎么不说话？这时白夭夭的声音传来。唐云天赶忙回道：也挺不错的。对了，夭夭，我们许久未见面了吧？那头的白夭夭顿了顿，旋即说道：的确很久没见了，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有些想念夭夭了。待你我都无事后，便挑个日子见上一见吧。唐云天轻笑一声。白夭夭点了点头。好。旋即传音石渐渐褪去光芒，唐云天唇角带笑，旋即他将传音石收起，拿出合欢圣地的婚礼请帖。他为何要此时联系白夭夭？正是因为他们唐家在数日前收到了合欢圣地的请帖，他其实已打算要去合欢圣地参加合欢圣子的婚礼，届时便让我给夭夭一个惊喜。唐云天嘴角微扬，
然后又瞬息消失，咬着牙冷声道：“呵，还有那个神秘少年，你已有取死之道，别让我找到你。”与此同时，另一边，一处凡人城池的客栈中，林岩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周遭陌生的环境，他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迷茫。我不是在天火秘境吗？这里是呢。这时，他忽地看到了盘坐在一旁的顾惜雨，连忙问道：“师尊，这里是呢？叶幕还有焚天地岩在哪？”顾惜雨扭头看向林岩，轻声道：“这里是天火秘境100里外的一座凡人城池。至于叶幕、焚天地岩……”顾惜雨沉默了片刻，旋即叹了一口气：“叶幕应当是将焚天地岩炼化了。”话落，林岩微微一愣，旋即顿时愤怒无比：“啊！叶幕！”他想要宣泄心中的愤恨，然而就在这时，丹田处陡然传来一阵疼痛，让他猛地捂住小腹。旋即，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9转丹心炎消失不见，而自己再一次地沦为了凡人。他猛地抬头，眼神血红无比，看向顾惜雨，用甚至有些像质问的语气嘶吼道：“我的丹田，还有我的修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言儿，那叶幕不知修炼了何等功法，将你的9转丹心炎一同炼化了。”伴随着顾惜雨的话音落下，林岩的牙关渐渐咬紧，周遭有血气翻涌，内心的仇恨愈发浓烈。叶幕，我要杀了你！杀了你！看着林岩这副模样，顾惜雨抿住朱唇，知晓现在劝导林岩不是好时机，但经他一阵犹豫，最终他叹了一口气，旋即说道：“言儿，听为师一句劝，将叶幕忘了吧。”话落，林岩心神同时一震，转身看向顾惜雨：“师尊，你什么意思啊？以后就当你自始至终都从未认识过那叶幕。”顾惜雨轻声说道：“那叶幕毁我修为，夺我挚爱，如今更是连我的机缘都被他收入囊中，而师尊你却劝我忘了这段仇恨，我忘不了，也不能忘。”林岩歇斯底里，甚至有些疯魔。顾惜雨见状，忍不住的娇喝道：“言儿，你还未醒吗？你与叶公子的差距太大了，与他为敌，吃亏的始终是你。如若不是叶公子处处留情，你我早死在叶公子手中了。叶公子，一口一个叶公子，不装了对吧？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对吧？既然这么喜欢叶幕，那你现在还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何不去做那叶幕的师尊？”林岩朝着顾惜雨怒吼道。林岩歇斯底里的声音回荡在脑海当中，顾惜雨颤抖着看着身前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徒儿，其一双秋眸不由渐渐变得通红了起来。我是你的师尊，这就是你对师尊说话的语气吗？他语气中透着颤抖与委屈。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师尊！林岩接着怒吼一声，旋即直接起身推门而出，只剩下顾惜雨一人呆滞地留在原地。过了许久，他颤抖着闭上眼睛，再也把持不住，一行清泪缓缓落下。不知何时，他的言儿竟变得如此陌生。如若当初他是苏醒在叶幕的身旁，会不会已重塑肉身了呢？毕竟叶公子不仅长相俊俏，背景恐怖，底蕴同样深不可测。最主要的是，叶幕不似林岩这般冲动。顾惜雨抿住朱唇，定。顾惜雨与林岩心生芥蒂，获得气运点10000点。定。顾惜雨对速逐好感度提升10，现好感度60。此刻，系统的声音出现在远在合欢圣地的叶幕的脑海当中。罢了，再怎么说，言儿也是我的徒弟。过了片刻，顾惜雨将情绪平复下来，便要去寻林岩。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恐怖的威压骤然出现，旋即一道道黑色的如灵力般的气息骤然间涌入房间。这是魔气！顾惜雨的瞳孔骤缩，时间荏苒，转眼间便是半月已过。今日乃是合欢圣地的圣子与青鸾古国公主的大婚之日，所以一大早，偌大的合欢圣地便是张灯结彩，喜庆无比，喜鹊横飞，鼓乐喧天。而苍穹之上，更是时不时有华贵辇车，通天妖兽降临，他们都是受圣地所邀，特意前来祝贺的。如若仔细观察，便可在其中看到一位身穿浅蓝色长袍，长相平平的少年，此人正是唐云天。瑶瑶，等着我。他低头看着手中的请帖，嘴角微扬，他已制定好了计划，
待婚礼结束后，他便去找夭夭，给他的夭夭一个惊喜。与此同时，圣地大殿内的寝房，叶幕已换上一袭喜庆无比的红色长袍，长袍上绣着璀璨的金线纹路，一眼望去甚至显得有些朴素。而在他的身边，凤灵月的服装配饰便显得华贵无比了。她身穿一袭流光溢彩的凤袍，裙身以万年冰蚕丝织就，其上用北海珍珠碾成的粉线绣出百鸟朝凤图，凤凰的尾羽摇曳至裙摆，仿若真凤振翅欲飞。头冠的主体乃是用万年暖玉雕琢而成，真凤造型的冠顶嵌着一颗鸽卵大的凤血宝珠，耳垂、手镯、脚链等等，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用放眼整个天元大陆都极其罕见，乃至无市无价的珍宝所制成。此等华丽的配饰放置其他人身上，恐会将本人的光彩夺走。然而凤灵月却根本不用担心此问题，原本不施粉黛的她，容貌与气质便是绝美无比。如今叶星婷又帮其化好妆容，一眼望去，堪称风华绝代。纵然是她身上那些珍贵无比的配饰，此刻竟也在她面前失了光彩。呵呵，你小子倒是真有福气啊！叶星婷一边欣赏着凤灵月那令她都自佩不如的容颜，一边对着叶幕打趣道。叶幕满脸无奈，还得是老妈你有眼光，不然孩儿我哪有享这等福气。叶星婷闻言此话，不由咯咯笑了起来。贫嘴，好了，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方才我给你说的注意事项与流程，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再背一遍，免得等会忘了丢脸。叶星婷就像是一位凡间的老母亲般，对着自家儿子喋喋不休，生怕自家儿子误了事。而待在一旁的苏浅浅见状，不由得一阵恍惚。仔细想想，他似乎已经好久未曾回家看看爹妈了，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浅浅，你怎么了？这时白夭夭的声音忽地响起。苏浅浅反应过来，沉默了片刻，旋即说道：我没事，只是忽地想起好几年未回家，所以有些想爹娘了。想爹娘就回去看看呗，又不是不能回去。白夭夭没心没肺，大大咧咧。而苏浅浅闻言此话，不由得抬起头望向叶幕。如若是之前，她的确可以随时回去，可现在她乃是叶幕的贴身侍女，如若想要离开圣地，必须得到叶幕的准许。这时白夭夭也是反应了过来，瞬间蔫了。我忘了你是叶幕那家伙的侍女了，所以不能随意出入圣地。可恶的叶幕，我又不是他的侍女，为什么他结婚的时候我还要跟在他身边？苏浅浅被吓了一大跳，赶忙捂住白夭夭的嘴巴。圣主就在这里，你不要命了？白夭夭挣脱苏浅浅的束缚，满不在意。圣主脾气特别好，不会责怪我的。闻言此话，苏浅浅的嘴角不由一抽，心想真是一个单纯的傻妮子。叶星婷不会责怪你，是因为她已经把你当成了儿媳妇，两口子的打情骂俏，她自然不会生气，反而会十分开心，乃是所谓的脾气好。白夭夭并不知苏浅浅的内心所想，此刻的她正用手托着下巴，鼓着嘴。可恶的叶幕，搞得我好烦，好想离开圣地去找堂哥娃啊！但叶幕那个可恶的家伙一定不会答应的。唉，如若堂哥在这里就好了。与此同时，在两女思索之际，外界一阵喜庆彻天的鞭炮声陡然响起，这也代表着婚礼正式开始。叶幕与凤灵月同时站起身，旋即便被叶星婷带着离开了寝房。而苏浅浅见状，急忙拉着白夭夭紧随其后。不多时，叶星婷便是先行来到了圣地大殿。金碧辉煌、偌大无比的圣地大殿，此刻已坐满了无数宾客强者。这些宾客强者几乎全都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大能者，而唐云天便是暗自坐在靠后的位置，不显山露水。这时叶星婷缓缓上前，双手负后，淡声说道：今日乃是无圣地之圣子的大婚之日，邀请诸位也是为了做个见证。首先诸位能够无一例外全部莅临于此，本座万分感谢。其实叶星婷顿了顿，随后一笑，罢了，本座也不多废话了，接下来新郎登堂。伴随着叶星婷的话音落下，坐在靠后位置的唐云天不由得抬头望去。讲真的，虽然他曾听说过无数次这合欢圣子的名号，但还真从未见过这合欢圣子。听说这合欢圣子是当众击败了青鸾公主，方才让青鸾公主答应嫁给他，这让唐云天的内心不由得生出一丝兴趣来。当然也仅仅只是一丝兴趣，毕竟身为强者转世的他，对同时期的天骄都有一种藐视感，这并不是自大，而是前世记忆所带来的自信。在他的注视下，一道身穿红袍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他的眼帘当中。一瞬间，唐云天的瞳孔骤缩，只因那道身影
他太熟悉，太熟悉了。正是当初在天火秘境将他的4具真龙尸骸与真龙心眼给夺走的神秘修士。早就听闻合欢圣子俊俏无双，如今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听说那青鸾公主长相也是绝美无比，这样看来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是啊，是啊。周围宾客的讨论声不断响起，唐云天的面色也渐渐变得阴沉了起来。原来如此，当初夺我机缘的那个修士便是合欢圣子。哼，叶幕对吧？你有取死之道。他在心底冷笑一声，并未因叶幕的身份而感到畏惧，不因其他，只因他前世早就见惯了众多背景恐怖、天赋惊人的天骄。但结果呢？这些天骄无一例外全部都被他踩在脚下，而叶幕无论是背景亦或是天赋，在他前世所击败的那些天骄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他能击败那群天骄，同样能够击败叶幕。唐云天面色淡然，旋即再度抬头望去，下一刻他的瞳孔再度骤缩。只见此刻在叶幕的身后竟还有着2位女子，一位身穿月色广袖仙裙，长相绝美，正是苏浅浅，而另一位则是身穿一件刻有白莲的蕾丝边衣裙，俏脸精致而又灵动，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白夭夭。那是夭夭，夭夭怎么会在此地？他为何又跟在叶幕的身旁？他和叶幕是何等关系？一时之间，看着叶幕身后的白夭夭，唐云天满脸都是难以置信，内心当中满是惊疑。那2个女子是何人？长相竟是如此绝美。这时唐云天身旁有一位修士咽了咽口水，问出了他内心的惊疑。把你心思收起来吧，那2个女子乃是合欢圣子的贴身侍女，说不定今天晚上便会与新娘一起伺候合欢圣子呢。这合欢圣子受得了吗？你管人家受不受得了，你就说羡慕不羡慕吧。羡慕。周围修士的讨论声不断的响起，唐云天的眼睛也是随之瞪大，内心中的怒火也是渐渐燃起。过了许久，他猛地扭头看向那2位修士，旋即怒吼一声：都给我闭嘴！话落，那2位修士被吓了一大跳，旋即用惊疑的目光看向唐云天，而唐云天则是无视2人的目光，自顾自地抬头望向林岩与他身后的白浅浅，牙关渐渐咬紧，就连眼神也逐渐变得血红无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浅浅怎么会是那个叶幕的侍女？他的内心歇斯底里。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唐云天的情绪极大波动，获得气运点1万。与此同时，听着忽地响起的系统提示音，叶幕脸上露出意外的神色。气运之子，唐云天。他抬头望向众多宾客，经过一阵扫视，最终看到了坐到最末一席身穿浅蓝色长袍的唐云天，这让他的眉头不由微微挑起。讲真的，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唐云天这个新韭菜竟然会来到合欢圣地参加他的婚礼。不过他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唐云天的情绪怎么就极大波动了？叶幕微微眯眼，内心陷入了思索。这时他余光一瞥，忽地看到了站在他身旁的白夭夭，一时之间他的内心中生出了一种猜测。他不多墨迹，直接伸手搂住白夭夭那纤细的柳腰。定，检测到气运之子，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点。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叶幕的嘴角缓缓扬起，果然不出他所料，唐云天的情绪便是受到了白夭夭的影响方才波动的。你，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快点放开我！这时白夭夭咬着牙关，满脸羞怒，秋眸嗔视着叶幕。他是真的不知道叶幕忽然抽什么风，竟然当众搂住了他。白夭夭脸皮本就薄，这一搞更是让他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叶幕并未理会白夭夭，只是缓缓指向唐云天，旋即问道：你与他是何关系？闻言此话，白夭夭不由得抬头循着叶幕指的方向望去，而在看到唐云天的一瞬间，他的呼吸猛地一滞，就连秋眸也随之骤缩。过了许久，他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颤声道：唐哥。叶幕轻声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玩味。唐哥是谁？白夭夭并未理会叶幕，而是呆呆地愣在原地，其秋眸当中满是不可置信。唐哥为何会在此地？唐哥是不是看到了方才叶幕搂他的举动？唐哥，白夭夭如坠冰窟般，只感觉浑身上下冰冷刺骨，其脑海当中
也是不断的闪过万千思绪。本圣子问你话呢，堂哥是谁？这时叶幕猛地用力将他搂紧，旋即笑着问道：不行，我不能将我与堂哥之间的关系告知给叶幕，不然堂哥说不定会有危险。白夭夭咽了咽口水，旋即抬头望向叶幕，有些心虚的摇了摇头。我认错了，不相干罢了，你快点放开我。叶幕依旧带着笑容，不想干，本圣子为何那么不幸呢？话落，他直接将头埋进白夭夭的秀发当中，大口吮吸着对方身体处所传来的若隐花香。一刹那，白夭夭的娇躯一僵。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叶幕，你有取死之道。取死之道，众所周知，龙有逆鳞，而自己的女人便是所有气运之子的逆鳞，这一点唐云天也不例外。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仇人玩弄之时，纵然是强者重生，定力十足的唐云天也是满脸的怒意。不行，我不能如此冲动，这里是合欢圣地，我要冷静下来，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对，没错，我要冷静下来。不过唐云天果然是强者重生，换作灵颜早就要对叶幕出手了，而唐云天此刻竟还能压制住自己的怒火，这让叶幕微微有些意外。不过叶幕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能够将怒火压制，这并不能代表唐云天的定力十足，只能代表他还不够愤怒。既然如此，那再加一把火不就行了？叶幕凑至白夭夭的耳边，旋即用灵力紧对着白夭夭与唐云天传音道：林月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你经验足，今天晚上你先服侍我，让林月学习学习。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彻底炸裂，获得气运点3万。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唐云天只感觉一股热流瞬间涌上大脑，让他再也压制不住其内心的怒火。他咬着牙关，猛地站起身来，对着叶幕怒喝道：叶幕，你找死！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周围陷入了一片死寂。叶幕的嘴角微扬，脸上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终于上钩了。而他身旁的白夭夭则是俏脸瞬间一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唐云天。一是唐云天从未在他面前展露过如此失态的模样，二是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唐云天竟会当众跳出来说叶幕的坏话。要知道这可不是唐家，而是合欢圣地啊！一时间白夭夭的俏脸变得紧绷，内心当中也被无穷的恐惧与担忧所占据。不仅仅是两人有所反应，就连周围的众多宾客也是被唐云天吓了一大跳，旋即扭头看向唐云天，开始了小声讨论。他是何人？叶幕又是谁？叶幕是谁你都不知道？叶幕就是合欢圣子啊！竟然敢说圣子大人找死，此人究竟是谁？竟敢这般嚣张！周围讨论声不断响起，唐云天也是反应了过来，心中暗叫不妙。不好，我太过冲动了。他刚要接着坐下，然而就在这时，叶心婷却是猛地上前，满脸怒意的娇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在无合欢圣地内放肆！叶心婷可谓是最为宠爱乃至溺爱叶幕这个儿子了。如今唐云天当众挑衅叶幕，他自然是愤怒无比，其秋眸当中富含杀意，似乎下一刻便要将唐云天就地斩杀般。感受着周围众矢之的的氛围，唐云天瞳孔骤缩，旋即猛地抬头望向叶幕，眼神当中满是怒意与难以置信。纵然他再傻，此刻也看出来了，他中了叶幕的诡计了。叶幕，你竟敢算计我！唐云天咬紧牙关，用愤恨的目光死死盯着远处的叶幕。我与阁下无冤无仇，阁下为何要这般说我？纵然叶某的脾气再好，阁下也得给我一个交代吧。叶幕并未回绝唐云天的目光，反倒是笑着说道。唐云天知晓他今日已没了退路，索性直接抬头对着叶幕怒喝道：叶幕，你休要装蒜！当初在天火秘境你夺我机缘，这叫无冤无仇。叶心婷已没了耐心，刚要抬头将唐云天灭杀，却被叶幕伸手拦住。旋即叶幕看向唐云天，耸了耸肩。机缘本就因强者所得，你技不如人，没能得到机缘，理所应当，何谈夺字？好一个理所应当，好一个理所应当！唐云天的肺都快被气炸了，旋即他再度抬手指向白夭夭，怒吼道：那么你强夺我的挚爱，做你的侍女，此事你又该怎么解释？虽说他与白夭夭还未达到那等关系，但唐云天早将白夭夭视为了自己的痉挛。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阵哗然声。合欢圣地，再怎么说也是正道门派，其中的男子三妻四妾并不要紧，这很正常。但强夺他人的挚爱这种事，便有些不正常了。如若此事是真的，虽说他们并不会责怪叶幕，毕竟合欢圣地的势力摆在那里，但以后此事也会成为他们的茶后笑谈。不仅是众人，就连一直沉默看热闹的凤灵月，也是微微抬起凤眸，看向叶幕。他对唐云天等等一系列的琐事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未曾出声。但此事既与叶幕有关，又与他自身有关，但他还是未曾出声。甚至就连叶星婷都是微微蹙眉，扭头看向叶幕。木儿，他说的是真的吗？说罢，叶星婷顿了顿，又理直气壮地说道：放心，就算是真的，娘亲也不会怪你，不就是区区。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见叶幕满脸无奈地摇头，当然是假的。说罢，他抬头望向唐云天，似笑非笑。本圣子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但你说夭夭是你的挚爱，总得拿出个证据吧。只要你拿出证据，本座便让夭夭跟你走。闻言此话，唐云天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惊疑。此话当真？叶幕面色淡然，自然当真。此事向夭夭一问便知。唐云天将目光放在了白夭夭身上，而叶幕闻言此话，同样低头看向白夭夭，嘴角微扬。夭夭，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是你的挚爱吗？话音落下，白夭夭娇躯微颤，秋眸低下，看着地面。讲真的，他是真未想到唐云天竟会称他为挚爱，这让白夭夭略带欣喜的同时又有些担忧。毕竟他与唐云天的关系顶多只是亲密的好友，根本称不上挚爱。可如若他说实话，那么堂哥一定会下不了台。所以白夭夭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抬头看向唐云天，刚要说话，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忽地从他的脑海中响起：嗨，万年竟是白莲啊，世间竟会有如此至宝。白夭夭猛地抬头看向叶幕，他自然知晓这是叶幕在威胁他，秋眸渐渐变得通红，同样传音道：你卑鄙。叶幕耸了耸肩，究竟是谁卑鄙呢？一会说不相干，一会说是挚爱，别以为本圣子不知道你与唐云天是何关系。总之本圣子不喜欢撒谎的人，你自己看着办吧。听着叶幕的声音，白夭夭的面色渐渐变得苍白了起来，就连娇躯也是开始颤抖。过了许久，他抬头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叶幕说道：我说实话，但求求你，你能不能放堂哥一命？叶幕眉头微挑，他其实根本就没想要唐云天的命，只是想收割一下气运点罢了。毕竟再怎么说也是与灵岩一样的顶尖气运之子。不过既然白夭夭都这么说了，叶幕自然是要顺驴下坡，自然可以。不过本圣子有一个条件。他舔了舔嘴唇。什么条件？白夭夭颤声问道。呵，以后再跟你讲，你就说是要撒谎，还是要说实话呢？叶幕笑道。白夭夭抿住朱唇，经过一阵犹豫，最终他深吸了一口气，抬头望向唐云天，心中默念：堂哥，对不起。旋即他缓缓说道：我不是他的挚爱，我和他不相干。他还故意与唐云天撇清了关系，因为他不想因自己而连累唐云天。可是他并不知道，就因为他这句话，让唐云天彻底绷不住了。叮，检测到唐云天的道心受损，获得气运点5万。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唐云天只感觉周围顿时变得死寂无比，他呆呆地愣在原地，眼睛瞪大，其看向白夭夭的眼神当中满是陌生与不可置信。喂，为什么？过了许久，唐云天方才看着白夭夭，颤抖着开口说道。白夭夭感受着唐云天的目光，抿住朱唇，颤抖着低下头，不敢与唐云天对视。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他的此动作让唐云天彻底爆发了。白夭夭，我在问你话呢，为什么？他死死盯着白夭夭，眼神血红，歇斯底里。放肆！这时叶星婷再也忍不住了，用带着杀意的眼神看向唐云天，旋即凭空喝道：来人，将他给我押进圣地大牢，待婚礼结束后由我亲自处置。伴随着叶星婷的话音落下，只听嗖的一声，一位身穿黑袍，气息深不可测的身影陡然出现在唐云天的身旁，旋即伸出手，用灵力化为道锁链，瞬息间便将唐云天牢牢捆住。随即他便要将唐云天拖走。唐云天感受着不受控制的身体，一边挣扎着，一边看向叶幕怒吼道：是你，一定是你威胁夭夭。
导致夭夭不敢说实话。一定是你在威胁夭夭。他的声音回荡在圣地大殿，然而叶幕并未回应，而是站在原地，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高高在上地看着唐云天。不得不说，这唐云天不愧是强者转世，直觉就是敏感。他的确是威胁了白夭夭，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周围的宾客大多数也都看出了事情的不对劲，但是他们并不会说些什么，只因这里是合欢圣地，而他乃是合欢圣子。而身为强者转世的唐云天自然也发现了这个事情，于是他咬紧牙关，猛地抬头望向叶幕，怒吼道：叶幕，你难道就只会仗着合欢圣地的背景恃强凌弱吗？你如若有种的话，便与我公平切磋一场，如若我输，任其处置，如若我赢，便让夭夭跟我走，你敢不敢？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偌大的圣地大殿先是一片死寂，旋即便是响起了一阵阵嘲笑声。我没听错吧？这个人竟然要与圣子大人切磋，难道他不知道圣子大人数日前刚刚击败了鸾凤古国的公主殿下吗？以他的实力，在圣子大人面前，怕不是连3个回合都撑不过，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配跟圣子大人切磋吗？周围声音不断响起，叶幕的眉头微微挑起，旋即看向唐云天：你要与我切磋？怎么，你不敢吗？唐云天咬着牙关怒喝道。叶幕笑了笑，旋即讥讽道：我可还记得上次在天火秘境你被我吓得慌忙逃窜的场景呢。话落，唐云天的面色顿时变得铁青，上次是上次，今日与上次不同。经上一次的吃亏，他这数日如疯魔般的刻苦修炼，不仅将修为提升到了涅槃7重，并且还将真龙血脉与大地血脉一同激活，加之他本来便身负的苍龙霸体，可以说他现在的实力甚至比一般的化道修士还要恐怖。这么说，你这次很有信心将我赢下？叶幕笑着问道。你就说你敢不敢与我公平切磋吧。唐云天虽并未直接回答，但其脸上却是露出自信的神色来。既然如此，那就来吧。叶幕面色淡然，旋即猛地抬起手来，霎时间阵阵灵力从他的体内迸发，旋即与在鸾凤古国时一样，在大殿中央形成了一座透明的擂台。下一刻，叶幕身影一闪，直接来到了擂台之上，旋即用淡然的神色看向唐云天。唐云天见状微微一愣，毕竟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叶幕竟然真的答应了与他切磋。要知道以他的实力，他有信心轻松乃至以碾压的姿态将叶幕击败。但是如若叶幕不肯与他切磋，那他的实力再强又有何用呢？片刻后，唐云天反应过来，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神色。叶幕，今日便是洗涮我之前所受的耻辱之日。他不多墨迹，直接身影一闪，同样是登上了擂台。哦，圣子大人竟然真的要与那个唐云天切磋，哈哈，有意思，无奖竞猜一下，那个唐云天能在圣子大人手底下撑过几个照面？几个照面，怕不是会被圣子大人直接秒杀吧？毕竟那个唐云天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啊。伴随着唐云天的登台，周围的众多宾客再度开始了讨论，一道道声音不断的传入唐云天的耳中，他的双拳不由得缓缓攥紧，其眼底深处满是愤恨。一群仗势潮人的狗东西，待我将叶幕彻底碾压之后，到时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何等反应。其实这种事情在他前世便已经历过无数次了。前世他出身微末，不断的挑战声名赫赫的天骄，每一次都会被路人嘲讽看不起，认为他不可能打过他所挑战的天骄，但每一次他都用近乎碾压的姿态将众人看好的天骄所击败。每到那时，原本看不起他的路人便会露出震惊的神色来。对于唐云天而言，此次也不例外，出招吧。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双手负后，忽地诞生道：你什么意思啊？呵，面对曾经的手下败将，先行出招，未免有些太过丢人了。叶幕耸了耸肩膀，轻声说道。一瞬间，唐云天只感觉受到了无穷的耻辱般，内心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他猛地攥紧双拳，怒吼一声：好，很好，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接我此招。伴随着唐云天的声音落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伴随着圣地大殿的阵阵震动，一条散发着滔天威压的苍龙虚影竟然缓缓从唐云天的身后出现。这是涅槃7重。
此人的境界竟然达到了涅槃七重，苍龙虚影，还有这恐怖的肉身气息，难不成这唐云天身负苍龙霸体？苍龙霸体，难道就是那个仅次于荒古圣体的肉身圣体？老夫真是眼拙了，没想到这唐云天的实力竟是如此恐怖。众多宾客的声音不断响起，他们都被唐云天的实力震惊了。毕竟盘七重加之苍龙霸体，此等天赋，纵然是放到整个3000道域，也能称之为顶尖天骄了。别说这群宾客了，纵然是一直沉默的凤灵月，此刻在感受到此道气息后，也是微微抬眸。而当他看到唐云天身后的那条苍龙后，他的面色不禁一凝。这是苍龙霸体，也就是说，此人是体修吗？叶幕，面对体修，你该如何应对呢？凤灵月用凤眸看向叶幕，轻声呢喃。此方世界技艺万千，有修士选择炼剑，追求人剑合一；有修士选择用火，追求寻尽天地之一火。而一个群体最为特殊，便是体修。这个群体的修士追求肉之极限，在修炼过程中不断的锤炼肉身，以此让自己的肉身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传闻体修修至大成，甚至可拳碎星辰。而据他所知，叶幕乃是火修，而火修面对体修是有些吃亏的。再加上苍龙霸体的加持，纵然凤灵月再不想承认，纵然是他上台，也可能敌不过唐云天。而在他眼中，他与叶幕的实力相差无几，既然他打不过，那叶幕也有极大可能打不过。凤灵月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两人，万众瞩目下，唐云天狰狞一笑，旋即竟是猛地暴起，以极快的速度朝叶幕冲去。好快的速度，众人皆是心头一惊。待他们反应过来，那唐云天竟已来到叶幕的正前方，旋即抬起右拳，将足以毁灭一方山岳的肉身力量全部汇聚于一起，径直朝叶幕的面门处击去。给我死！不好！众多宾客们见状，再度心头一惊。毕竟如若叶幕在切磋中出事的话，那叶星霆定会暴怒，届时别说唐云天了，就连他们恐怕都会受到波及。就在一些宾客想要出手拦下唐云天的时候，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同样是攥紧右拳，下一刻，体内的亿万龙象颗粒骤然间觉醒，伴随着一道龙象虚影从叶幕的身后乍现，足以碾碎一方星辰的距离，陡然间从叶幕的手拳中汇聚，旋即砰的一声巨响，双拳重重地碰在一起，天地震荡，风云色变，恐怖的肉身力量伴随着阵阵余波，瞬间便将偌大的大殿都给笼罩其中。这怎么可能？你的肉身为什么会如此恐怖？而在看到叶幕竟能与自己对拳之后，唐云天先是一惊，后满脸都是不可置信。而叶幕并未理会唐云天，只是咧嘴一笑。下一刻，伴随着一道响彻天际的响鸣声骤然出现，8亿4千万颗粒在此刻全部催动，咔嚓一声巨响，一刹那，恐怖的肉身力量直接将唐云天的颧骨击为齑粉，剧烈的疼痛瞬间让唐云天大声哀嚎了起来。轰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叶幕便是一拳重重地击在了他的身躯之上。霎时间，唐云天只感觉浑身骨骼在此刻尽数破碎，其身躯也是如断了弦的风筝般不受控制地倒飞而去，最终重重地砸在了擂台之上。叮！检测到宿主重创，唐云天获得气运点3万。死寂偌大的圣地大殿一片死寂，无数宾客此刻全部呆呆地愣在原地，其看向叶幕的目光当中满是不可置信。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修士颤声开口：我没看错吧？圣子大人把唐云天给打飞了。他的声音就好似往平静的水面丢下一枚炸弹般，瞬间将死寂的环境引爆。老夫没有看错吧？刚才飞出去的确定不是圣子大人，而是那个唐云天。我记得圣子大人不是火修吗？怎么肉身强度也如此恐怖？真是恐怖如斯。那这唐云天还打个鸡毛，不如直接认输得了。周围众人震惊的声音不断响起，凤灵月的凤眸也是渐渐变得恍惚了起来。他呆呆地看着擂台之上的叶幕，过了许久，方才难以置信地开口道：这怎么可能？要知道，他刚才还在想着叶幕该如何应对一位体修，下一刻，叶幕便告诉了他应对方法，便是同样用肉身回击。事实证明，此应对方法十分好用，但这是不是有些太过离谱了？要知道，叶幕面对的可不是一般体修，而是一位身负苍龙霸体的体修啊！叶幕在火上的造诣如此之深就算了，为何
他的肉身强度也是如此的恐怖。也就是说，当初与我切磋之时，叶幕还未动用全力。震惊完后，凤林月便在心底颤声说道，一时之间内心思绪复杂无比。与此同时，另一边，唐云天浑身是血，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同样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叶幕。你的肉身强度为何会如此恐怖？叶幕并未回答，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唐云天旋即有些失望地说道，依旧是只有这种程度吗？话落，唐云天只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冷刺骨，他呆呆地愣在原地，脑海中不断回荡着叶幕的话语。他就只有这种程度吗？数日之前在天火秘境所受到的耻辱，此刻再度涌上心头，愤怒的怒火从他的内心骤然燃起。下一刻，他猛地抬头，双拳攥紧，面色狰狞而又恐怖。叶幕，你休要得意，我还没有输。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真龙血脉与大地血脉在此刻一同催动。霎时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唐云天的体内乍现。在此道威压下，唐云天的浑身骨骼正以极快的速度修复旋即。下一刻，唐云天的头顶竟是猛地生出一对龙角，其身体也是在此刻迅速被散发着金色光泽的龙鳞所覆盖。这是真龙血脉，此子竟然身负真龙血脉。不仅仅是真龙血脉，还有这股磅礴的气血，此乃大地血脉的象征。此子祖上定有地者。大地血脉与真龙血脉加上苍龙霸体，此子的天赋未免有些太过恐怖了吧？感受着唐云天周身的狂暴气息，周围的众多宾客无一例外全部露出震惊的神色。毕竟此刻唐云天展现的天赋实在是太过惊人了。真龙血脉、苍龙霸体、大地血脉，这三个天赋随意挑一个放置外界都是顶尖的存在，而唐云天竟是同时拥有这三个顶尖的天赋，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惊？与此同时，脸上一直带着担忧神色的白夭夭感受着此道气息，俏脸微微一呆。唐哥这么强的吗？呆愣完后，他便转过身，脸上带着兴奋，对身旁的苏浅浅道：浅浅，我好像马上就能脱离叶幕的魔爪了。然而令他意外的是，苏浅浅并未有半分欣喜，反而是摇了摇头。不，事情没那么简单。说罢，他顿了顿，抬头望向叶幕，片刻后方才说道：叶幕的实力很强，很强，强到深不可测。身为叶幕的侍女，她曾为叶幕护法过无数次，见证过无数次叶幕在修炼过程中引发的恐怖异象，所以她深刻的知道叶幕的实力定然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浅浅，你究竟跟谁一伙的？就算叶幕实力再强又能怎么样？现在堂哥可是同样身负苍龙霸体、真龙血脉与大地血脉，他再强能强过现在的堂哥？白夭夭嘟着嘴，略微有些不满。而苏浅浅闻言此话，并未说话，只是露出勉强的笑容。哼，浅浅，你就看吧，看堂哥是怎么将叶幕那个混蛋打败的。白夭夭见状，双手叉腰，冷哼一声，旋即便抬头看向擂台。与此同时，擂台之上，唐云天周身的狂暴气息渐渐平复，而他的境界也是来到了惊人的花道两重。他抬起头看向叶幕，旋即露出狰狞的笑容。叶幕，未曾想到我还有这班底牌吧？他想看到叶幕露出震惊或惊恐的表情，然而叶幕面对此话依旧是面色淡然，毫无波澜，这让本来还有些得意的唐云天面色再度变得阴沉无比。我倒要看看你等会还能如此淡然吗？话落，唐云天猛地攥紧右拳，浑身气血涌至全心。下一刻，右拳骤然轰出，风云陡然色变，真龙碎天拳。伴随着一阵响彻天际的龙吟声，一道滔天的拳浪骤然间朝叶幕的方向涌来。就在这拳浪即将将叶幕吞噬殆尽、镇压于此之时，下一刻，轰隆一声，叶幕缓缓抬起手，旋即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声竟是骤然间从他的体内响起。下一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一条散发着亘古气息的百丈龙影竟是骤然间从叶幕的身后出现。旋即，龙影仰头大吼一声，滔天的龙吟竟是直接将那道拳风骤然震碎。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也有真龙血脉？看着叶幕身后的那道龙影，
唐云天先是一呆，后便陷入了无穷的震惊当中。别说他了，就连周围的众多宾客乃至叶星亭，此刻都是满脸的惊疑。毕竟此道气息无疑便是真龙血脉了。但叶幕不是合欢圣子吗？他们从未听说过合欢圣地与上古真龙有关啊！感受着众人震惊的目光，叶幕依旧是面无波澜，只是缓缓抬头望向唐云天。下一刻，他的眼眸深处骤然闪过一丝金色光芒，恐怖的威压如同潮水般径直朝唐云天的方向碾去。轰隆，威压重重地落在了唐云天的身躯之上。霎时间，来自血脉上的压制骤然间贯穿浑身上下，让唐云天一时之间都有些喘不过气来，甚至一度想要跪下。他强忍着想要下跪的恐惧情绪，抬头望向叶幕，旋即颤声说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叶幕居高临下望着身前双腿都有些发抖的唐云天，并未正面回答其的问题，而是轻声开口道：纠正一下，我身负的不是真龙血脉，而是……叶幕的身体渐渐被散发着墨黑色光泽的龙鳞所覆盖。祖龙血脉。轰隆，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旋即化为潮水，轰然便是朝向唐云天的方向碾去。扑通，在此道威压之下，唐云天终于是承受不住来自灵魂与血脉深处的双重威压，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叮，检测到宿主让唐云天深受耻辱，获得气运点3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祖龙血脉。唐云天先是呆滞，便是感到无穷的羞耻，他咬着牙关，在心底怒吼：起来，给我站起来！但无论他如何嘶吼，其双腿就宛如灌了铅般纹丝不动。出完招了，接下来便该我了吧？这时叶幕缓缓上前，居高临下轻声的喃道。唐云天颤抖着抬头看着叶幕，呼吸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声巨响，如骇浪般磅礴的金色气血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倾泻而出，恐怖的肉身强度一度让叶幕的身体发出阵阵嗡鸣。这是……身前唐云天在看到那金色气血的一瞬间，面色渐渐变得呆滞了起来。身为强者转世的他，自然是见多识广，而金色气血加之恐怖的肉身强度，能够完美符合这两个特征的体质，只有那尊传说中的荒古圣体。唐云天的声音中透着难以置信，而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周围的众多宾客也是瞬间哗然了起来。荒古圣体，合欢圣子身负荒古圣体，这怎么可能？荒古圣体不是被天道降下10道枷锁限制修炼了吗？如若合欢圣子身负的是荒古圣体，怎么可能修炼至现在？但金色气血加之无与伦比的肉身强度，定然是荒古圣体无疑了。不仅仅是这群宾客，在看到那金色气血的一瞬间，凤灵月的凤眸也是缓缓瞪大。荒古圣体，这怎么可能？他的言语中尽是难以置信。毕竟荒古圣体无法修炼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然而他这个夫君不仅身负荒古圣体，还修炼到了此等高度，这怎能让他不震惊？震惊完后，凤灵月忽的又想到了一个东西，听说身负荒古圣体的修士，那方面会变得十分强大。他咬紧朱唇，绝美的容颜上浮出一层微弱的红晕。与此同时，他的不远处，白夭夭在看到那金色气血的一瞬间，秋眸瞬间瞪大。荒古圣体，叶幕那个混蛋怎么会身负此等体质？而在他的身旁，苏浅浅苦笑着摇了摇头：夭夭，我就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吧。白夭夭语塞，片刻后他望向擂台，冷哼一声：荒古圣体又能如何？堂哥绝对不会输的。话虽如此，但他的语气已没了当初的笃定，只剩心虚。苏浅浅闻言叹了一口气，旋即同样抬头望向擂台。万众瞩目下，叶幕猛地攥紧双拳，霎时间，周遭的金色气血陡然于他的全心汇聚，伴随着8亿4千万颗粒的一同发动。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叶幕一拳轰出，滔天的拳风伴随着势如破竹的威压，骤然朝唐云天的方向碾去。唐云天见状，瞳孔骤然紧缩：给我站起来！他青筋暴起，内心嘶吼。下一刻，他竟真的承受住来自祖龙的威压，站了起来。苍龙霸天掌。唐云天站起之后，来不及停歇，便是运转浑身力量，怒吼一声，直接施展了自己的压箱底的底牌。轰然间，一条苍龙萦绕着百丈巨掌，
径直被他轰出。下一刻，砰的一声，拳风与巨掌重重的对撞在了一起，其恐怖的余波仅瞬间便将整个圣地大殿都给笼罩其中。如若没有阵法，此等余波甚至足以将整个合欢圣地都给笼罩其中。咔嚓咔嚓咔嚓。然而余波仅是出现了一瞬间，那苍龙巨掌便是承受不住拳风的威压，渐渐出现皲裂。这怎么可能？这让唐云天的面色再度变得难以置信的起来。他咬紧牙关，还想挣扎，然而下一刻，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拳风如碾压般瞬间击碎苍龙巨掌，旋即以无敌之势径直朝着唐云天的方向碾去。唐云天见状，瞳孔骤缩，来不及反应，其身躯便被拳风重重的击中。轰隆，浑身骨骼再度破碎，其口中也是猛地吐出一口精血。叮，唐云天受到致命伤，获得气运点3万。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出现，叶幕收起威压，缓步上前，看着浑身是血半死不活的唐云天，他轻笑道：哼，依旧是这么弱。噗嗤，闻言此话，唐云天只感觉火气攻心，再度吐出一口精血。他强忍着口中的血腥味，颤抖着抬头望向叶幕，寒声道：叶幕，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但你莫要得意。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唐云天迟早还会回来的。哈哈哈哈！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他的身体竟开始急速膨胀变大。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唐云天的身躯竟是如气球般猛地炸裂开来，这让叶幕的眉头微微皱起。叮，检测到唐云天失去幽冥还魂灯，获得气运点5万。幽冥还魂灯，圣阶法器，能将自身魂魄寄于其中，待魂飞魄散时，便可从魂灯处复活，一次性法器。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解答了叶幕的疑惑。呵，幽冥还魂灯吗？不愧是强者转世，竟还有此等至宝。叶幕摇了摇头，轻笑一声，旋即便离开了擂台，走至凤灵月的身旁。堂哥。而在路途中，他路过白夭夭的身旁时，还见白夭夭秋眸恍惚，语气颤抖，似乎是真以为唐云天自爆了。放心，他还没死。叶幕淡声开口道。白夭夭颤抖着抬头看向叶幕，然而叶幕并未过多解释，便是走到了凤灵月的身旁。叶星庭见状，便大手一挥，将战斗所遗留下的痕迹清理掉，便对着还未回过神的众多宾客说道：接下来婚礼继续。话落，众多宾客这才反应过来，呼，没想到圣子大人的实力竟是如此恐怖。是啊，荒古圣体加之真龙血脉，此等天赋，放眼整个3000道域都找不出第二位吧。恐怖如斯，真当是恐怖如斯。众人的声音不断的响起，婚礼也是很快的举办完成。在众多宾客羡慕的眼神中，叶幕与凤灵月缓缓离开，去往洞房，而苏浅浅与还未缓过神的白夭夭则是紧随其后。古色古香的婚房内，红色的帷幔低垂，微弱的烛光轻轻摇曳，一眼望去旖旎无比。叶幕盘坐在床榻上，并未着急做正事，而是缓缓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气运蓝，体质至阳圣体，祖龙血脉，荒古圣体，修为化道8重，功法至阳焚天诀，神象镇狱境，气运点264230。经过方才的薅羊毛，叶幕的气运点直接达到了惊人的26万，巨款在手，自然是要消费一波。叶幕不多墨迹，直接使用气运点开始领悟神象镇狱境。霎时间，伴随着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从他的体内乍现，一头似要将整个世界都给镇压的神像虚影随之凝聚于他的身后，风云涌动，气息滔天。仅是瞬间，偌大的婚房便被巨象所散发的滔天气息笼罩其中。这究竟是什么功法？感受着此道气息，一旁的凤灵月的一双凤眸竟是渐渐变得恍惚了起来，言语当中透着骇然与不甘。骇然是因此道气息实在是太过恐怖了，恐怖到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不甘是因他忽地发现他与叶幕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不是越来越大，而是他与叶幕的差距本就如此之巨大，只不过之前的那次切磋，叶幕并未动用全力，导致他产生了一种他与叶幕的实力差距并不大的幻觉。叶幕，你究竟有多强？凤灵月贝齿咬紧朱唇。与此同时，另一边只听轰隆一声，一道似从亘古时期所传来的声响
陡然从叶幕的体内传来，而随着声响的落下，叶幕体内的8亿4千万枚颗粒，无一例外，全部由巨象转变为了龙象之力，其肉身力量再度得到了极其恐怖的增长。接下来便是龙象转变为元象了。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嘴角微微扬起。一粒龙象为10万斤之力，而一粒元象则为100万斤之力。如若能将8亿4千万颗粒全部转变为元象，那他的肉身力量恐能直接打死一位圣境强者。不过光是从巨象转变为龙象，便花费如此庞大的气运点，从龙象转变为元象花费的气运点更是一个巨额数字，其实龙象便已够用了。此功法不着急领悟。叶幕摇了摇头，便扭过头看向凤灵月。气运点消费完了，接下来便是要干正事了。他嘴角微扬，缓缓伸手搂住凤灵月的柳腰，旋即说道：你说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凤灵月虽是武痴，但对此事也并不是一窍不通。闻言此话，纵然是他，其脸颊也是露出一丝绯红。别贫嘴了，要做就快点。他咬着牙关道。叶幕笑了笑，提前告诉娘子，由于我的体质与功法特殊，导致那方面比较强，如若受不了，记着跟夫君我说。话落，凤灵月缓缓抬头，凤眸冷冷地看着叶幕。你是在讥讽我吗？身为绝对的武痴，凤灵月的好胜心也十分的强烈，如若是其他女子听到此话，怕是会羞赧无比，但凤灵月却是认为叶幕这是在讥讽，乃至怜惜他。哼，现在便敢说出如此大话，放心，我绝对受得了，反倒是你待会可别受不了。凤灵月冷声道。叶幕唇角带着笑容，那我便不客气了。哗啦，烛火熄灭，不眠之夜。与此同时，另一边，龙渊道州唐家后山深处的一处山洞内，一盏摇曳着森然鬼火的魂灯陡然破碎，旋即其中的鬼火以极快的速度汇聚为一道身穿浅蓝色长袍、容貌平平的少年。片刻后，少年睁开眼睛，看着地面上已破碎的魂灯，眼中闪过一丝肉痛，旋即便又化为无穷的仇恨。叶幕，我要你死！少年正是唐云天，在他自爆后，他在幽冥还魂灯处复活，虽浑身上下都未受伤，但是他好不容易所得到的至宝却是毁于一旦，这是他对叶幕的仇恨再度加深。这唐家之人大部分都身负真龙之血，其祖上定与真龙有关，其祖传秘境也定有大秘密，如若我能在其中得到机缘，实力定能突飞猛进，一举超越那叶幕。片刻后，唐云天将情绪平复下来，在心底思忖着。这时嗖的一声，腰间的传音石忽地被催动，唐云天低头看去，心头一惊。姐姐！他赶忙将传音石拿起，旋即说道：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云天，你这几天又跑哪去了？那头一道严肃的声音陡然传来。唐云天摸了摸鼻子，不知该如何回应。唉，我不管你在哪，你现在便来家主大殿找我。话落，传音石渐渐失去光泽，唐云天满脸无奈，旋即便迅速起身，朝着家主大殿的方向跑去。不多时，他便来到了家主大殿。看着身前的恢宏大殿，他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推门而入。刚进入大殿，唐云天便看见一位女子静静地坐在紫檀椅上。她身穿一件月白如裙，眉眼干净，鬓角别着一只素白簪子，安静地翻着书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书卷气。听到动静，他缓缓抬眸，旋即轻声问道：云天，你这几日都去哪里了？我……唐云天支支吾吾。唐云天身为强者转世，何曾有过此等模样？但这也不怪他，只因眼前的这位女子乃是他的姐姐，唐家的当今家主唐艳雪。唐艳雪并不是唐云天的亲生姐姐，而是在他还未出生的时候，上一任家主捡来的孩子。她性格淡雅恬静，不喜斗争，却喜读书。如果可以的话，她想在唐家的庇护下当一辈子的唐家小姐，读一辈子的书。可事与愿违，3年前唐家家主意外失踪，唐艳雪迫于压力，只好接受唐家，成为了新一任的唐家家主。唐艳雪虽不喜斗争，但能力还算不错，这3年前将唐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加之她那绝美的容貌与书卷诗气，唐家中不少弟子都暗恋于她，其中便包括唐云天。虽说原本的唐云天已被现在的唐云天所夺舍，但这丝情愫依旧是被如今的唐云天所继承。云天，这时唐艳雪将书卷放下，叹了一口气，旋即站起身，接着说道：父亲去世前最放不下的便是你，纵然你的天赋优秀无比，但如若一直不思进取的话，天赋也是会被荒废的。此事我不过多追究，接下来这几日
你就给我待在唐家，好好修炼，知道了吗？唐艳雪的表情严肃无比，她在唐家之人面前一直是这副模样。我知道了。唐云天嘀咕一声，唐艳雪点了点头，便迈着极轻的步伐，缓缓朝着殿外走去。我离开家族一趟，可能数日都回不来。唐云天心神一震，姐姐，你要去哪？云州、乌岩城、苏家。与此同时，合欢圣地，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拿下凤灵月，获得气运点65000。定，宿主成功使用阴阳混沌诀，受气运反补，获得气运点35000。定，宿主成功让灵岩的气运间接受损，获得气运点10000。斑驳的晨光透过窗棂，洒至凤灵月那绝美的侧颜上。他轻嗔一声，旋即缓缓睁开好看的凤眸。醒了。身旁传来叶幕的声音，凤灵月扭过头看向叶幕，只见叶幕已穿好衣物，坐到了床边，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这丝笑容让凤灵月想起了昨晚的一夜风雨。你就不能轻点吗？他咬着牙关，齐看向叶幕的凤眸中满是怨念。你不是说你能受得了吗？叶幕笑了笑。话落，凤灵月沉默了，只因他的确说过这句话。在说这句话之前，他从未想过叶幕的那方面竟是如此强悍。中途他曾抱着无数次不能输给叶幕的信念强撑着，最后却依旧是败下阵来。他再一次输给了叶幕。凤灵月的双拳缓缓攥紧，下一刻他猛地抬头望向叶幕。你莫要得意，我一定会将你击败的，一定。闻言此话，叶幕沉默了片刻，旋即说道，你说的是哪个方面？话落，凤灵月先是一呆，后反应过来后，脸上顿时被红晕所覆盖。然而他的内心虽羞赧无比，但依旧是说道，2个方面我都会将你击败，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叶幕耸了耸肩，旋即抬头看向门外，淡声说道，进来。话落，苏浅浅缓缓推开房门，走至床前，开始收拾凌乱带有一丝嫣红的床单。待收拾完后，叶幕扭头看向已经穿好衣物的凤灵月，淡声说道，走吧，去请安。女子嫁人后的翌日清晨需寻公婆请安，然后还会有各种麻烦的礼仪，但叶心婷对这些并不在乎，所以只需去请一下安即可。凤灵月微微颔首，旋即站起身，在叶幕的搀扶下径直朝大殿的方向走去。苏浅浅则是紧随其后。不多时，3人便来到了大殿。呵呵，灵月来了。叶心婷端坐于大殿之上，在看到凤灵月后，便是直接将叶幕无视，径直走至凤灵月的身旁。儿媳拜见母亲。凤灵月对着叶心婷恭敬叩拜。叶心婷见状，赶忙将其扶起。没必要，没必要，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旋即他便搀扶着凤灵月坐到了座位上，笑道，你也知道我们合欢圣地的人较为开放，没那么多规矩，以后见我不需要行什么礼，麻烦。凤灵月微微颔首，谢母亲。叶心婷脸上带着笑容，又扭头看向叶幕，你们昨天晚上进展怎么样？跟娘亲我讲讲。闻言此话，叶幕嘴角一抽，满脸都是无语。不是，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这些东西是能当众讲的吗？叶心婷见叶幕不说话，便又扭头跟凤灵月交流了起来。这让一旁的苏浅浅看的又是一阵恍惚，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爹妈，想起了云州乌岩城的那个苏家。浅浅，你也过来坐啊，站着干什么？这时叶心婷忽地抬头对着苏浅浅说道。苏浅浅反应过来，连忙上前坐到叶幕的身旁。叶心婷见状，满意的点了点头，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嗖的一声，他盘在腰间的传音石忽地发出一道微弱的光芒。他微微蹙起眉头，旋即将传音石拿起，重新恢复圣主的威严。何事？大殿陷入寂静。过了片刻，叶心婷微微蹙起眉头。云州的一个名叫乌岩城的城池出现了魔修。伴随着叶心婷的话音落下，苏浅浅的俏脸瞬间变得煞白无比。叶幕见状，则是微微皱起眉头。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忽地响起，叮！检测到灵岩堕入魔道，正在屠杀无辜之人，受天道谴责，气运减低，获得气运点10000点。叮！检测到灵岩的气运从今跌落子，获得气运点4万。灵岩。叶幕来了兴趣，旋即在心底默念：系统给我提供灵岩的方位。这是叶幕花费3万气运点所开通的系统功能，可以随时随刻知晓收割过气运点的气运之子的方位。霎时间，只有叶幕能够看见的一道虚幻地图
陡然出现在眼帘，上面显示灵岩现如今所处的位置正是云州乌岩城。啧，看来得去一趟云州了。叶幕嘴角微微扬起，带羊的羊毛再度长出，便代表着又要割羊毛了。这件事你别管了，我待会派一位长老去一趟云州。这时叶星庭说完便要将传音石收起，然而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开口：老妈，这次就让我去吧。话落，叶星庭抬头看向叶幕：你刚才说什么？叶幕笑了笑：我说这次剿灭魔修的任务就让我去吧，没必要麻烦长老。那你便去吧。叶星庭将传音石收起，点了点头，并未担心，毕竟他是见证过叶幕的实力。多谢母亲。叶幕站起身，旋即径直离开大殿。等等。这时苏浅浅忽的颤抖开口。叶幕一顿，扭头看向苏浅浅。苏浅浅紧紧低着头，犹豫许久后方才抬头看向叶幕，说道：我能不能跟着圣子大人您一起去云州？我的家族就在云州，我想回去看看。说罢他便低下头，似乎已做好了被叶幕拒绝的准备。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叶幕闻言此话，只是点了点头道：那就走吧。话落，苏浅浅先是一愣，后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来。谢谢圣子。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叶幕竟会同意他的请求。叮，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时限好感度60。他不多墨迹，紧跟着叶幕的步伐离开大殿，一边走着还在心中一边默念：爹娘，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事啊。与此同时，云州一位身穿黑袍，浑身散发滔天魔气的黑袍人，手捧一朵似是要将整个世界都给吞噬殆尽的异火，而在他的身前还有着一位已然死去的修士。黑袍人猛地催动手中异火，下一刻异火竟是直接将身前的修士尸体吞噬殆尽，而少年的境界也在此刻迅速提升。然而黑袍人没有一丝满足的神色。不够，以我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击败叶幕，我还需要吞噬更多的尸体。这时一缕残魂陡然出现在黑袍人的身前，正是顾惜雨。顾惜雨浑身被魔气所侵蚀，脸上带着悲哀，颤声道：言儿，收手吧，你现在已经入魔了。闻言此话，林岩的眼底中猛地出现疯癫的神色。我不可能收手的，在还未击败叶幕之前，我不可能收手的。话落，他猛地转过身，看向东面，旋即阴冷一笑：还有那个苏浅浅，竟敢联合叶幕一同毒害于我，我现在便让那个苏浅浅同样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话落，他不顾顾惜雨的劝阻，身影一闪，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朝苏家的方向掠去。云州乃是归合欢圣地管辖，距离合欢圣地只有数千里之遥的一座道州。此方道州虽距离合欢圣地较近，但整体实力却是比较弱的。而乌岩城这座城池在偌大的云州也仅能排得中下，所以其中居住者大多凡人，最强者也不过半步化道。叶幕与苏浅浅来到乌岩城后，便是闻到一股古恶臭到令人作呕的尸臭味与血腥味，旋即一具具形状诡异、死相惨烈的尸体便是映入眼帘。看着眼前的这幅宛如地狱般的场景，苏浅浅的俏脸再度变得煞白无比。倒不是她有多脆弱，看不得此等场景，主要是她的父母全在此座城池当中。虽说她的父母全都是修士，但修为都不高，难免会遭到那魔修的毒手。走吧，去你的家族。这时叶幕忽的诞生开口。苏浅浅一呆，旋即抬头看向叶幕：圣子大人，我们不先去寻找魔修的踪迹吗？叶幕见苏浅浅这副模样，微微一愣，后便反应了过来。他去苏浅浅家族是因系统地图上显示林岩现在便处于对方的家族，但显然苏浅浅是误会了他的意思。你身为本圣子的侍女，本圣子自然是要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不过叶幕并未出言解释，而是顺着数说了下去。叮，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提升时限好感度70。听着叶幕的声音，苏浅浅抿住朱唇，抬头看着叶幕，内心对叶幕的好感再度增加。圣子大人除了有些好色外，其他方面其实都很不错，长得俊，天赋高，实力强，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有人都有缺点，而好色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缺点，毕竟食色性也。还愣着干什么？这时叶幕的声音响起，将他的思绪打断。他连忙抬头看向叶幕：遵命。旋即两人便以极快的速度径直朝苏家的方向掠去。与此同时，此刻的苏家
曾经偌大恢宏的苏家大殿，已沦为一片废墟，仅有寥寥数座建筑未被摧毁，无数修士浑身是血，半跪在地，抬头用惊恐的目光望向半空。只见半空之上，有着一位身穿黑袍，浑身上下都被滔天魔气所笼罩的修士。林岩，我从未想过，你竟会堕入魔道，成为魔修。这时，苏家家主抬头看向林岩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话落，林岩竟是猛地仰头大笑，只要能获得力量，纵然成魔又有何妨？闻言此话，苏家家主咬紧牙关，旋即喝道：林岩，现在悔改还来着急？若是浅浅看到你这副模样，怕也会万分失望吧。伴随着苏家家主的话音落下，林岩的面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旋即他眼神血红，嘶吼一声：别跟我提苏浅浅那个贱人！我不妨告诉你，今日我来此地，便是因苏浅浅那贱人，我要将他所重视的人全部杀死，让他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话落，林岩猛地抬起双手，霎时间，一朵散发着滔天魔气，似要将世界都给吞噬殆尽的异火陡然出现。呵，本来还想与你们玩玩，但还是罢了，你们现在都给我去死吧！伴随着林岩歇斯底里的怒吼声，那朵异火竟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扩大，旋即便是朝着苏家众人的方向镇压而去。苏家家主见状，其内心不由得陷入绝望，他扭头看向与他同样都是浑身沾满鲜血的一位女子，如若唐云天在此，定能看出此女子正是他的那位姐姐，也是唐家的家主唐艳雪。唐家主，看来你我都到此为止了，让你遭受如此无妄之灾，老夫……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唐艳雪摇头打断。苏家主不必道歉，这可能就是命吧。话落，唐艳雪轻抿朱唇，缓缓抬头看着那朵越来越近的滔天异火，她的秋眸中闪过遗憾与不甘，乃至恐惧。再怎么说，唐艳雪也只是一位仅有20岁的少女，说是不怕死，那是假的。可她更多的是遗憾与不甘，遗憾不能完成父母的遗愿，让唐家重现巅峰的辉煌；不甘思绪万千，最终唐艳雪绝望地闭上眼睛，迎接死亡的到来。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骤然间从苍穹之上响彻。霎时间，唐艳雪娇躯一颤，下意识地睁开眼睛，抬头望去，只见苍穹之上，竟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朵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滔天火焰。那火焰与林岩的异火重重对撞在了一起，一时之间难舍难分，焚天地炎。而在看到那朵火焰的一瞬间，林岩的瞳孔骤缩，旋即循着气息扭头望去，只见在他的不远处，叶幕与苏浅浅正并肩站在半空。叶幕双手负后，面色淡然，而苏浅浅则是呆愣原地，双目恍惚与难以置信。叶幕，竟然是你！在看到叶幕的一瞬间，林岩牙关猛地咬紧，歇斯底里的怒吼着，声音中满是恨意。叶幕！听着林岩的声音，唐艳雪不由得轻声呢喃，旋即同样扭头看向那身穿白袍宛若谪仙般的少年。一瞬间，唐艳雪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寂静无声了起来，只有她自己的心脏跳动声环绕在耳边。请问，在一个春心萌动的年龄，在一个绝望的生死关头，有一位长相俊俏到如同谪仙般的男子出手将你救下，你会有何反应？唐艳雪不知道其他人，她只知道此刻她的世界都好似静止了般，其一双好看的秋眸竟是痴痴地望着苍穹之上的夜幕。丁气运之女，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10，现好感度10。定。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20，现好感度30。定。唐艳雪。定。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夜幕微微挑眉，此地竟还会有其他的气运之女，并且这好感度的增长速度是不是有些太过离谱了？经过片刻搜索，夜幕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唐艳雪的身上，旋即他不多墨迹，直接无视林岩，身影一闪，带着苏浅浅便来到了地面之上。第51章斩杀魔修。来到地面之上，苏浅浅看着浑身是血、身负重伤的苏家家主，再也把持不住情绪，猛地扑进对方怀里。爹，你没事吧？他的声音中带着颤音与哭腔。苏家家主脸上带着柔和，微微将苏浅浅推开。放心，爹没事，爹身上脏，别碰爹了。苏浅浅吸了吸鼻子，旋即环顾四周，却并未看到苏家主母的身影。爹娘，
娘亲在哪？苏家家主叹了一口气，旋即说道：你也知道，你娘是凡人，她被魔气侵蚀，直接昏死过去了。话落，苏浅浅只感觉内心一阵抽痛，凡人被魔气侵蚀，还是如此恐怖的魔气，恐怕九死一生。苏家家主见状，叹了一口气，但却无可奈何，只是扭头看向叶幕，旋即问道：不过好在我们苏家尚存，如若没有这位公子，我苏家怕就是要灭亡于此了。不知这位公子的身份？闻言此话，苏浅浅强行将抽痛的情绪平复下来，为苏家家主介绍：爹，这是我们合欢圣地的当今圣子。话音落下，周围的众人无一例外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顿时布满震惊与恭敬的神色。毕竟合欢圣子这个身份在此片穷乡僻壤未免有些太恐怖了些。但与众人不同的是，唐艳雪在听到此身份后并未露出半分震惊，反倒是呆呆地愣在了原地。合欢圣子，他轻声呢喃，言语当中尽显怅然与失落。方才刚刚生出的一丝春心，此刻也是被强行藏于内心深处。无他，掌管唐家多年，唐艳雪十分成熟，她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根本配不上眼前的这位男子。其实她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毕竟能够挡下方才那一击，又岂是碌碌之辈呢？可为何她依旧会如此的失落与怅然呢？唐艳雪轻咬朱唇，低头看地。原来是圣子大人，小人失敬，失敬。而苏家家主则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旋即便要站起行礼。叶幕见状，抬手制止道：不必如此。话落，他便抬头望向了半空之上的灵岩，旋即笑道：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斩杀魔修。闻言此话，灵岩猛地仰头大笑：斩杀魔修，真是大言不惭。叶幕，今日不同往日，如今的我想要杀你，如碾死一只蚂蚁般简单。说罢，他又猛地用狰狞的眼神看向苏浅浅：每次都是你坏我好事，如若没有你，如今这个贱人的家族早已被我屠杀殆尽。话落，苏浅浅呆了呆，他颤抖着抬头望向那位他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过了许久，他闭上眼睛，颤声问道：为什么？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屋檐城内的魔修竟会是灵岩，他也没有想到灵岩竟会不顾旧情，想要屠杀苏家。遥想时，灵岩还经常来苏家做客，而他的母亲便会做一顿丰厚的大餐，以此招待灵岩。他从未想过灵岩竟会这般无情。纵然灵岩与他已恩断义绝，但苏家人是无辜的啊。为什么？苏浅浅，你到现在还有脸问我为什么？当初你背叛我的时候，为何不问自己为什么？灵岩脸上满是癫狂。苏浅浅娇躯颤抖：我当初只是想得到圣药，为你治病。话落，他的心神猛地一震，眼睛睁开，抬头望向灵岩：对了，你的病情。闻言此话，灵岩再度仰头大笑：病情？苏浅浅，你竟然还没反应过来？我从始至终都从未生过病，所谓的病情不过是一个让你向叶幕讨要圣药的借口罢了。话至一半，灵岩的眼神中骤然闪过一丝狠厉，谁知你这贱人竟联合叶幕一起毒害于我。灵岩的话就如同给了苏浅浅当头一棒般，让他直接呆愣在了原地，秋眸渐渐变得通红了起来。他从未想过灵岩的病竟是假的，纵然是恩断义绝后，他都未曾怀疑过灵岩。如若灵岩的病是假的，那他一开始向叶幕讨要圣药所受的那些委屈又算什么？算他自作多情吗？还是算他傻？而在他呆愣之际，与此同时，灵岩猛地攥紧双拳，霎时间滔天的魔气再度从他的体内涌出，他的面色已不成人样。苏浅浅，今日我便要当着你的面将苏家毁灭，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绝望。感受着这滔天的魔气，苏家家主内心大惊，旋即竟是扭头直接朝叶幕跪了下来，恳请圣子大人救我苏家。苏家的其余众人见状，同样跪倒在地，齐声呼道：恳请圣子大人救我苏家。声音齐如惊浪，环绕在苏浅浅的耳中。他紧闭双眼，过了许久，他抬头将眼中的泪水擦去，旋即同样跪向叶幕，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恳请圣子大人斩杀魔修。看着身前乌泱泱的人群，叶幕并未回声，而是缓缓地再度抬头看向半空。下一刻，话落，焚天地炎再度出现，恐怖的热浪将方圆近乎千里都给笼罩其中，虚空被烧得阵阵涟漪，威压凌人，
令周围的众多修士都有些喘不过气。然而面对此等威压，林岩脸上却未有半分畏惧，反倒是再度仰头大笑。哈哈，叶幕，你以为只有你有异火吗？话落，林岩大手一挥，竟再次唤出了方才那朵紫黑色散发着滔天魔气的异火。叶幕，没有见过吧？此乃吞天魔焰，其作用便是能吞噬万物，以此提升无的境界。林岩顿了顿，嘴角缓缓扬起。下一刻，轰隆轰隆轰隆，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最终竟是足足有6朵形状各异、气息恐怖的异火陡然悬停在林岩的身后。没错，这吞天魔焰甚至连异火都可吞噬。叶幕，你能同时炼化数朵异火，我林岩同样可以。林岩的声音响彻天界，环绕在众多修士的耳中。此刻无论是苏家家主亦或是唐艳雪，都是呆在原地，看向那一朵朵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同时炼化6朵异火，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过了许久，苏家家主方才支支吾吾地颤声说道，他原以为这林岩仅是炼化了吞天魔焰1朵异火，那样的话同样炼化异火的叶幕定能与其抗衡，谁知这林岩竟是同时炼化了6朵异火，不加上吞天魔焰，是足足7朵啊！7朵对比1朵，此等差距一眼便知。难道是天要亡我苏家吗？苏家家主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而在他身旁的唐艳雪虽并未有这般明显的波动，但抿紧的朱唇、微窜的双拳却依旧是表明了他的情绪。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啊！他绝美容颜的笑容带有一丝色意。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刚刚遇到心仪之人，便要身亡于此了。都给我死！与此同时，另一边，林岩狰狞一笑，旋即猛地挥手，霎时间，他身后的6朵异火，包括吞天魔焰，无一例外，全部以极快的速度，如同一颗颗庞大的大日星辰般，便是朝着众人的方向砸去。就在众人以为自己要葬身于此的时候，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同样挥手，霎时间，太初阴阳莲、真龙星炎、九转丹心炎、真凤叶炎陡然出现在他的身前，旋即与那7朵异火重重碰撞在了一起。一时之间，天地色变，星辰颠倒，方圆万里都被这滔天的余波给笼罩其中。而感受着此道余波，苏家家主身躯一颤，旋即满脸不可置信地睁开眼睛，抬头望向半空。这又是异火！他的声音中充斥着惊疑之色。呵，叶幕终于舍得换出其他异火了吗？与苏家家主不同，林岩并未有半点惊疑，反倒是意料之中，毕竟他在天火秘境是见过叶幕同时炼化数朵异火的。但是他猛地开口，旋即又道，纵然是加上焚天地炎与九转丹心炎，你也不过只有5朵异火，如何与我7朵异火所抗衡？声落，令林岩意外的是，叶幕并未露出半分惧意，反而是用淡漠的眸子看着林岩，旋即淡声道，谁告诉你我只炼化了5朵异火的？话落，林岩脸上多处愕然，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便见叶幕缓缓抬手，下一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1朵接着1朵异火陡然被叶幕所唤出，而那凌人的威压也是逐渐凌人，最终足足20朵异火悬于叶幕的身后，其散发着滔天热浪，让此地宛如无尽火域，又如同无边地狱般。此刻别说林岩了，纵然是与叶幕为一方的一众修士，都是满脸的呆滞，看着那近乎20朵异火无法释怀。这他妈根本就不是人类吧？苏家家主颤声说道。方才面对炼化了7朵异火的林岩，他还可以用疑惑的语气问出，林岩这家伙还是人类吗？可此刻他却是问不出了，因为在他眼中，同时炼化20朵异火的叶幕根本就不是人类，这 TM 就是一个怪物。而在他的身旁，唐艳雪呆呆地看着那20朵异火，只感觉整个世界再度变得寂静无声了起来。原来他这么强的吗？叮，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80。此刻唐艳雪对叶幕的好感再度暴涨，一是因为人类天生是慕强的生物，看到叶幕如此之强，难免心生好感；二是因为叶幕再一次的救了他；三是因为同时操控20朵异火，宛如炎帝的叶幕实在是太帅了。唐艳雪脸颊通红，春心再次荡漾了起来。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
会有这么多的异火？而与众人的震惊不同，此刻的林岩那可是满脸惊恐了。叶幕并未回答，而是微微抬眸，语气淡然而又毫不波澜：“你闹够了吗？”声落，林岩面色骤然一呆，思绪也是变得一片空白。过往叶幕对他所造成的耻辱，如走马灯般涌入脑海。过了许久，他猛地狰狞怒吼道：“纵然你炼化了20朵异火，又能如何？我林岩照样能将你击败。”话音落下，轰隆一声，林岩运转全力，操控着7朵异火，骤然朝向叶幕的方向镇压而去。而叶幕见状，则是面无波澜，同样操控着众多异火，与那7朵异火重重碰撞在了一起。仅瞬间，咔嚓咔嚓，那7朵异火便是缓缓出现皲裂，传来阵阵如同破碎般的声音。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7朵异火陡然破碎。叶幕所操控的异火势如破竹，以无敌之势骤然朝着林岩的方向镇压而去。林岩见状，瞳孔骤缩，便想伸闪躲开，然而由于异火速度实在是快，导致根本来不及反应。轰隆，异火位于他的身前，旋即重重的爆炸开来，引发惊天动地的声响。叮，检测到宿主重创林岩，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烟雾随之散去，露出遍体鳞伤、浑身是血的林岩。哼，明明只是一只蝼蚁，却是这般顽强。叶幕见状，嗤笑一声，话落，林岩只感觉有一个个利刃般猛地刺入他的内心，旋即不断抽痛，不断践踏着他的自尊。此刻，林岩彻底疯癫。叶幕，我承认你很强，我敌不过你，但我林岩今日纵然是死，也要拉你们垫背。伴随着林岩的声音落下，那吞天魔焰陡然变得狂暴无比，甚至开始吸收林岩的鲜血与血肉，乃至藏匿于最为深处的气运。叮，检测到林岩彻底失去理智，以血肉祭炼魔炎，受天道谴责，获得气运点3万点。叮，检测到林岩的气运从紫跌落黄，获得气运点3万。叮，检测到魔焰正在吞噬林岩的气运，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不断地出现于叶幕的脑海，那吞天魔焰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强大，最终一朵足足有1000丈之大，散发着足以将偌大苍穹都给笼罩其中的魔气的吞天魔焰，缓缓悬于苍穹之上。叶幕，就用此招结束你我之间的恩怨吧。林岩怒吼一声，那吞天魔焰便是蕴含着要将一切吞噬殆尽的威压，骤然朝着叶幕的方向镇压而去。然而面对此等圣境大能来了都得凝重面对的攻势，叶幕依旧是淡然无比。呵，垂死挣扎。话落，他陡然催动太初焚渊诀，霎时间，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那20朵异火竟是猛地相融在一起，旋即汇聚为一朵气息丝毫不输于乃至远胜于那吞天魔焰的异火。伴随着此朵异火的出现，一时之间，天地之间的法则之力都好似受到了牵引共鸣般，周围空间渐渐生出无数璀璨的金色火纹。灭！叶幕抬指冷喝，轰隆，异火骤然化为一道流光，蕴含着势如破竹般的无敌之势，重重的与吞天魔焰碰撞至了一起。旋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那吞天魔焰竟是仅连一息都未撑过，便是咔嚓一声陡然破碎，化为失色的火纹，消散于世间。不不不！看着消散的吞天魔焰与那径直朝他镇压而来的异火，林岩的面色渐渐变得呆滞了起来。不知为何，他早就做好了与叶幕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打算。可此刻，当死亡真正来到之时，林岩的内心瞬间便被恐惧所占据。师尊，救我！在异火即将把他吞噬的时候，林岩终于是承受不住内心的压力，用颤抖、恐惧的巨大声音猛地喊道：轰隆！异火落下，引发惊天动地的声响。叮！林岩筋骨尽断，骨骼尽碎，彻底沦为废人，获得气运点5万。死了吗？听着这道恐怖的声响，苏家家主咽了咽口水，旋即说道：还没，不过马上了。夜幕诞生回道，旋即便抬头望向前方，灰尘消散，露出一位身穿白袍的女子虚影，虚影绝美，但却是虚浮无比，似乎下一刻便要消散于此世间。叶公子，又见面了。顾惜雨唇角带血，抬头露出色意的苦笑。顾前辈，又见面了。叶幕双手负后，淡声回道：
还未等顾惜雨回话，他便又轻笑道：“顾前辈，你身为正道仙子，此次难道又要保你这位已然入魔、滥杀无辜的弟子？”话落，顾惜雨的俏脸顿时变得苍白无比。他扭过头看向身旁的林岩，感受着顾惜雨的目光，林岩急忙说道：“师尊，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听着林岩的声音，顾惜雨的朱唇渐渐咬紧，似是在犹豫般。过了许久，他似是下定决心，颤声道：“言儿，你犯其他错，为师都可以原谅你，可你却入了魔，滥杀无辜，并用魔气将师尊囚禁至戒指内，让为师只能眼睁睁看着众多无辜之人身死。”林岩先是恍惚，后又颤声道：“是，师尊。”顾惜雨并未理会他，只是闭上眼睛，旋即转过身，背对林岩与叶幕。他并未说话，但又什么都说了。定，检测到顾惜雨与林岩恩断义绝，获得气运点5万。定，检测到林岩的气运由黄跌落蓝，获得气运点2万。叶幕见状，轻笑一声：“顾前辈，我很高兴看到你回头是岸。”话落，他便一步一步地走向林岩，看着如同阎罗般朝自己走来的叶幕，来自死亡的威胁让林岩再也顾不得面子，扭头对着苏浅浅道：“师妹，你帮我求情，对，你帮我向叶幕求情，我们可是从小便玩到大的青梅竹马啊，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死去吗？”他早已忘了方才要屠杀苏家之事，只想着苏浅浅可以向叶幕求情，以此保命。而听着林岩的声音，叶幕微微挑眉，旋即扭头看向苏浅浅，感受着叶幕的目光，苏浅浅沉默了片刻，旋即再度抬头望向雨幕，眼神依旧坚定：“求圣子大人斩杀魔修。”话落，林岩只感觉如遭雷击般，呆呆地愣在原地，而叶幕则是笑了笑，旋即直接走至林岩的身前：“不，你不能杀了我，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不！在林岩不甘的怒吼声下，叶幕缓缓抬起手指，灵力贯穿其头颅。林岩殒命！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斩杀气运之子林岩，获得气运点20万。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斩杀气运之子林岩，获得首杀大礼包1份。定，检测到。系统的声音不断环绕在叶幕的耳边，而伴随着林岩的身死，以吞天魔焰为中心，足足7朵异火，瞬间变为无主之物，悬停于林岩尸体的周围。叶幕不多墨迹，直接运转太初焚渊诀，顷刻炼化。轰隆，轰隆，轰隆，伴随着一道道沉闷的声响，从叶幕的体内乍现。其余的6朵异火，仅是顷刻便被叶幕炼化成功，唯独只有那吞天魔焰负隅顽抗，这让叶幕不由得挑起眉头，有点意思。下一刻，砰的一声，他猛地释放威压，一时之间，滔天的威压瞬间便将那吞天魔焰给笼罩其中。感受着此等滔天威压，那吞天魔焰终于不再抵抗，旋即被叶幕炼化。轰隆，在将其炼化的一瞬间，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经过炼化如此之多的异火，太初焚渊诀终于是进化至了绝无仅有的无上地经。呼！叶幕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旋即看向顾惜雨，笑着说道：“前辈失去宿主，残魂暴露在外，恐怕1周时间便会消散。”顾惜雨抬眸看向叶幕，叶幕不躲不闪，再度笑道：“如若前辈不嫌弃的话，便跟在我身边，待有机会便帮前辈重塑肉身。”闻言此话，顾惜雨低下头，犹豫许久后方才点头轻声道：“多谢圣子大人。”叶幕笑了笑，便拿出一枚戒指让顾惜雨存于内部。做完这一切后，叶幕便是转身走至众人的旁边。苏家家主见状，连忙上前面带感激：“如若没有圣子大人，我苏家众人今日便要亡于此地了。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苏某此生难忘。现魔修已除，天色渐晚，今日圣子大人不如就在我苏家住下。”叶幕点了点头：“如此甚好。”苏家家主脸上露出欣喜之意，旋即便带着叶幕与苏浅浅还有唐艳雪去往了苏家仅剩的一座完好无损的建筑内。刚一进门，苏浅浅便看到了满脸虚弱躺在床上的苏家主母。霎时间，娘亲！苏浅浅连忙上前跪倒在床边，看着已被魔气所萦绕、面带死相、昏死过去的苏家主母，她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这时顾惜雨的虚影徐徐出现，毕竟苏家主母变成如此模样，身为灵岩师尊的他也是难逃责任。但当他看到苏家主母的状态后，不由叹了一口气。
凡人本就脆弱，如今被如此之强的魔气侵染，纵然是我，也无能为力。闻言此话，苏浅浅绝望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顾惜雨沉默了片刻，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如若有传说中的三光圣水，便可医治。但三光圣水乃是传说中的圣物，比无上圣药都要珍贵无比。纵然是我生前，也只是听说过这三光圣水。苏浅浅娇躯一颤，满脸都是绝望。他又何尝不知三光圣水的珍贵呢？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修士，去哪寻得如此圣物呢？苏家家主见状，叹了一口气，上前对着苏浅浅安慰道：“浅浅，别哭了，死生命也。”苏浅浅沉默着不说话，只是通红的秋眸与止不住的清泪，以诠释他此刻的心情。而就在整个房间都被压抑的氛围给笼罩的时候，夜幕忽地上前，旋即竟是凭空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瓶，玉瓶当中装着沁人心脾并散发着三彩光芒的神秘之水。霎时间，顾惜雨的瞳孔骤缩，这是三光圣水。话落，苏浅浅先是一呆，后猛地扭头看向夜幕。哭什么？我这又不是没有三光圣水。感受着苏浅浅的目光，夜幕只是淡然说道：“可这是不是有些太珍贵了？”苏浅浅支支吾吾，他早已不是当初向夜幕讨要圣药而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人。你是本圣子的侍女，本圣子岂能眼睁睁看着你的母亲死去？虽说对于夜幕而言，这三光圣水乃是不限量，根本和珍贵谈不上关系，但他却是这般说道。旋即他上前一步，直接用灵力操控着三光圣水灌入苏家主母的嘴中。仅是瞬间，萦绕在苏家主母身上的魔气便是消散不见，而苏家主母也是缓缓睁开眼睛。我没死。温厚的声音缓缓传来。苏浅浅的清泪再度落下，她上前猛地抱住苏家主母，颤声道：“娘亲。”苏家主母看着周围的众人，脸上闪过一丝迷茫：“浅浅，你怎么在这？我们苏家不是被魔修袭击了吗？”苏浅浅吸了吸鼻子，将情绪平复下来，旋即便将方才所发生的事情一一讲给苏家主母。在清楚事情前后经过后，苏家主母连忙对着夜幕拱手道：“多谢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苏浅浅同样看向夜幕，通红的秋眸内满是感激与愧疚。谢谢。定。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100。定。检测到苏浅浅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满额，获得一份好感度大礼包。此刻苏浅浅彻底沦陷。这时苏家家主上前对着夜幕拱手道：“天色已晚，我们便不多叨扰圣子大人了。”话落，他大手一挥，将屋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翻新，旋即便用眼神暗示苏家主母。苏家主母瞬间心领神会，与苏家家主一同离开，为夜幕与苏浅浅创造独处空间。而唐艳雪自然也是聪慧无比，她刚要离开，可当她想到一旦自己这样离开，可能这辈子就见不到夜幕了，她却是低头犹豫了起来。过了许久，她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向夜幕，鼓起勇气上前一步：“我叫唐艳雪，多谢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她的声音支支吾吾，很难想象这是在唐家具有威望、严肃凌厉、手握大权的唐家家主。“你好，我叫夜幕。”夜幕笑了笑，旋即暗自催动了真实之瞳。姓名：唐艳雪，年龄21，气运金，较为特殊的气运之女，乃是唐云天的干姐姐。体质：万法圣体，真龙血脉，稀薄。修为：涅槃4重。好感度80，竟是与唐云天有关的气运之女。看着唐艳雪的面板，夜幕微微挑起眉头，略微有些意外。今日天色已晚，我是龙渊道州唐家的家主，如果以后有机会，圣子大人可以去唐家，我定会好生招待，以报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唐艳雪看着夜幕的笑容，脸颊顿时一红，再度颤声道。夜幕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金光，如若他没记错的话，再过几天，那唐云天便会在真龙朝中获得机缘。夜幕曾翻阅古籍，听闻龙渊道州唐家乃是真龙之后，如若有空，夜幕还真想去唐家看看。可惜最近夜幕有些琐事缠身，不如这样，你我交换传音石，待我有空后便与你联系，再去唐家。夜幕笑了笑，至于琐事是什么，自然是为师尊去压制寒毒了。唐艳雪俏脸微呆，后变得欣喜若狂。谢。他颤声说道，旋即便小心翼翼地拿出传音石。待交换完毕后，他便四宝般捂着传音石离开了房屋。一时之间，偌大的房屋只余夜幕与苏浅浅两人。帮我护法。夜幕扭头看向苏浅浅，
旋即便是盘坐在蒲团之上，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姓名：叶幕，年龄19，气运蓝，有隐约变黄的趋势。体质：至阳圣体，祖龙血脉，荒古圣体。修为：化道9重。功法：至阳焚天诀。气运点654230。物品：手刹大礼包星号1，大礼包星号1，好感度大礼包星号1。此行可谓是收获颇丰，气运点直接变为了恐怖的63万，并且还获得了足足3份大礼包。打开所有大礼包，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定。手刹大礼包打开，恭喜宿主获得仙骨。定。大礼包打开，恭喜宿主获得火道法则真意。定。好感度大礼包打开，恭喜宿主获得穷天地印。系统的声音一连串的出现在叶幕的脑海中，叶幕迫不及待的查看这3个物品的信息。这仙骨竟然乃是与至尊骨相似，但又凌驾于至尊骨之上的无上体质。叶幕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至尊骨便已是足以镇压一个时代的体质了，而这仙骨竟是还凌驾于至尊骨之上，未免有些太过恐怖了吧。震惊完后，叶幕又看向了火道法则真意。原来如此，突破圣境需要领悟法则，但领悟法则的前提便是在天地中感知到法则的存在。从古至今有诸多天骄都因无法感知法则，导致卡在半生一生。而这火道法则真意虽无法让我直接领悟法则，但可以直接让我感知到法则。而这穷天地印普普通通的极道地兵吗？查询完信息之后，叶幕不多墨迹，直接在心底说道：融合仙骨与火道法则。轰隆，如同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一下般，一股璀璨的仙芒骤然间从叶幕的胸口处乍现，旋即伴随着阵阵天地间的火纹涌现。此刻叶幕竟是被滔天的热浪与神圣的仙芒同时笼罩在一起，而他的境界与威压也是在此刻逐步拔高，化到9重，化到10重，直至半步圣人。过了许久，威压消散，叶幕睁开眼睛，感受着体内那散发着若隐若现仙芒的仙骨，嘴角不由得微微扬起。呵，不愧是仙骨，果真恐怖。先不说仙骨全幅度提高灵力、肉体、速度等等这些基础功能，与至尊骨相通，仙骨同样自带本命神通，也同为上苍劫光。但与至尊骨不同，仙骨的本命神通可是升级，上苍劫光之后为混沌劫光，混沌劫光后为太初劫光。召唤从混沌之时太初之地所落下的神光，此等威压，怕不是大地强者来了都得发怵。叶幕摇头感叹。不过想要将上苍劫光成长至混沌劫光乃至太初劫光，过程极其困难，需要不断的修炼。但叶幕嘴角微扬，直接在心底说道：使用气运点，给我加点。霎时间40万点气运点瞬间消失不见，叶幕的神识中缓缓出现一道道深奥的混沌刻印，一道足以毁灭世界的无上神通随之刻在叶幕的脑海。虽说花费的气运点有些多，但也值了，毕竟这可是与混沌有关的无上神通啊！领悟混沌劫光，虽说我未曾突破圣境，但以我现在的实力，足以灭杀圣境修士。叶幕吐出一口浊气，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激动。至于领悟法则这件事，他并不着急，毕竟其他人领悟法则必须需要感悟天地，但他不需要，只要他有气运点，法则什么的顷刻便可领悟。还有剩下的20万点气运点，叶幕不准备用了，毕竟如若遇到危机时刻，气运点也可作为一份保险来用。圣子大人，修炼完了。这时身旁的苏浅浅见叶幕睁开眼睛，小声问道。叶幕扭头看向苏浅浅，点了点头。修炼完了。闻言此话，苏浅浅缓缓低下头，脸颊上浮出一抹绯红。既然如此，那便让奴婢来伺候圣子大人吧。话落，还未等叶幕反应过来，苏浅浅便是褪下衣物，将叶幕扑倒。这次不用圣子大人主动了，他气若幽兰，而叶幕则是一脸懵，从来都只有他这样对待别人，什么时候轮到他被其他人这么对待了？这算什么？解锁新姿势了。虽懵逼无比，但很快叶幕便是享受万分了。虽说对苏浅浅的这副举动有些意外，但不得不说，主动与被动，配合与不配合，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阵阵凤鸾鸣啼声响彻房屋，房屋也是随之传来阵阵抖动的声音。
令人浮想联翩。而在叶幕享受之时，与此同时，另一边，唐艳雪直接动用一张传送符箓，回到了唐家。家主，您终于回来了。唐艳雪刚一回到唐家，便有一位长老气喘吁吁的上前。唐艳雪见状，绝美的俏脸上闪过一丝慌张，连忙将传音石收起，抬头看向长老，恢复那副素颜的模样。为何如此慌张？是我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吗？长老脸上露出无奈。家主，您忘了吗？今日便是家族大比的举办之日了。唐艳雪面色微凝。家族大比乃是唐家每5年便举行一次的盛宴，其中唐家的众多天骄将会登台切磋，前5者可获得进入家族秘境的机会。他先是经历生死危机，后又春心萌动，还真未想起此事。我现在便去广场。不过唐艳雪脸上并未露出慌张，反倒是轻声说道，旋即便径直朝唐家广场的方向掠去。不多时，他便来到了唐家广场。此刻的唐家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弟子顶着烈日站在广场之上，汗如雨下，让大家久等了。唐艳雪不多磨叽，步若青莲，径直走至位于广场最前方的高台上。家主来了，快看，家主来了。家主依旧是那么的美，如若能与家主结为道侣，折寿100年我都愿意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和家主结为道侣。家主那么优秀，那么多的男子追求于家主，家主都没接受，怎么可能与你结为道侣？唉，那么多男子追求家主，家主全部拒绝，真不知道家主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又是何等优秀的男子，方能得到他的青睐啊。伴随着唐艳雪的出现，周围顿时响起一阵阵的讨论声，而唐艳雪也是感受到一道道炙热乃至狂热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然而唐艳雪依旧是毫不波澜，用轻柔的声音说道，今日乃是无唐家家族大比的举办之日，前5甲可获得进入家族秘境的名额。接下来我也不过多叨扰了，我宣布家族大比正式开始。话落，众多修士便是络绎不绝的上台切磋，而其中的男修士更是一边瞥着唐艳雪，一边拼尽全力，似是想在唐艳雪面前展示一下自己，以此得到女神的青睐。只是他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的女神根本就没有关注他们的切磋，而是偷偷摸摸拿出了一块传音石，用双手捏紧，唇角露出一丝很淡的笑容。圣子大人。这时一道忽地从他的身旁传来，姐姐你在干什么？唐艳雪连忙将传音石收起，旋即扭过头，在看到唐云天的一瞬间顿时松了一口气，旋即轻声说道，没干什么，倒是你不认真备战，在观战席干什么？闻言此话，唐云天脸上带着自信，我无需备战即可夺得第一。唐艳雪微微蹙起眉头，我教导你多少次了，不可如此自大。唐云天嘴角微扬，姐姐是不信吗？那么打个赌吧，如若我能拿下第一，姐姐就让我抱一下。唐云天以为唐艳雪闻言此话会羞赧无比，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唐艳雪的面色却是忽的一冷，旋即用严肃的语气道，云天，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我是你的姐姐，以后不许再开这种玩笑。唐云天讪讪一笑，旋即在心底默念，姐姐还是这么难搞定啊，不过正符合我的心意，越是难搞的女人我便越要搞到手。无论是唐艳雪那端正性格，亦或是那种书香门第的气质，乃至唐艳雪身份所带来的竞技感，都让唐云天欲罢不能，让他下定决心迟早要与唐艳雪结为道侣。但是总感觉姐姐今天有些怪怪的，总是心不在焉，应该是幻觉吧。与此同时，另一边在唐家举办家族大比之时，经过一夜的激战，叶幕缓缓醒来，看着身旁共枕的绝美女子，他的嘴角微微扬起，昨日可谓是叶幕同修这么多次最为舒适的一次了。只能说主动与被动，不愿与愿意，简直就是2种体验。不过唯一可惜的就是苏浅浅的经验依旧是不够丰富，导致手法有些生疏。但无论如何，昨夜都是值得回味的。这时顾惜雨的虚影徐徐出现，旋即用幽怨的眼神看着叶幕，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收敛一些，搞得本座修炼都修炼不了。叶幕笑了笑，我看顾前辈昨天晚上看着也挺专注啊。话落，顾惜雨脸上露出羞怒的神色来，谁看得开心了？我只是没见过那种事情罢了，所以有些好奇就是你看了一晚上的原因。闻言此话，顾惜雨支支吾吾，最终他冷哼一声，呵，贪恋美色之人，本座不屑与你交谈。话落，
他直接消失不见。叶幕耸了耸肩，并未在意。圣子大人，浅浅错了，不要抛弃。浅浅。这时苏浅浅忽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着梦话。闻言此话，叶幕轻笑一声，旋即伸手轻轻抚摸着苏浅浅的青丝。这时苏浅浅轻应一声，缓缓睁开秋眸。醒了？是要直接回圣地，还是再睡一会？见苏浅浅醒来，叶幕轻声问道。直接回圣地吧。苏浅浅轻声说道，旋即便是迅速穿好衣物。他并不想因自己而浪费叶幕的时间。而叶幕见状，则是点了点头，旋即也是穿上衣物。不多时，叶幕便搀扶着苏浅浅下床，刚一推开房门，便见苏家家主与苏家主母脸上带着笑容，明知故问：圣子大人，昨夜过得怎么样？之所以是明知故问，那是因为昨夜叶幕与苏浅浅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两人可是足足听了一晚上凤鸾鸣啼之声。感受着两人的目光，苏浅浅脸颊微红，旋即有些羞赧的低下头。再怎么说也是女人家，脸皮着实有些薄。而叶幕则是干咳一声，旋即含糊道：还不错吧。话落，苏家家主与苏家主母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难道浅浅那丫头昨晚没把圣子大人伺候好？仔细想想，老夫我似乎还真没教过浅浅那件事。这样可不行。两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在心底默念。旋即苏家家主问道：圣子大人是不是要回圣地了？叶幕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可否占用圣子大人一点时间？我们还有些事情要与浅浅交代。苏家家主问道。叶幕微微皱眉，虽有些不明觉厉，但还是点了点头。无妨，本圣子并不着急。苏家家主与苏家主母顿时欣喜若狂，旋即便带着略微有些懵的苏浅浅来到了一处角落。旋即苏家家主便是恨铁不成钢地问道：你这丫头，昨天是不是没把圣子大人伺候好？闻言此话，苏浅浅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她低下头，就好似一位做错事的小孩子般支支吾吾。我昨天真的已经很努力了。苏家家主还想说话，便见苏家主母白了他一眼：吵什么吵，浅浅没有经验，伺候不好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话落，苏浅浅的脑海中顿时浮出昨晚的种种场景。虽说圣子大人的神色十分享受，但有时的确会怪罪他经验不足。那我该怎么办？苏浅浅已顾不得丢脸，抬头看着苏家主母，声音中略带哭腔。苏家主母见状，并未说话，只是扭头看向苏家家主。苏家家主顿时瞪大眼睛：你看我干什么？苏家主母气得身体发颤：还装？我还不了解你吗？快点把你的宝贝给浅浅，让浅浅看看。话落，苏家家主的面色顿时变得通红无比，他犹豫许久后，最后将一本封面暴露无比的避火图拿出，递给苏浅浅：浅浅，这里面全是知识，以后记得多看。苏浅浅呼吸一滞，旋即将避火图接过，仅是翻开一页，里面的内容便是如同打开新世界般，让苏浅浅的脸颊顿时变得通红无比。竟然还有这种姿势吗？浅浅，圣子大人乃是我们整个苏家的救命恩人，以后你好好学一下里面的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把圣子大人伺候好了，听到了吗？这时苏家主母面带严肃，苏浅浅将避火图如宝般的收起，旋即重重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旋即他便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了此地，回到了叶幕的身旁。你爹娘都给你交代了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叶幕瞥了苏浅浅一眼，旋即问道。苏浅浅嘴角微扬，神神秘秘：不给你讲，但是马上圣子大人就知道了。叶幕头顶浮出一个问号，但也并未多想，只认为苏家家主只是像大多数父母般交代到了圣地该怎么生活，该怎么等等一大堆。毕竟任谁都想不到苏家家主竟会给自己的女儿传授那般知识。走吧，回圣地。叶幕轻声道。苏浅浅脸上带着笑容，旋即点了点头：好。旋即两人化为流光，径直朝着合欢圣地的方向掠去。一边赶路，苏浅浅还一边在心底想着，待今晚就验证一下那些姿势，看看圣子大人喜不喜欢。叶幕并不知苏浅浅的内心所想。约莫1个时辰过后，两人便是回到了圣子大殿，只是他落脚还未满1分钟，他腰间的传音石便是发出一道微弱的光芒。他眉头微微挑起，旋即将传音石拿起。师尊，有什么事吗？那头沉默了片刻，旋即用清冷的声音说道：帮我压制寒毒。叶幕微微一笑，其实这并未出乎他的意外，毕竟算时间，洛千雪的寒毒
也是时候该发作了。徒儿这就去。叶幕回道，旋即便将传音石收起。毕竟有免费的羊毛与便宜，他怎能不好与不占呢？我出去一趟，可能晚上才会回来。叶幕扭头看向苏浅浅，旋即淡声说道。苏浅浅乖巧地点了点头。好。虽说叶幕与洛千雪的对话他都听见了，可他并未有半分不满与吃醋的情绪，毕竟他只是叶幕的一位侍女，没有资格管叶幕的事。当然，就算他以后成为叶幕的妾室乃至妻子，他也不会去管。因为苏浅浅的嘴角微扬，拿出避火图仔细观摩了起来。圣子大人那么优秀，接触其他女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他能一直待在圣子大人身边就行，无论是以侍女亦或是其他身份都无所谓。这个姿势不错，圣子大人可能会喜欢。与此同时，在苏浅浅学习新姿势之时，叶幕已抵达洛千雪的居所。师尊。他敲了敲门，旋即喊道：进。房屋里面传来洛千雪清冷的声音。叶幕不多墨迹，直接推开房门。霎时间一如既往，先是一阵滔天的寒气扑面涌来，旋即眼帘当中便是映入一位仅身穿一件单薄亵衣的清冷仙子。看着洛千雪那完美的身材、绝美的容貌以及风华绝代的气质，叶幕不由摇头感叹，果然无论见过多少绝美女子，师尊永远都是无法超越的那一座高峰。这几个月他见过的绝代女子也不在少数了，无论是苏浅浅、白夭夭，亦或是凤灵月、唐艳雪，还是顾惜雨，都是容貌顶尖的存在。可他们与洛千雪相比，无论如何竟都是差一丝丝感觉。半地强者。这时一道惊骇的声音忽地从叶幕的识海中响起，正是顾惜雨。显然他从未想过合欢圣地内竟会藏有一位半地强者，并且还是一位女子。师尊，我现在便帮你压制寒毒。叶幕并未理会顾惜雨，而是有些迫不及待地上前走到洛千雪的身旁。旋即他刚要将洛千雪抱住，然而就在这时，洛千雪却是忽地冷声开口道：你戒指中的那个残魂需要出去。话落，叶幕先是惊于洛千雪竟能发现顾惜雨，但后仔细想想，身为半地大能的洛千雪看破一介残魂的伪装，又有何等震惊的呢？顾前辈，他无奈道。霎时间，顾惜雨的身影缓缓从戒指中出现。我和师尊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还请顾前辈暂且离开此地一段时间。顾惜雨并未露出不满的情绪，而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就在他刚要离去之时，叶幕的声音却是再度出现。等会，顾前辈在外面，莫要偷看。声落，顾惜雨脸上露出羞怒的神色。偷看？不就是双修吗？有什么好看的？本座如若偷看，便由天道亲自降下天劫，将本座劈得魂飞魄散。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谁说我要双修了？听着顾惜雨的声音，叶幕满脸都是懵逼。他刚要开口解释，却见顾惜雨已离开了房屋，这让他满脸都是尴尬，旋即抬头望向洛千雪，连忙解释：师尊，顾前辈啥都不知道，纯属瞎说，他的话您千万别放在心上。虽说他的确有与洛千雪双修的幻想，但那仅仅只是幻想啊。如若洛千雪真因顾惜雨的话而误会什么，那可就完犊子了。无妨，帮我压制寒毒即可。洛千雪摇了摇头，并不在意，旋即顿了顿，又用严肃的声音道：对了，不许再用上次的那朵异火。是。叶幕讪讪应道，旋即便开始思索该用哪朵异火帮师尊压制寒毒。太初阴阳莲首先排除，其次便是焚天地炎了，因为焚天地炎身为异火榜第一的地炎，属性太过狂暴，不适合用来压制寒毒。思来想去，叶幕最终将九转丹心炎给换了出来，毕竟此一火的属性较为温和。霎时间，偌大的房屋顿时被浓郁的药香所笼罩。又是一朵异火。看着身前的九转丹心炎，纵然是见多识广的洛千雪也是不由心头一惊，毕竟异火狂暴，炼化数朵将会互相排斥，这乃是天元大陆的共识。但现在看来，他的这位便宜徒儿似乎是同时炼化了两朵异火。他杀死了天火大帝的残魂，或许是得到了天火大帝的记忆，这样想，炼化两朵异火也不足为奇。等等，古籍记载，焚天地炎曾被天火大帝得到，如若我这便宜徒儿真得到了天火大帝的记忆，说不定他会有焚天地炎的消息。这时洛千雪心神微动，要知道焚天地炎可是他将寒毒彻底根除的唯二希望，纵然是一丝蛛丝马迹，他也不能放过。洛千雪抬头刚想开口询问，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忽地将他抱住。一刹那，叶幕身上所传来的温热让洛千雪的娇躯猛地一颤，
其心脏竟也是不由自主的砰砰加快了起来罢了。只要不出现像上一次那样的意外，寒毒很快便能压制。此事待压制完寒毒后再向其询问吧。洛千雪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旋即在心底默念。偌大的房间内，两人如同热恋般的道侣般亲密无间的拥抱在一起，而九转丹心岩则是散发着幽绿的光芒，悬停在两人的中间。夜幕的至阳之气由他强化，旋即又涌入洛千雪的丹田。一开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也并未发生像上次那样的意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滴答，一滴晶莹剔透的灵液忽地从九转丹心眼滴落，落在了夜幕的肩膀上。冰凉的触感让夜幕疑惑地睁开眼睛，旋即看向肩膀，在看到肩膀上的灵液后，夜幕的眉头微微皱起。灵液？房间内怎么会有灵液呢？伴随着这样的疑惑，夜幕抬头看向九转丹心岩，这不看不一样。一看，夜幕的瞳孔骤然紧缩，只见此刻的九转丹心岩浑身上下竟是被一道道极其浓郁至阳与至阴之气所笼罩，这很正常。然而不正常的是，这九转丹心岩竟是在不断的吸收至阳与至阴之气，先是将其融合为阴阳之气，旋即又炼制为蕴含浓郁阴阳之气的灵液。坏了！夜幕心中暗道一声，他根本就不知道九转丹心岩竟还会有自动炼药的作用。蕴含阴阳之气的灵液，如若吸收，定然会与上次般酿成大祸啊！夜幕趁身体还未吸收灵液，便用灵力将肩膀上的灵液驱散，并且开始操控九转丹心岩，不许其自动炼药。然而就在他以为事情就要就此结束的时候，洛千雪的脸颊却是在此刻瞬间变得绯红无比。感受着身体的异样，他猛地睁开眼睛，看着夜幕：“你对我做了什么？”还未等夜幕回答，他便用神识开始探查自己的身体，却发现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竟被一汪汪精纯的阴阳灵液所充斥。不仅如此，他的身体还在不断的吸收阴阳灵液，这就导致此刻的他再度被激起欲火，浑身上下宛如有蚂蚁爬到，难受万分。上次是意外，那么这次呢？这次难不成是你故意的？洛千雪强忍着欲望，看着夜幕，咬着牙关。夜幕满脸欲哭无泪。师尊，这次也是意外，你要相信徒儿我啊！好一个也是意外！听着夜幕的声音，洛千雪的牙关渐渐咬紧，他还想说些什么，然而此刻的他如被丢进烘炉般，浑身上下烫得惊人，连带着额头乃至娇躯都是渗出细密的香汗。理智告诉他，此刻要坚守防线，可如从骨子里所散发的痒意，却是让他难受不堪，比上一次还要难受许多。毕竟上一次只是单纯的阴阳之气入体，而此刻乃是吸收了阴阳灵液，效果至少比阴阳之气翻了数倍不止。这是你造的孽，便由你帮为师解决。洛千雪终是按捺不住了，他咬紧朱唇，旋即猛地将夜幕扑倒。师尊，您冷静一些，冷静一些。这让夜幕满脸都是慌张。为师有分寸，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的。洛千雪轻吐热气，旋即便是用朱唇猛地将夜幕的嘴唇堵住。夜幕喊着，试图反抗。洛千雪则是一边玩弄一边强迫。一时之间，偌大的房屋内变得喧哗无比，而这种动静显然是逃不过顾惜雨的耳边。此刻的他正站在门外，目光时不时地瞥向房门，内心痒痒的。好激烈，真的好想看一眼，好想偷看一眼。但如若被那位半地强者发现的话，顾惜雨犹豫着，最后还是好奇心战胜了理性。没关系的，我就看一眼，就一眼。他在心底默念，旋即便要释放神识。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一道煌煌天雷如同雷龙般骤然间从苍穹之上乍现。霎时间，顾惜雨俏脸一呆。此刻来自死亡的恐惧战胜了好奇心，他连忙站直，慌张地说道：我可什么都没看啊，至少还没看着。雷声消散，屋内的动静也是渐渐消失。定，宿主趁人之危占尽了洛千雪的便宜，获得气运点1万。定，宿主成功与洛千雪接吻，获得气运点15000。定，房间内系统的声音缓缓在夜幕的脑海中响起。他抬头看向已恢复平常清冷乃至冷若冰霜模样的洛千雪，他刚要开口解释，然而
洛千雪却是率先冷声开口：“你不必解释，本座就认定你是故意的。”叶幕嘴角一抽，有些无奈，那师尊该如何处置徒弟呢？话落，他便闭上眼，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赴死不至于，但一些惩罚大概是免不了的。然而，令叶幕意外的是，洛千雪闻言此话，只是沉默了片刻。旋即抬起堪蓝的秋眸，冷声道：“罢了，今日之事我不过多追究，但再一再二不再三，但下次绝对不能再出现此地意外。”而叶幕连忙点头：“徒儿谨记。”洛千雪的面色稍微缓和了些，旋即冷声道：“你离去吧。”叶幕再度点头：“是。”旋即他便如逃般的离开了房屋，直至叶幕离开后，洛千雪那冷若冰霜的面色终于是破了功。他颤抖着抬起玉手，放至心脏处，听着直至现在还在砰砰直跳的心脏声，他的脸上满是心有余悸。过了许久，他深吸了一口气，将情绪平复，便盘坐在蒲团上准备修炼。然而就在这时，忘记问叶幕关于焚天地炎的消息了。他眉头忽地紧蹙，不过很快便缓和了下来。罢了，想要寻得焚天地炎，本就是大海捞针，希望渺茫。我询问此一伙的消息，也并不是为了寻得此一伙，而是讨得一个心理安慰罢了。其实洛千雪知晓，想要寻得焚天地炎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说是多出一条路，但实际上想要将寒毒彻底根除，从始至终都只有一条稳妥的道路，那便是与叶幕双修。洛千雪紧闭双眼，颤声说道：“他已能明显感觉到他体内的寒毒越来越恐怖，如若再不根除，恐怕待下一次寒毒发作便是他身死之时。”倒不是他有多讨厌叶幕，只是他天生便认为那种事情肮脏污秽，天生便对其厌恶无比。但如若真死于寒毒之手，洛千雪玉手微窜，秋眸满是纠结。与此同时，见叶幕走出房屋，旋即深吸一口气，呼，经过这次意外，师尊对我的好感度应该会降低吧。虽说方才之事真是一场意外，而他也是真的不知道九转丹心炎还有那种作用，但是已发生，他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叶幕摇了摇头，已做好好感度降低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却是忽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叮，检测到洛千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时，限好感度40。一瞬间，叶幕的脸上布满懵逼的神色，不是都发生那种事情了，洛千雪对他的好感度竟然还是不降反涨，这是不是有些太离谱了？而就在叶幕懵逼之际，另一边顾惜雨缓缓上前，走至叶幕的身旁，他抿住朱唇，似是犹豫许久后，方才小声问道：“怎么样？”叶幕反应过来，脑海上浮出问号，旋即扭头看向顾惜雨：“什么怎么样？刚才在屋子里，你们之间的进展怎么样？”叶幕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像顾惜雨这种半地强者，正派仙子，其爱好竟是打听八卦，并且还是打听这等类型的八卦，这未免有些太过反差了吧？我与师尊什么都未发生，方才在屋子里也不过是在压制寒毒罢了。待情绪平复后，叶幕淡声说道。而顾惜雨自然是不信：“本座不信，方才本座都听见屋子里的动静了，你与那位半地强者一定发生了什么。”“不信拉倒。”叶幕淡声说道。“你……”顾惜雨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叶幕却是身影一闪，直接回到了圣子大殿。虽说他也跟随着叶幕来到了圣子大殿，但叶幕已经盘坐在了蒲团之上，闭上眼睛，做出了一副不闻不顾的模样。顾惜雨见状，也是知晓叶幕不可能回答自己的问题了，只好闭嘴。而叶幕见状便要修炼，然而就在这时，腰间的传音石却是忽地发出微弱的光芒。他微微皱眉，旋即低头看去，这是唐艳雪。在发觉是唐艳雪在联系自己后，叶幕思索了片刻，旋即便将传音石拿起，轻声道：“不知唐家主找叶某有何事？”与此同时，另一边，此刻的唐家家族大比已然落幕，唐艳雪也已回到自己的闺房内。只见她端正地坐在床边，神色紧张着盯着手中的传音石。“不知唐家主找叶某有何事？”听着熟悉的声音，唐艳雪先是松了一口气，旋即便紧张的支支吾吾：“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怕圣子大人回圣地的中途出现什么意外，故此联系圣子大人您。他其实就是想要联系一下叶幕，什么出现意外，只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理由罢了。”叶幕自然也知晓，但并未拆穿。多谢唐家主关心，叶幕现已回到圣地，
中途也并未遇到什么意外。话落，传音室那头，唐艳雪轻轻抿唇，半天也没敢再开口。毕竟第一个话题结束，便需要切入第二个话题，可唐艳雪实在不知道与叶幕该聊些什么。聊合欢圣地，可她身为外人，对合欢圣地也是不甚了解，有何可聊的呢？聊唐家，可圣子大人身份尊贵，怎会对区区唐家感兴趣呢？还是聊其他？他并不了解圣子大人的喜好，倘若不经意间惹得圣子大人微怒，岂不是弄巧成拙？唐艳雪就这样玉手微窜，朱唇咬紧，气氛尴尬无比。过了许久，他方才颤声开口：不知道圣子大人的事情忙完了吗？听着唐艳雪这句苦思许久的话，叶幕并未特殊对待，而是微微皱眉。什么事情？圣子大人，之前不是说您最近有所事缠身吗？叶幕恍然，旋即点头，已经忙完了。他之前所指的琐事，便是帮洛千雪压制寒毒，虽中途有些意外，但还是顺利完成了。与此同时，唐艳雪眉梢染喜，旋即再度说道：那圣子大人什么时候来唐家呢？此刻的他就如同一位溺水的凡人般，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岸吸入新鲜气气，以此缓解内心的煎熬与痛苦。而对于他而言，新鲜空气便是夜幕。我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圣子大人救过我的命，方才想让圣子大人来唐家，以此燕雪方能报答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说吧。唐燕雪又怕太过突兀，连忙解释。而叶幕听着唐燕雪的声音，眼底深处则是闪过一丝惊芒。帮洛千雪压制寒毒后，他最近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去往唐家不仅可以薅薅羊毛，还可以寻找一些关于真龙朝的消息。思绪至此，叶幕不多磨叽，笑着说道：既然唐家主都如此邀请叶某了，那叶某又怎能拒绝呢？这样吧，明日叶某便去往唐家，与唐家主见上一见。话落，那头的唐艳雪俏脸微呆，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好似静止了般，除去自己胸口处的心跳声，别无他声。毕竟他是什么没有想到，叶幕竟然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前往唐家。突如而来的意外让他的内心与脑海被惊喜与幸福给充斥，直至将近半分钟过后，唐艳雪方才反应过来，欣喜道：多谢圣子大人，唐家主还有其他事吗？这时叶幕再度问道。唐艳雪连忙摇头：没了，小女就不打扰圣子大人了。说罢，她便将传音石关掉，看着传音石那渐渐消散的光芒，唐艳雪的内心却是无论如何都平复不下来。而就在这时，咔嚓，闺房的房门忽地被打开，身穿微蓝长袍的唐云天竟是走了进来。在看到唐艳雪那悦然的神色后，他的眉头微皱，姐姐遇到什么事了，竟这般欣喜？云天，谁你进来的？唐艳雪扭头，在看到唐云天的一瞬间，笑容消失，转而蹙眉道。唐云天见状，眼底闪过晦暗，内心当中顿时充满了不平衡。毕竟方才唐艳雪那般悦然，而见他进来后却是变得冷漠万分。我是你的弟弟，进你的房间怎么了？唐云天略有不满。云天，你也不大了，也是时候该娶妻生子了，男女授受不亲。纵然我是你的姐姐，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也不可擅自进入我的房间。唐艳雪神色严肃，娇呵教训道。虽说今日由于与叶幕联系，导致他并未换上亵衣，身体并未被唐云天窥见，但他依旧是有些不舒服。是。唐云天虽万般不满，但此刻也只能憋屈地说道，谁让在他身前的乃是他的姐姐，也是整个唐家的家主呢？不过也正好，正巧有一件事需要人去做。唐艳雪教训完后，脸上便又露出悦然的神色。明日吴唐家将会有一位贵客到来，你现在便去通知各位长老，大摆宴席，要用最高礼仪招待这位贵客。话落，唐云天微微皱眉，内心忽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与危机。不知那位贵客是男是女？他双拳猛地攥紧，竟是这般问道。待明日你就知道了。好了，云天，你快去吧，姐姐我乏了，要休息了。唐艳雪微微挥手，将周围的蜡烛吹散。是。唐云天虽无比不甘，但来自灵魂上的压制却是让他不敢违背唐艳雪的命令，只好离开闺房。贵客如若是女的还好，如果是男的。离开闺房后，唐云天牙关咬紧，死死盯着地面。他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唐艳雪身穿襦裙的绝美模样。没有人可以夺走我的姐姐，只有我才能成为姐姐的男人。圣子大殿待传音石的光芒消散后，叶幕起身径直去往了苏浅浅的房间。此次去往唐家，他准备带上苏浅浅。与此同时，另一边，
苏浅浅的房间内。浅浅，你竟然会偷偷摸摸的看这种东西？只见白夭夭手拿苏壁火图，看向苏浅浅的眼神中满是质问。我。而苏浅浅则是面颊通红，低头不敢直视白夭夭。他方才观摩壁火图太过入迷，导致并未发现白夭夭，直接被白夭夭给抓了个正着。苏浅浅的脸皮不能说薄，但肯定也算不上厚。做这种事被发现，这让他不由得闭上眼睛，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他以为白夭夭要狠狠地教训他的时候，然而却见白夭夭面带兴奋地说道：“没想到浅浅竟然和我是同道中人。”哎，苏浅浅俏脸一呆，睁开眼睛，脸上露出茫然。白夭夭嘿嘿一笑：“嘿嘿，浅浅，别不好意思，其实我也喜欢看这种东西，食色性也，人之常情嘛。”说罢，他便坐到苏浅浅的旁边，搂住苏浅浅的柳腰：“来，我们一起看，一起看，一起看。”听着白夭夭的声音，苏浅浅俏脸上满是怀疑人生。毕竟在她的印象中，她的这个闺蜜从始至终都是调皮、幼稚、长不大，谁知对方竟还有这种爱好，属于是有些反差了。片刻后，苏浅浅抿了抿唇，点了点头：“一起看。”说罢，两人便面红耳赤，入迷万分的一同看起了春宫图。不知过了多久，白夭夭突然疑问：“浅浅，之前从来没见你看过这东西，你是什么时候接触的这个东西啊？又是怎么接触的？”苏浅浅的唇角勾起一道不易察觉的笑容：“我就是这几日才开始看的。至于怎么接触的，我发现圣子大人对我有些不满意，为了让圣子大人更舒服些，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些东西，以此增长一些知识。”话落，白夭夭的面色顿时一呆，用难以置信的声音惊呼道：“什么？为了让夜幕那个混蛋更舒服？你……”他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咔嚓一声，房门忽地被推开，夜幕缓缓进入房间。顿时白夭夭闭上了嘴，毕竟他又不傻，虽时常痛骂夜幕，但也是趁夜幕不在的时候偷摸骂，至于在夜幕面前骂，他自然是不敢。而苏浅浅看到夜幕后，顿时眸底生光，迫不及待地走向夜幕，恭敬问道：“圣子大人，您怎么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着这般模样的苏浅浅，白夭夭心态彻底炸了。在她的心目中，她的好闺蜜与她一样，都是被夜幕这个混蛋胁迫，导致深陷魔爪。她十分的痛恨夜幕，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苏浅浅同样痛恨夜幕，所以她还曾无数次幻想她与苏浅浅联手，一同击败夜幕，逃脱魔爪的束缚。然而此刻眼前的种种却都告诉着她，她的这个好闺蜜似乎已经臣服于夜幕这个混蛋了，这让她十分的难以置信。而夜幕并未理会白夭夭，而是扭头对着苏浅浅道：“明日我离开圣地一趟，去一个名为唐家的家族，你也跟我去。”“是。”苏浅浅直接应道。夜幕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便是抬头看向白夭夭：“你难道不解释解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白夭夭咬着牙关：“我来找浅浅玩，怎么，你不允许吗？”夜幕耸了耸肩：“允许，当然允许，不过嘛。”他的嘴角微扬：“明天你也跟本座去。”话落，他不等白夭夭回应，便是转身离开房间。而看着夜幕的背影，白夭夭气急败坏的跺脚：“真是一个混蛋！”这时他忽地想到了什么，猛地抬头看向苏浅浅，颤声问道：“浅浅，你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会与夜幕那个混蛋的关系那么好？”苏浅浅微微蹙眉，旋即说道：“夭夭，没必要一口一个混蛋。圣子大人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坏，没我想的那么坏。”白夭夭瞪大秋眸，语气扬长：“那个混蛋仗着拿捏了我的把柄，要求我每周与他双休一次，还有他还打伤了堂哥，这叫没我想的那么坏。”苏浅浅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因为他知道白夭夭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他却依旧这样说道：“你也说过吗？食色性也，圣子大人的确有些好色，但也不能因为这一个缺点否认圣子大人其他优点嘛。你看，圣子大人不仅长得……”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见白夭夭便是娇喝一声：“浅浅，你太令我失望了。”说罢，他便猛地转身，径直离开房间。一边走着，他还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在心底下定决心：浅浅已经被夜幕那个混蛋不知用什么手段给蛊惑了。夭夭，现在你已是孤身一人了，你不仅需要解救浅浅，还要提防，不能被夜幕那个混蛋也给蛊惑了。唐家，我记得堂哥背后的家族也是唐家，不会这样巧吧？
应该只是一个巧合。翌日，晨曦出战，就在金色的光晕带着微弱的温暖刚刚挥洒至整个唐家之时，唐艳雪便已将唐家的所有长老与重要人物全部召集于家主大殿，静静等候。今日的她依旧是身穿一件月白如裙，坐在紫檀椅上，姿态端正，一眼望去，顾盼生辉，绝美无比。但如若仔细观察的话，便能发现她那绝美的脸上竟带着一丝紧张与憔悴。紧张不必多说，今日乃是夜幕大驾光临的日子，无论是身为唐家家主，还是作为一位普通女子，紧张都无可厚非。而至于憔悴，那是因为昨天夜里她由于太过激动，导致整宿未睡，自然会显得有些憔悴。家主，您所说的贵客究竟是何人啊？就算再怎么贵重，也用不着所有长老，乃至是您提前迎接吧。这时有一位长老抬头看向唐艳雪，声音中略带不忿。话落，其余的众多长老也随之望向唐艳雪。方才的那位长老所说之话，也是他们的心声。先不说他们连那个所谓的贵客是何身份都不知道，就算是那些顶尖圣地的圣子，也不至于让他们唐家的所有长老全部在此提前等候吧。唐艳雪自然是感受到了众多长老的不满，但她并未在意，只是轻声说道：待会你们就知道了。闻言此话，众多长老虽心有不满，但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唐艳雪这个家主在他们心目中还是有些地位的。云天，去给我找一些香粉和胭脂，顺便把雪儿叫过来。见众多长老不再说话，唐艳雪便是扭头对着身旁的唐云天轻声说道。她并不是一个喜欢化妆的女子，至少在此之前她从未化过妆容，但昨日毕竟是一夜未睡，状态很差，她不想让夜幕看到这般憔悴的自己。姐姐要化妆。听着唐艳雪的声音，唐云天的心神不由一震，毕竟唐艳雪是一个极其保守并对自己容貌并不在乎的女子，所以从小到大唐艳雪一直都是不施粉黛，从未化过妆容。而如今那个所谓的贵客，不会真的是一个男子吧？唐云天的双拳缓缓攥紧，能让一个女子特意化好妆并紧张的等候的人，十有八九是一个男子了。这让唐云天不甘的同时又十分的愤怒。不甘是因为他的姐姐竟能专门为了对方施上粉黛，此等特殊待遇就算是他都未曾有过，而如今竟被另外一位男子给拥有了。愤怒是因为他早已将唐艳雪视为了自己的痉挛，而如今却有另外一位男子竟敢觊觎他的痉挛。不管你是谁，你已有取死之道。唐云天眼神血红，内心已含杀机。云天。这时唐艳雪似乎是以为唐云天没有听见，又试探性的说道：我现在就去。唐云天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内心的杀机压制下去，便转身离开了大殿。不多时，他便带着唐艳雪的贴身侍女雪儿重新回到了大殿。雪儿，帮我化妆。见雪儿来到，唐艳雪便是迫不及待的开口说道：家主要化妆，是有什么事情吗？雪儿脸上露出意外的神色。唐艳雪沉默了片刻，找了个理由：待会有贵客要来，不能让我现在这般憔悴的模样，让贵客看到。闻言此话，雪儿的脸上不禁露出古怪的神色。毕竟唐艳雪的这个理由太拙劣了，之前唐家又不是没招待过贵客，也没见唐艳雪这么重视吧。雪儿刚想开口说话，然而就在这时，她忽地想到了什么，秋眸微亮。等等，家主所说的贵客，该不会是家主您心仪的男子吧？话落，唐艳雪的脑海顿时变得一片空白，旋即她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无比。你说什么呢？什么心仪的男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见唐艳雪这副模样，雪儿内心已有了答案，嘻嘻一笑。就算是迎接贵客，也没必要这么郑重紧张吧？除非那个贵客是家主您的心上人，不然为何还要化妆呢？最主要的是，雪儿刚才只是随口猜测一下，家主您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莫要贫嘴了，快点给我化妆。听着雪儿的声音，唐艳雪脸颊愈发通红，不知该如何解释狡辩，最终她扭过头直接转移话题。雪儿脸上带着笑容，一边心想家主这棵铁树终于开花了，一边上前帮着唐艳雪化妆。唐艳雪的皮肤很好，好到可以称之为肤若凝脂，完美无瑕。而所谓的憔悴，其实只不过是她焦虑下所产生的幻觉罢了。毕竟她可是涅槃境的修士，就算一夜未睡，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约莫1刻钟后，大功告成，雪儿满意的退后一步，
旋即拿出一块灵镜，又说道：“家主，睁开眼睛吧，看看满不满意。”听着雪儿的声音，唐艳雪缓缓睁开眼睛，只见灵镜里的她，黛眉如远山寒烟，绛唇似晨露染眉，颊边霞色映着眸底清辉，书卷气混着脂香漫开，衬着她更加绝美。此刻别说唐艳雪了，纵然是唐云天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惊艳与贪婪。他前世加上今生所见过的绝美女子不在少数，可那些女子在如今的唐艳雪面前，就如同麻雀与针缝般天差地别。无论那个贵客，那个男子是谁，都无法在我手中将姐姐夺走。唐云咽了咽口水，心中说着：“嘿嘿，我保证，这世间的所有男子见了如今的家主，都会被迷得神魂颠倒，包括您那位心仪之人。”而雪儿则是见唐艳雪看得出神，嘿嘿一笑。闻言此话，纵然是唐艳雪，唇角也是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她转过身看向大殿外，眼神中透着期待，期待着夜幕的到来。而看着唐艳雪的背影，唐云天双拳摩挲着，眼底深处的贪婪再也压制不住。就在他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一道响彻天际的声音忽地出现：“合欢圣子到！”话落，伴随着话音落下，家族大殿中的众人全部露出不同的神色。唐艳雪面容一喜，下意识地站起身，秋眸带着光芒，径直看向殿门的方向，而众多长老则是同样看向殿门，只是神色略显惊骇。毕竟方才的那道声音，他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要知道，合欢圣地身为整个3000道域的霸主级势力，而其中的圣子更是在圣地内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没想到家主所说的贵客竟然是合欢圣子。其中一位长老倒吸一口凉气，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此刻方才等候多时的不满已烟消云散，他的内心当中也只剩一个情绪，那便是疑惑。合欢圣子为何会来到他们唐家？与此同时，另一边唐云天的反应与唐艳雪与众多长老都有所不同。在听到声音的一瞬，他的面色瞬间变得呆滞无比，其身躯也是愣在了原地。过了许久，他方才颤声说道：“我没听错吧？姐姐等候的那个贵客是那个夜幕？”他的言语当中尽是难以置信。云天，别这么吊儿郎当的。这时唐艳雪见唐云天呆愣在原地，连忙呵斥。闻言此话，唐云天深吸了一口气，坐直后又在心底安慰着自己：应该是我听错了，姐姐和夜幕八竿子都找不着，那个贵客怎么可能会是夜幕呢？一定是我听错了。对，就是这样。而就在唐云天安慰自己的时候，咔嚓，殿门忽地被推开，旋即3道身影便是走进大殿。其中一位乃是男子，身穿白袍，面若谪仙，俊俏无比；而另外2位则是女子，一位身穿月白广袖仙裙，青丝乌黑，眉眼如画，堪称绝美；而另一位则是身穿蕾丝衣裙，青丝胜雪，俏脸精致，一眼望去完美无瑕。3人正是夜幕、苏浅浅与白夭夭。这怎么可能？在看到夜幕的一瞬间，唐云天瞳孔骤然紧缩，方才刚刚平复的内心再度变得不平静了起来。唐艳雪口中的那位贵客竟然真的是夜幕，一时之间他的内心满是难以置信。圣子大人，您终于来了。唐艳雪并未注意到唐云天的变化，而是面带激动地站起身，上前走至夜幕的身前，声音支支吾吾，内心紧张万分。看着身前略施粉黛、绝美无比的唐艳雪，夜幕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唐艳雪的气质乃是那种温婉儒雅，虽是绝美无比，但就宛如画卷般，让人不敢生出觊觎之意。而如今唐艳雪画上妆容后，在温婉儒雅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丝妩媚气质，此等反差让纵然是见多识广的夜幕都不由生出一丝惊艳，一时间竟是不自主地紧紧盯着对方。圣子大人，您为什么一直盯着我？而唐艳雪见状，纵然是她此刻也不由得脸颊微红，声若蚊蝇。唐家主略施粉黛的模样着实惊艳，导致叶某一时出神，还请唐家主不要介意。叶幕反应过来，并不尴尬，反倒是笑着说道：“没关系的，我不介意。”唐艳雪连忙抬头说道，她恨不得叶幕一直盯着她看，又怎会介意呢？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叶幕还想说话，然而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却是缓缓出现：“
叶幕的嘴角微微扬起，旋即环顾四周，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不远处的唐云天身上。只见此刻的唐云天双拳攥紧，死死地盯着叶幕与唐艳雪的方向，其眼神通红而又充满杀意。叶幕，我要你死！他在心底歇斯底里地怒吼着。唐艳雪有了心仪的男子，本就让他极其愤怒，而如今在发现那位男子竟是他的仇人叶幕之后，这股愤怒变得更甚。如今他更是只能看着唐艳雪与叶幕谈笑风生。唐艳雪脸颊通红，而他却只能坐在一旁看着两人交谈，这让他内心愤怒的同时，内心又充满了嫉妒。毕竟就算是他都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啊。最主要的是唐云天还很疑惑唐艳雪究竟是如何与叶幕结识的。唐哥。这时叶幕身旁的白夭夭也是发现了唐云天，一时之间他的面色变得煞白无比。他并未来过唐家，再加上叶幕事先并未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地乃是唐家，所以在看到唐云天在此后，白夭夭的内心顿时被难以置信的恐慌所充斥。不要认出我，求了，不要认出我！他死死低着头，秋眸中有泪水打转，内心不断的恳求着。叶幕自然是看到了白夭夭的反应，但他并未与其说话，只是嘴角微扬，脸上带着玩味，旋即看向唐云天，轻声问道：这位道友有些眼熟啊，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几面？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周遭的众多长老全部都不由得看向唐云。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周遭的众多长老全部都不由得看向唐云天，其眼神当中满是意外与讶然。毕竟他们从未听说他们唐家的这位少爷竟还与合欢圣子有所关联。别说众多长老了，就连唐艳雪都是讶然道：云天，你和圣子大人很熟悉？感受着周围的目光，唐云天咬紧牙关，旋即抬头望向唐艳雪，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曾有数面之缘，但称不上熟悉。现在的情况对他很不利，他不能暴露出自己与叶幕之间的仇恨，至少现在不能。而见唐云天如此模样，叶幕轻笑一声，旋即便抢先说道：堂兄与我不熟，我与堂兄可是熟悉的很啊。对了，我还把堂兄的另一位故事也给带来了，你们确定不打一下招呼吗？说罢，叶幕便是微微侧身，霎时间一直躲在叶幕身后的白夭夭的身影映入唐云天的眼帘。夭夭，他下意识地惊呼道，此道声音就宛如一把利刃般猛地刺入白夭夭的内心，他娇躯颤抖，紧紧着低着头，如同鸵鸟般不敢回应唐云天。而叶幕见状，再度轻笑一声，旋即阴阳怪气道：哦，本圣子忘了，夭夭与你并不相干，更别谈什么所谓的故事了。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伴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往日在合欢圣地时的画面重新浮现在唐云天的脑海当中，他的眼神渐渐变得通红，其双拳也是随之攥紧。下一刻，他猛地抬头望向白夭夭，眼神通红，再度说道：夭夭，你为什么不说话？唐云天的声音环绕在耳边，白夭夭的秋眸渐渐被泪水所挤满，其娇躯颤抖得更加剧烈。可他依旧没有回复唐云天，一是因为叶幕的威胁，二是因为满是愧疚的他此刻并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用何等模样面对唐云天。只是他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副反应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夭夭，你说话啊，当初在合欢圣地不是挺能说吗？为什么现在不说话了，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了吗？只见唐云天满脸愤怒，眼神血红，朝着白夭夭歇斯底里的怒吼道。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周围的众多长老都被吓了一大跳，旋即无一例外全部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唐云天。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唐云天竟会用这般语气大声说话。要知道这里可是家主大殿，并且合欢圣子便在此地啊！云天不得在圣子面前如此无礼。唐艳雪率先反应过来，面带怒意地对着唐云天呵斥道。叮，检测到唐云天的道心受损，获得气运点2万。而听着唐艳雪的声音，唐云天猛地向后踉跄了数步，旋即颤抖着用右手捂住心脏，其看向唐艳雪的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喂，为什么？在他眼中，明明叶幕才是加害者，而他乃是受害者，而他的姐姐却为了叶幕这个加害者选择呵斥他这个受害者，这让唐云天一时之间无法接受。唐艳雪并未理会唐云天，
而是抬头看向叶幕，声音中带着歉意：“他叫唐云天，乃是我的弟弟。他从小便这般鲁莽莽撞，让圣子大人见笑了。”叶幕笑了笑，摆了摆手，故作大气道：“无妨，年轻人嘛，莽撞一点，很正常。”轰隆，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2万。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唐云天只感觉有一道煌煌天雷重重地落在了自己的头顶般，让他的眼神再度变得血红无比。叶幕，他在心底歇斯底里地怒吼着。要知道，身为强者重生的他，其真实年龄近乎1000岁，而叶幕却装作长辈，说他是年轻人，可谓是奇耻大辱也。不过，不，忍住，我要忍住。待我夺得家族秘境内的至宝后，我就可以将叶幕这厮震杀。我现在要忍住。只能说，唐云天不愧是强者重生，面对此等耻辱，他最终竟是忍耐了下来，这让叶幕微微有些意外。不过，他的嘴角微微扬起。这次你能忍耐，那么下次呢？圣子大人，心胸宽广，我自愧不如。这时，唐艳雪脸上带着感动，对着叶幕说道。旋即，他又扭头看向唐云天，用恨铁不成钢又带着一丝严肃的声音喝道：“云天，你以后要多加向圣子大人学习，不要动不动就动怒，知道了吗？”噗嗤，叮，检测到唐云天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2万。唐艳雪的声音就宛如锋利的利剑般，重重地刺入唐云天的内心部。我不能动怒，我要忍耐，忍耐，忍耐。唐云天咬着牙关，过了许久，方才抬头看着唐艳雪，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知道了。”唐艳雪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便扭头看向白夭夭，蹙眉问道：“对了，圣子大人，这位是？”他不是傻子，自然能够看出这位女子与他的弟弟有所瓜葛，只是这位女子又和叶幕有所关系，这复杂的关系让唐艳雪一时之间有些摸不清头脑。叶幕先是扭头看了唐云天一眼，旋即笑了笑，直接说道：“她叫白夭夭，乃是我的贴身侍女。”轰隆，叮，检测到唐云天的道心受损，获得气运点3万。龙有逆鳞，而所有气运之子的逆鳞，毋庸置疑，便是自己的女人。唐云天本就忍耐到了极限，此刻当叶幕说出白夭夭乃是他的侍女后，被触碰到逆鳞的他，终是忍不住了。毕竟，就算白夭夭再怎么与他切割，在他眼中，白夭夭也是他的痉挛，他的女人。叶幕，你找死！滔天的威压骤然间从唐云天的体内乍现，恐怖的声浪瞬间席卷整个家族大殿。一瞬间，所有人，包括众多长老，包括唐艳雪，包括此刻，都是下意识的抬头，循着声音转。在看到唐云天的一瞬间，众多长老先是一愣，旋即便是满脸愤怒的开始了讨论：唐云天究竟在干什么？圣子大人与他无冤无仇，竟如此咒骂圣子大人，此人如此鲁莽，迟早会为我们唐家惹祸上身啊！家主，您是怎么教育你这个弟弟的？倒不是说唐云天在家族内的地位有多低，主要是合欢圣地与唐家的实力与底蕴实在是太过悬殊了。他们这群长老，无一例外，全部都在想着如何讨好叶幕。然而，唐云天却是对合欢圣子出言不逊。要知道，如若叶幕真的计较，那遭殃的可不仅是唐云天一人，而是整个唐家。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愤怒。别说这群长老了，纵然是较为温和的唐艳雪，此刻在听到唐云天的声音后，其俏脸上也是露出怒意来。他扭过头看着唐云天，旋即娇喝道：“云天，不许咒骂圣子大人！”话落，唐云天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再度怒吼道：“我咒骂他都算轻的，我虽然不知道姐姐你是如何结识他的，但你相信我，他在你面前与刚才展示的一切模样都是装的，他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卑鄙无耻的小人。姐姐，你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他就是……”唐云天还想接着说，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涅槃四重的威压骤然间从唐艳雪体内乍现，顷刻间便如潮水般将整个大殿都给笼罩其中。给我闭嘴！他俏脸厉色，声音蕴含着从未有过的怒意。以后不准再让我听到你议论圣子大人，不然纵然你是我的弟弟，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伴随着唐艳雪的声音落下，唐云天呆呆地愣在原地，只感觉内心当中有一颗无形的东西骤然破碎开来。过了许久，
他猛地抬起头，用癫狂的眼神看着唐艳雪。唐艳雪，我可是你的弟弟啊！你不维护你的弟弟，反倒是维护一个外人。话落，唐艳雪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便被坚定所取代。我方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咔嚓，叮，检测到唐云天的道心彻底破碎，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落下，唐云天猛地仰头大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如若让爹娘知晓，你如此偏袒一位外人，不知爹娘会有何作想。说罢，他便径直离开家族大殿。看着唐云天的背影，唐艳雪朱唇抿紧，轻叹口气：云天，你何时能够长大啊？方才他那般维护叶幕，虽是有着情感上的私心，但大多数原因其实还是叶幕的背景太过恐怖，他们唐家惹不起对方啊。他本以为唐云天已经长大，足够成熟了，可如今对方的表现却是让他失望无比。唐艳雪摇了摇头，将思绪抛去，旋即便扭头看向叶幕。一时间，方才在唐云天面前严肃厉色的唐艳雪竟是变得紧张无比。圣子大人，云天心智有些不成熟，您莫要与他计较。他支支吾吾，想要为唐云天方才的行为找补，但叶幕身份上给他带来的压力与那缕情愫交织在一起，却是让他不知该怎么说。呵呵，唐家主不必这么紧张，本圣子没有生气，也没说要与他计较。而就在唐艳雪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叶幕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叮。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5点，现好感度85，这让唐艳雪的脸上再度露出感动的神色，心中也是再次感叹叶幕的心胸宽广。我以为圣子大人准备好了居所，如若圣子大人无事的话，现在便可前去。唐艳雪再度说道。叶幕点了点头，那就有请唐家主为叶某带路了。唐艳雪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她不多墨迹，连忙带着叶幕等人离开大殿，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座恢宏无比的居所当中。待叶幕进去其中后，唐艳雪便是说道：那我就暂且退下了。说罢，他便准备离开居所。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忽地开口说道：稍等。唐艳雪脚步一顿，旋即扭头看向叶幕：圣子大人，还有事吗？叶幕笑了笑，旋即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一些事情想要询问一下唐家主。唐艳雪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欣喜，旋即便迫不及待地坐在了叶幕的身旁，道：什么事情？我定然知无不答，言无不尽。唐家。叶幕的话说到一半，便被唐艳雪出声打断：唐家主这个称呼太生疏了，我有些不喜欢，你以后直接叫我艳雪就行。说罢，方才雷厉风行的唐艳雪竟是有些羞赧的低下头，不敢去看叶幕。叶幕愣了片刻，旋即笑道：艳雪，不知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名叫真龙巢的秘境？真龙巢。听着这陌生的名字，唐艳雪微微蹙眉，下意识的便要摇头否决。然而就在这时，他忽地想到了什么，瞳孔微缩：圣子大人，我似乎听说过这个秘境。叶幕脸上露出兴趣。哦。见叶幕来了兴趣，唐艳雪便接着说道：我们唐家有一座从上古时期便传至如今的祖传秘境，我曾偶然翻阅古籍，得知我们唐家的祖传秘境上古时期似乎便叫真龙巢。祖传秘境。叶幕先是陷入了沉思，旋即猛地凑近唐艳雪，郑重道：艳雪，这真龙巢里有我所需之物，我想进入其中，不知你是否同意？看着自己距离极近的叶幕，唐艳雪先是一呆，旋即脸颊顿时变得通红无比。啊，圣子大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哪有不同意的道理？还有圣子大人，您靠得太近了。叶幕嘴角微扬，旋即站起身，对着唐艳雪拱手道：多谢艳雪，不知这真龙巢何时开启？明天就会开启。唐艳雪还未缓过神来，她回答了叶幕的问题后顿了顿，又说道：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叶幕笑着点了点头，没事了。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唐艳雪猛地站起身，旋即便如逃般离开了此地。看着唐艳雪的背影，叶幕先是哑然失笑，旋即便盘坐在蒲团之上，轻声道：真龙巢，明日吗？与此同时，在离开居所后，唐燕并未直接回到闺房，而是径直朝着唐云天的房间走去。看着身前紧闭的房门，唐艳雪叹了一口气，旋即伸手敲了敲门：云天，你在里面吗？伴随着唐艳雪的话音落下，房间里面唐云天的双拳猛地攥紧。呵，跟叶幕交谈完了，
方才想起我了，对吧？他在心底冷笑道，便闭上眼睛，不去理会唐艳雪。然而就在这时，他忽地想到了什么，连忙睁开眼睛，露出欣喜的神色。等等，姐姐，该不会是来向我道歉的吧？按照原本的唐云天的记忆，自小时候起，每当唐艳雪惹唐云天生气，便会在夜晚来到唐云天的房间向其道歉。想到这，唐云天不再墨迹，便直接站起身，打开房门，旋即问道：姐姐，您怎么来了？看着欣喜的唐云天，唐艳雪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唐云天其实并未想错，唐艳雪此次前来正是想向他道歉。可当他看到唐云天这副模样，不由得在心底默念：云天闯下了如此大祸，却还是这般吊儿郎当的模样，我之前是不是太惯着他了？想到这，唐艳雪深吸了一口气，一收方才在叶幕面前的娇羞紧张，旋即低头看向唐云天，严肃呵斥：我此次前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错了吗？伴随着唐艳雪的话音落下，唐云天猛地瞪大眼睛，旋即抬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唐艳雪。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唐艳雪此行的目的竟然不是向他道歉，而是接着追杀他。方才在大殿内的画面再度涌上脑海，唐云天的面色顿时被怒意所充斥。我错乃了。他猛地抬头嘶吼道：错乃了！你今日清晨当众咒骂圣子大人，难道这不是过错吗？唐艳雪见唐云天还是不知悔改，内心顿时被失望所充斥，旋即喝道：那是他活该，别说咒骂了，我迟早要将他活剐，将他碾死，然后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最后在唐云天的话还未说完，便听啪的一声巨响，唐艳雪猛地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唐云天的脸上。一瞬间，剧烈的疼痛让唐云天猛地一愣，他颤抖着抬头，呆滞地看着身前的唐艳雪。姐，你打我！唐艳雪咬着牙关，旋即说道：借你的话，这是你活该。此刻纵然是强者重生，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唐云天，此刻也是彻底绷不住了。你知不知道那叶幕？他想解释他与叶幕恩怨的由来，却被唐艳雪打断。方才我已将你与圣子大人之间的恩怨调查清楚，在婚礼上对圣子大人出言不逊，本就是你的过错，圣子大人还能饶你一命，已是心胸宽广，仁至义尽了。而你却不仅不感恩圣子大人的怜悯，反而再次出言不逊，甚至直至现在都未有一丝悔改之意。唐艳雪顿了顿，旋即用失望的眼神看向唐云天。唐云天，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太令我失望了。话落，唐艳雪抿住朱唇，直接转身离开房间，旋即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房门。一时间，偌大的房间变得死寂无比。叮，检测到唐云天刚刚重塑的道心再度破碎，获得气运点5万。一道唐云天听不到的声音缓缓响起，他就这样呆呆地愣在原地，过了许久许久，他猛地抬起头，竟是大笑了起来。那叶幕夺我挚爱，重创于我反而要感谢他的怜悯。此刻的他内心满是对叶幕的仇恨。唐云天的笑声猛地一顿，旋即他低下头，眼神如同一头野兽般。好，既然你们都逼我，那便莫要怪我了。叶幕，我要你死！话落，他猛地挥手，下一刻，一面散发着滔天魔气与威压，令人不寒而栗的黑色长幡竟是陡然出现在他的身前。前世他被众多仇人围攻致死，最后时刻他选择自爆而亡，其魂魄带着他前世所获得的一些至宝漂流万界，最终将唐云天夺舍。破界幻魔幡，看着身前的黑色长幡，唐云天咧嘴一笑。这面长幡与幽冥还魂灯一样，都是他前世所带来的至宝，其作用很简单，便是献祭血肉，以此召唤域外之魔。域外之魔食尽血肉，便会帮召唤者做一件事情。由于此物乃是一次性的，珍贵无比，所以他之前并未考虑过用此物对付叶幕。可他现在只想让叶幕死，纵然是不择手段也罢。唐云天脸上带着疯癫，他不多墨迹，拿出已备好的血肉，开始掐诀，以肉为符，以血为气，域外之魔破虚而来。轰隆，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一道滔天的魔气与血光骤然间从破界幻魔幡上乍现，咔嚓咔嚓
伴随着阵阵恐怖的威压出现，周遭的空间竟是开始渐渐出现皲裂。砰！下一刻，空间彻底破碎，一道身影缓缓走出虚空，身影身穿一件刻有深邃符文的黑袍，脸上布满诡异的紫黑魔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深不可测与诡谲的气息。是谁在召唤吾？嘶哑的声音缓缓传入唐云天的耳中，他连忙抬头，迫不及待地说道：是我召唤了你。域外之魔低头看向唐云天，旋即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哼，涅槃境的蝼蚁，说吧，你需要让吾做什么？我需要你帮我杀一个人。唐云天脸上露出疯癫的神色，旋即便将夜幕的信息一股脑地讲给了域外之魔听。哦，荒古圣体，肉身强悍，倒是有些意思。域外之魔脸上露出兴趣。那人现在在哪？唐云天满脸欣喜，迫不及待地说道：就在不到20里外，现在你过去即可直接将他灭杀。然而他的话音落下，域外之魔却是没有任何反应，这让唐云天有些着急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将那人灭杀啊！不急，许久未来此界，在此之前我需要好好享受享受，待享受完之后我再将那人灭杀。说罢，域外之魔猛地深吸一口气，陶醉道：呼，真是甜美的空气啊！相较于域外，此界简直是天堂。你！唐云天抬起手指，刚要怒斥不干事的域外之魔，然而域外之魔却是猛地低头看向唐云天，旋即寒声道：区区涅槃境的蝼蚁，吾愿帮你做事，便是给足了你面子，你竟还敢对吾指手画脚！唐云天面色煞白，连忙解释：毕竟夜长梦多，我只是怕无失手。唐云天的话再度被打断，旋即便见域外之魔仰头大笑道：哈哈，灭杀一位古龄只有19岁的小鬼蝼蚁，还会失手？本座可是圣境强者，区区涅槃蝼蚁，无单手便可镇压。听着域外之魔的声音，唐云天的双拳不由攥紧。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但他对于夜幕的仇恨已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步。每让夜幕多活一天，他内心的愤怒与不甘便会加剧一分。本座先离去了。这时域外之魔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看来还是得靠自己。唐云天见状，眼神渐渐变得灰暗了起来。他方才真是被仇恨冲昏了脑，明明待他夺得家族秘境中的至宝后，便可将夜幕镇杀，却还是浪费了域外之魔这个底牌。最主要的是，域外之魔这个 BYD 还不听话。不过如果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将夜幕镇杀，那域外之魔便可另有他用，倒也不算浪费。呵，夜幕，待我夺得至宝之时，便是你将死之日。唐云天的眼眸深处是滔天的仇恨。翌日清晨，圣子大人，唐艳雪早早的就起了床，洗漱完后便来到了夜幕的居所前，先是敲了敲门，旋即恭敬的喊道：咔嚓！房门被推开，一位身穿白袍、面若谪仙般的男子便是映入唐艳雪的眼帘。他脸上带着笑容，对着唐艳雪温声说道：艳雪。一刹那，唐艳雪脸颊通红的同时，又不禁在心底感叹：圣子大人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模样，说话也是不急不缓，如沐春风。思绪顿了顿，唐艳雪又想起了昨日与唐云天之间的交谈，一时之间，唐云天那副歇斯底里、愤怒狰狞的模样与夜幕温文尔雅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抿住朱唇，秋眸低垂。什么时候云天才能像圣子大人这般成熟啊？定。因宿主的缘故，唐艳雪与唐云天关系受到微妙的影响，获得气运点1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但夜幕并未表露出半分惊讶，而是再度笑道：艳雪为何不说话？唐艳雪反应过来，脸上露出慌张，赶忙说道：抱歉，方才愣神了。真龙巢马上开启，我们快去吧，毕竟晚了秘境入口就会关闭。夜幕点了点头，旋即扭头看向苏浅浅与白夭夭，吩咐两人待在原地，便说道：麻烦艳雪带路了。不麻烦的。唐艳雪脸颊微红，旋即便带着夜幕离开居所，径直朝着唐家东面袭去。唐家东面乃是一座占地数十万里地的无垠森林，而真龙巢便是位于森林的外围，由唐家掌控。当两人到达之时，真龙巢的周围早已被众多弟子围得水泄不通。快看，家主来了！这时有一位弟子看到了唐艳雪，不由得惊呼道。一瞬间，几乎所有弟子，尤其是男性弟子，都不由得抬头望去，
由于唐艳雪绝美的容颜，加之家主的身份与威严的地位，导致唐家乃至其他势力的男性或多或少都对唐艳雪有着别样的情愫。很快，他们便找到了唐艳雪。然而，令他们惊疑的是，唐艳雪的身边竟还有着一位男子。那个男子是何人？为何会跟着家主一起前来？我才没有羡慕呢！别胡说，你没有听说吗？昨天合欢圣子大驾光临我们唐家，那个男子应该就是合欢圣子了。他竟然能够与家主并肩行走，卧槽！你们不羡慕，我羡慕啊！别胡说，我 TM 也羡慕，但羡慕也没用，毕竟人家不仅天赋强，背景深，长得也帅啊，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比拟的。众多羡慕乃至嫉妒的声音不断的响起，旋即又落入唐云天的耳中。他牙关咬紧，双拳微窜，旋即抬头看向半空当中那两道正谈笑风生的身影。一时之间，嫉妒、不甘、愤怒等等情绪将他的内心所笼罩，最终化为一句话：叶幕，你有取死之道。这时唐艳雪与叶幕已降临地面。圣子大人，这便是真龙巢的入口了。唐艳雪指向远处，旋即说道。叶幕循着手指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竟有着一具庞大的真龙尸骸，横亘于大地之上。真龙尸骸上已没有了血肉，满是森森白骨，但在森森白骨上却是流淌着阵阵深奥的符文微光。轰隆！而就在这时，大地之下忽地发出一道似从亘古时期便传来的恐怖声响。下一刻，咔嚓一声，那真龙尸骸竟是从中裂开，旋即尸骸的中心竟是猛地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深渊。伴随着鸿沟深渊的出现，周围再度陷入了轰动当中，毕竟这鸿沟深渊便是真龙巢的入口，鸿沟的出现也就代表着真龙巢开启了。唐艳雪深吸了一口气，旋即便上前下达命令，在家族大比中夺得前5者进入秘境。然而他还未说话，便听嗖的一声，一道身影竟是迫不及待地径直朝着鸿沟的方向冲去。正是唐云天。他现在只想进入秘境，然后夺得他用其他至宝所算出的另一件至宝。然而凭借那道至宝镇杀叶幕，所以他不想浪费一分一毫的时间。云天，不可鲁莽。然而他的这个行为顿时让唐艳雪变得焦急万分，毕竟真龙巢神秘，谁也不知会不会有意外发生。他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又是轰隆一声巨响，大地剧烈震动，旋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一头散发着滔天威压的真龙虚影竟是直接从鸿沟中飞出，旋即一爪子重重地砸在了唐云天的身躯之上。唐云天来不及防御，加之真龙虚影的肉身恐怖，一瞬间唐云天吐出一口精血，旋即便如炮仗般倒飞而去。叮！因宿主的原因导致唐云天重创，获得气运点3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微微皱眉，和我有什么关系？叮！此道虚影乃是上古时期被祖龙斩杀的另一条真龙，后被祖龙作为此秘境的守护帝灵，以往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在感知到宿主的祖龙血脉后方才苏醒。叮！此虚影并无灵智，只会凭借本能袭杀擅闯秘境和与祖龙有关的人。闻言此话，叶幕恍然，旋即便抬头望向那真龙虚影，轻笑一声。所以他的目标是我吗？真龙虚影似是感受到了叶幕的目光，缓缓转身，用金色的龙眸死死盯着叶幕。下一刻，一声龙吼响彻天际，半圣的威压也是随之笼罩千里。霎时间，感受着此道威压，周围的众人再也按捺不住惊骇与恐慌的情绪。这是什么情况？这条真龙虚影是从哪冒出来的？之前家族秘境开启之时，可未曾有过此道虚影啊！这道威压，半圣，这条真龙虚影竟然有着半圣的修为，这该怎么办啊？要知道，我们唐家的最强者也不过是化到后期罢了。众人惊恐的声音不断地回荡在森林当中，而与此同时，听着周围不断传来的声音，纵然是唐艳雪，此刻俏脸变得苍白，其看向那虚影的瞳孔也是微微紧缩。虽说他并不知道这条真龙虚影是何等存在，但他能够感知到这条虚影对于他们的敌意，加之这条虚影那半圣境的修为，如若此道虚影对他们出手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唐艳雪的朱唇不由得缓缓抿紧，
就在他思考该如何应对的时候，就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如同音爆般的声响骤然间传来，霎时间唐艳雪瞳孔骤缩，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那条真龙虚影。只见那真龙虚影面色狰狞，竟是以极快的速度如游鱼般猛地朝他，不是他身旁的叶幕的方向袭来，仅一瞬间便是袭至叶幕的身前，伸出蕴含着莫大肉身力量的龙爪，便要将叶幕震杀于此。圣子大人，小心！唐艳雪反应过来，连忙扭头看向叶幕，惊喝道。然而时间已是来不及，在他话音刚落下，那龙爪便要砸向叶幕。就在他乃至众人都要以为叶幕将要殒命于此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只见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叶幕竟是攥紧右拳，旋即一拳重重地与那龙爪对轰在了一起。霎时间，恐怖的声浪与余波伴随着滔天的肉身波动，直接将方圆数千里都给笼罩其中。周围的众多修士乃至唐艳雪此刻感受着此道威压，眼睛顿时瞪大，旋即无一例外全部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叶幕。圣子大人的肉身力量竟如此恐怖！唐艳雪一边用灵力抵抗着余波，一边秋眸瞪大，俏脸震惊着在心底说道：要知道，真龙乃是万灵之长，本就以肉身强度闻名。虽说眼前的这条真龙只不过是虚影，但毕竟还是继承了生前的恐怖肉身，不然也不会一爪子便将唐云天击昏过去了。然而此刻叶幕竟是靠着自身的肉身力量与这条真龙虚影对轰了起来。最主要的是，叶幕不仅没有落入下风，乃至略微占据上风。如此离谱的事情发生在眼前，这让苏艳雪如何不震惊？而就在她震惊之时，又是轰的一声，威压消散，对轰结束，叶幕收起右拳，而真龙虚影身同样一闪，遁至远处。唐艳雪见状，连忙上前郑重道：圣子大人，真龙巢出现意外，有眼前这条半圣真龙守护，我们应该是进入不了秘境了，还是快点走吧。虽说方才叶幕与这真龙虚影对轰了一段时间，但苏艳雪并不认为叶幕便能敌过这条真龙虚影，毕竟这条真龙虚影可是有着半圣修为的。虽然他并不知晓叶幕是何修为，但以年龄推测，至少不可能与这真龙虚影匹敌。为何要走？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叶幕闻言此话却只是淡声说道。闻言此话，唐艳雪微微一愣，过了许久方才说道：圣子大人，您说什么？叶幕轻笑一声，旋即抬眸，用淡漠的眼神看向那真龙虚影，再度淡声道：我说为何要走？不就是区区一条泥鳅吗？震杀即可。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周围的众人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其看向叶幕的表情中满是怀疑人生，似是在说好大的口气。也不怪他们这般反应，毕竟在他们眼中，叶幕虽地位尊贵，背景深厚，但也只是一位只有19岁的少年罢了。19岁的修士能有多高的修为？而那条真龙虚影可是有着半圣境的修为啊！修炼一途，境界越高，则差距越大，到了化道这个级别，可能差一小境界便是天壤之别。更何况叶幕与真龙虚影可不仅是差了一个小境界那么简单啊！别说周围的弟子了，就连唐艳雪在听到叶幕的声音后，俏脸上也是露出焦急的神色。而就在这时，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吼骤然出现，只见那条真龙虚影就好似听懂了叶幕的话语般，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旋即龙躯竟是猛地一颤，数片散发着璀璨光泽的鳞片径直朝着四面八方掠去，旋即竟是作为阵眼，在周围形成了一道阵法。这条畜生竟是想把我们困杀于阵法中。一位对阵法略知一二的长老见状，脸上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伴随着这位长老的话音落下，周围的人群恐慌的氛围瞬间在周围弥漫开来。毕竟方才他们想的都是打不过还能跑，可如今他们却是跑都跑不了。别说是这群弟子了，就连唐艳雪此刻俏脸也是微微变得煞白。他扭头看向叶幕，然而却发现此刻的叶幕脸上不仅没有半分恐慌，反倒是一如既往的淡漠，这让唐艳雪更加焦急了。她刚想开口说话，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一道极其响亮的声音竟是从远处的那条虚影龙躯中乍现，旋即在众人的目光下，那条真龙竟是缓缓化为一位身穿黑衣、
脸带鳞片的中年男子。这是化形。有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老倒吸一口凉气，颤声说道：妖兽在修炼到一定地步后，可以幻化人形，而在化形之后，虽体型有所缩小，但对力量的掌控将会更加精准。通俗来说，就是化形的妖兽实力将会更加恐怖。砰的一声巨响，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另一边只见那真龙用金眸扫视周围，旋即缓缓抬手，用毫无感情、空洞无比的声音说道：今日镇杀闯入无领地之人。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伴随着阵阵恐怖的威压出现，如同一道无形的桎梏被骤然破开般。那真龙虚影的境界竟是水涨船高，突飞猛进，最终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来到了圣境一众。轰隆，伴随着真龙虚影突破圣境，一道足以响彻天际的轰鸣再度出现，滔天的圣威也是随之如潮水般以真龙虚影为中心猛地席卷开来，仅是一瞬便将方圆万里都给笼罩其中。无数人感受着此道威压，面色顿时变得煞白无比，就连脑海也是随之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长老支支吾吾颤声说道：这是圣境，他竟然突破到圣境了。他的言语当中尽是震惊与绝望。毕竟天元大陆流行着一句话：圣境之下皆为蝼蚁，踏入圣境的修士便可掌握天地法则，法则之力何其恐怖。面对未曾掌握法则的修士，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而在众人惊恐之际，与此同时，另一边只见那真龙虚影猛地抬起手，霎时间滔天圣威掺杂着无穷的妖气，竟在苍穹之上汇聚为了一道百丈龙爪虚影。灭！旋即真龙虚影轻喝一声，随着他的声音落下，霎时间那道龙爪虚影蕴含着无敌之势，径直朝着地面镇压而来，似是下一刻便要将众人全部镇杀于此。龙爪逼近，威压凌人。唐艳雪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抬头看向那道龙爪，当初在云州时的绝望感再度涌上心头。我太弱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孱弱。实际上他的天赋并不弱，反倒很高，奈何这几年管理唐家耗费太多时间，导致疏于修炼，直至今日年过20，方才只有涅槃4重的修为。唐艳雪玉手微窜，如当初在云州般颤抖着闭上了眼睛。此刻无数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遗憾、不甘、绝望、恐惧。就在唐艳雪以为自己要生死道消之时，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起，只见夜幕缓步上前，旋即攥紧双拳，荒古圣体在此刻骤然催动。一刹那，滔天的气血萦绕在夜幕的周身，最终竟是汇聚为了一道巨拳虚影。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巨拳与龙爪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霎时间天地色变，风云涌动，恐怖的余波瞬间便将圣威覆盖，笼罩万里。感受着此道惊人的余波，唐艳雪颤抖着睁开眼睛，旋即夜幕那晚若谪仙般的身影便是映入眼帘。圣子大人。他微微一呆，很快便反应过来，夜幕又救了他一命。叮！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时，现好感度95。唐艳雪秋眸与脸颊同时微红，其看向夜幕的目光中满是感激与深深的情愫。轰隆！这时巨拳与龙爪一同消散，威压也是随之消失。这是荒古圣体。真龙虚影看着夜幕周遭那惊涛骇浪般的金色气血，面色微凝，轻声呢喃。夜幕并未理会真龙虚影，只是缓缓抬头，嘴角微扬。接下来该我了吧。话音落下，嗡，一道似从亘古时期所传来的嗡鸣骤然从夜幕体内乍现。轰然间，伴随着8亿4千万颗威力一同催动，一头散发着莫大威压，凌驾于真龙之上的神像虚影陡然出现在夜幕的身后。下一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轰的一声巨响，夜幕一拳轰出，蕴含着滔天金色气血与8亿4千万颗威力，足以镇压成千上万颗星辰的拳浪骤然出现，旋即便以无敌之势径直朝着那真龙虚影的方向碾去。看着那道如同惊涛骇浪般的拳浪，纵然是真龙虚影此刻也是面色一凝。下一刻，他猛地举起双手，霎时间滔天的龙威如同潮水般骤然出现，席卷开来，旋即竟在他的身后
汇聚为了一具足有千丈的真龙法相。砰！真龙法相与拳浪重重的碰撞在一起，引发惊天动地的巨响。圣子大人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而在一旁，众多修士抬头望招法相与拳浪，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全部都露出震惊的神色。不怪他们如此反应，要知道叶幕今年才刚满19岁，便能够与圣境大能打得难舍难分。此等天赋，纵然是翻遍古籍，通古至今，也是闻所未闻。难不成我们要得救了？而震惊完后，这群修士的脸上便是露出激动的神色，毕竟他们之前都已经近乎绝望了，而如今叶幕这强悍的实力却又给了他们希望的曙光。然而就在这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只见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苍穹之上那道真龙法相竟是陡然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下一刻，真龙法相张开血盆大口，竟是开始逐步吞噬拳浪，其威压也是在此刻愈发恐怖，似是下一刻便要将拳浪彻底吞噬殆尽般。众多修士见状，脸上再度露出恐慌的神色，连圣子大人都敌不过这头畜生，难不成是天要亡我吗？更有甚者，直接大声哀呼道。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们恐慌之际，另一边叶幕飞但没有丝毫恐慌，反倒是眉头轻挑，略带意外。此等手段倒也有点意思。不过叶幕顿了顿，旋即轻笑一声，在我面前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话音落下，轰的一声巨响，藏匿于叶幕体内最深处的那股血脉之力在此刻骤然催动，霎时间他的身体逐渐被狰狞的龙鳞所覆盖，其身后也是随之出现一条散发着莫大威压的真龙虚影，正是祖龙。轰！伴随着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出现，那祖龙虚影猛地仰头望天，旋即张开血盆大口，霎时间滔天的声浪顿时席卷万里，一道响彻天际的龙吟声也是随之出现，威压滔天，龙吟阵阵，来自血脉上的压制让周围的众人面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就连身躯都是开始了不自主的颤抖。更有甚者，直接承受不住此等压制，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合欢圣子为何也能召唤真龙虚影？难不成合欢圣子也身负真龙血脉？就算是在家主面前，我也未曾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压制啊！合欢圣子的真龙血脉究竟有多么精纯啊？众人的言语当中满是骇然与惊疑，也不怪他们有这般反应，毕竟在此之前，真龙血脉一直都是唐家的代名词，可如今叶幕却同样展现出了真龙血脉。不仅如此，叶幕所展现的真龙血脉还能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受到来自血脉上的威压，这代表着叶幕的血脉精纯程度远远超过在场的所有人，这让他们如此不骇然，这让他们如何不惊疑？圣子大人，您究竟有多强？别说这群弟子了，此刻纵然是唐艳雪都是双目恍惚，颤声说道。其实他一直都知道叶幕很强，强到可以轻松灭杀，同时炼化众多异火的入魔灵炎，可他从未想过叶幕的实力竟会如此强悍，近乎20朵异火、荒古圣体、神秘功法，还有刚刚展露的真龙血脉，这4个底牌每一个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成就一方天骄妖孽，而叶幕却是同时全部拥有。最恐怖的是，唐艳雪总是感觉这还只是叶幕的冰山一角，叶幕一定还有更加恐怖的底牌没有展露出来。而在众人震惊之际，与此同时，另一边催动祖龙血脉后，叶幕不多墨迹，淡漠地抬起头看向那条真龙虚影，其目光真就好似看一条泥鳅般。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叶幕一拳轰出，霎时间8亿4千万颗威力萦绕裹挟着祖龙虚影，径直朝着真龙法相的碾去。砰！祖龙虚影与真龙法相重重的对撞在了一起，第一瞬天地撕裂，山河破碎，偌大的世界顿时被足以镇压星辰的恐怖肉身力量所笼罩。而第二瞬，那真龙法相便是承受不住祖龙虚影的恐怖威压，其龙躯之上渐渐出现皲裂。下一刻，只听咔嚓一声，真龙法相骤然破碎，祖龙虚影
势如破竹，径直朝着真龙虚影的方向镇压而去。轰隆！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祖龙虚影重重爆开，其恐怖的威压瞬息便将真龙虚影碾为齑粉。而伴随着真龙虚影的消散，周围的大阵也是随之咔嚓一声猛地破碎。叮！检测到宿主截胡本属于气运之子的装逼情节，获得气运点3万。得救了！威压渐渐消散，有一位弟子瞬间反应过来，面色呆滞，颤声说道：“他的声音就好似往平静的水面丢下一枚炸弹般，刹那便引起轩然大波。我没看错吧？圣子大人竟然把那个真龙虚影给打败了。那个真龙虚影的境界可是达到了圣境啊！圣子大人能够将其打败，也就是说，圣子大人的实力也至少是圣境。我记得圣子大人也不过堪堪19岁吧？19岁的圣境，恐怖如斯，真当是恐怖如斯！”震惊的讨论声不断响起。这时，有一位长老忽地想到了什么，连忙将面色平复下来，旋即上前一步，恭敬地对着叶幕拱手道：“多谢圣子大人救命之恩。”话落，周围的讨论声一顿，众多弟子也是反应了过来，连忙同样拱手道：“多谢圣子大人的救命之恩。”他们的声音与面色满是尊敬与崇拜，没有掺杂一丝其余情绪。毕竟他们都知晓，是叶幕让他们活了下来，是叶幕让他们唐家没有覆灭，是叶幕。而听着众人的声音，唐艳雪终于是反应了过来，她抬头望向叶幕，只见此刻的叶幕身穿一件未被尘埃沾染一丝的白袍，静静地背对着他，微风拂过，吹起他的白袍与青丝，让他更加如同下凡的谪仙般。看着叶幕的背影，唐艳雪刚刚平复的内心不由得再度荡漾了起来。她轻抿朱唇，缓缓低头：“圣子大人，您又救了我一命，我究竟该如何报答您呢？”她低垂默念，此刻她彻底沦陷。叮！唐艳雪的好感度提升时，限好感度100。叮！检测到唐艳雪对宿主的好感度已满，获得好感度大礼包1份。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在叶幕的脑海，他微微挑眉，内心略有一丝意外与欣喜，但很快便被他收了起来。旋即他扭头看向唐艳雪，旋即说道：“真龙虚影已灭，我就先行一步了。”话落，他便身影一闪，直接消失不见，进入了真龙巢。待叶幕离去后，唐艳雪的内心陡然变得空荡荡的，她静静地待在原地，朱唇轻抿，一时之间竟是有些失落无比。家主，直至有一位长老小声试探地问道。唐艳雪方才反应过来，连忙抬头对着众人说道：“接下来家族大比的前6甲进入真龙巢。真龙巢每次开启只有6个名额，其中1个名额被他内定，而其余5个名额由家族大比决定。由于叶幕想要进入，所以他为了服众，便将自己的名额让给了叶幕。至于为何说前6甲，唐艳雪叹了一口气，旋即扭头看向昏死过去还未苏醒的唐云天。唐云天直至现在还未苏醒，自然是无法进入真龙巢，但名额不能浪费，自然是要让给其他人。其他人离去吧，大长老，你带着云天也离去吧。家主，您不走吗？大长老并未直接离去，而是小声问道。唐艳雪沉默了半晌，旋即看向真龙巢，轻声道：“我要等圣子大人。”话落，周围的众多弟子脸上顿时露出羡慕的神色，而大长老则是仰头叹了一口气，心中暗道：“家主，你惨了，你陷入爱河了。”感叹完后，他便用灵力托起唐云天，带着众多弟子离开了此次。偌大的森林只余唐艳雪一人。与此同时，另一边，在进入真龙巢的刹那，叶幕只感觉周遭的环境以极快的速度发生改变。经过一阵阵天旋地转后，待叶幕再次睁开眼睛，却发现他竟已身处一片辽阔无垠、漆黑无比的洞穴当中。洞穴很大，大到一眼望不到尽头；洞穴很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这里便是真龙巢。叶幕微微皱眉，主要是这真龙巢和他想象中的略有不一样。而就在他疑惑之际，终于等到你了。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忽地出现。叶幕猛地抬头，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旋即他便发现不知何时偌大的洞穴已是变得明亮无比，而在他的身前竟是有着一座如同山岳般足有万丈之大的真龙尸骸，而尸骸旁边还有着一条散发着滔天龙威的千丈真龙虚影。在看到那条真龙虚影的一瞬间，叶幕只感觉浑身血脉
都开始变得沸腾了起来，这让他顿时对那道虚影的身份有了猜测。你是祖龙？闻言此话，真龙虚影摇了摇头，旋即说道：祖龙乃是我的父王，他早就死了。说罢，真龙虚影缓缓扭头看向那座万丈尸骸，旋即说道：这便是他老人家的尸骸。他顿了顿，如释重负般说道：你能够来到此地，便代表着你要么是吾的后代，要么身负吾的血脉，终于吾的使命要结束了。使命？什么使命？叶幕再度看向真龙，眼睛微眯。讲真的，他最烦谜语人了，直至现在他连这条真龙是敌是友，又为何会来到此地都不清楚，这让他略微有些不满。而真龙似乎也察觉到了叶幕的不满，轻笑一声，开始讲述。上古时期，天元大陆刚刚诞生之时，此方世界可谓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圣境强者遍地走，化道强者不如狗。但就算是一方世界，也是会有寿元的。伴随着岁月流逝，天元大陆的寿元也会达到尽头，俗称末法时代。真龙顿了顿，旋即抬头看向叶幕，淡声说道：末法时代的特征便是地路断绝，更别谈传说中的红尘仙了，所有修士的顶尖都仅有半地。你现在所处的时代便为末法时代。然后呢？叶幕微微颔首，旋即说道：我的父王并不甘心世界归于末法，于是在他作画之时，他集整个龙族之力，结天道气运，以自身尸骸创造了一个名为真龙榜的无上之宝。真龙顿了顿，旋即缓缓挥手，霎时间只听轰隆一声，他身旁的万丈尸骸骤然发出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芒，旋即尸骸竟是以极快的速度变小，最终汇聚为一张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榜单。真龙榜作用很简单，古灵42以下的天骄便可登临榜单，榜单共有50个名额，登临之后将会获气运加身，地路有望。我的使命便是保护真龙榜，将它交给合适的人手中，而那个合适的人便是身负祖龙血脉的你。话落，真龙再度挥手，那榜单竟是缓缓悬停在叶幕的身前，伸出手将它炼化，将真龙榜炼化之后，你就是真龙榜的主人。虽说你无法登临真龙榜，但你将会获得50位天骄的气运反哺，此乃莫大机缘。真龙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屏住呼吸，旋即低头看向身前的真龙榜。过了许久，他缓缓伸手触碰真龙榜，叮，检测到宿主成功收服真龙榜，获得气运点20万点，检测到夺得原属于唐云天的机缘，获得气运点10万点。霎时间，真龙榜陡然散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系统的声音也是随之出现：真龙榜已认你为主，接下来你便需要公布真龙榜的名额了。叶幕深吸了一口气，面色微凝，开始将灵力涌入真龙榜。下一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真龙榜骤然化为一条祖龙虚影，旋即冲天而起，仅一瞬间便是位于外界的苍穹之上。真龙榜将士，古灵42之下天骄可登临真龙榜。一道毫无情感、淡漠如冰的声音随之响彻整个天元大陆。听着这道声音，整个天元大陆的势力全部都沸腾了。真龙榜，难不成上古的那个传闻是真的？合欢圣地，叶星婷缓缓睁开眼睛，抬头望向苍穹，秋眸中满是惊疑。上古传闻，而在他的身旁，凤灵月则是紧蹙黛眉，满脸疑惑。叶星婷扭过头，对着凤灵月解释道：传闻，在地路将绝之际，龙族始祖与天道联合打造了一个名叫真龙榜的无上之宝，待到合适的时机，真龙榜便会横空出世，届时整个天元大陆的气运与灵力也会有极其恐怖的增长，而登临真龙榜者将会得到气运加身，地路有望。但这也意味着所有天骄都会加入一场争夺地位的厮杀当中，这也被称之为大争之势。他顿了顿，又抬头望向苍穹，轻声说道：传闻万年之前便有一些大能者或者天骄推演出万年之后真龙榜出世，大争之势，他们将自己封印起来，设下阵法，直至大势降临方会苏醒，为的就是在大势之中争得地位。如今真龙榜真的出世，恐怕很快便会有上古时期的势力或天骄苏醒。听着叶星婷的声音，凤灵月只感觉浑身血液都开始变得沸腾无比。他抬头望向真龙榜，旋即说道：真龙榜嘛，不知我能排名第几，又不知叶幕能排第几。而在他的目光之下，真龙榜陡然散发出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芒，下一刻，一道名字
缓缓出现于真龙榜之上。第1名10号天。与此同时，伴随着此名字的出现，一处似从亘古时期便坐落于此的皇宫中，一座散发着温润光芒的神石静静地放在散发着3彩光芒的圣水当中。而在神石当中，竟有着一位身穿白袍的少年，少年面色平静，气息平稳。下一刻，咔嚓一声，神石骤然破开，少年缓缓睁开眼睛，旋即便是露出一对深邃无比的眼眸，他的每一个眼眸中都有着2个瞳孔，如若有大能者在此，定能看出此人的眼眸竟是传说中的众瞳。真龙榜出世，大征之势降临。少年缓缓起身，将手放至胸口，胸口陡然乍现出璀璨的光芒，一颗若隐若现的灵骨随之出现，正是至尊骨。大征之势将会有无数天骄争夺厮杀。他轻声说道。下一刻，面色忽地一凝，不过在我面前不过蝼蚁罢了。我为大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真龙榜共50位名额，很快50位名额便全部公布完毕。凤灵月排名第23，但是将他击败的叶幕竟是没能登临真龙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眼底深处满是惊疑，以叶幕的实力与天赋，他不相信连上真龙榜的资格都没有。可真龙榜上的确没有叶幕的名字，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轰隆！而就在他惊疑之际，苍穹之上又是一道恐怖的威压骤然出现。凤灵月抬头望向苍穹，却发现苍穹之上竟不知何时站着一位老者。老者面色平静，浑身上下都被一股恐怖的因果之力所笼罩。天机老人。叶星婷看着那位老者，面色再度一凝。天机老人乃是当今天机圣地的圣主，更是一位主修天机道的半地强者，可谓是算天算的算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也。真龙榜将士，大征之势将临。1月之后，吾将在中州举办天骄大宴，希望登临真龙榜的天骄与众多势力都能给老夫一个面子，大驾光临。天机老人轻声说完，旋即便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天骄大宴吗？叶星婷轻吐一口浊气。母亲，我要去吗？凤灵月略微有些紧张地问道。真龙榜将士，大征之势将临，整个天元大陆即将变得陌生而又危险。这天骄大宴也是了解其他天骄的一个途径，到时我会带着你和叶幕一起去。叶星婷顿了顿，又说道。只是不知这真龙榜上为何会没有墨儿的名字。他很清楚，以叶幕的天赋，不可能上不了真龙榜，这里面一定有隐情。与此同时，真龙朝内异象渐渐消失，真龙榜也是随之回到叶幕的周身。真龙榜还有很多好处与功能，但吾的时间不够了，所以就由你自己来发掘吧。真龙的声音缓缓出现，而他的身影也是渐渐消失于了此方世间。不知这由我龙族呕心沥血做制造的真龙榜，可否能够阻止此方世界走向末法？伴随着真龙虚影的彻底消散，咔嚓，周遭的空间竟是开始迅速破碎开来。下一刻便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真龙巢在此刻骤然破碎，一股空间骇浪迅速将叶幕的浑身上下都给笼罩其中。他面色一凝，并未抵抗，只是将真龙榜收入系统空间，旋即整个身躯便是没入空间骇浪中。与此同时，另一边外界，唐艳雪正静静地站在森林中，她的目光略带恍惚，抬头望着苍穹。过了许久，她轻吐浊气，开口说道：真龙榜吗？唐家所处的位置虽有些偏僻，但也是被真龙榜的异象覆盖其中。令他意外的是，他竟然登上了真龙榜，虽只排名第43，但这还不是最意外的。最意外的是，圣子大人竟然没能登上真龙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唐艳雪朱唇抿住，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叶幕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如若叶幕无法登临真龙榜，那此方世界的所有天骄都无法登临真龙榜了。可真龙榜上的确没有叶幕的名字。而就在唐艳雪思索之际，咔嚓一声，正前方的虚空陡然破碎，旋即一位身穿白袍、面若谪仙的少年缓缓走出，正是叶幕。圣子大人。唐艳雪秋眸顿时露出光彩，旋即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道：是有什么心事吗？如此的无精打采。不知为何，叶幕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唐艳雪的情绪波动，他眉头微皱，旋即问道：圣子大人，刚才整个天元大陆发生了一件大事。唐艳雪说道。叶幕心中有了猜测，但还是问道：
什么大事？唐彦雪不多墨迹，直接将真龙榜将士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了叶幕听。可是那真龙榜上却没有圣子大人您的名字。最后他略带不忿地说道。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叶幕并未露出半分不满与遗憾，反而是满不在意地笑着说道：没有就没有，无所谓的。唐彦雪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然叶幕的声音却是抢先出现。好了，我们回去吧。说罢，叶幕便径直朝着唐家的方向走去。唐彦雪见状，也只好紧跟着叶幕的步伐。刚一回到唐家，便见一众面带欣喜的长老与弟子迎面上前，旋即拱手，一齐大声喝道：恭喜家主大人，荣登真龙榜，扬我唐家之威。一时之间声若其浪，然而唐彦雪并未有半分欣喜，反倒是偷偷的用秋眸瞥向叶幕，旋即轻叹了一口气。位于前方的长老一个个的都是人精，自然是看到了唐彦雪的动作，这让他们不由得用古怪的目光同样看向叶幕。讲真的，他们其实也很不理解，真龙榜上为何会没有叶幕的名字，毕竟叶幕的实力可谓是有目共睹的。难不成圣子方才并不是用自己的真实实力，而是使用如法器之类的外物，方才击败的真龙虚影？更有一位长老在心底暗自思忖，其实不仅是他，唐家的大多修士此刻都有类似的想法。毕竟如果叶幕的实力真如方才展露的那般恐怖，真龙榜上为何会没有他的名字呢？总不能是真龙榜出错了吧？然而他们的思绪刚刚落下，便听唐彦雪笃定地说道：应该是真龙榜出错了，以圣子大人的天赋与实力，不可能登不上真龙榜的。圣子大人，您莫要因为此事而失望。听着唐彦雪的话，众多修士的嘴角全部一抽。不是，他们只是随便一猜。家主，您还真认为是真龙榜坏了？那可是传说中在上古时期天道联合龙族一起创造的无上至宝啊，怎么可能会出错呢？众人虽很想吐槽，但终究没在明面上说些什么。而叶幕则是并未理会众人，而是轻笑一声，旋即便径直朝着自己的居所走去。我先回去了。不多时，叶幕的身影便是消失在叶幕的眼帘中。唐彦雪见状，以为叶幕是在故作平静，不由得摇头叹了一口气，唉。而就在这时，一位弟子面色焦急，匆忙来到唐彦雪的身前，旋即拱手道：家主，少爷醒了。闻言此话，唐彦雪面色微变，旋即便说道：醒了吗？带我去见云天。虽说他对这个弟弟非常的失望，但再怎么说也是朝夕相处数十年的弟弟，心中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是。那位弟子点了点头，旋即便带着唐彦雪径直朝着唐云天的居所走去。不多时，唐彦雪便来到了一处房间前，待弟子离去，他径直推门而入，旋即映入眼帘的便是浑身裹满绷带狼狈不堪的唐云天。姐姐。见唐彦雪来到，唐云天颤颤巍巍的抬头，旋即说道。看着唐云天如此模样，唐彦雪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心疼，后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道：云天，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做事不要冲动，不要冲动，3思而后行。如若你能把我的教诲谨记于心，又怎会沦为此等模样？这几天由于叶幕的缘故，导致两人的关系本就降至冰点，如今唐云天身受重伤，而唐彦雪却还是这般教诲，这让唐云天的双拳不由得攥紧。旋即他竟猛地抬头怒吼道：够了，不用你来教训我。话落，唐彦雪的双目不由得一阵恍惚，他看向唐云天狰狞的模样，一时之间竟感觉他的这位弟弟竟如此的陌生。云天究竟是怎么了？似乎从3年前起，他便性情大变，如今更是时不时的动怒，狰狞敌礼。他轻抿朱唇，娇躯微颤。他分明记得3年前的唐云天是一个极其听话爱笑的孩子，从不会如此狰狞，也从不会这般顶撞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弟弟变化如此之大呢？我昏迷过后去，你们是怎么解决的那条真龙虚影？有人进入家族秘境了吗？唐云天并不关心唐彦雪，而是面带焦急地问道。那条真龙虚影被圣子大人杀死了。圣子大人还有除你外的家族大比的前6甲进入了家族秘境。唐彦雪轻声回道。而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唐云天只感觉自己的心跳猛地一滞，其大脑同时变得空白无比。过了许久，他颤抖着在脑海中唤出一个罗盘，这同样是他前世所带来的宝物，其作用很简单，便是推演至宝与机缘。他为何如此笃定家族秘境中有至宝存在？便是他用这罗盘推演来的。然而此次他再次使用罗盘推演，却发现
家族秘境的那个至宝已然消失不见。究竟是何人将我的宝物夺了？轰然间，唐云天双拳攥紧，面带愤怒，仰头大吼道。而唐艳雪听到唐云天声音的一瞬，先是被吓一跳，后脸上露出愤怒的神色。云天，你究竟听没听我说话？我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不要让情绪这般失控，不要这般失控。唐云天并未回应，只是低着头，用猩红的眼神死死盯着地面，身躯颤抖着。唐艳雪见唐云天如此模样，心中愈发失望，最终他长叹一口气，旋即说道：待会我带着你去见圣子大人一趟，毕竟如若没有圣子大人，你我也活不到现在了，必须要好好感谢圣子大人一番。伴随着唐艳雪的话音落下，唐云天的心头猛地一震，旋即他抬头看向唐艳雪，嘴中呢喃着：对，没错，叶幕，一定是叶幕夺走了我的机缘，倒不是他对叶幕有着很深的仇恨，导致他第一时间便把责任推给了叶幕。只是在方才唐艳雪提到叶幕的一瞬间，他的内心便忽地出现了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告诉他，正是叶幕夺走了原属于他的机缘。无论是前世亦或是今生，他的直觉都一向很准很准。走，云天，我带你去见圣子大人，毕竟是他救了你我，乃至整个唐家的性命，我们自然是要好好感谢圣子大人。这时唐艳雪站起身，又说道。闻言此话，唐云天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猛地抬头望向唐艳雪，怒吼道：去见叶幕，并且还要感谢叶幕，此人夺走了我的机缘不谈，我还要感谢他。话落，唐艳雪的面色微呆，她看着身前的唐云天，愣了许久，方才说道：夺走你的机缘，什么意思啊？家族秘境，家族秘境内的那个至宝，明明是属于我的，然而叶幕那厮却将我的至宝夺走，我迟早要将他杀死。唐云天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毕竟无论是罗盘亦或是直觉，都告诉他家族秘境内的那个至宝乃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无上至宝，可如今他却眼睁睁看着他落入自己的仇人之手，这让他如何不愤怒？只是他的声音落入唐艳雪的耳中，便变成了另一种意味。他并不知真龙宝的存在，所以他并不能理解唐云天口中的至宝是何物。在他眼中的情况，便是唐云天被叶幕救下，然而他不仅不感谢叶幕，反倒是忘恩负义，在此辱骂叶幕，这让一向脾气很好的他，此刻娇躯都是微微有些颤抖。他咬着牙关，颤抖着抬起手指，指向唐云天，娇喝一声：云天，我再说一遍，跟我去见圣子大人，本座不去。唐云天一时昏了脑，抬头怒吼道，其自称也是用上了前世的自称。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唐艳雪的睫毛微颤，其看向唐云天的目光如看待陌生人般。过了许久，他竟并未与往常般接着说话，而是沉默着转过身，走出门外，旋即砰的一声直接关上房门。而见唐艳雪离去，唐云天的面色顿时被疯癫所覆盖。他拿出破戒幻魔幡，直接催动，下一刻咔嚓一声，虚空陡然破碎，域外之魔满脸不满地从其走出，旋即用蕴含杀意的目光看向唐云天。小子，你换本座又有何事？本座现在命令你，立刻马上将我口中所说的那个人灭杀掉，不然我现在立刻将破戒幻魔幡摧毁，将你送往域外。唐云天面色狰狞，歇斯底里地怒吼着。听着唐云天的声音，域外之魔脸上顿时露出不满的神色。小子，你是在威胁本座，我就威胁你了，你又能怎样？唐云天寒声说道。域外之魔沉默了片刻，旋即冷笑一声：好，很好，本座便听你一次，待将那位荒古圣体灭杀之后，本座再找你算账。话落，轰隆一声巨响，滔天的圣威骤然间从他体内乍现，旋即他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唐云天看着消失的域外之魔，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意。叶幕，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他对域外之魔口中的算账并不在乎，他现在只在乎叶幕即将身死，至于域外之魔会不会失手，笑话，此域外之魔可是圣境后期的修士，灭杀区区一个叶幕，岂会失手？这就是你与本座作对的下场。唐云天面色阴鸷，双拳攥紧。与此同时，另一边，叶幕在回到自己的居所后，第一时间便是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准备消费一波刚刚获得的巨额气运点。宿主叶幕，年龄19，
气运子，体质至阳圣体，荒古圣体，祖龙血脉，修为半部圣境，功法至阳焚天诀，神象镇狱境等。气运点643903。物品好感度大礼包。此次唐家一行可谓是修为颇丰，先是气运直接跨过黄来到了子，其次便是气运点再一次的来到了惊人的60万点。打开好感度大礼包，然而叶幕并未着急消费气运点，而是先将唐燕学好感度满之后所获得的大礼包打开。叮，大礼包已打开，恭喜宿主获得吞天魔功。吞天魔功传闻乃是上古时期一位神秘强者所创造的无上功法，功法共分9阶，领悟之后可吞噬他人本源，以此增强自身实力，而9阶圆满之后更是可以吞噬天地，无所不能。系统的声音不断的在叶幕的脑海中响起，而他也是先是咽了咽口水，而后倒吸一口凉气，竟然是吞天魔功。虽说叶幕已经知晓大礼包里的东西大都是十分逆天，但当他听到吞天魔功后，还是不由得心生震惊。虽说他并不知道此功法的品阶，但光从他在系统商店内那与神象镇狱境相同的售价，便可看出此功法一定也是凌驾于地阶之上的无上功法。取出吞天魔功，震惊完后，叶幕便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一本散发着滔天威压，似是要整个世界都给吞噬殆尽的黑色玉简陡然出现在他的身前。他深吸一口气，旋即便伸手触碰玉简，开始领悟吞天魔功。但不出他所料，吞天魔功身为无上功法，本就深奥无比，再加上叶幕本身并不适配此功法，所以半个时辰后，叶幕依旧是晦涩难懂。按照这样的进度，恐怕数年内都无法将其领悟成功。不过叶幕嘴角微扬，旋即直接在心底说道：系统消耗所有气运点，给我加点。霎时间，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50万多气运点瞬间消失不见，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轰隆轰隆轰隆，伴随着天地间的震颤，黑色玉简转瞬消失。叶幕顷刻领悟吞天魔功。不仅如此，在气运点的作用下，叶幕对于吞天魔功的领悟程度还在突飞猛进着。第2阶、第5阶、第7阶，直至第9阶，砰！一道似要将世界都给吞噬殆尽的滔天魔气，如同潮水般骤然从叶幕的体内倾泻而出。他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旋即他缓缓伸出手，触碰身前的木椅。霎时间，一道诡谲无比的魔气陡然从他的手心出现，而那木椅仅一瞬间便被魔气吞噬殆尽，消失不见。呵，不愧是凌驾于地经之上的无上功法，果真恐怖。见吞天魔功的效果如此恐怖，纵然是叶幕眼底深处也是不由闪过欣喜。以我现在的实力，应该可以吞噬圣境7重下的万物，但还有一个例外，那便是魔气。吞天魔功身为无上魔功，只要是地阶以下的魔气，无论领悟功法者是何境界，都可将其吞噬殆尽，简直是对魔修的大杀器。片刻后，他将所有思绪全部收起，又打开了系统面板。气运点100321，正好还剩10万点气运点，不如直接抽一次圣阶抽奖。不过抽奖的奖品有些参差不齐，要不要抽呢？叶幕暗自思忖，约莫3息后，他便想通了，反正气运点留着也是留着，还不如直接用了。使用气运点进行一次圣阶抽奖，他在心底对着系统说道。叮，圣阶抽奖进行中，恭喜宿主获得无垢道体一具。无垢道体由无垢之物所制成的肉身，境界在半部圣境，可将残魂融入其中。听着叶幕的声音，叶幕的眉头不由得挑起。这无垢道体虽有些鸡肋，但也算有些用，毕竟他现在的身边便有一位残魂。呼，待回到圣地后，找个合适的时机，便用此物帮顾西雨重塑肉身。叶幕轻吐一口浊气，刚要修炼，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魔气如同潮水般骤然间从外界倾泻而出，转瞬间便将整个唐家都给笼罩其中。只见外界那位域外之魔已然来到了唐家上空，他面色淡然，即看向唐家众多修士的目光如同蝼蚁。下一刻，他双手负后，淡然开口：叶幕，给本座滚出来！他的声音分明并未有多响亮，但仅一瞬间
便如同骇浪般，将整个唐家都给笼罩其中。此人是谁？好强大的威压！叶幕，我记得叶幕就是合欢圣子的真实名字吧？此人找合欢圣子什么事？难不成此人乃是圣子大人的仇人？此次前来是向圣子大人寻仇来了。唐家内众多修士惊疑的声音不断响起。哼，不管他找圣子大人有什么事，胆敢擅闯吾唐家，简直是找死！这时有一位长老面带愤怒，冷哼一声，旋即便身影一闪，身至半空，对着域外之魔大喝道：胆敢在吾唐家如此放肆，本座今日便将你镇杀于此！伴随着这位长老的话音落下，地面之上的众多弟子顿时露出兴奋之色。四长老，快将这猖狂小儿镇杀于此！对，竟敢在我们唐家面前放肆，真当我们唐家是吃素的？呵，招惹无唐家者，虽远必诛。虽说这群弟子方才在真龙虚影面前吃了大亏，但那属于是意外情况。在此方穷乡僻壤，圣境修士寥寥无几，凤毛麟角，而他们唐家乃是这方圆万里内的霸主级势力。只要不是圣境大能降临，在他们唐家的大本营，以他们唐家的底蕴，有信心灭杀任何修士。至于眼前的黑袍修士，有没有可能是圣境大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境大能又不是大白菜，岂会如此轻易的遇到？给老夫死！而在众人思索之际，四长老已然用灵力凝聚一条真龙之影，径直朝着域外之魔的方向碾去。然而下一刻，域外之魔缓缓抬起手指，指向真龙之影。轰隆，真龙之影骤然炸裂开来，消散于此世间。这怎么可能？四长老眼睛瞪大，满脸震惊，他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灭！域外之魔轻喝一声，旋即便听砰的一声巨响，四长老的身体骤然炸开，漫天的血水降临至大地，将偌大的唐家都给染成了一片血色。死寂，一片死寂，整个唐家变得一片死寂，乃至于此刻唐家的所有弟子脸上的兴奋之意顿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呆滞。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弟子身躯颤抖，难以置信道：这怎么可能？四长老死了。要知道他们唐家的四长老虽在众多长老中较弱，但再怎么说也是一位化道出7境的修士，然而却是没有一点抵抗之力便被瞬间秒杀。眼前的这位修士究竟是何等存在？他的实力为何会如此恐怖？一时之间，唐家众人满脸惊疑。而就在他们惊疑之际，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域外之魔缓缓抬手，不再掩饰自己的境界，霎时间滔天的圣威如同潮水般，顷刻间便将整个唐家都给笼罩其中。轰然间，感受着此等骇人的威压，众多弟子乃至长老的面色同时一呆。圣境强者！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弟子满脸惊恐的颤声道：不怪他们反应如此之大，毕竟就在刚才，他们还笃定对方绝对不可能是圣境大能，可如今对方便是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其实打脸并不重要，顶多是脸疼一点，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可是有性命之忧了，毕竟面对圣境大能，他们是一点抵抗之力都没有啊。从现在开始，在夜幕出现前，每隔10秒我便杀死一人。而就在众人惊恐之际，与此同时，域外之人再度抬起手指，指向了一位唐家长老。魔气倾泻，那位唐家长老瞪大眼睛，仅一瞬间，身躯便是猛地爆炸开来，生死道消。轰然间，偌大的唐家再度陷入了一片死寂。圣境后期。约莫3息过后，站在刚才死去的那位长老身旁的另一位长老方才颤声说道：这位长老年轻之时曾离开唐家，去往其他道州游历，中途也是见识过无数强者，其中便有一位圣境中期的大能。可纵然是那位大能所展现的实力，也没有眼前的这位黑袍人恐怖。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位黑袍人的实力远远超过圣境中期，至少也是圣境后期。快去通知家主，让他去寻合欢圣子。又过3息，这位长老便强忍着恐惧，对着身旁的弟子大声喝道：是。那位弟子颤抖着点头，便去寻唐艳雪。不多时，他便来到了唐艳雪的身边，刚要开口，却被唐艳雪出口打断：你不必说了，我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了。说罢，唐艳雪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抬头望向苍穹，
望向苍穹之上的那位散发着滔天威压的域外之魔。他能明显地感知到这位神秘修士的实力远远超过那道真龙虚影，毕竟这很正常，那位真龙虚影的真实境界不过半圣，只不过是凭借特殊底蕴强行入圣，而眼前的这位修士的境界显然本就是圣境。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唐艳雪紧紧低着头，秋眸与娇躯同时颤抖着。这位魔修显然是来找叶幕的，如若让叶幕出面，大概能避免伤亡，可叶幕如若出面，定会被此魔修杀害。但如若不让叶幕出面，那唐家便会伤亡无数。最主要的是，就算他不让叶幕出面，这魔修也迟早会找到叶幕的。而且就算这魔修将叶幕杀害后，也未必会放过他们唐家。我还是太弱了。唐艳雪秋眸紧闭，从未哭过的她此刻竟是有一行清泪落下。她从未如此痛恨过自己的无力。如若她的境界是大圣乃至圣王，又岂会陷入如此情况？就在她有些不知所措之时，她身旁那位弟子忽地抬起手指，惊呼道：唐家，快看！唐艳雪抬起头，循着弟子手指的方向望去，旋即她便看到叶幕身穿一件白袍，一步一步来到了外界。旋即在众人的目光下，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域外之魔，淡声说道：不知这位道友找叶某所为何事？哼，你便是叶幕。域外之魔轻声一笑，旋即说道。叶幕微微颔首，呵，身负荒古圣体，看起来也如此的平平无奇吗？域外之魔摇了摇头，旋即又说道：但是也对，不过是一介蝼蚁罢了，又能有何特殊的呢？话落，他便缓缓抬起手指，指向叶幕，淡声开口：本座此次前来，乃是受人委托，取你性命。话落，轰隆一声，魔气再度倾泻，旋即便径直朝着叶幕的方向碾去。不要！一时之间，唐艳雪秋眸瞪大，俏脸慌张，失声娇喝。毕竟此招虽然看似平平无奇，但他们唐家的2位长老都是死于此招之下。叶幕，给我死吧！与唐艳雪的慌张不同，在一处阴暗的角落，唐云天正盯着叶幕，脸上满是狰狞与兴奋。而就在他乃至众人都以为叶幕要死于域外之魔手中的时候，下一刻，叶幕缓缓抬手，吞天魔功骤然催动，霎时间，一道极其恐怖的吸力陡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旋即那域外之魔所释放的魔气竟是瞬间便被此道吸力吞噬殆尽，消失不见。什么？而伴随着魔气消失不见，那域外之魔的面色顿时一愣。要知道，方才的那道攻势，他虽说并未用全力，但碾死一位半圣修士，绰绰有余。如若叶幕使用灵力将攻势抵抗下来，那顶多是让他惊讶一下，并不会让他有这般反应。可是他的攻势却是被叶幕给吸收掉了，这便让他有些惊疑了。一时之间，甚至是他都有些看不透叶幕，这是怎么回事？魔气怎么消失了？与此同时，别说域外之魔了，在看到魔气被吸收的一瞬间，就连唐家的众多弟子乃至长老都是露出懵逼的神色，语气当中满是惊疑。然而叶幕并未理会惊疑的众人，而是缓缓抬头，用淡漠的眼神看向域外之魔，而感受着叶幕的目光。域外之魔双拳微微攥紧，旋即冷笑道：很好，小子，我承认你方才所使的手段很有趣，就算我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但域外之魔的声音猛地一顿，下一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滔天的圣威交织着令人森寒的魔气，疯狂地在他的周身萦绕。最终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一颗足有1000丈之大，足以将整个唐家都给毁灭殆尽的巨大魔球，竟是被他凝聚完毕，悬于身后。蝼蚁终究是蝼蚁，又岂能撼树？伴随着域外之魔的话音落下，那1000丈魔球猛地一震，旋即便径直朝着唐家的方向镇压而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我也不想死，谁能救救我？有没有圣境？不，有没有大圣境的大能？救救我啊！魔修屠戮修士凡人，难道就没有人来管一管吗？看着那快速朝着他们镇压而来的滔天魔球，唐家的众多弟子顿时是露出惊恐的神色。一时之间，绝望的氛围弥漫在偌大的唐家。家主，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要死吗？另一边，唐艳雪身边的那位弟子望着那1000丈魔球，
脸上满是惊恐与绝望。圣子大人。而唐艳雪的脸上却是并未有过多恐惧，反倒是满脸都是对叶幕的担忧，甚至秋眸当中都有泪水打转。他颤抖着低下头，将秋眸紧闭。就在他以为自己要与叶幕一同生死之时，然而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如同从上古时期所传来的威压骤然乍现。唐艳雪下意识地睁开眼睛，旋即便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只见远处叶幕面对那千丈魔球，竟是没有半分慌张，反而是淡漠无比地抬起右手。下一刻，那股极其恐怖的吸力毫无征兆地再度暴涨，偌大的世界都好似被一道无形巨手死死攥住般。那千丈魔球也是随之发出呜呜的尖啸。下一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那千丈魔球竟是彻底瓦解，旋即再度被吞噬殆尽，消失不见。这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攻势再次被叶幕吸收，那域外之魔终于是绷不住了。此刻的他瞪大眼睛，其言语当中早没有了当初的淡然，有的满是震惊与惊骇。要知道，方才的那道攻势，他可是直接动用了60%实力，其威力足以灭杀一位圣境中期的修士，然而却依旧是被叶幕轻松吸收掉了。最主要的是，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楚叶幕究竟是如何吸收掉魔气，究竟是使用的何等功法。卧槽，圣子大人又把那魔气给吸收掉了，恐怖如斯，真当是恐怖如斯。没想到圣子大人竟还留着此等底牌，荒古圣体、真龙血脉，还有此等底牌，圣子大人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啊！而在域外之魔震惊之际，与此同时，众多唐家修士终是反应过来，一时间，偌大的唐家顿时陷入了一片嘈杂，无数震惊、惊疑乃至欣喜的讨论不断的响起。而听着众多的讨论声，域外之魔深深地看了叶幕一眼，旋即忌惮地问道：“你究竟是何人？”闻言此话，叶幕轻笑一声，旋即同样问道：“我与阁下从未见过无冤无仇，我倒想知道阁下是谁，又是受谁所托，想要取我性命？哼，无知一族最注重的便是信誉，岂会将所托之人的名号轻易泄露？”域外之魔冷笑一声，叶幕点了点头，旋即便轻声道：“不愿说吗？那也没有必要留你性命了。”声落，域外之魔就如同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般，他咬紧牙关，旋即怒喝道：“你以为你今日吃定我了？”叶幕并未说话，面色依旧淡然，然而就是他的这副模样，让域外之魔的内心愤怒愈演愈烈。他面色狰狞，眼神通红，死死低头望着地面。下一刻，他猛地抬头怒视叶幕，嘶吼道：“纵然是你有这般神秘底牌，又能如何？我说过，区区蝼蚁永远都撼动不了大树。”话音落下，域外之魔猛地抬起双手，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一道如音爆般的声响出现。圣境8重的威压在此刻一览无余，漫天的如同黑雾般的魔气，如同潮水般骤然从他的体内倾泻而出。旋即，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那阵阵粘稠的滔天魔气竟是不断的在域外之魔的身后汇聚为千丈魔球，最终成千上万颗千丈魔球如同一座座山岳般高悬于唐家之上，其恐怖的威压甚至足以将整个龙渊道州乃至其他道州都给笼罩其中。纵然是再过逆天的功法，总归会有个上限，你有吸收1个、2个，但无不幸，你能吸收这么多的魔气。域外之魔狰狞一笑，旋即猛地挥手，霎时间，成千上万颗千丈魔球带着似要整个世界都给毁灭殆尽的威压，缓缓朝着唐家的方向镇压而去。而看着此等大恐怖的攻势，众多唐家的修士再一次的陷入了呆滞。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修士身躯颤抖，支支吾吾的说道：“这个魔修的实力未免有些太过逆天了吧？”他的声音中难掩惊恐之意，毕竟光是一颗千丈魔球便是蕴含着圣境威压，足以将整个唐家碾为平地。如若没有叶幕，恐怕他们早就死在方才的那道千丈魔球之下了。如今虽说在叶幕的庇护下，他们活了下来，可无数修士全部抬头看着那一颗颗如同雨点又如同陨石般的千丈魔球。正如域外之魔所言，就算是再怎么逆天的功法，总归是要有个上限的。
夜幕能够吸收一颗魔球，不代表能吸收这成千上万颗魔球。难不成最终无唐家最后还是要覆灭于此吗？有一位唐家长老紧闭双眼，大声哀呼道：夜幕，这一次你总该死了吧。与此同时，另一边躲在暗处的唐云天，此刻他的脸上满是欣喜。讲真的，方才夜幕的表现属实是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未想过夜幕竟还有能够吸收魔气的底牌。有种的话，你便将这成千上万颗魔球全部吸收啊！唐云天嘴角微扬，一时之间竟是开始了癫狂大笑。然而下一刻，他的笑声忽地停滞，就连其面色都是变得呆滞无比。只见远处，夜幕面对着一颗颗如狂风骤雨般的千丈魔球，甚至还是没有半分惊恐之意，反倒是依旧缓缓抬起右手。下一刻，吞天魔功，火力全开，一道似要将整个世界都给吞噬其中的恐怖吸力再度出现，仅是一瞬，便将整个唐家乃至整个龙渊道州都被笼罩其中。在此道恐怖的吸力下，整个龙渊道州的所有物品，包括唐家的房屋，包括花草树木，包括那成千上万颗千丈魔球，竟在此刻无一例外全部都被此道吸力吞噬殆尽。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你还能吸收，我不信你还能吞噬。看着自己的攻势再度失效，纵然是域外之魔，此刻也是彻底绷不住了，陷入了癫狂。他双手猛挥着，不断地操控着魔气，化为一道道足以灭杀圣境大能的攻势，朝着夜幕的方向碾去。然而无一例外，全部都被夜幕吸收殆尽。最终夜幕似是厌了，缓缓抬头望向域外之魔，旋即诞生开口：你闹够了吗？话落，域外之魔只感觉身躯猛地一冷，这种如坠冰窟的感觉顿时便让他清醒过来。他颤抖着看着夜幕，颤声道：什么意思？夜幕缓缓抬起手指，旋即说道：闹够了，就该我了。话落，轰隆一声巨响，滔天的魔气倏然间从他的指尖乍现，旋即在众人懵逼的目光下，那滔天的魔气渐渐汇聚为与域外之魔所凝聚的一模一样的魔球。只是此魔球在成长到千丈之大之后，竟还在疯狂的增长变大，3000长，6000丈，9000丈，直至万丈之大。吞噬魔功的另一个功能，能将吸收的攻势加倍返还。万丈魔球悬于半空，如同一座倒扣的墨色巨山，阴影遮断整个天际。感受着万丈魔球所传来的恐怖威压，他面色呆滞，过了许久，方才颤抖着想要抬头看向魔球，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脖颈不知何时已变得僵硬无比，抬起不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最终他低着头，面色木讷，如同机械般一字字的重复，一句句的重复，宛若走火入魔般的修饰。灭！而夜幕并不在乎域外之魔的状态，他缓缓将手指落下，霎时间，万丈巨球发出一道沉闷的声响，旋即便如同煌煌大日般径直降落，似乎下一刻便要将宛如蝼蚁般的域外之魔彻底碾死。而在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后，域外之魔的面色渐渐从木讷变为呆滞，最终又变为惊恐。下一刻，他强忍着僵硬，抬头望向万丈巨球，不顾形象，大声求饶：等等，饶我一命，我可以将我的身份还有背后之人告诉给你。砰的一声巨响，巨球重重地在半空爆开，恐怖的余波顿时席卷整个龙渊道州。然而位于余波最中心的唐家乃至域外之魔却是毫发无伤。我没死。待余波消失后，域外之魔颤抖着睁开眼睛，看着毫发无伤的身体，声音颤抖。而就在这时，夜幕身影一闪，直接来到了他的身前，旋即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域外之魔，淡声说道：你方才所讲可有谎？域外之魔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声喝道：如若有假，天打雷劈，魂飞魄散，永世不入轮回。看着如此模样的域外之魔，夜幕的唇角不由得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弧线。主要是这域外之魔的变化实在是太过夸张了，从一开始的一口一个蝼蚁，到现在的跪地求饶；从一开始的最重信誉绝不泄露，到现在的可以告知。此等反差属于是把夜幕给逗乐了。
不妙！与此同时，在域外之魔跪下的一瞬间，唐云天的瞳孔骤然紧缩。他从未想过，叶幕的实力竟是如此强悍，连域外之魔都敌不过他。如今，这域外之魔更是要将他的身份暴露于此。要知道，这域外之魔方才可是杀了好几位唐家的长老，如若让唐家之人知晓，这背后的罪魁祸首乃是他的话，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快离去吧。唐云天面色阴沉，旋即便运转灵气逃离此地。然而就在这时，天地间如同有一道无形的枷锁般将他牢牢扣住，动弹不得。这是怎么回事？唐云天面带惊骇，旋即他忽地感受到有一目光正在看着自己。他循着感觉抬头望去，却发现叶幕竟是在似笑非笑的死死盯着他所处的方位。难不成他早就发现我了？一时之间，唐云天的内心掀起波涛骇浪。哼哼，想跑哪有那么容易？与此同时，叶幕冷笑一声，其实他早有预感，这位魔修的背后者便是唐云天，因为他的仇人并不多，能做出这种事情的莫过于唐云天这位强者转世的气运之子了。果不其然，在他的搜查下，他很快便找到了躲在暗处的唐云天。而在叶幕冷笑之际，与此同时，唐艳雪与苏浅浅还有白夭夭已经走到了叶幕的身边。白夭夭并未有过多情绪波动，只是双手抱胸，偏过头冷哼一声，只是没有人能够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他还用声若蚊蝇的声音轻声呢喃了一句：哼，混蛋叶幕实力倒还挺强的嘛。而与白夭夭不同，唐艳雪与苏浅浅此刻都是秋眸通红，死死盯着叶幕，似是强忍着不让清泪落下过了许久。两人方才吸了吸鼻子，异口同声地说道：圣子大人，您没事就好。苏浅浅有这般反应，叶幕其实并不意外，毕竟苏浅浅对他的好感度已达100，并且他的性子本就柔弱，但唐艳雪能有这般反应，便让他意外万分了。虽说他的好感度也达到了100点，其实叶幕并不知道的是，此刻他在唐艳雪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任何人，包括唐艳雪自己。方才域外之魔的一道道攻势落下，唐艳雪第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也不是唐家，更不是唐云天，而是叶幕。而如今叶幕不仅没事，还成功击败了魔修，这让一直紧绷着情绪的唐艳雪再也压制不住。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片刻后，叶幕无奈一笑，旋即摸了摸两女的青丝，轻声安慰道，这让唐家的周围弟子全部露出羡慕的神色。唐艳雪本就是他们大多人的女神，而苏浅浅的姿色更是不输于唐艳雪，能够得其中一人的青睐，他们便会做梦都笑醒，更别说被两个人同时喜欢了。好了，接下来该说你的身份还有你的背后之人了。将两女安慰好后，叶幕便看向域外之魔，淡声说道。域外之魔咽了咽口水，旋即试探性地问道，如若我说，你能不能放我一命？轰隆，恐怖的灵力波动陡然从叶幕的体内乍现，叶幕面色淡然，看向域外之魔的眼神中带着杀死。你没有选择。域外之魔双拳攥紧，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如是说道，我并不是此方世界的人，而是域外的域外之魔。话落，周围的大多弟子全部露出疑惑的神色，只有唐艳雪的面色微震道，难不成便是古籍中记载的域外之魔？话落，众多弟子全部扭头看向唐艳雪，而感受着众人的目光，唐艳雪便开始了解释。这域外之魔乃是一个生活在域外的种族，此种族以吞噬血肉与世界为生，传闻近乎100万年前，域外之魔入侵天元大陆，试图将整个天元大陆都给吞噬殆尽。幸好当初数尊人族大帝横空出世，带领整个人族将域外之魔击退，并设下上古阵法，将域外之魔阻拦于域外，永世不得再犯天元大陆。听着唐艳雪的解释，有一位长老露出疑惑的神色，旋即指着域外之魔问道，既然如此，那他是怎么来到我们世界的？唐艳雪朱唇抿紧，旋即叹气道，上古阵法只可保证域外之魔不可在域外进入天元大陆，但总会有一些自私的修士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秘法或法宝在天元大陆内召唤域外之魔，让域外之魔进入天元大陆。声落，周围的众多修士全部都变得义愤填膺了起来。什么？竟会有这种修士？我们的先祖抛头颅洒热血，方才将域外之魔
逐出天元大陆。那些修士竟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引虎入山，白夭夭更是双手叉腰，骄喝道：“他的正义感一直很足，甚至在域外之魔的对比下，他都感觉将域外之魔击败的叶幕都算是一位好人了。”叮，白夭夭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20，现好感度10。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的脑海上冒出问号：“快说，是谁把你召唤到天元大陆的？”这时，白夭夭接着对着域外之魔喝道：“不好！”而伴随着白夭夭的话音落下，远处唐云天只感觉浑身血液都变得冰凉无比，他想要离去，然而那无形的束缚却是愈加恐怖，将他束缚在原地，根本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域外之魔再度开口说话：“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我是真的不知道。”域外之魔顿了顿，似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大声道：“等，那个人是在唐家召唤的我，应该也是唐家之人。”话落，周围的众人顿时露出愤怒的神色。要知道，方才如若没有叶幕，那他们可都是要死在此域外之魔手中了。而如今，这域外之魔却说此魔头是他们唐家之人召唤而来的，没想到我们唐家竟出现了如此败类。一位长老愤怒地说道：“那个召唤你的人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这时，另一位长老接着逼问：“看样貌，20岁左右，穿着蓝色的衣服，长相很普通。”听着域外之魔的声音，唐艳雪秋眸忽的一颤，其脑海当中竟是渐渐浮现一个想法：20岁，蓝色衣服，长相普通。他紧紧低着头，娇躯颤抖着：“难不成是云天召唤的此魔头？”倒不是唐艳雪多疑，主要是域外之魔描绘的样貌，唐云天全部都能对上号，再加上方才域外之魔入侵之时，唐云天正巧消失不见。不，云天只是一个普通修士，哪来的手段能召唤此魔呢？应该不是云天。唐艳雪摇了摇头，强行安慰自己：“我与那人还有契约，我还能感知到那人的位置，只要你答应放过我，我便带你们去找他。”这时，域外之魔接着对叶幕说道。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叶幕只是摇了摇头，旋即看向远方，淡声说道：“不用了，人我已经找到了。”叶幕的声音落下，唐云天的瞳孔随之骤缩，他刚要做出反应，叶幕却已抬起手来，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吞天魔功再度发动，滔天的吸力陡然牵引着唐云天，将他从暗处迅速拉到众人的眼帘当中。云天，唐哥。而在看到唐云天的一瞬，唐艳雪与白夭夭下意识地出声喊道：“是不是他将你召唤过来的？”叶幕扭头看向域外之魔，淡声说道。域外之魔抬头望向唐云天，旋即连忙点头：“对，就是他将我召唤到此方世界的。他还说要我帮他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伴随着域外之魔的话音落下，如同有一道轰雷般重重地落在唐艳雪的身上，她的面色变得呆滞，娇躯微颤着，其看向唐云天的目光中也满是难以置信。唐哥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呢？一定是你这个魔头在诬陷唐哥。而白夭夭则是满脸的不信，对着域外之魔娇喝道：“我如若骗你们，当天打雷劈，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域外之魔见状急忙说道。白夭夭还想说些什么，便听唐艳雪颤声问道：“云天，他说的都是真的吗？”唐云天咬着牙关，旋即竟是低下头，并未说话，也算是默许了。白夭夭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唐哥，此魔头真的是你召唤来的？”白夭夭虽然看起来没心没肺，但实则他是一个正义感极强的人。面对召唤魔头屠戮修士的唐云天，此刻他的眼底深处满是陌生。唐艳雪则是抿住朱唇，过了许久，方才问道：“你是从哪寻的能将此魔头召唤至此的秘法或法宝？”在得知此魔头乃是唐云天召唤而来的，他第一反应乃是难以置信，第二反应便是惊疑了。要知道，能够召唤域外之魔的秘法与法宝，早被正道势力掌握得死死的，而唐云天不仅得到了秘法或法宝，竟还真的用其将域外之魔召唤至此。加之唐云天这几日的古怪脾气与行为，这让唐艳雪愈发对唐云天感到陌生，乃是怀疑了。姐，唐云天刚想开口说话，便被唐艳雪厉声打断：“别叫我姐姐，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话落，
唐云天微微一愣，而唐艳雪则是环顾四周，看着众多弟子与长老，他的玉手渐渐攥紧，过了许久，深吸一口气，似是做出莫大的决定，开口说道：唐云天身为唐家少主，却使用神秘手段，唤域外之魔入侵此界，并间接杀害我唐家2位长老，应当何罪？废除修为，逐出家族。众人的声音齐如骇浪，听着众人的声音，白夭夭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无比。他张了张嘴，想要开口说话，然而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毕竟唐云天召唤域外之魔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唐云天虽是白夭夭最好的朋友，但白夭夭却也最为痛恨魔修。而就在他犹豫纠结不知所措的时候，一旁苏浅浅将他的手牵起，白夭夭抬头望去，便见苏浅浅摇了摇头。他虽并未说话，但意思也很明显了，这让白夭夭不由得娇躯颤抖，抿住朱唇。与此同时，另一边唐艳雪忽地扭头看向叶幕，轻声说道：圣子大人，意下如何？叶幕笑了笑，旋即说道：我自然没有意见。说罢，他顿了顿，话锋忽地一转：不过艳雪，你难道就不好奇唐云天是如何寻得的秘法或法宝，召唤的域外之魔吗？声落，几乎所有人都再度看向唐云天，毕竟叶幕的话属实是戳到了他们的好奇心上。而感受着众人的目光，唐云天低下头，沉默着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叶幕见状，不由得轻笑一声。唐云天咬紧牙关，旋即抬头看向叶幕：要杀要剐，任由你来，何必说这么多的废话？啧，没想到我们的唐家少爷竟如此的有骨气。叶幕啧几声，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忽地消失，目光也是变得冷冽了起来。强者转世，唐云天本是另一方世界之人，尊号为霸天龙帝，死后灵魂破界而来，将原本的唐云天夺舍。不，称呼你为唐家少爷，有失偏颇。你说对吧，霸天龙帝？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唐云天的瞳孔骤然紧缩，其脑海也是变得一片空白。他是怎么看出我的真实身份了？过了许久，唐云天强忍着内心的惊涛骇浪，颤抖着在心底说道：如若说唐云天此生最大的秘密是什么，那便是他的真实身份霸天龙帝。看似他与叶幕相同，但实际上相差甚远。叶幕乃是打破胎中之谜，觉醒前世记忆，而唐云天本就是其他修仙界的至强者。身死之后，他的残魂破界而来，将原本的唐云天彻底夺舍。两种完全是不同的性质，霸天龙帝。而唐艳雪则是满脸的疑惑。叶幕见状并不着急，而是轻笑着解释：你们难道就没有察觉到不对劲吗？自某一天起，唐云天无论是性格亦或是天赋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更是召唤域外之魔。如若是之前的唐云天，会做出此事吗？听着叶幕的声音，白夭夭还傻傻地愣在原地，不明觉厉。什么意思？但他不明觉厉并不代表其他人不明觉厉。身为唐家的家主，唐艳雪何其聪慧，直接便听出了叶幕的潜台词。他颤抖着抬头，用极其陌生的眼神看着唐云天：你的意思是云天被夺舍？夺舍？怪不得自3年前起，我便感觉唐少爷像是换了一个人般，原来是被他人给夺舍了。这么说，这3年来与我们相处的乃是一位占据唐少爷身体的陌生人。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众多弟子的讨论声不断的响起，白夭夭也是反应了过来，俏脸微呆，其看向唐云天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夺舍？他颤声呢喃。定。白夭夭对唐云天心生隔阂，获得气运点1万。定。检测到唐云天的气运从红跌至金，获得气运点5万。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唐艳雪猛地抽出腰间灵剑，抵在了唐云天的脖子处，眼神通红，大声娇喝道：说，你究竟是谁？他的声音中满是颤抖与愤怒。毕竟他与原本的唐云天虽不是亲生姐弟，但感情的深厚程度却是丝毫不输于亲生姐弟。而如今他却得知他的弟弟早已身死，而眼前的唐云天只是一个占据了他弟弟的陌生人。其实唐艳雪早就发现不对劲了。自3年前的某一天起，唐云天看向他的眼神便从以往的敬重转变为了侵略与贪婪。可当初的唐艳雪并未在意，只是以为唐云天长大了，呵斥后便不再放在心上。可如今唐艳雪玉手微窜，看向唐云天的眼神中
满是恨意。姐姐，我就是云天啊，你的弟弟，我根本就没有被人夺舍。你别听叶幕胡说。感受着对方传来的森然杀意，唐云天面色苍白，连忙说道：哼，霸天龙帝，事到如今还要嘴硬吗？唐艳雪刚想说话，便见叶幕轻笑着说道：什么霸天龙帝？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霸天龙帝，我就是唐云天啊，我就是唐云天。唐云天的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恨意，旋即大声喊道：圣子大人，您不会搞错了吧？听着唐云天的声音，白夭夭犹豫地抓紧裙角，片刻后上前一步，声若蚊蝇地说道：呵，夺舍此事不可能消除痕迹，判断你是不是唐云天，让我检查一下神魂便可得出答案。叶幕直视着唐云天，淡声说道：此话可谓是直击唐云天的心扉，他知晓自己已无法伪装，索性猛地抬头，用猩红的眼神癫狂地大喝道：对，没错，我就是将原本的唐云天夺舍了。但是他咬紧牙关，死死地盯着叶幕，再度怒吼道：叶幕，你自己难道就干净吗？话落，周围的众人顿时心头一惊，不由得扭头看向叶幕，什么意思？叶幕微微眯眼看着唐云天，唐云天脸上带着癫狂，再度喝道：夺舍的人不只有我，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在数月之前，合欢圣地的圣子还只是一个平庸之辈，并且还是一个女弟子的舔狗。但是短短数月时间，合欢圣子不仅性情大变，就连实力也是增长迅速。你说这是为什么？伴随着唐云天的话音落下，苏浅浅的娇躯率先一颤，旋即秋眸便是不由得看向叶幕。方才唐云天的话语可谓是说到了他的内心深处。是啊，叶幕明明数月之前还是他的舔狗，为何如今便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苏浅浅喜欢的虽是现在的叶幕，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原谅夺舍他人的这个罪行。此人说的好有道理，难不成圣子大人也被夺舍了？卧槽，我汗毛也竖起来了，如若是真的，真是细思极恐啊。难道？听着周围嘈杂的讨论声，唐艳雪的朱唇不由得缓缓抿住。下一刻，他娇喝一声：都给我闭嘴！一家之主的威严此刻一览无余，众人连忙低下头，不敢再言。见周围安静下来，唐艳雪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抬头望向叶幕：圣子大。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叶幕抬手打断：不用说话。说罢，叶幕便在众人的注视下低头看向唐云天，旋即淡声说道：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很遗憾，我的母亲也就是合欢圣主早出手检查过我的神魂，而事实证明我并未被夺舍。话落，叶幕大手一挥，霎时间一缕叶幕模样的神魂缓缓地出现。此神魂清澈透明，上下都被温和的灵力所包裹。我敢将神魂展露出来，请问霸天龙帝，你敢吗？叶幕将神魂收起，便笑着招唐云天说道。还未等唐云天回话，便见叶幕猛地攥紧手心，下一刻吞天魔功骤然发动，一股恐怖的吸力随之出现，竟是将唐云天的神魂硬生生地给从身体中拉了出来。这是……看着身前的神魂，唐艳雪面色一呆，其一双秋眸也是变得恍惚无比。与叶幕的神魂不同，唐云天的神魂不仅颜色血红发黑，甚至还长得两张面孔，一张便是唐艳雪再熟悉不过的唐云天，他面带痛苦，紧闭双眼；而另一张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青年男子。云天，唐艳雪颤声喊道。然而唐云天却依旧是紧闭着双眼，似是听不到般。唐艳雪还想说话，叶幕却是上前一步，摇了摇头：艳雪，不必说了。自被此人夺舍之后，唐云天便已身死，再也醒不来了。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唐艳雪的面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过了许久，她咬着银牙，缓缓抬头看着霸天龙帝。定，因宿主的原因，唐艳雪与唐云天彻底决裂，获得气运点5万。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唐艳雪竟是面带杀意，猛地挥出手中灵剑：我要你死！感受着唐艳雪那娇躯内所散发的滔天杀意，霸天龙帝的瞳孔骤缩。下一刻，他竟是不知从了，掏出一张符箓。下一刻，符箓陡然催动，强行挣脱叶幕的束缚，神魂重新回到身体。
而唐云天的身体也是在此刻急速变大膨胀。叶幕，我承认此次较量是你赢了，但是我霸天龙帝还会再回来的。伴随着霸天龙帝的话音落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唐云天的身躯骤然爆炸开来，恶臭的血液与不知名的液体掺杂在一起，瞬间布满地面。叮，检测到唐云天的身躯已灭，霸天龙帝元气大伤，获得气运点75000。叮，检测到霸天龙帝的气运从金降为紫，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再度出现，而域外之魔看着化为片片碎肉的唐云天，脸上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告诉给你们了，将我召唤于此的人也已身死，能不能放我一命？放我一命！听着域外之魔的声音，叶幕缓缓扭头看向对方。下一刻，他缓缓抬起右手，霎时间，吞天魔功再度催动，恐怖的吸力顿时将域外之魔的身体摧残得不成人样。旋即，他的身躯竟是渐渐变得透明，逐步被叶幕吸收殆尽。你不讲信用，我就算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伴随着域外之魔的不甘声响彻天际，代表着此事彻底落下帷幕。叶幕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旋即扭头看向唐艳雪。只见此刻的唐艳雪并未被域外之魔的声音所影响，而是低着头呆呆地看着地面之上的碎肉。过了许久，她终于是压制不住情绪，缓缓闭上秋眸，一行清泪随之滑落。家主，这让周围的众多弟子不由得露出心疼的表情。但就在他们刚要上前安慰唐艳雪时候，唐艳雪却是深吸了一口气，旋即摇头道：我没事。说罢，他又低头看着地面之上的碎肉，朱唇抿紧，旋即扭头对着一位长老道：把云天的尸首安葬于家族后山。那位长老连忙点头，旋即便用灵力将地面之上的碎肉拼凑成人形，然而身影一闪，便是消失不见。圣子大人，真是多谢您了。吩咐完长老后，唐艳雪再度深吸了一口气，旋即便对着叶幕拱手道：如若没有您，我恐怕还在被将云天夺舍那人所骗。叶幕摇了摇头，轻声道：你我之间何必如此恭敬？那人不仅使用夺舍词等邪道法门，并还使用法宝召唤域外之魔，可谓是罪大恶极，人人诛之。我只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罢了。说罢，叶幕顿了顿，又扭头看向白夭夭：你看我干什么？白夭夭说道。叶幕笑了笑，轻声回道：没什么，只是想问一下你，看清你那所谓的堂哥的真实面目了吗？闻言此话，白夭夭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只是沉默着低下头。讲真的，今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无疑不再冲击着白夭夭的价值观。光是唐云天围杀叶幕，召唤域外之魔，便足够让他难以置信的了，更别谈夺舍此事了。反正堂哥已经死了。他秋眸微颤，轻声呢喃：这可未必。叶幕耸了耸肩，言语模棱两可：圣子大人是不是马上要回圣地了？这时唐艳雪忽的轻声问道。叶幕点了点头：没错。怎么了？唐艳雪再度抿住朱唇，俏脸上露出犹豫之色。过了许久，她深吸了一口气，似是下定决心般开口道：我能不能跟圣子大人您一起回圣地呢？声落，纵然是叶幕也不禁愕然片刻。圣子大人直至今日已救我3次，我唐家如若没有圣子大人，也早已覆灭。唐艳雪垂着秋眸，颤声解释着：我太弱了，我不想一直麻烦圣子大人您，我想变强到可以反过来保护圣子大人您，所以我想拜入合欢圣地，以此增强自己的实力。说罢，唐艳雪缓缓将头低下，不敢去看叶幕。其实她撒谎了，方才所说只是其中一个理由，而另外一个理由她并未对叶幕说，那便是只有进入合欢圣地，才能时时刻刻地见到叶幕。如若待在唐家，唐艳雪的玉手微微攥紧。既然如此，那我跟母亲说一声即可。这时叶幕的声音忽地响起，唐艳雪的俏脸微呆，旋即抬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叶幕：您同意了？叶幕笑了笑，但并未说话，只是在心底暗想着：当然要同意啊，毕竟你可是女主之一，只有让你一直跟在身边，才可能源源不断的薅羊毛啊。我们现在便回圣地吧。叶幕说道。唐艳雪刚想答应，然而她忽地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过了许久，方才说道：圣子大人，今日唐家受灾严重，我可能需要唐家再待几天，将事情处理好，
方能去往圣地。既然如此，那你处理完事情，便直接去往合欢圣地，然后用传音石联系我即可。叶幕并没什么反应，而是接着说道：好。唐艳雪重重的点了点头。叶幕不多墨迹，便带着苏浅浅与白夭夭化为一道流光，径直朝着合欢圣地的方向掠去。而唐艳雪并未着急离开，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抬头望着苍穹上的流光。流光被拉得很远很远，直至再也看不见。唐艳雪依旧是没有挪开目光。家主，圣子大人已经走了。直至有一位弟子小声的提醒，苏艳雪方才反应过来，她缓缓将头低下，轻声说道：我知道。她的脸上带着怅然，语气中透着失落。不过我们很快便会再次相见。她脸上带着期待。与此同时，另一边，叶幕刚刚回到圣子大殿，迎面便是撞上了叶星婷。母亲，你有什么事吗？叶幕轻声道：前几日真龙榜横空出世，此事你应该知晓。叶星婷不多墨迹，直接开门见山道。叶幕点了点头，孩儿知晓。随着叶幕的声音落下，叶星婷轻抿朱唇，似是犹豫后拉起叶幕的手，旋即轻声道：幕儿，虽说那真龙榜上并未有你的名字，但你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你的天赋与实力我们都有目共睹，一定是那真龙榜出错了。听着叶星婷的声音，身旁的凤灵月凤眸微微一跳。真龙榜那可是上古时期天道联合龙族一起创造的无上至宝啊，怎么可能会轻易出错呢？但是凤灵月微微抬眸看向叶幕，内心满是疑惑。正如叶星婷所说，如若真龙榜没有出错，可以叶幕的实力，为何没有登临真龙榜呢？难不成叶幕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看起来比较厉害罢了？此道想法一出，便如开了闸的洪水般，再也收不住。凤灵月越想越有可能，越认为此等假设完美成立。原来是这样，他脸上带着一丝激动，轻声呢喃着。一时之间，他原本被叶幕彻底击溃的信心，竟在此刻重新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叶幕看着叶星婷，开口说道：母亲不必安慰我，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叶星婷点了点头，如此甚好。他顿了顿，又说道：还有一件事，在真龙榜出世之后，那天机圣地的当今圣主天机老人要在1月之后在中州举办天骄大宴，宴请众多天骄。届时我想带着你与灵月前去，你意下如何？天骄大宴，叶幕轻声呢喃，旋即抬头点了点头。孩儿没有意见。叶星婷再度满意的点了点头。我走了，你和灵月待在一起吧，我已在此殿设下屏蔽阵法，无论你们弄出多大的声音，外界都是听不到的。说罢，叶星婷便身影一闪，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满脸无语的叶幕。叶幕。这时凤灵月忽地抬头轻声开口。叶幕微微挑眉，旋即看向凤灵月：我突破到化道境了。伴随着凤灵月的话音落下，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过了许久，叶幕面色淡然的点了点头，旋即说道：然后呢？话落，凤灵月凤眸微微瞪大。你难道就一定不惊讶吗？我可是突破到了化道境，那可是化道啊。叶幕思索了片刻，忽地想到了什么，便微微挥手，将一个火羽盒子拿出，旋即悬停在凤灵月的身前。到现在才化道一众，的确有些太慢了，把这个炼化掉，应该可以帮你提升2到3个小境界。说罢，他便径直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去，只留下凤灵月呆呆的石化在原地。过了许久，他方才反应过来，满脸怀疑人生道：太慢了。此刻他甚至都有些不确定，他方才是不是听错了。短短数月时间，他便从涅槃8重突破到了化道1重，此等速度可谓是惊骇世俗，纵然是叶星婷都感到震惊无比。如若此速度还算慢，那什么才能称得上快呢？难不成非得突破一个大境界，达到化道8重才算快吗？凤灵月满脸皆是不忿，方才刚刚拾起的自信也在此刻受到了打击。这是什么东西？过了许久，凤灵月深吸了一口气，旋即将火玉盒子打开。一刹那，一朵妖艳圣血散发着滔天威压与热浪的火焰骤然间出现。这是异火。凤灵月微微一愣，瞳孔骤缩，旋即缓缓扭头看向叶幕的方向。异火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同为火修的叶幕竟会将一朵异火交给他。他朱唇轻抿，许久后将异火收起，
轻声呢喃：“叶幕，你等着，待我将此朵一火炼化，我便再次向你提出挑战。届时，我将彻头彻底的将你战胜。”叮，凤灵月的好感度提升25，现好感度75。与此同时，叶幕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便听到系统的声音缓缓传来，但叶幕并未理会，只是盘坐在蒲团之上，刚要修炼。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穿圣雪白袍、容貌绝美的女子虚影徐徐出现，正是顾惜雨。她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却又低下头，没有发出声。顾前辈想要说什么，但说无妨。叶幕见状，轻笑道。顾惜雨沉默了片刻，旋即说道：“我记得当初在天火秘境内，你曾说过，你可以轻易凑齐重塑肉身的天才异宝，对吧？”叶幕点了点头。本圣子的确说话，你能不能帮我重塑肉身？顾惜雨犹豫了片刻，轻声说道。叶幕微微挑眉，旋即问道：“哦，是本圣子待前辈不好吗？如此想要重塑肉身，离开圣地？”顾惜雨连忙摇头：“不，圣子对我很好，只是……”顾惜雨深吸了一口气，旋即说道：“只是，我生前乃是一个门派的大长老，那个门派养育我长大成人，对我恩重如山。如今我已陨落千年，也不知那门派是否覆灭，所以我想去看一眼。如若不在，我便回到此地，彻底加入圣地。”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叶幕抢到。“如若还在，那你便会待在那个门派内，对吧？”顾惜雨沉默了片刻，随后点了点头：“对，门派对我恩重如山。”说罢，他便低下头，做好了被叶幕拒绝的准备。好。然而下一刻，叶幕的声音忽地响起，让他猛地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叶幕。你说什么？”叶幕缓缓站起身，再度说道：“我答应你，帮你重塑肉身。”说罢，他便微微挥手，将抽奖所得的无垢道体从系统空间内拿了出来。这是无垢道体。叶幕微微颔首，旋即说道：“没错，顾前辈，便用此物重塑肉身吧。”听着叶幕的声音，顾惜雨不由得面色一呆。叮，顾惜雨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25，现好感度85。过了许久，他低下头，颤声呢喃：“谢谢你。”他的声音中透着感动与激动。感动是叶幕竟将此等珍贵之物交给他，激动是他深死千年之久，终于能够重塑肉身了。叶幕摇了摇头，旋即说道：“莫要浪费时间了，快点重塑肉身吧。”顾惜雨点了点头，将情绪收起，旋即残魂便是陡然进入无垢道体。霎时间，伴随着精纯的灵气与氤氲灵雾的出现，叶幕的视线顿时被遮掩住。约莫过去半刻钟，灵雾渐渐消散，顾惜雨缓缓睁开秋眸，感受着身体所传来的触感，他的秋眸竟是渐渐变得通红了起来。我终于重塑肉身了。旋即，顾惜雨便抬起头望向叶幕，刚想开口感谢叶幕，然而他却发现此刻的叶幕竟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用十分不对劲的目光盯着他。他愣了愣，旋即低头，旋即他便发现此刻他自己竟是一丝不光，浑身赤裸，那婀娜有致、完美无瑕的绝美娇躯被叶幕尽收眼底。别看了，连顾惜雨自己都会发现，他并未对叶幕的目光感到厌恶，只是脸颊微红的用手将重要部位遮住。叶幕反应过来，偏过头，尴尬的咳嗽几声，旋即说道：“顾前辈已重塑肉身，接下来便是要离开圣地了吧？”顾惜雨穿上白袍，点了点头。说罢，他便要离开此地。然后就在这时，他忽地想到了什么，抿了抿唇，旋即转过身看向叶幕：“我们交换一下传音石吧，如若有事，你我至少可以联系一下。”叶幕愣了片刻，旋即点了点头，将传音石拿出递给顾惜雨。呼！待顾惜雨离开后，叶幕吐出一口浊气，重新盘坐在蒲团之上，叫上苏浅浅开始今日份的修炼。与此同时，另一边，一处阴暗潮湿的山洞内，一缕气息淫乱微弱的残魂飘荡在半空，随风摇曳着。过了许久，残魂竟是缓缓汇聚为一道身影，身影正是唐云天，不应该说是霸天龙帝。虽然我使用秘法自爆肉身，让魂魄得以逃脱，可霸天龙帝的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恨意。可我的魂魄也是遭到重创，如若找到合适的肉身，
我马上就会消散。可是我需要去哪里找肉身呢？霸天龙帝的双拳微微攥紧，夺舍一法，讲究契合度，能够找到唐云天慈等完美的肉体，已是大幸了。想要找到第二个这般完美的肉体，无异于是异想天开。等等，然而就在这时，霸天龙帝眼中忽地想到了什么，脸上带着兴奋地说道：净世白莲。净世白莲乃是凌驾于无上圣药之上的不死地药，其莲身可治疗世间所有伤势，而莲藕则是可以用来重塑肉身。传闻上古时期便有一位仙人，肉身陨落，只剩残魂，后用仙藕捏造肉身，最终得以重塑。此计划显然是可行的，但里面有一个难点，那便是净世白莲极其珍贵，想要寻得莲藕，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但是霸天龙帝咧嘴一笑：夭夭，算我感谢你，你可不要怪我。说罢，他的残魂便是渐渐消失在原地。他并不是要对白夭夭出手，毕竟再怎么说，在他的心中，白夭夭依旧是他的净卵女人。他是要向白夭夭的族群，也就是其他净世白莲出手。至于他怎么知道白夭夭的族群藏在何处，自然是白夭夭这个没心没肺的人亲口告诉他的。月上枝头，夜色如墨，山洞缓缓恢复寂静。与此同时，建州顾惜雨身穿圣雪白袍，静静地站在原地，秋眸恍惚地看着身前的残垣断壁、宫殿废墟与一个刻有剑宗字迹的斑驳石碑。尘封千年的记忆渐渐涌上心头。无父无母，即将死去，被剑宗宗主收养，成为真传弟子。虽没有见到天赋，但剑宗宗主并未将他抛去，反而挖掘出他的体质，方能让他成就半地大能。思绪收回，顾惜雨深吸了一口气。在他身死之际，剑宗还是响彻整个天元大陆的顶尖势力，可为何短短1000年时间竟成了这副模样？伴随着这样的疑惑，他踏入剑宗。剑宗内的弟子寥寥无几，其中大都是一些炼气助激进的修士，就连结丹境的都是凤毛麟角。他是谁？该不会又是瑶光圣地的修士吧？快点去禀告宗主，就说瑶光圣地的修士又来了。瑶光圣地难道非要置我剑宗于死地吗？而这些弟子见顾惜雨到来，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作鸟兽散。这让顾惜雨不由蹙起了眉头。他还想往前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苍老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声音忽地响起：你是惜雨？顾惜雨抬头，只见他的身前竟不知何时多了一位面色苍老、佝偻着腰的白发女子。宗主！顾惜雨的娇躯一颤，旋即颤声说道。此刻剑宗宗主彻底认出顾惜雨，他苍老的脸上竟是落下一行清泪。惜雨，你这1000年都去哪里了？顾惜雨轻咬朱唇回道：此事一时半会讲不完，我想知道在这1000年剑宗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变得如此破败？剑宗宗主叹了一口气，旋即将这1000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顾惜雨听。原来在他陨落之后，剑宗宗主为了寻他得了重伤与年轻时所留下的暗伤，加之寿元无多等等原因，导致他的境界直接跌落大胜。2大重要战力的陨落，直接让剑宗元气大伤。一时之间，周围的众多势力便如狼见了肉般，一同扑了上来，想要将剑宗吞并。其中瑶光圣地便是领头人。惜雨，我观你境界只有半圣，看来也是遭到了许多变故，剑宗即将灭亡。你离去吧，莫要让剑宗拖累了你。剑宗宗主叹息道：不，剑宗养育我一生，我岂能在危急存亡之际自行逃命？并且我虽不及巅峰，但也有半圣境界，未免不可以护住剑宗。然而顾惜雨却是满脸笃定道。闻言此话，剑宗宗主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但很快便苦笑着摇了摇头。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他们剑宗已快要完蛋了。瑶光圣地乃是这天元大陆的一流势力，其中的圣主更是一位准地强者，除非他们能找到足以让瑶光圣地都感到忌惮的势力，譬如合欢圣地，当作背景方能保住剑宗。可他们剑宗去哪找这种背景呢？惜雨，你有这份心，我便欣慰无比了，不必为了即将覆灭的剑宗赌上性命。剑宗宗主说道，旋即便佝偻着腰渐渐远去，只留下一阵恍惚的顾惜雨。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转眼间便是1月已过。在这1月内，
叶幕与苏浅浅、白夭夭还有凤灵月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但讲真的，其实叶幕也不想每天这样，毕竟那种事做多了也会很累的。奈何气运点属时态相似的，做那件事并不是出于叶幕的本意，而是完全是赚取气运点。没错，就是这样。至于赚取的气运点，叶幕除去将荒古圣体提升到了真古退金，其余的全部都积攒了下来。除此之外，这1个月内便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了。唐艳雪还在处理唐家之事，说是3日内便会来到合欢圣地。洛千雪并未找叶幕压制寒毒，这一点很奇怪，但叶幕也并未多问。木耳，叶幕还在思索，叶星婷的声音却是忽地响起。叶幕将思绪收起，站起身离开卧室，映入眼帘的便是2道女子身影，一位衣着华丽，面容精致，身材丰腴，气质雍贵；另一位身穿凤袍，容貌绝美，赤裸玉足，气质高贵，正是叶星婷与凤灵月。木耳，今日便是天骄大宴的举办之日，是时候该去天机圣地了。叶星婷对着叶幕说道。叶幕微微颔首，旋即扭头对着苏浅浅与白夭夭说道：你们2个在圣地待着即可。随后他便与叶星婷、凤灵月一起离开了圣子大殿，旋即登上恢宏的飞舟。轰隆，飞舟横空而起，引起惊天动地的声响，旋即变化流光，径直朝着中州的方向掠去。叶幕，飞舟内令叶幕意外的是，凤灵月竟再一次的主动找上了他。灵月，有什么事？叶幕轻声问道。今天我将你给我的异火成功炼化了。凤灵月面无表情的说道，只是语气中显然是有些得意。但是令他意外的是，叶幕并未有什么反应，只是点了点头道：然后呢？凤灵月沉默了片刻，又说道：我的境界也突破到了化道4重，短短1月时间便从突破3个小境界，此等速度可谓是骇人无比。但叶幕依旧是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呢？凤灵月有些着急了。1个月时间，我就将异火炼化成功，并将境界突破3重，你难道就不感到惊讶吗？他来找叶幕，无非就是境界突破了，想展露自己的天赋以及实力，引起对方的震惊，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与好胜心。可如今，叶幕不仅没有半分震惊，反而一直都是一副淡然的模样，这让凤灵月有些无法接受。而见凤灵月这副幼稚的模样，叶幕只感觉一阵好笑。不错，凤灵月1月时间便将真黄叶炎炼化，并提升3个小境界，对比他人，此等速度的确骇人。但别忘了，叶幕当初在天火秘境内，可是一口气直接炼化了近乎20朵异火，提升将近1个大境界。相比于此，炼化1朵异火，突破3个小境界，便显得不算什么了。听说此次天骄大宴，天骄之间可以互相切磋，展露实力。这时凤灵月忽地开口说道。然后呢？叶幕问道。我会在天骄大宴中向你提出挑战，然后将你击败，证明我从不弱于你。凤灵月脸上带着自信，至于这股自信，自然是真龙榜上并未有叶幕的名字，加上这数日境界的突破所带来的证明不弱于我。娘子真会说笑，明明昨天晚上还在床上向我求饶。叶幕唇角露笑，打趣道。顿时凤灵月脸颊变得通红，面色也是羞怒无比。那是特殊时候，不算数。叶幕耸了耸肩，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震动忽地响起，飞舟渐渐落地，叶星婷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木耳，灵月，到天机圣地了。叶幕点了点头，旋即缓缓离开房间，走出飞舟。而看着叶幕的背影，凤灵月的银牙渐渐咬紧。不行，我不能光在修为之上将他击败，在另一个方面，我也要强于他。我不能一辈子都被他压在身下，我要自己主导我自己的人生。可是那个方面该如何提升呢？凤灵月还在思索，叶星婷的声音便是再度响起。灵月，快点！凤灵月反应过来，连忙应了一声，旋即便同样离开飞舟，走至叶幕与叶星婷的身旁。合欢圣主大驾光临，真是给足了老夫面子。身为合欢圣地的圣主，叶星婷等人自然是由天机老人亲自迎接。惭愧，让天机圣主亲自迎接，是您给足了晚辈面子。叶星婷笑着回应。
还请入席。天机老人接着客套了几句，随后便指着大殿道：叶星亭点了点头，旋即便带着叶幕与凤灵月走进大殿。大殿内摆满桌椅，桌椅上已坐满了赫赫有名的强者与登临真龙榜的天骄。在叶星亭、叶幕与凤灵月入席之后，一位天机圣地的长老便对着天机老人说道：圣主，人到齐了，宴席什么时候开始？天机老人摇了摇头，旋即说道：不急，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没到呢。长老露出愕然的神色，重量级的人物？他还想说些什么？下一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出现，仅一瞬间便将方圆万里都给笼罩其中。好恐怖的威压，是何大能降临此地？感受着此道威压，大殿内的众多修士顿时心头一惊，旋即释放神识，朝着殿外感知。这不感知不要紧，一感知直接将他们吓了一大跳。只见外界的苍穹之上，竟不知何时横空出现了足足9条蛟龙，蛟龙鳞片如铁，散发着神秘的光泽，身躯1000丈，通体庞大，一眼望去，大圣境的威压便是一览无余，冲击着神识。最主要的是，这9条蛟龙的身上竟还绑着如铁桶粗的黑色铁锁，循着铁锁便能在蛟龙的身后看到一辆辇车，9龙拉辇。一时之间，众多修士的脑海中不由得浮出一个词汇：这9条蛟龙竟然全都是大圣修为，真是好大的手笔。这辇车背后究竟是何方势力？此刻纵然是叶星亭，其俏脸上都是露出凝重之色。听着叶星亭的声音，原本不感兴趣的叶幕也是微微挑眉，旋即释放神识，看向辇车。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哗啦一阵朔风拂过，吹起辇车上的帘布，旋即一位少年缓缓走出辇车。少年身穿白袍，面色淡然，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王八之气。如若仔细观察，还可发现他的眼眸中竟有着2个瞳孔。姓名石昊天，年龄8242岁，实则19，其余时间都被封印在神元当中。气运红，顶尖的气运之子。体质重瞳，至尊骨，天玄血脉。修为半圣。机缘将在天元地灵中获得成帝机缘。顶尖的气运之子。在看到石昊天面板的一瞬间，叶幕先是一愣，旋即便露出欣喜的神色。毕竟灵岩已身死，唐云天也差不多快了。本来他还苦恼找不到新的气运之子来薅羊毛，谁知刚瞌睡便送枕头，可能这便是天意吧。只是此气运之子似乎与套路中的不一样，竟然同时身负重瞳与至尊骨。还有这天元地灵又是何物？竟然有着成帝机缘。欣喜过后，叶幕便陷入了思索。而就在这时，有一位修士也是发现了重瞳，不由得惊呼道：你们看到了吗？此人的眼睛中竟有着2颗瞳孔，难不成是传说中的瞳孔？霎时间，偌大的大殿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毕竟重瞳那可是与至尊骨并列，在3000道体中可以排进前5的恐怖存在啊。传闻身负重瞳者被称之为先天至尊，有着大帝之姿，而自天元大陆步入末法，此方世界便已有数万年未曾出现过身负重瞳者了。如今一位重瞳者出现在面前，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惊，如何不惊讶？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这位少年。这位少年究竟是何人？修士的听力很好，虽相隔甚远，但石昊天依旧是听到了众人的震惊声。他的嘴角微微扬起，旋即他双手负后，上前一步，踏空而立，用睥睨众生般的眼神看向天机圣主。下一刻，他淡声说道：天机圣主，还不快来迎接吾？话落，众人们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毕竟天机圣主可是一位半帝境的大能啊，虽主修天机道，导致不善战斗，但再怎么说也不是其余人可以招惹的。而眼前的这位少年却用这般语气对天机圣主说话，这让他们对眼前少年的身份更加好奇了。这时天机圣主来到半空，对着石昊天拱手道：天玄太子大驾光临，老夫有失远迎，还请天玄太子息怒。霎时间，众人的瞳孔骤然紧缩。天玄太子难不成便是那位真龙榜排名第1的
10号天。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修士惊呼出声。自真龙榜出世之后，众多势力便对登临真龙榜上的天骄做了一个统计与调查。其他天骄，众多势力都很熟悉，唯独这10号天却是陌生无比。直至有一位修士翻阅古籍时，竟发现上古时期有一名叫天玄古国的势力，其中的第977位太子便叫10号天。传闻这10号天先天身负重瞳与至尊骨，可谓是大地之中的大地之资，如若不出意外，定能成就一方大能，镇压天玄古国气运万年之久。然而这10号天在19岁时却是忽地消失不见，就好似被人直接从这世界上抹去了般，令人扑朔迷离。而在众人惊疑之际，另一边10号天看着身前的天机圣主，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你的态度本太子很满意。说罢，他便微微挥手，竟是直接将9条蛟龙缓缓收起，旋即他便降落至地面之上，先是走进大殿，然后便在众人的目光下直接坐在了主位之上。不愧是真龙榜排名第1的修士，果真嚣张。这让众多修士不由心头一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老夫便不再藏着掖着了，直接说明唤各位前来的目的。而随着10号天的入席，天机圣主便是缓缓对着众人说道：不知你们可否知晓，天元大帝。伴随着天机圣主的话音落下，众人们全部心头一惊。天元大帝，难不成就是那位3000道狱步入末法前，最后成就大帝的恐怖存在？天机圣主微微点头，不错，天元大帝在7万年前成就大帝，然而却在4万年前便突然陨落。传说天元大帝陨落之前留下一座地灵，地灵内有着成帝机缘。我知道诸位都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连真龙榜都已出世，聚集于此的大都是人精，很快便听出了天机圣主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天元地灵也是真实存在的？天机圣主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旋即缓缓抬手。下一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中州距离天机圣主的万里之外，一道极其恐怖的地威竟是骤然出现，伴随着阵阵的地动山摇，天穹轰鸣，一座散发着滔天地威璀璨光芒的巨大建筑竟是平地而起，伫立于大地之上。难不成这是？感受着此等地威，众多修士的面色顿时变得苍白，旋即释放神识，用骇然的目光看着那庞大的巨大建筑。不错，这便是天元地灵。天机圣主诞声说道。霎时间，众多修士先是一呆，后便彻底陷入了癫狂。天元地灵竟然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也就是说成帝机缘便在地灵当中。卧槽，那我还待在此地干什么？还不快进入地灵争夺机缘？老夫先走一步。众多修士的讨论声不断响起。地灵有地威护佑，别说进入了，以老夫的境界，也算靠近，也会被瞬间震杀。这时天机圣主摇了摇头道：那该怎么办？天机圣主抬起浑浊的眼眸，看向众多天骄，旋即道：很简单，登临真龙榜，受气运加身之人即可不受地威威胁，进入地灵。伴随着天机圣主的话音落下，周围顿时陷入死寂。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天骄开口：那么没能登临真龙榜的修士便是无法进入地灵了。话落，众多修士全部抬头望向天机圣主，只因此天骄的问题也是他们所关心的。要知道，今日在此的众人并不全是登临真龙榜的天骄，也有一些自视甚高却没能登临真龙榜的修士，他们同样也想进入地灵争夺成帝机缘。没错，但是也未必。天机圣主声音缓慢而又苍老，这让众多天骄不由变得焦急起来，心想你就别卖关子了，有话直说。而天机圣主见状，便直接开门见山，只有登临真龙榜的修士才能进入地灵，但现在未能登临真龙榜的修士可立下天道对赌，与登临真龙榜的修士切磋。背对赌者如若赢便无事发生，但如若输掉，其真龙榜的位置便会被替代。伴随着天机圣主的话音落下，偌大的大殿再度陷入一片死寂。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修士颤声道：天道对赌。天机圣主微微颔首，
旋即大手一挥，霎时间如同潮水般的凌厉，倾泻而出，竟是在大殿中心汇聚成一座极大的虚幻擂台。擂台我已为诸位布置好，诸位尽可在此切磋。看着身前的擂台，凤灵月用凤眸看向叶幕，沉默了半晌道：你要不要切磋？他深知这对于叶幕而言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叶幕能够赢下一位真龙榜的天骄，他便可以登临真龙榜。就在凤灵月以为叶幕要答应之时，然而叶幕却只是摇了摇头：我没兴趣。还未等凤灵月有过多反应，叶星庭便是喝道：此事关乎到天圆地灵，关乎到成帝机缘，你就算没兴趣也得给我搞一个真龙榜的名额，不然你便这辈子都被回圣地了。但我打不过真龙榜上的那些天骄啊。叶幕耸了耸肩，这自然是敷衍叶星庭的谎话，但他是真的懒得与所谓的天骄切磋，毕竟身为真龙榜主人的他早已内定了天圆地灵的资格，又何必费此功夫呢？你……凤灵月凤眸微怒，刚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一位修士忽地站起身，旋即走至擂台，看着石昊天大喝道：石昊天，我要对你发起天道对赌。声落，所有人全部看向那位修士。半晌后，一阵讨论声随之响起。那是真龙榜排名第43的王昊天。王昊天，怪不得此人要挑战石昊天，原来同为昊天啊。第一场便是真龙榜天骄之间的切磋，真是有意思，不知谁会输谁会赢。就连凤灵月也是眉头微蹙，扭头看向叶星庭：母亲，您觉得这两人谁会赢？叶星庭微微眯眼看向石昊天，应该是这石昊天，但他应该赢的也不会很轻松，毕竟能够登临真龙榜都不是泛泛之辈。凤灵月深深地点了点头，旋即便再度看向石昊天。只见此刻的石昊天正用淡漠的眼神看向王昊天：你要与我切磋？呵，真龙榜上只能存在一个昊天，那便是我王昊天。王昊天冷笑一声：那便来吧。闻言此话，石昊天并未有半分波澜，而是缓缓起身，下一刻身影一闪，便是来到了擂台之上。你先出招吧，毕竟我不想被人说是欺负小孩。看着身前的王昊天，石昊天双手负后，声音淡然。王昊天咬紧牙关，随后他攥紧双拳，猛地抱起，只留下一阵残影，便是朝着石昊天的方向掠去。狂妄之辈，看我今日如何将你镇压于此。话音刚落，王昊天便已来到石昊天的身前，旋即砰的一声巨响，一拳重重地砸在石昊天的身躯之上。太弱了。然而石昊天面对此等力道的攻击，竟是纹丝不动，满脸失望地摇了摇头。这怎么可能？这让王昊天的瞳孔骤然紧缩，他连忙后退一步，用惊疑的目光扫视着石昊天的浑身上下。接下来该我了吧？只见石昊天缓缓抬起右手，轰隆，滔天的肉身力量骤然从他的体内倾泻而出，仅是瞬间便将整个大殿都给笼罩其中。风云涌动，虚空破碎。下一刻，石昊天一拳轰出，咔嚓，滔天的拳浪骤然将王昊天的浑身上下都给笼罩其中，骨骼破碎与惨叫的声音同时出现，剧烈的疼痛让王昊天瞬间便昏死了过去。碾压，赤裸裸的碾压。无数人看着已然昏死过去的王昊天，面色先是呆滞，旋即便陷入了无穷的震惊当中。卧槽，我没看错吧？王昊天竟然被毫无还手之力的便被碾压了。再怎么说，这王昊天也是真龙榜在榜的天骄，竟是如此羸弱。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王昊天太弱，而是石昊天太强了？别说其他人了，恐怕就算是老夫也是无法如此轻易的解决王昊天啊！恐怖如斯，真当是恐怖如斯。众人的声音不断响起，然而石昊天却是没有丝毫波澜，而是再度看向众多天骄：本太子并不介意你们挑战吾，毕竟本太子的目标乃是成为此方世界至高无上的天帝，而天帝之路又岂会是一帆风顺？但是他猛地一顿，脸上露出无与伦比的自信：吾为天帝，当震杀世间一切敌。话音落下，众多修士再度陷入了呆滞，过了许久，方才有声音呢喃：震杀世间一切敌。好恐怖的语气，好恐怖的气场，这便是身负重瞳的先天至尊吗？纵然是天机圣主，也是不由得摇头感叹：
镇杀世间一切敌吗？不愧是天元太子，竟是要走与天元大帝相同的无敌之路，塑造无敌之心。还有谁要与本太子切磋？这时石昊天面向众人，淡声说道：是我眼拙了，没想到这石昊天竟如此恐怖。凌月，你面对他将有几成胜算？叶星霆倒吸一口凉气，扭头看向凤凌月。凤凌月轻抿朱唇，片刻后摇了摇头，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此人的实力极其恐怖，我对上他一成不，根本就没有任何胜算。镇杀一切敌，这便是无敌之路，无敌之心吗？听着凤凌月的声音，叶星霆同样摇了摇头。传闻天元大帝便是走的无敌之路，修炼数万年，从未受过耻辱，从未尝过一败，面对任何天骄都是碾压。看来这石昊天要重走天元大帝的道路了。而有了王昊天的教训，应该是没有人再挑战此人了，毕竟挑战此人也不过是生生挨打罢了。凤凌月刚想点头附和，然而就在这时，他的身旁一道声音却是忽地出现：我要与你切磋。声音落下的一刹那，凤凌月微微一愣，下意识地循着声音望去，便是发现开口说话者竟是叶幕。竟然还有人要挑战石昊天，此人是谁？等等，此人似乎是合欢圣地的圣子，名为叶幕。合欢圣子，不知此人在真龙榜上排名第几？真龙榜上并未有此人的名讳。什么？要知道，就连真龙榜第43名的王昊天都被碾压了啊！此人连前50都未曾登临，与石昊天切磋，这不纯送死吗？是啊，是啊！众人的声音不断的传来。石昊天微微挑眉，旋即看向叶幕：你要与我切磋？叶幕同样看向石昊天，淡然点头。闻言此话，石昊天骤然仰头大笑：合欢圣子对吧？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就连真龙榜排名第43都被吾轻松镇杀，你一介连真龙榜都未登临的人，竟还想要取代吾的位置，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听着石昊天的声音，众人大都是点头附和，认为叶幕挑战石昊天乃是不知天高地厚。虽说只要将石昊天赢下，即可取代对方真龙榜第1的位置，但前提是你的实力要高于石昊天啊！认不清自己的实力，与其切磋，那并不是自信，而是自负，乃至是不知天高地厚。木耳，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不可如此莽撞。叶星霆反应过来，连忙说道：虽说方才他还想让叶幕与真龙榜天骄切磋，但你也不能上来就挑战榜首的石昊天啊！你真的要挑战他吗？就连凤凌月都是凤眸微抬，凝重道：虽说你的实力很强，但此人身为真龙榜榜首，同样不容小觑。以你的实力，面对他胜算恐不到1成。闻言此话，叶幕轻笑一声：凌月，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凤凌月摇了摇头：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此人太过深不可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身上除去重瞳外，还有着一个同样恐怖的体质——至尊骨。凤凌月愕然了片刻，看向叶幕：什么？此人除去重瞳外，还身负至尊骨？叶幕淡声回道，旋即他便身影一闪，直接来到了擂台之上，只留下凤凌月凤眸瞪大，愣在原地。过了许久，他倒吸一口凉气：重瞳与至尊骨，两大传说中的体质，此人竟同时身负，怪不得此人的防御如此惊人。震惊完后，凤凌月的脸上便是焦急无比，光是身负重瞳，便可被称之为大帝之资，更别谈还有至尊骨此等无上体质了。可以说，石昊天乃是他翻越古籍亘古亘今所见过的最强天骄。他知道叶幕同样很强，但面对此等天骄，虽然他也很不想承认，但事实便是没有一丝胜算。与此同时，见叶幕登上擂台，石昊天摇了摇头，明知不敌，却还要螳臂当车吗？话落，他同样身影一闪，登上擂台，旋即双手负后，用3分淡然、5分不屑与2分玩弄的眼神看向叶幕。不过，既然如此，那本太子便陪你玩玩。玩，此字一出，便代表着石昊天并未将叶幕放在心上。事实也的确如此，他要走的是无敌之路，塑造无敌之心。对于他而言，
就算是同样登临真龙榜的其他天骄，都不过是蝼蚁，更何况是一个连真龙榜都未登上的修士呢？只不过是一个连蝼蚁都称不上的尘埃罢了。还是你先出招吧，毕竟对付像你这样的修士，若我先行出招，恐被人笑话，并且一招秒杀，也没什么乐趣而言。他伫立于擂台之上，面色淡然而又不屑。然而叶幕却并未恼怒，只是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便接好了。话音落下，轰隆，一道如同从亘古时期的威压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阵阵悸动，神象阵欲境陡然发动，8亿4千万颗威力此刻同时催动，伴随着无与伦比的肉身威压，一头身躯千丈的神象虚影骤然从叶幕的身后汇聚完毕。下一刻，砰的一声，叶幕攥紧右拳，猛地抱起，身后神象虚影倏然消散，化为威力汇聚于叶幕的右拳之上。仅一瞬间，叶幕便抵达10号天的身前。不，这不可能！感受着此道无与伦比的肉身威压，10号天面色一惊，忽地意识到了眼前的少年与方才的王昊天有着云泥之别。他瞳孔骤缩，下意识地想要躲闪，然而剑已发弦，一切都为时已晚。只听砰的一声巨响，蕴含着8亿4千万颗威力的巨拳重重地落在了10号天的身躯之上。一瞬间，10号天先是吐出一口老血，旋即身躯便是如炮仗般不受控制地向后飞去，最终砰的一声重重摔在了地面之上。叮！检测到宿主重创气运之子10号天，成功破坏10号天的装逼时刻，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偌大的大殿也是随之陷入死寂。偌大的大殿随之陷入死寂，无数人呆呆地愣在原地，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瘫倒在地的10号天。过了许久，方才有一位修士颤声道：我没看错吧？刚才飞出去的是10号天。此人的声音就宛如像平静的水面丢下一颗炸弹般，一刹那便是引爆了整个大殿。卧槽，这个合欢圣子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竟然连10号天都不是他的对手。此人如此强悍，为何真龙榜上却没有他的名讳？难不成是10号天大意了？方才落得如此狼狈，不然也无法解释此情况。众多修士震惊的声音不断传来，就连天机圣主此刻也是闪过一丝惊疑。这怎么可能？为何和老夫算的有所不同？方才他为何会对10号天那般恭敬？那是因为他早已算出，此人便是此大征之师的宠，更是未来伫立于苍穹之上俯瞰众生的天地。今日在宴席中，他将展露无敌之势，镇压诸多天骄。未来他更是会在天元地灵中霸道夺取成帝机缘。他们天机圣地并不想参加大征之事，所以便想与10号天打好关系，待对方成就天地，受其一些气运反哺即可。可如今事情却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原本应当镇压诸多天骄的10号天，反而被另外一个天骄给镇压了。不，10号天身为未来的天帝，岂会被如此轻易的镇压？应该是他方才粗心大意了。天机圣主深吸一口气，在心底安慰着自己。而就在这时，呵，10号天的喘气声传来，所有人包括天机圣主全部都将思绪抛去，抬头望向10号天。你不会以为你伤到本太子了吧？只见10号天颤颤巍巍的起身，强忍着剧痛，双手负后道：与蝼蚁切磋，何其无趣！所以本太子便演了一出戏，想要为无趣的切磋增添一丝乐趣。话音落下，众多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就说，以叶幕的实力，怎么可能将10号天击飞呢？要知道10号天可是真龙榜榜首，身负重铜的绝世天骄啊！你嘴里面流血了。这时叶幕忽地说道。10号天顿感嘴中一阵腥甜，赶忙伸手将嘴角溢出的鲜血擦去，旋即说道：你出完招了，接下来便该本太子了吧？伴随着10号天的话音落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巨响骤然出现，半部圣境的威压随之如同潮水般从他的体内倾泻而出，转瞬间便将整个大殿都给笼罩其中。感受着此道威压，众多修士顿时露出惊骇的神色。这是半部圣境，这10号天的境界竟然达到了半部圣境。我刚才用秘法探查了，此人的骨龄只有19，
19岁的半步圣境，这未免有些太过骇人了吧？如若此人再领悟法则，岂不是直接能成就圣境啊？19岁的圣境真当是恐怖如斯，不怪这群修士有如此反应。要知道凤灵月同为19岁，修为达到化道4重，便惹叶星庭这位半地强者，惊骇无比了，更别说半步圣境了。我还是太弱了。凤灵月略有不甘地攥紧玉手，方才突破化道4重的略微虚荣，在此刻也是灰飞烟灭。木耳，而叶星庭则是紧绷着脸，俏脸上满是紧张与担忧。与此同时，擂台之上，在万众瞩目下，石昊天咧嘴一笑，旋即喝道：“区区蝼蚁，吾只手可震。”话落，轰的一声，他一拳轰出，蕴含着半圣威压的滔天拳浪，势如破竹般，径直朝着夜幕的方向碾去。其恐怖的余波，都让周围围观的众多天骄都忍不住地屏住了呼吸。就在众人以为夜幕要死于此道拳浪之下的时候，下一刻，轰隆，一道丝毫不弱于，甚至强于石昊天的半圣威压，同样从夜幕的体内轰然乍现。神，什么？此等威压，这合欢圣子竟也是半步圣境，感受此道威压，周围的修士全都先面色一呆，后露出惊骇的神色。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是半步圣境？而凤灵月则是呆呆地望着擂台，双目恍惚，声音颤抖。此刻他忽地想起了方才在非洲中与夜幕的对话，当初的他只因突破了化道4重，便洋洋得意地去找夜幕炫耀，然而夜幕却是没有一丝波澜，这让当初的他十分的不理解。可现在的他理解了，原来夜幕的修为早就远超了他，所以他才会没有一丝波澜。想到这，凤灵月只感觉方才的自己如同一位小丑般，一时间内心羞耻的同时又满是不甘。难道我此生永远都要被他压在身下吗？他颤声呢喃。凤灵月的思绪看似很多，但实际上都是一瞬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一瞬的同时，夜幕已是缓缓抬起右拳。下一刻，轰隆一声，他同样轰出一道拳浪，霎时间2道半步圣境的拳浪重重地对轰在了一起，天地色变，虚空撕裂，恐怖的肉身威压将方圆千里都给笼罩其中，一时间看起来竟是势均力敌。然而很快，夜幕所轰出的拳浪便是逐渐将石昊天的拳浪所吞噬殆尽，这让石昊天顿时瞪大眼睛。不，我要与天元大帝一样，走那无敌之路，塑造那无敌之心，岂能输在这种地方？石昊天面色狰狞，青筋暴起，我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轰然间，一道璀璨的光芒骤然从他的眼中乍现，他的威压突飞猛进。众瞳，这石昊天终于动用了众瞳之力，这让周围的修士不由得惊呼道：“给我灭！”石昊天怒吼一声，拳浪骇人，局势逆转，竟是将夜幕的拳浪压制了起来。然而此情况连3息都未曾维系，便见夜幕摇了摇头：“你以为只有你身负特殊体质吗？”话落，轰隆，滔天的金色气血骤然出现，旋即如同汹涌骇浪般萦绕在他的周身。无数人看着此金色气血，面色不由一呆。金色气血，这难不成是传说中的荒古圣体？伴随着此人的话音落下，大殿内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荒古圣体，这合欢圣子竟然身负传说中的荒古圣体。可是荒古圣体不早就被上天横降9道枷锁，沦为废柴体质了吗？为何还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压？难不成这合欢圣子身负的乃是不受枷锁所限的荒古圣体？不受枷锁所限的荒古圣体，那可是能够与众瞳、至尊骨所相匹敌的传说体质啊！虽说上次夜幕已在合欢圣地内展露过荒古圣体，但由于时间并未过去多久，加之3000道域太大了，导致此消息并未传播开来。所以当这些人看到夜幕身负荒古圣体后，难免心生震惊。荒古圣体，不应该啊！此大事不应该会有身负荒古圣体的修士出事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在众人震惊之时，天机圣主早已心乱如麻，事情的发展太过迅速，
已远远与他所算的未来脱轨。与此同时，另一边，在看到夜幕周身的金色气血后，纵然是石昊天也忍不住的惊呼道：“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身负荒古圣体？”夜幕并未理会石昊天，只是缓缓抬手，下一刻，他周身的金色气血陡然融于滔天拳浪之上，仅一瞬间，滔天拳浪的威压便是更加凌人起来。灭！夜幕轻喝一声，那滔天拳浪便朝着石昊天的方向镇压而去。纵然你身负荒古圣体，又能如何？我石昊天可是要成为天地的男人，区区蝼蚁，无只手可镇。石昊天怒吼一声，运转浑身力量，再度一拳轰出。轰然间，两道拳浪又是重重的对撞在一起。偌大的大殿在此刻都是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无数人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两道拳浪。下一刻，便听咔嚓一声，有着金色气血加持的拳浪竟是直接将石昊天的普通拳浪击碎。这怎么可能？石昊天瞳孔骤缩，来不及反应，那金色拳浪便已袭至他的身前，旋即砰的一声猛地爆开。叮！气运之子石昊天再度受到重创，获得气运点5万。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声响，系统的声音随之出现在夜幕的脑海中。偌大的大殿也是变得一片死寂。过了许久，众多修士方才反应过来，我没看错吧？合欢圣子竟然赢了，他竟然将石昊天给击败了。卧槽，这合欢圣子竟然如此之强，竟然连石昊天都打不过他。不是，此人如此强悍，那么为何真龙榜上没有他的名字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今日过后，这合欢圣子的名讳将会响彻整个3000道州。与此同时，他真的赢了。凤灵月用凤眸呆呆地看着夜幕的背影，许久后方才恍惚道：此刻由于夜幕未曾登临真龙榜，所刚建立起的信心荡然无存，只余下满心的惊疑。惊的是夜幕的实力竟然如此之恐怖，毫无悬念的将有着大地之姿、无敌之势的石昊天碾压。疑的是夜幕的实力分明如此恐怖，真龙榜上为何会没有他的名讳？而在他还在思索之际，叶星亭凝重的声音却是忽地传来：不，那石昊天还没有败。闻言此话，凤灵月下意识的抬头望向擂台，烟雾消散，石昊天缓缓站起身。此刻的他虽浑身是血，狼狈不堪，但却并未昏迷过去。此人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众多修士心头全是一惊。要知道，夜幕方才的那道拳浪所产生的余波，别说同龄天骄了，就连一些长辈看的都是心惊胆战。而石昊天身处余波中心，不仅没有身死，甚至还能站起身来。你们看看他的胸口。这时忽的有一位修士惊呼道，顿时几乎所有人全部抬头望向石昊天，旋即他们便发现，此刻的石昊天的胸口竟是乍现出璀璨的光芒，而在光芒之下还有着一块若隐若现的灵骨。这难不成是至尊骨？一位修士失声道。而随着此话落下，宴席彻底沸腾了。至尊骨，这石昊天不仅身负重瞳，竟然还身负至尊骨，光是重瞳便已是无敌之路了，加上一块至尊骨，此人的天赋未免有些太过恐怖了吧？也就是说，方才的较量，石昊天并未动用至尊骨，这么看，夜幕恐怕要输了。是啊，毕竟至尊骨可是丝毫不弱于荒古圣体的传说体质啊。方才之话，夜幕只对着凤灵月所说，所以这群修士并不知晓石昊天身负至尊骨。此刻，石昊天展露至尊骨，震惊的情绪顿时弥漫开来。与此同时，合欢圣子，我承认，你是我石昊天截止今日遇到过最强大的对手，恐怕也是此生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石昊天喘着粗气，旋即猛地抬头狰狞一笑。不过，很遗憾，你依旧是会成为我无敌之路上的一个垫脚石，成为助我稳固道心的工具人。你注定会输给我，此点毋庸置疑。就凭吾的上苍劫光！石昊天歇斯底里的怒吼道。轰然间，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
骤然从他的体内乍现，而随着此道威压的出现，他的胸口骤然发出极其璀璨的光芒，那块刻有深奥符文、气息恐怖的至尊骨随之若隐若现。下一刻，轰的一声，一道璀璨的光柱骤然冲天而起，击碎穹顶，直击苍穹，旋即一道似是跨越时空长河般的金色劫光便是出现在苍穹之上。那金色劫光浑身透着无与伦比的毁灭威压，似要将整个世界破灭，无数万物斩尽般。这难不成便是至尊骨所携带的先天劫法上苍劫光？无数修士抬头望向劫光，面色顿时变得呆滞，言语中也是透着惊骇。至尊骨身为在3000道体中足以排进前5的无上体质，其骨上先天便刻有一个名为上苍劫光的无上劫法。传闻此神通被称之为世间最恐怖的劫法，其威力之恐怖足以斩尽世间万物。不过也正是上苍劫光太过恐怖，所以想要施展此神通，必须要有着圣境修为，并对至尊骨有着极深的领悟。此人分明只有半圣修为，为何可以引上苍劫光降世？凤灵月凤眸凝重，叶星庭闻言深吸了一口气，旋即说道：应该是众同的缘故，两大传说中的体质聚为一体，让他得以提前领悟了上苍劫光。他顿了顿，抬头望向叶幕，沉默半晌道：莫实力虽深不可测，但恐也是无法应对这世间最恐怖的劫法。您的意思是叶幕会输？凤灵月轻声呢喃。叶星庭点了点头。凤灵月深吸一口气，缓缓抬头望向叶幕。他知晓叶星庭说的并没有错，其他招式都被称之为法术神通，但上苍劫光却是被称之为劫法，便足以见得此招的恐怖。就算叶幕的实力再怎么恐怖，面对此等招式也定是无法应对。以上是正常逻辑的判断。可是凤灵月的朱唇缓缓抿紧，当他认为叶幕并未有何特殊之时，叶幕出手将他狠狠地击败；当他认为叶幕主修火道，而自己的实力并未与叶幕有很大差距之时，叶幕出手斩戮荒古圣体与祖龙血脉；当他认为他终于在境界上超过叶幕的时候，叶幕出手斩戮半圣修为。似乎叶幕这个怪物从来都不能用正常逻辑来判断，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究竟还有何等底牌。不过这次他应该是没有底牌了，不然便真可以称之为怪物了。凤灵月轻声呢喃，便再度抬头望向擂台。只见擂台之上10号天面色略显狰狞，正死死地盯着叶幕。今日我便用这世间最恐怖的劫法上苍劫光，将你这位我迄今为止遇到最恐怖的对手终结。轰隆，伴随着一道如同煌煌轰雷般的声音乍现，10号天随之怒喝：死！那上苍劫光如同闪电般，以众人肉眼看不到的速度，在一瞬间便是直接从苍穹降下，重重地砸在了叶幕的周身。轰隆一声，由天机圣主所创造的擂台在此刻顷刻破碎，恐怖的毁灭余波没有了擂台的束缚，随之便如潮水般疯狂地涌至大殿，乃至整个合欢圣地。众多天骄乃至一些实力不是很强的长老都被此道余波震得面色苍白，口吐鲜血，但他们不仅没有一丝恼怒，反倒是满脸庆幸，用感激的目光看向天机圣主。多谢天机圣主的救命之恩。是的，方才是天机圣主出手，才让他们没有被余波震死。只能说上苍劫光不愧是世间最恐怖的劫法，其余波便是他们无法承受的，而光是余波便如此恐怖了。如若处于劫罚中心，怕不是一瞬间便会化为齑粉啊！想到这，众人先是心有余悸，又用惋惜的目光看向擂台。可惜了那位合欢圣子，其实他的实力同样恐怖，只是遇到了10号天罢了，方才落得身死的下场。是的，他们都认为叶幕死了，毕竟被世间最恐怖的劫罚正面击中，就算是一些刚刚突破圣境的修士，恐怕都得身死，更别谈叶幕一介半圣修士了。与此同时，凤灵月同样呆呆地望着擂台，就连身体下意识站了起来都未曾发觉他死了。过了许久，他方才颤声说道，虽然很不想承认，但经过数月的相处与床上的功夫，他对叶幕早已有了感情基础，他不能接受叶幕就这么轻易地死在擂台之上。他颤抖着闭上凤眸，一行清泪竟是不知不觉地落下。合欢圣子，你很强，虽然你是对手，并已身死，但我永远会记住你的。
记住第一个让我使用上苍劫光的修士。与此同时，石昊天双手负后，一边喘着气，一边嘴角微扬道：旋即他便要转身离开。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冷不丁的声音却是忽地响起：谁说我死了？伴随着此道话音落下，偌大的大殿顿时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修士面色同时一呆，旋即抬头看向擂台，只见擂台之上烟雾渐渐消散，夜幕的身影也是随之出现。只不过与众人预料的不一样，此刻的夜幕竟是面色淡然，双手负后，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然而众人并未将目光放到他那淡然的面色上，而是放在了夜幕的胸口处。只见在他的胸口处竟同样有着一块若隐若现刻着深奥符文的骨头，正是仙骨。一位修士抖动着身子，用难以置信的声音颤声道：这是至尊骨。他的话音就宛如朝平静的水面丢下一枚炸弹般，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至尊骨，合欢圣子竟然也身负传说中的至尊骨。光是打破枷锁的荒古圣体便足够惊骇了，这合欢圣子竟还身负至尊骨。荒古圣体价值至尊骨，此人的肉身实力该恐怖到何等程度啊！恐怖如斯，真当是恐怖如斯。众人的声音不断响起，凤灵月的凤眸也是随之变得恍惚无比。他呆呆地望着夜幕，过了许久方才颤声道：至尊骨，这怎么可能？虽然他知道夜幕深不可测，可能还有数个底牌未曾暴露，可至尊骨这个底牌未免太过骇人了。要知道夜幕本就身负荒古圣体与祖龙血脉，更是深谙火道，如今再加上至尊骨，凤灵月玉手微窜玉手，刚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地出现：不，此骨虽与至尊骨极其相似，但其威压却是要恐怖许多，并且上面所刻符文也是更加的深奥神秘。他扭头望去，便见叶星婷满脸凝重。什么意思？凤灵月脸带愕然。叶星婷深吸了一口气，同样带着骇然道：木身负的不是至尊骨，而是凌驾于至尊骨之上更加恐怖的体质。伴随着叶星婷的话音落下，凤灵月的面色骤然一呆。凌驾于至尊骨之上的体质，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恐怖的体质吗？要知道至尊骨身为3000道体中足以排进前5的体质，能够比他强的体质不能说寥寥无几，只能说近乎于无。他从未听说过这世间还有比至尊骨恐怖的体质。我也不知道，可此骨的威压的确要比至尊骨要恐怖许多，至少此骨不是至尊骨。叶星婷摇了摇头。凤灵月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擂台之上却是忽地出现动静。他连忙抬头望去，只见擂台之上，石昊天同样面带惊骇，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也身负至尊骨？夜幕缓缓抬眸，又抬起右手：你说错了。他顿了顿，石昊天同时屏住呼吸：我身负的不是至尊骨，而是仙骨。轰隆！夜幕话音落下，还未等石昊天有所反应，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便是从他的体内乍现。仙骨之上，那深奥复杂的符文开始疯狂地运转，神秘诡谲的混沌之力如同骇浪般倾斜，最终竟是在苍穹之上汇聚为了一道由神秘诡谲的混沌之力所凝聚的虚无劫光，正是混沌劫光。这是上苍劫光。一位修士看着苍穹，惊呼道：什么？合欢圣子身负至尊骨就算了，竟然同样提前领悟了上苍劫光。另一边修士倒吸一口凉气：不对，这不是上苍劫光。这时一位境界在半步圣王见多识广的老者颤声说道。一时间无数修士全部看向那位老者。老者颤了颤身子，紧接着说道：上苍劫光乃是璀璨金色，并且是由天罚之力所汇聚，透着一股毁灭之力，但此道劫光却是如同混沌般的虚无色，并且通体也是透着一股神秘而又诡谲的气息，就宛如那虚无的无边混沌般。最主要的是，老者顿了顿，又颤声道：同时半圣修为所释放的劫光，此劫光的威压比方才的上苍劫光恐怖太多了。此劫光
肯定不是上苍劫光。闻言，众人甚至都感不到震惊，而是一阵不寒而栗了。荒古圣体，仙骨，还有这神秘劫光，这和欢圣子，未免有些太过恐怖了吧？此人的实力与天赋都如此强悍，为何真龙榜上却没有他的名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在众人惊骇之际，叶幕缓缓放下右手，霎时间，那混沌劫光便如雷电般迅雷不及掩耳，朝着石昊天镇压而去。不，我不能输，我可是未来的天帝，怎能输在这种地方？石昊天见状，青筋暴起，歇斯底里，胸口处的至尊骨再度乍现光芒，上苍劫光随之凝聚于苍穹之上。按理来说，释放一次上苍劫光便会元气大伤，7日内无法再次释放，但石昊天不惜燃烧精血，也要再次释放上苍劫光，只为赢下此场比试。他走的是无敌之路，塑造的是无敌之心，绝对不能输，哪怕一场，给我破！石昊天双眼血红，大喝一声，轰隆！苍穹之上，两大劫光重重对撞在一起，一时之间，天地色变，日月颠倒，方圆万里都被这恐怖的天罚与混沌之力笼罩其中。无数人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苍穹。下一刻，只听咔嚓一声，在众人的注视下，那上苍劫光甚至都未曾扛住混沌劫光3息，便是出现阵阵皲裂，旋即便是砰的一声，骤然破开，化为失色的符文，消散于世间。不，这不可能！旋即混沌劫光便在石昊天惊恐的目光下，重重地落在大殿之中。轰隆！比上苍劫光不知恐怖多少倍的余波骤然出现，整个大殿都被笼罩其中。定，检测到石昊天受到重创，获得气运点10万点。定，检测到石昊天击碎石昊天的无敌之心，获得气运点10万点。定，检测到宿主将石昊天的护道者逼出，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余波与烟雾也是随之消散，露出2道身影，一位浑身是血，已然昏迷，另外一位则是身穿黑袍，气息古朴，半地强者。在看到黑袍人的一瞬间，叶星霆顿时面色一凝，只因此人所散发的气息丝毫不弱于乃至强于他，而能有如此气息的修士，定是半地强者。3000道州半地强者如凤毛麟角，个个熟悉，但眼前的这位黑袍人叶星霆却是从未见过。看来此人同是天玄古国的修士，随同石昊天一同苏醒。思绪至此，叶星霆不由暗忖：你是何人？与此同时，叶幕双手负后，明知故问道。黑袍人深吸一口气，旋即竟是拱起手来：我乃昊天殿下的护道人，还求小友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放昊天殿下一条生路。话落，天机圣主同样上前，对着叶幕拱手道：老夫也斗胆多嘴，不知小友能否看在老夫的面子上，放此人一条生路。闻言，叶幕微微挑眉，讲真的，这2个人的反应都挺出乎他的意料的。黑袍人身为石昊天的护道人，并还为一位半地强者，竟不仅不对他出手，还十分客气。不过这倒能够理解，毕竟晚辈双方切磋，对方身为护道者擅自出手本就无礼。但令叶幕不解的是，天机圣主分明与此事并无关系，但为何却同样出面？当然，叶幕仅困惑了片刻，便将眉头舒展开来。这天机圣地乃是于10万年前便建立的势力，历经多个大事却依旧屹立不倒，其秘诀便是每届圣主都会靠着天机大道算出每个时代的宠儿，然而靠着攀关系从大事中存活下来。显然这天机圣主便算出了石昊天气运之子的身份，方才会出面开口。既然2位前辈都这么说了，那叶某拒绝便是有些不识抬举了。叶幕诞生开口，石昊天的气运还在红，所以取其性命并不着急，倒不如与其耍耍。说罢，他便径直朝着殿外走去。路经凤灵月身旁时，见其还愣在原地，便瞥向对方：还愣着干什么？走了。凤灵月反应过来，连忙跟上。路途中，他轻抿朱唇，低头看地，似是犹豫许久后，抬头说道：你何时突破到的半圣？方才叶幕与石昊天的一战给他带来的震撼太大了，此刻的他有无数个疑惑，而最大的莫过于仙骨，但他知晓此事较为敏感，所以便没问此事。叶幕瞥向凤灵月：与你完婚后没过几天就突破了。
话落，凤灵月用银牙咬紧朱唇，旋即抬头望向夜幕。你真是一个怪物。19岁，身负荒古圣体，祖龙血脉，神秘仙骨，境界也达到惊人的半步圣境。凤灵月已找不到其他形容词来形容夜幕了。你指的是哪个方面？夜幕忽地问道。顿时，凤灵月脸颊通红，过了许久，方才咬牙说道：2个方面，都是怪物。与此同时，大殿之内，直至夜幕离开后，众多修士方才反应过来，大殿的死寂再度被打破。卧槽，那个合欢圣子竟然真的击败10号天啊！最主要的是，还是以近乎碾压的姿态将10号天击败的。他胸口的那块灵骨究竟是何物？还有刚才那道劫光，竟然比上苍劫光还要恐怖。这便是大征之事吗？天下英雄真当如那过江之鲫。黑袍人并未理会震惊的众人，而是用灵力托起10号天，便要离开。天机圣主见状，便是上前道：昊天殿下受伤严重，不如便留在天机圣地休养生息。黑袍人顿了顿，扭头看向天机圣主，察觉到对方并无恶意后，便点了点头，多谢。旋即他便身影一闪，带着10号天离开此地。呼！待黑袍人离开后，天机圣主便是轻吐一口浊气，旋即便同样离开大殿。不多时，他便来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大殿前方。咔嚓！他推开房门，一位少女的清脆声音便是随之传来：爷爷。闻言此话，天机圣主抬头望去，旋即一位豆蔻少女便是映入眼帘。少女身穿一件淡粉长裙，身躯娇小，姿态灵动，乌黑的长发束成麻花辫，随着她的动作飘动着。她的双手搭在身后，有些婴儿肥和幼态，但又绝美的俏脸上带着俏皮的笑容，狡黠而又绝美。玲珑。在看到少女的一瞬，天机圣主顿时露出慈祥的笑容，只因眼前的少女正是他的亲孙女，也是整个天机圣地的掌上明珠江玲珑。爷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这时江玲珑嘟着嘴，略有不满。话落，天机圣主没有回话，只是脑海中不自主地出现了夜幕的身影。合欢圣子，他轻声呢喃，旋即他好似是下定了重大决心般，对着江玲珑道：玲珑，我要推演天机，你帮我护法。闻言此话，江玲珑心神顿时一震。爷爷，你要推演天机？倒不是他的反应太过剧烈，主要是到了天机圣主这种层次，一般是不会主动推演天机，免得引起反噬。直至今日，天机圣主已有数百年未曾主动推演天机了，而今日究竟是何事，竟让他的爷爷都要亲自推演？江玲珑虽满是惊疑，但还是点了点头，迅速帮天机圣主布置好阵法。天机圣主目光浑浊，盘坐在蒲团之上。他之前其实听说过合欢圣子，只是当初的夜幕还是一个普普通通毫无亮点，靠着关系上位的圣子。可如今这个合欢圣子不仅身负荒古圣体，还同时身负疑似凌驾于至尊古之上的无敌体质。最主要的是，在他的推算下，方才的宴席中分明是10号天以无敌之势镇压一切天骄，而夜幕却是直接打破天机，以无敌之势将10号天反向镇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纵然身为天机圣主的他都感到惊异无比。此人绝不仅是简单的合欢圣子，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身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合欢圣子，你究竟是何来历？就让那位至高存在告知老夫吧。世人皆知，天元大陆，大地者无敌，可只有每界的天机圣主知晓，在此方世界的苍穹之上，还有着一位至高存在，那个存在便是天道。在天道面前，无论是炼气修士，亦或是大地存在，都亦为蝼蚁，没有区别。天道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一方世界的意识体现。世人感知不到天道的存在，可天道却在时时刻刻地观察世人，所有人都逃不过天道的眼睛，包括夜幕这位神秘的合欢圣子。天机圣主深吸一口气，下一刻，恐怖的天机之力便是骤然从他体内骤然乍现，半地修为与天机大道此刻一同催动，全力推演夜幕的来历。天机圣主本以为以他的境界与对于天机大道的感悟，算出一个区区半圣修士的来历很简单。然而下一刻，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反噬之力竟是骤然出现，将他浑身上下都给笼罩其中。砰的一声巨响，恐怖的威压笼罩他的心神，剧烈的刺痛
让他猛地睁开眼睛，吐出一口老血。爷爷！江玲珑被吓了一大跳，连忙上前将其扶住。天机圣主眼睛瞪得老大，气息萎靡的同时，却又一边喘着气，用惊恐的声音说道：有大恐怖，大恐怖，大恐怖！看着天机圣主这般疯癫的模样，江玲珑连忙说道：爷爷，你冷静一些，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先冷静一些。经过江玲珑近乎1个时辰的安抚，天机圣主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他深吸一口气，颤声说着：爷爷没事，爷爷没事。虽这般说，但他脸上的惊恐却是丝毫不减，内心仍旧心有余悸着。爷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江玲珑接着问道。毕竟方才天机圣主口吐鲜血，面带癫狂的模样，可是将他吓得不轻。要知道他的爷爷可是伫立于世界顶峰的半地强者啊，究竟是何事，竟让他的爷爷变成如此模样？这让他万分惊疑。发生什么事了？天机圣主脸上带着苦笑，抬头望天。其实他都有些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方才他刚准备用天机大道算出夜幕的身份，可就在那一瞬间，他就如同被一大恐怖盯上了般，滔天的反噬之力瞬间打断了他的推演，直接将他的心神重创，口吐鲜血。要知道，达到他的这种层次，只要流血便代表着重创。事实也的确如此，方才那一击直接导致他的寿元被反噬近乎1000年，可谓是元气大伤。想到这，天机圣主不由咽了咽口水。他其实并不在意寿元的反噬，他最在意的是夜幕究竟是何人。要知道，就算是100年前他截取天机推演大征之事，天元地灵都仅是被反噬了100年寿元，并未心神重创，可如今光是推演夜幕的来历，便直接被反噬1000年寿元，同时心神重创。是的，仅仅只是推演来历，天机圣主甚至都不敢想象。如若他方才推演的不是来历，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该会受到何等恐怖的反噬，怕不是会当场暴毙于此吧？此子真当是深不可测。天机圣主脸上带着惊恐，内心满是心有余悸。爷爷，你为什么不说话？这时江玲珑的声音再度出现。爷爷，我出去一趟。天机圣主站起身，毕竟方才他擅自推演夜幕乃是大不敬，如今虽是遭到反噬，但也需要上门赔礼道歉。然而就在他要离开之时，却忽地想到了什么，转身看向江玲珑。玲珑，你还记不记得很久之前爷爷说过，以后要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话落，江玲珑先是一愣，后略带婴儿肥的幼态俏脸上顿时变得通红无比。啊，我记得。怎么？见江玲珑这副模样，天机圣主惊恐的内心渐渐平复，思绪也是活跃起来。江玲珑身为他的掌上明珠，天机圣主自然希望对方未来能嫁给一个卓越之人，而他当算出10号天将会镇压一切天骄，成为天帝后，他便盘算着让江玲珑嫁给10号天，能够成就天帝，岂会是泛泛之辈？如此一来，江玲珑找了个好人家，他们天机圣主也攀上了未来天帝的关系，一举两得。可如今天机圣主改变了主意，10号天是未来天帝不假，可能反噬他近乎1000年寿元的夜幕显然更加恐怖。爷爷，这正巧有2个名额，要不要跟爷爷去见见？你放心，这2个人无论实力亦或是天赋都足以称之为顶尖，并且颜值方面也是俊俏无双。俊俏无双！江玲珑眼中一亮，后又反应过来，脑袋一边冒烟一边摇头。谁要去见臭男人啊？天机圣主叹了一口气，既然玲珑不愿意去，那爷爷就自己去了。见天机圣主要离开，江玲珑连忙上前。等等！天机圣主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怎么？江玲珑脸上通红，死死低着头。确定长得俊俏无双吗？你别骗我！天机圣主的脑海中浮出夜幕那张如同妖孽仅次于在座的各位读者老爷的脸庞。放心吧，爷爷不会骗你。走吧，跟爷爷去见第1个名额合欢圣地的圣子。天机圣主并未因夜幕便不再考虑10号天，相反，他会带着江玲珑将2人全部见上一面，按江玲珑的意愿决定，毕竟他并不想强迫江玲珑。与此同时，另一边，宴席结束后，夜幕等人并未回到合欢圣地，而是来到了
天机圣地准备的大殿内。大殿分多个房间，三人先是来到了最大的房间，看着中间那张大道，占至房间一半的大床。叶星婷嘴角微扬，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叶幕与凤灵月。儿子啊，灵月，你们玩得开心，我就不打扰你们了。说罢，他便迫不及待的身影一闪，离开了房间，只留下满脸无语的叶幕。玩得开心？玩什么开心？13吗？其实倒也没什么问题，那种东西的确挺开心的。叶幕舔了舔嘴唇，起手也是不由搂住凤灵月的纤纤柳腰。凤灵月虽脸颊通红，但也并未说什么，只是暗嗔一声：记得轻点。叶幕唇角带笑，刚要进一步发展，然而就在这时，叶星婷的声音却是再度出现：儿子啊，等会再玩，先出来接待贵客。与此同时，另一边明亮的大殿内，大殿中央，叶星婷正坐在椅子上，而他的对方则是刚刚到来的天机圣主与江玲珑。不知天机圣主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叶星婷轻声问道。天机圣主并未回话，只是扭头看向江玲珑：老夫今日前来，是与小女有关。闻言此话，叶星婷扭头看向那位略带几分婴儿肥又态中透着可爱的少女，脸上露出疑惑：这位是老夫的孙女江玲珑。叶星婷露出惊讶的神色：江玲珑，难不成便是天机圣地内赫赫有名的掌上明珠？身为合欢圣主，叶星婷自然听说过江玲珑的名号。传闻此女身负七窍玲珑心，可以沟通世间万物，再加上此女圣主孙女的身份，所以江玲珑的名讳可谓是响彻整个道宇。不过由于天机圣地将此女保护得很好，所以叶星婷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这时天机圣主接着说道：老夫便直说了，方才小女听说今日宴席之上，贵子强势镇压10号天之事，顿感有趣，便来此地，想要与贵子结识一番。话落，江玲珑顿时低下头，那婴儿肥可爱无比的俏脸上也是露出红霞。叶星婷见状，顿时眼中一亮，心中也有了答案，这是天机圣主想要撮合江玲珑与叶幕啊！我现在便叫沫过来。叶星婷不多磨叽，先是对着叶幕传音，便对天机圣主道：请稍等片刻。闻言，天机圣主点了点头，便闭上眼睛，开始假寐。而他的身旁，江玲珑则是偷偷地望着远处的房门，亮闪闪的秋眸与头顶冒出的香汗，足以见得他此刻的紧张与期待。而就在这时，咔嚓，房门忽地被推开，一道身影缓步走出房间。那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少年，他眉如墨画，眼若星子，鼻梁高挺的恰到好处，唇线分明如刀刻，肤色银白，一眼望去干净而又夺目，宛若从画卷中走出的谪仙人般。少年正是叶幕，好帅。而在看到叶幕的一瞬间，江玲珑先是一呆，后便用亮闪闪的秋眸死死盯着叶幕，就连樱桃小嘴中流出口水都毫不在意。江玲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颜狗，但眼前的少年实在是太帅。身为天机圣地的掌上明珠，他所见过的年轻俊杰并不在少数。原本虽不至于对那些俊杰动心，但至少还认为他们不错。可如今当他见到叶幕之后，他才发现那些年轻俊杰根本就不值一提，无论是气质亦或是容貌，都与眼前的这位少年相差甚远。那种区别就如泥间中的蚯蚓与苍穹之上的真龙般。世界上怎会有如此俊俏的男子？江玲珑的内心忍不住的哇哇大叫：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时叶幕上前轻声问道：呵呵，这位是江玲珑，乃是天机圣主的孙女，我叫你来便是想让你与她结交一番。叶星婷笑着指向江玲珑，叶幕随之看向江玲珑，旋即发动了真实之瞳。姓名：江玲珑。江玲珑18，气运今普通的气运之女，体质七窍玲珑心，修为涅槃4重，状态花痴，好感度0。气运之女。看着江玲珑的面板，叶幕心头先是一惊，惊讶于对方气运之女的身份，而后又变得惊疑无比。花痴是什么状态？而就在叶幕疑惑之际，系统一连串的声音陡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叮，江玲珑对宿主的好感度提高25，现好感度25。叮，江玲珑对宿主的好感度提高25，现好感度50。叮，检测到江玲珑的好感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听着系统的声音，
叶幕忍不住的用懵逼的眼神再度看向江玲珑。呜，他看我了，他看我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感受着叶幕的目光，江玲珑忍不住的将手放至下腹，神色兴奋而又紧张。玲珑，你倒是说话啊！这时，天机圣主见江玲珑迟迟不说话，不由露出焦急的模样。傻妞，别犯花痴了，人家都到你面前了，你倒是说说话啊！哦哦，江玲珑反应过来，应了几句，便深吸一口气，将情绪平复下来，抬头望向叶幕。他真的好帅，可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江玲珑再度陷入了花痴。你好，我叫叶幕。叶幕见状，有些无奈的率先说道。江玲珑也知晓不能这样了，便强行平复情绪，支支吾吾。我叫江玲珑，我对你挺有好感的，不如我们交换一个传音石吧。叶幕笑着说道，旋即便拿出传音石。他要跟我交换传音石？他要跟我交换传音石？江玲珑的秋眸中竟是有泪光打转，旋即他笨拙地拿出传音石递给叶幕。姐，叶幕将传音石拿过，又将自己的传音石放到江玲珑的手心内。他和我牵手了，他和我牵手了。这一瞬的触感让江玲珑再度变得兴奋无比。合欢道友应该马上便要回合欢圣地了，老夫我就不多叨扰了。这让天机圣主一时之间老脸有些挂不起，匆忙站起身便要离开大殿。这让江玲珑慌了神，他还没看够叶幕呢，就这么走了。下一次见面该是什么时候啊？叶幕，我以后可以去合欢圣地找你吗？想到这，江玲珑憋红着脸，最终鼓起勇气开口说话。当然可以，到时候玲珑你用传音石联系我就行。叶幕微微一笑。他叫我玲珑，为什么不仅不讨厌还很开心呢？这究竟是为什么？这让江玲珑再度变得兴奋万分。好了，走了。这让天机圣主满脸都是无奈。过了许久，江玲珑方才恋恋不舍地跟着天机圣主离开了大殿。走，带你去见另一个男子。天机圣主说道。虽说江玲珑是明显看上了叶幕，但石昊天还是要见得，毕竟再怎么说对方也是未来的天帝。只是江玲珑明显有些不愿意了。我不去，我这辈子认定叶幕了，我以后只嫁给他。不行，你必须得去。天机圣主态度非常强硬。江玲珑顿时蔫了，只好跟着天机圣主去往石昊天所在的房间。路途中，天机圣主还在说石昊天的各种优点，比如说长得同样俊俏，实力与天赋恐怖无比。可江玲珑的内心却是一直被叶幕牵动着，没有丝毫兴趣。叶幕好想被他抄，甚至天机圣主不知道江玲珑的内心还时不时地浮现一些虎狼之词。定，江玲珑对宿主的好感提升20%，现好感度80%。与此同时，另一边一处昏暗的房间，石昊天已然苏醒，他呆呆地坐在床上，声音中满是颤抖。我真的输给那个所谓的合欢圣子。护道人见状微叹一口气，刚想上前安慰，下一刻石昊天却是猛地仰头大笑。什么至尊谷，什么重瞳，什么无敌之路，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最终还不是输了。这重瞳不要也罢，说吧。石昊天面带狠厉，便要伸手将重瞳挖下。护道人见状连忙阻拦石昊天。殿下，万万不可如此，我的无敌道心已然破碎，要这重瞳还有何用？石昊天咬着牙关道。失败并不可怕，无敌之路并不代表修炼路中便无挫折，相反，无敌之路要比其他所有道路遭受的风雨挫折都要恐怖许多。护道人接着说道。石昊天动作微有停滞，护道人见状再度说道。殿下，你可知天元大帝？石昊天微微颔首。天元大帝走的便是无敌之路，他仅用100年便以无敌之势成就大帝。可是就算是他在修炼路上同样失败过。护道人正声说道。真的？石昊天脸上露出茫然，毕竟天元大帝被人击败过，这属实是戳到他的知识盲区了。当然是假的。护道人嘴角一抽，实际上天元大帝根本就没有败过，
他走的便是彻头彻尾的无敌之路。可为了安慰石昊天，他依旧这样说：当然是真的，臣乃半帝，知道的肯定比殿下您多。天元大帝当初也是败给了一个同龄人，但他的无敌之心并未破碎，反倒愈发坚固。最终在他的刻苦修炼下，他成功报仇，将当初的那位修士镇杀。话落，石昊天面色依旧呆滞无比。护道人见状，忍不住的大喝道：石昊天，告诉我，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天帝。石昊天轻声呢喃：对，没错。那么当初在宴席中所说之话，你难不成都忘了？不，我没忘，我要成就那至高无上的天地，镇杀世间一切敌。石昊天歇斯底里的怒吼道：殿下，仅输一场较量又能如何？影响到您镇杀世间一切敌吗？那叶幕就算侥幸将你赢下，但最终他也只不过是您天地路上被您镇杀的一个敌人罢了，不足为虑。伴随着护道人的话音落下，一瞬间石昊天那颗已然破碎的无敌之心再度重塑。他猛地仰头大笑：没错，输一场较量并不影响我镇杀世间一切敌，输一场较量又能如何？我依旧是我，无敌之路依然就在脚下。石昊天还在狂笑，门外却是响起一道嘀咕声：是谁在傻笑啊？笑得好难听。是谁？石昊天眼神凌厉，重新恢复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咔嚓，房门被推开，一位老者与一位少女缓缓进入其中，正是天机圣主与江玲珑。原来是天机圣主，你来找本太子有何事？石昊天双手负后，面色淡然。虽不清楚石昊天经历了什么导致狂笑不止，但天机圣主依旧是说道：这位是老夫的孙女江玲珑，小女听闻殿下您的英勇事迹，不禁心生兴趣，便来此想要结交一番。哦。闻言此话，石昊天微微挑眉，旋即看向江玲珑。在看到江玲珑的面色后，他的呼吸猛地一滞。这世间怎会有这般可爱绝美的女子？他咽了咽口水。石昊天被封神元数千年，在这1000年内，他实际上是有意识的，同样也有需求，可由于身躯无法动弹，导致他便空虚而又孤独地度过了1000年之久。在没见到女人之前倒没什么，可如今当他见到女人，甚至还是这比他生前见过所有女人都要绝美的江玲珑后，他那沉寂1000年的内心不禁活跃了起来。通俗来讲，就是性压抑了。这人好丑，并且还很奇怪。而在石昊天看江玲珑的时候，江玲珑同样在观察石昊天。石昊天其实长得虽不及叶幕，但也十分俊俏了。不过由于和叶幕切磋中受了重创，导致浑身都裹满了绷带，包括脑袋，所以此刻在江玲珑眼中，石昊天就是一个缠满绷带，明明很丑很怪，但还要双手负后装作淡然模样的怪人。加上方才的那道难听的狂笑声，导致此刻江玲珑的脸上满是嫌弃。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昊天，乃是天玄古国的当朝太子，同时身负至尊古与众同，乃是未来的天帝。这时石昊天轻咳几声，自信说道，而这模样落至江玲珑的眼中，便显得十分滑稽了。他无语道，甚至都不想回话。嗨，玲珑，你觉得昊天殿下如何？天机圣主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问道。还可以吧。江玲珑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呵，女人还挺矜持。这让石昊天轻笑一声，在他眼中，江玲珑定已被他的俊俏模样沦陷，至于为何没有什么反应，不过是保持矜持罢了。不过这也很正常，女人嘛，矜持点很正常。他还想说些什么，然而江玲珑却是率先说道，爷爷，我还有些事，就先走了。说罢，他便如逃般的离开此地。他不想多看这个浑身缠满绷带还时不时狂笑怪人1分1秒。失陪了。天机圣主见状，也只好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也同样离开了此地。这让石昊天先是疑惑，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欲擒故纵吗？有点意思。他扭头看向护道人，你觉得方才那个女子如何？护道人点了点头，长相绝美，天赋绝佳，又是天机圣地的掌上明珠，十分不错。未来如若我成为天帝，当封帝后，你觉得他能否胜任帝后这个位置？石昊天双手负后，目光深邃。护道人沉默许久，问道，
殿下，此女自然是能胜任，可她愿不愿意成为帝后，还是一个问题呢。石昊天猛地仰头大笑，我相信这世间没有任何女人可以拒绝成为天帝的妻子，成为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后。说罢，他大手一挥，离开房间，跟我随祖殿，我要全力突破圣境。待突破圣境，领悟众同神通后，我便亲临合欢圣地，将那合欢圣子亲自镇杀，以祭我无敌之心。还有，你去找天机圣主，把江玲珑的传音石给我拿过来，我要在修炼过程中与未来的帝后培养感情。听着石昊天的声音，看着他缠满绷带滑稽无比的背影，护道人的嘴角忍不住一抽。江玲珑十分优秀是无疑的，也足以胜任帝后之位，但最主要的，人家明显没看上您啊。虽内心吐槽，但护道人依旧拱手道：是。与此同时，待天机圣主与江玲珑离开之后，叶幕与凤灵月大战一晚，让凤灵月再度暗骂他怪物后，便也回到了合欢圣地。刚一来到圣子大殿，一道声音便是传来：圣子大人，您终于回来了。只见苏浅浅面带欣喜，先是说道，旋即便用手肘轻轻碰了碰白夭夭。白夭夭见状，不情愿地说道：圣子大人，我要去修炼，你们两个莫要打扰吧。说罢，他便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苏浅浅见状，眼底深处不由闪过一丝失落。他本来还想用刚学的姿势侍奉叶幕呢，奈何对方似乎对他并不感兴趣。这似乎也很正常，毕竟圣子大人身边并不缺女人。昨夜他应该与那个凤灵月做个很长时间吧，毕竟他都能在叶幕身上闻到那股若隐若现的幽香。浅浅，你究竟是失落什么？不用侍奉那个混蛋，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这时白夭夭嘟着嘴娇喝道：夭夭，你不懂。苏浅浅垂着眸摇了摇头。白夭夭还想说些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光芒竟是陡然从他身体中发出。他脸上露出疑惑，最终拿出一个洁白的莲花花瓣，这让他的心头一惊，只因此花瓣乃是族群中其他竟是白莲的花瓣结合体，他能用此花瓣联系族群，也可透过此花瓣了解族群的状态。喂，我是白夭夭，你们找我有啥事？白夭夭大大咧咧地说道。然而花瓣那头并未传来声音，而是嗖的一声，微光骤然消散。那洁白的花瓣也是在此刻迅速变得暗黄枯萎了起来，这让白夭夭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凝，其丘眸也是随之瞪大。夭夭，发生什么事了？这时苏浅浅见情况不对，连忙问道。白夭夭死死地盯着那已然枯死的花瓣，过了许久，他颤声说道：浅浅，我的族群好像出事了。族群出事了。闻言此话，苏浅浅的瞳孔骤缩。身为白夭夭最要好的闺蜜，苏浅浅自然知晓白夭夭竟是白莲的身份，同样知晓白夭夭口中的族群便是竟是白莲一族。不行，我得现在就回族群，我现在就回族群。白夭夭颤抖着摇了摇头，便要离开大殿。没有经过圣子大人的同意，你如何离开圣地？苏浅浅连忙将白夭夭拦住。那该怎么办啊？浅浅，我该怎么办？白夭夭秋眸中带着泪光，都快急哭了。苏浅浅脸上带着挣扎，片刻后她抿唇说道：夭夭，你将此事告知给圣子大人，圣子大人应该会让你离开圣地的。叶幕那个混蛋，那个坏蛋，怎么可能让我离开圣地？白夭夭焦急万分。苏浅浅深吸了一口气，并未反驳，而是说道：夭夭，无论如何总得试试吧。白夭夭娇躯颤抖着，过了许久，她点了点头。好。虽然她并不相信叶幕会答应让她离开圣地，可正如苏浅浅所说，无论如何总得试试。与此同时，另一边，叶幕正盘坐在蒲团之上，眼前是只有他能看见的系统面板。物品，大礼包。这是江玲珑好感度过半所获得的大礼包。讲真的，这属实是有些意外之喜。叶幕从未想过在天机圣地竟还能遇到一位气运之女。打开大礼包，叮，恭喜宿主获得真世仙童。真世仙童。叶幕心神一震，旋即便打开了系统介绍。不多时，他便了解到了，这真世仙童乃是真世之瞳的进化版，不仅拥有真世之瞳的所有功能，并且还有着上古众瞳的所有能力，可谓是一个丝毫不输于仙古的恐怖。
是否融合真是仙童？系统的声音再度出现。融合。叶幕直接在心底说道。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阵灼热与刺痛便从陡然从眼中出现。叶幕知晓这是真世之瞳正在进化，所以并未理会。片刻后，灼热与刺痛消失不见。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只见他的眼睛此刻竟与那10号天一样，都有着2个瞳孔，正是上古众瞳的标识。上古众瞳有着诸多恐怖能力，其中最为恐怖的莫过于毁灭劫光。这是一个可以在眼眸中射出足以毁灭一切、灭杀上古神奇的恐怖神通，但也正是此神通太过恐怖，导致也极其难领悟。显然10号天便并未领悟此神通。不过叶幕嘴角微扬，在融合真实仙瞳后，众瞳的所有神通他根本不用领悟便直接全部学会了，并且其神通威力还要比一般众瞳要恐怖许多。这便是真实之瞳的恐怖。深吸一口气，将情绪平复后，叶幕便又打开了气运点的面板。气运点512049，经过这几日的积攒，他的气运点达到了惊人的50万。此等气运点甚至足够叶幕在系统商店内购买一个无上帝晶。可叶幕现在缺的并不是功法，恰恰相反，他现在所拥有的功法实在是太多了。神象镇狱境、荒古圣体与仙骨他都未曾领悟圆满，如若将这3个都领悟圆满，甚至将荒古圣体大成之后，他的实力该会有多么恐怖。叶幕眼神中透着火热。不过荒古圣体与仙骨所需消耗的气运点都过于庞大，所以现在最好的选择自然是领悟神象镇狱境。使用气运点加点神象镇狱境。叶幕直接在心底喝道。霎时间50万点气运点骤然消失不见。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他的体内乍现，伴随着阵阵风暴涌动，一头散发着滔天威压，似要将整个世界都给践踏其中的神像虚影竟是突然出现。砰砰砰，叶幕浑身肌肉不断的震颤，体内的8亿4千万颗威力也是在此刻一个个的从原相转变为神像。最终轰隆一声，伴随着一道似从亘古时期所传来的巨响，叶幕成功将所有威力全部转变为龙象，而神象镇狱境也在此刻彻底圆满。呼，叶幕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旋即便开始观察将此功法领悟圆满后身体所发生的变化。首先便是肉身强度，别看现在的境界只有半圣，但是他现在仅凭肉身力量便可虐杀一位圣境中期的修士。注意，是只凭肉身力量，而除肉身强度外，他还领悟了一个法相神通。顾名思义，此神通便是可以幻神相法相降世，毁天灭地，震杀一切，凌驾于地阶之上的功法，果真恐怖。可惜就是领悟所需的气运点太过庞大了。叶幕深吸一口气，旋即摇了摇头。在此之前，他已将体内的威力全部转化为原相，可此次领悟，他依旧是花费了足足50万点气运点，让他的积蓄瞬间见底。不行，得看点割韭菜，不然气运点根本不够花。叶幕不多墨迹，直接打开系统的虚幻地图，查询唐云天，不，应该是霸天龙帝的位置。经过上一次的收割，霸天龙帝的气运已从红蝶至紫，也是时候该与灵焰般彻底杀死了。这是生命禁区。不过当叶幕看清霸天龙帝所处的位置后，面色不由一凝。传闻上古时期有一尊大帝喋血于一处无垠大山中，在他死后，他的身躯化为阵阵怨念，笼罩大山，而大山中的妖兽也是被怨念所影响，失去灵智，化为疯癫无比的魔兽。从古至今陨落于大山内的修士数不胜数，于是渐渐的，那片地狱便被世人称之为生命禁区。霸天龙帝在生命禁区干什么？而在他思索之际，咚，他的房门忽地被敲响，旋即苏浅浅的声音便是随之传来。圣子大人，我和夭夭有一件事情有求于您。叶幕微微皱眉，但还是说道：进来。咔嚓，房门被推开，苏浅浅与白夭夭一前一后走进房间。苏浅浅玉手交叉握紧，脸上略带一丝紧张，而白夭夭则是站在他的后面，紧低着头，不敢直视叶幕。什么事？叶幕看着苏浅浅，旋即说道。苏浅浅抿住朱唇，瞥向白夭夭，见白夭夭不敢说话，内心轻叹一口气，旋即说道：圣子大人，您应该也知道，
夭夭乃是进士白莲化形，方才他的族群传音于他，说是遇到了危险，所以他想离开圣地一趟，不知您是否同意？叶幕微微挑眉，看向白夭夭。族群？白夭夭抿着唇，小幅度的点了点头。呵，你的族群在哪里？离开圣地后，你又要去啊？毕竟你也是本圣子的侍女，不说清楚，本圣子岂会让你离开？叶幕坐在椅子上，淡声说道：我的族群就在生命禁区内，我离开圣地，直接去生命禁区，等我将危机解决后，我就回圣地。听着白夭夭的声音，叶幕先是一愣，后嘴角缓缓扬起。生命禁区，原来如此。此刻一切事情都好似串联了起来，霸天龙帝为何会在生命禁区的疑惑也是随之解答。唐云天的肉身自爆，霸天龙帝自然是需要去找新的肉体，而竟是白莲的莲藕又可制作肉身，显然霸天龙帝身处生命禁区便是冲着白夭夭的族群去的。如果不出所料，这所谓的危险便是霸天龙帝了。思绪至此，叶幕抬眸望向白夭夭，淡声问道：将危机解决？你一个涅槃修士如何解决危机？白夭夭娇躯微颤，沉默许久后方才说道：我不知道，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族人遇害。闻言此话，叶幕笑了笑，但并未说话。白夭夭见状，扭头看向苏浅浅，其眼神就好似在说：看吧，我就说叶幕这个混蛋是不会放我离开的。旋即他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转过身准备离开房间。然而就在这时，叶幕忽地站起身，旋即淡声说道：既然如此，那本圣子便与你一同前去吧。话落，白夭夭的面色一呆，竟是直接愣在原地。过了许久，他方才扭过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的看向叶幕。你说什么？本圣子说与你一同去往生命禁区。叶幕声音依旧淡然，旋即便是径直朝着房间外走去。叶幕的话语回荡在脑海，白夭夭呆呆的抬头望向叶幕的背影，一时之间竟是恍惚无比。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叶幕竟然不仅让他离开圣地，并且还一同随他去往。夭夭，我都说了，圣子大人人很好的，只是有些好色而已。这时苏浅浅脸上带着欣喜，对着白夭夭说道：大概是有一桩心事如大山般压在头顶，所以此刻的白夭夭并未如往常般没心没肺，而是抿着朱唇轻声说道：只是好色吗？对，只是好色。白夭夭扭头看向苏浅浅，浅浅，你说那个混蛋该不会是想对我的族人出手吧？苏浅浅笑容一僵，应该不会吧。夭夭，你不要把圣子大人想得那么坏，他只是有些好色而已，真的只是有些好色，我开玩笑的。白夭夭笑了笑，旋即再度抬头望向叶幕，沉默片刻后轻声说道：只是有些好色吗？定。白夭夭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40%，现好感度30%。与此同时，另一边生命禁区无垠大山，阵阵令人森然的怨念之气将整个大山都给笼罩其中，花草树木被怨念萦绕，停止生长，枯黄欲死，飞禽走兽被怨念侵蚀，失去灵智，互相残杀。这便是生命禁区，一个令所有修士都足以胆寒的地狱。然而此刻却是有着一位身穿黑袍气息诡谲的修士，无视周围的怨念，悠然行走在生命禁区内。然而此刻生命禁区内却是有着一位身穿黑袍气息诡谲的修士，无视周围的森然怨念，行走在森林中。他一边走着，一边环顾四周，此身体撑不了多久了。黑袍人正是霸天龙帝。在离开山洞后，他随便找了一个肉身夺舍，来到了生命禁区。由于此肉身的契合度极低，导致他最多只能撑4个时辰，他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尽是白莲的藏身之地，重塑肉身。这时霸天龙帝忽的一顿，抬头望向前方，嘴角微扬，终于找到了。话音落下，霸天龙帝大手一挥，直接拿出一个罗盘，旋即直接催动。霎时间，罗盘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在此道光芒下，眼前的空地竟是若隐若现的出现一道庞大无比的隐蔽阵法。破！霸天龙帝大喝一声，轰然间罗盘发出64道芒光，骤然朝着隐蔽阵法的64道阵眼袭去。咔嚓，芒光直击阵眼，那庞大的隐蔽阵法在此刻也是轰然破碎，一座灵湖随之映入霸天龙帝的眼帘。灵湖清澈堪蓝，散发着浓郁灵气，
最主要的是，在灵湖中心还有着无数洁白胜雪、气息干净的白莲，重塑肉身，近在咫尺。而在看到白莲后，纵然是霸天龙帝，也忍不住的激动万分。他刚要上前，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女子虚影陡然出现。你是何人？是如何发现的隐蔽阵法？来此地又有何等目的？女子惊疑地看着霸天龙帝，这还是万年内第一次有陌生人类踏入他们竟是白莲的领地。霸天龙帝并未回答女子的问题，而是双手负后，嘴角微扬。无名霸天龙帝来此是想向你们借一样东西，再助我完成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女子秋眸警惕。借我莲藕，以助吾重塑肉身。伴随着霸天龙帝的话音落下，轰隆一声，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从霸天龙帝的体内乍现，旋即便如同潮水般将整个灵湖都给笼罩其中。而感受着此道威压，湖中的白莲顿时失去光彩。那女子虚影面色也是变得苍白无比，用惊恐的目光看向霸天龙帝。他们白莲一族并不善斗，在不化形的情况下，最高境界也不过生死境。虽说霸天龙帝失去唐云天这个肉身，导致实力大跌，但也不是他们能够匹敌的。这时霸天龙帝攥紧双拳，似要抱起冲向众多白莲。女子见状连忙说道：等等。霸天龙帝微微一顿，扭头看向女子。女子咬着牙关，旋即说道：你只需莲藕重塑肉身，无需其他。不如这样，我们将莲藕交给你，而你则放我们一条生路。闻言此话，霸天龙帝微微眯眼，似是在思索，这些竟是白莲，乃是夭夭的族人，如若我赶尽杀绝，夭夭恐会怪罪于我。思绪至此，霸天龙的点了点头，本座答应你。女子松了一口气，旋即她便扭头看向众多白莲。白莲心领神会，霎时间一颗颗晶莹剔透如同宝珠般的莲藕被灵气包裹着，悬停至霸天龙帝的身前。而失去莲藕的众多白莲顿时失去光泽，渐渐枯萎。但霸天龙帝毫不在乎，只是面带激动地看着莲藕。接下来便是捏造肉身了。霸天龙帝直接运转灵力，开始使用莲藕捏造肉身。不多时，一具由白莲莲藕所制成的无垢肉身便是随之出现。霸天龙帝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抛弃现有肉身，魂魄进入无垢肉身中。轰然间，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圣威骤然出现，旋即直接将整个生命禁区都给笼罩其中。不知过了多久，霸天龙帝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已脱胎换骨的身体，他的脸上是止不住的激动与狂喜。不愧是由无数莲藕所制成的无垢肉体，果真恐怖。竟是白莲，身为不死地药，其莲藕效果自然也是恐怖。在融合此肉身后，首先便是他的境界直接突破到了圣境，当然这得益于他前世已然领悟法则。其次便是他的肉身力量得到了极其恐怖的增长。霸天龙帝对此并不意外，毕竟他前世也曾听说过以净世莲藕所制成的肉身将肉身成圣，力量无敌。以我现在的肉身强度与前世经验，就算圣境中期的修士来了，我也能与其一战。霸天龙帝攥紧双拳，仰头大笑如若唐云天的肉身没有毁灭，我恐还得不到如此完美的肉身，这便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这时拿到女子虚影，见霸天龙帝已重塑肉身，忍不住地说道：既然你已重塑肉身，是不是也该离开此地了？霸天龙帝停止大声，先是看向女子，又看向那一众竟是白莲，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贪婪。这些可都是连我前世都未曾见过的不死地药啊，难道真要就这么离去吗？就算我将他们全部杀死又能如何？夭夭又不知道是我干的。思绪至此，霸天龙帝狰狞一笑：离去？本座为何要离去？女子面色煞白：你难不成你要食言？霸天龙帝仰头大笑：本座就要食言，你们能拿本座怎样？话落，霸天龙帝猛地攥紧右拳，竟是白莲，本座就收下了。轰隆一声，霸天龙帝一拳轰出，霎时间滔天的拳浪蕴含着无敌之势，便是朝着众多白莲的方向镇压而去。这便是我们一族的命运吗？面对此等拳浪，女子竟直接放弃反抗，凄惨一笑。他们竟是白莲一族，身为不死地药，一旦降世，
纵是半地强者，也会疯狂争抢，再加上他们一族的特征不化形，修炼终点变为生死。于是他们一族每时每刻都活在恐惧当中。虽然他们靠着阵法苟活万年，最终却依旧逃不过被人杀死的命运，这让他不由一阵凄凉。这时女子缓缓拿出一朵白莲花瓣，沉默半晌后说道：夭夭，你要努力活下去。说罢，女子便缓缓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然而就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响彻天际的巨响先是出现，旋即一道道凌人的威压余波，便是将整个生命禁区都给笼罩其中。感受着此道威压，女子虚影不由一呆，下意识睁眼抬头望去，只见苍穹之上竟是有着两道恐怖拳浪重重地对碰在一起，而方才的巨响与余波便是这两道拳浪对撞所引发的动静。轰隆！而在他呆滞之时，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声响，那两道拳浪同时炸裂开来。谁？是谁？而霸天龙帝则是面色微凝，循着气息朝着灵狐入口处望去，旋即他便看到了两道熟悉无比的身影，一道身穿白衣，气质非凡，宛若谪仙，俊俏无双；而另一道则身穿蕾丝白裙，气质灵动，秋眸微红，绝美万分，正是夜幕与白夭夭。夜幕。而在看到夜幕的一瞬，霸天龙帝先是一愣，旋即内心便被无穷的愤恨、嫉妒乃至不甘所笼罩。愤恨不必多说，他一次次的被夜幕重创，又一次次的被夜幕羞辱，怎能不愤恨？而嫉妒则是霸天龙帝双目血红，咬着牙死死盯着夜幕身旁的白夭夭。为什么？为什么夭夭每次都会跟在夜幕身边？我究竟哪里不如那个夜幕了？他满脸都是不甘。叮！检测到霸天龙帝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夜幕的脑海中系统的声音缓缓响起，他缓缓抬眸，用饶有兴趣的目光看向霸天龙帝，轻声呢喃：哼，果然是你吗，霸天龙帝。这时那位女子虚影同样是发现了白夭夭，她忍不住的颤声呢喃：夭夭，是你吗？白夭夭咬着朱唇，连忙上前颤声道：姐姐，是我，族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们的气息为什么这么微弱？女子叹了一口气，旋即便将霸天龙帝所做之事一五一十的讲给了白夭夭听。破坏阵法，以莲藕重塑肉身。白夭夭颤声呢喃，旋即抬头望向霸天龙帝，秋眸中是止不住的仇恨与惊疑。你究竟是何人？为何会知道族群的葬身地？又是如何破坏的隐蔽阵法？要知道，他们族群的隐蔽阵法乃是上古时期一位半步地阶阵法师所布，其隐蔽程度纵然是半地强者都无法发现，就算发现了，只要没有找到64道阵眼，也是无法破坏。也正是如此，他们竟是白莲一族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生命禁区存活数万年。可如今眼前的这个神秘人竟找到了族群的葬身地，还破坏了64道阵眼，击碎阵法，这让白夭夭如何不惊疑？而听着白夭夭的声音，霸天龙帝的眼神变得晦暗无比。要不要将我的身份告知夭夭？如若让夭夭知晓我的身份，他会不会？而在霸天龙帝犹豫之际，另一边夜幕忽地上前淡声说道：你是唐云天？不，应该说是霸天龙帝吧。夜幕的声音就如同一道晴天霹雳般重重地落在白夭夭的娇躯之上，他的秋眸渐渐瞪大，其看向霸天龙帝的眼神中也满是难以置信。唐云天。而女子虚影同时满脸惊疑地看向霸天龙帝，只因她知道这唐云天约莫2年前，白夭夭曾带着一位少年来到了此地，并介绍于他们，而那个少年便名唐云天。原来如此，女子轻声呢喃，如若这位神秘修士真是当初的那个唐云天，那对方知晓藏身之地并清楚阵眼所在之事，便不奇怪了。呵，没错，我便是霸天龙帝。与此同时被点破身份，霸天龙帝深知无法隐瞒，索性直接承认。此刻白夭夭彻底愣在了原地，他呆呆地望着那道陌生得根本无法与唐云天结合到一起的身影。啧，夭夭如此信任你，将你带到族群，而你就是这么报答夭夭的。夜幕见状轻啧一声，闻言此话，霸天龙帝如蛇被打到7寸般，顿时怒吼道：夜幕，你有什么资格说话？如若不是你让吾的肉身身死，
本座根本无需使用莲藕，重塑肉身，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受害者罢了。叶幕并未回话，而是扭头看向白夭夭。你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吗？白夭夭低头沉默。霸天龙帝脸带焦急，再度说道：夭夭，我说的都是事实，我重塑肉身乃是无奈之举，一切事情都是起于此人。话落，周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将目光集聚在白夭夭，而白夭夭在众人目光下缓缓抬头望向霸天龙帝，轻声说道：夺舍无辜之人，召唤域外之魔，屠戮我的族人，却依旧这般冠冕堂皇。唐云天，不，霸天龙帝，是我之前看错你了。从今日起，我白夭夭恩断义绝，你我之间只剩仇恨。定，检测到白夭夭与霸天龙帝彻底决裂，获得气运点5万。白夭夭的话就宛如揭开霸天龙帝的遮羞布般，将他虚伪的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霸天龙帝先是一愣，旋即眼神便是变得晦暗阴沉，但他依旧没有撕破脸皮。我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人？夭夭，你对我的误解太大了吧？不过我不怪你，现在从叶幕身边离开，我便可以原谅你。他的话音落下，还未等白夭夭过多反应，叶幕便是伸手直接搂住其的纤细柳腰，而白夭夭的娇躯虽然一颤，但却并未反抗，只是小声暗骂一声混蛋。叶幕并未理会白夭夭，而是抬头望向霸天龙帝，似笑非笑：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本圣子没听清。定，检测到霸天龙帝心中炸裂，获得气运点1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霸天龙帝的双拳缓缓攥紧，他一边冷笑着，一边缓缓释放威压。呵呵，好，很好，好极了，你们全部都有取死之道。霸天龙帝仰头歇斯底里的怒吼一声，下一刻轰隆一声巨响，滔天的肉身力量宛若骇浪般从他的体内倾泻而出，恐怖的圣威也是此刻笼罩千里。感受着此等威压，白夭夭抿住朱唇，旋即便开始挣脱叶幕的右手。你要干什么？叶幕微微皱眉，扭头问道。白夭夭吸了吸鼻子，面色出奇坚毅。此事因我而起，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族人去死，我要阻止他屠戮我的族人，以你涅槃境的修为，如何阻止？叶幕淡声问道。我可以燃烧本源之力，短暂提高境界。白夭夭一边说着，一边挣脱叶幕的右手，可叶幕的力气实在恐怖，他根本挣脱不开，就算燃烧本源，面对圣境修士也撑不了多久。叶幕声音依旧淡然，那究竟该怎么办？白夭夭的声音中已带着哭腔，他的俏脸上满是绝望。叶幕见状并未说话，而是缓缓松开白夭夭的柳腰，随即他缓缓上前一步，立于前方。他一边用肉身硬扛着威压，一边抬头用淡漠的眼神看向霸天龙帝。哈哈，叶幕，你想第一个死对吧？本座满足你。霸天龙帝见状冷笑一声，旋即他怒吼一声，一拳轰出，霸天地龙拳。砰的一声巨响，一条散发着莫大威压的真龙虚影与一道滔天拳浪交织在一起，便蕴含着似要称霸天地的势头，径直朝着地面方向镇压而去。此乃本座自创的圣境武技，曾经我未曾踏入圣境，无法施展，如今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挡我此招。霸天龙帝歇斯底里的怒吼着。白夭夭见状脸上带着焦急，便要上前抵御此等攻势。然而就在这时，轰隆一道沉闷无比的声响陡然出现。白夭夭微微一愣，旋即抬头望向叶幕，只见此刻的叶幕已然发动刚刚圆满的神象镇狱境，8亿4千万颗，每一颗都蕴含着足以毁灭一方星辰力量的神象威力，在他的体内催动，恐怖的肉身力量随之乍现，偌大的苍穹逐渐轰鸣，无垠的大地开始震颤，整个世界陷入昏暗。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叶幕缓缓攥紧右拳，恐怖的肉身力量随之汇聚于拳心。下一刻，他一拳轰出，霎时间整个世界先是陷入了一片死寂，旋即一道恐怖的神像虚影便是随之出现。砰的一声巨响，神像虚影摧枯拉朽般直接将真龙虚影击成齑粉，旋即便是于事不减的骤然轰向霸天龙帝者。这怎么可能？霸天龙帝瞳孔骤缩，
面色一呆，来不及过多反应，只留下一句惊恐之语，便是直接被神像虚影猛地击中。咔嚓，霸天龙地，只感觉真被一头上古神像击中般，先是骨骼尽碎，后是口吐鲜血，最终身躯便是不受控制般，如同炮仗般重重砸在地面之上。叮，检测到霸天龙地受到重创，获得气运点5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霸天龙地强忍着剧痛，颤抖着站起身，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叶幕。你的实力？喂，为什么会如此恐怖？他的语气中已透有几分疯癫。多少次了？这已经是多少次被叶幕击败了？从第一次在天火秘境遇到叶幕之后，每一次当他实力有所增长，以为能够战胜叶幕之时，叶幕总会展露惊人实力，给他当头一棒。叶幕并未回答，只是缓步上前，看着狼狈的霸天龙地，他竟是摇了摇头道：看你那般语气，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依旧是这般不堪一击。叮，霸天龙地的心态炸裂，获得气运点3万。此话落下，就宛若一道晴天霹雳般直击霸天龙地的内心。他双眼猩红，仰头怒吼：啊啊！叶幕，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如若霸天龙地的实力比叶幕强的话，他自然不会这般破防。可他深知叶幕说的是实话。见霸天龙地这般疯癫，叶幕笑了笑，还想出言搞一波心态。然而就在这时，他腰间的传音石忽地亮起，他微微皱眉，旋即低头看去，发现竟是唐艳雪在联系他。呵，有意思。叶幕轻笑一声，旋即便催动传音石，柔声说道：怎么了？那头沉默片刻，旋即便有一道紧张、兴奋乃至激动的声音响起：圣子大人，我已将唐家的事情处理完毕，如今正在合欢圣地外，您现在在哪里啊？听着此道声音，霸天龙帝先是一惊，姐姐，后内心便被一阵扭曲的嫉妒所笼罩。叶幕，在他的心目中，唐艳雪乃是他的痉挛，可如今他的痉挛正用传音石当面联系着另一个男人，并且这个男人还是他的仇人。此等之事，一般男人恐都受不了，更别说霸天龙帝了。我在处理一件事情，马上就回圣地。叶幕轻笑回道：处理事情？什么事情？唐艳雪好奇地询问。叶幕抬眸看了霸天龙帝一眼，旋即轻声道：现在霸天龙帝就在我的身边。一瞬间，传音石那头陷入了一片死寂，只剩唐艳雪的心跳声不断的回荡。过了许久，唐艳雪毫无波澜的声音传来：然后呢？然后你说我要如何处置他呢？叶幕轻笑问道：杀了即可。唐艳雪的声音已无方才的紧张与兴奋，有的只是森然寒意。而霸天龙帝的面色同时变得呆滞无比，唐艳雪冰冷刺骨的声音不断的回荡在他的脑海当中，让他双目渐渐变得恍惚，身体也如同一根木头般呆呆的愣在原地。过了许久，他方才颤抖着开口：不可能，姐姐怎么可能会如此对我？姐姐怎么会如此对我？他的声音颤抖，透着无穷的疯癫。虽说唐云天的肉身已毁，但可能是夺舍3年导致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纵然是现在，他对唐艳雪的那缕情愫却是不跌反涨，而他也一直是把唐艳雪当作自己的姐姐，并不是他对唐艳雪有多少感情，只是身份所带来的禁忌感让他欲罢不能。而此刻，他的痉挛，他的姐姐，他的却是用冰冷的语气让他的仇人将他杀死。这让霸天龙帝如何不疯癫？这让霸天龙帝的道心如何不破碎？不要叫我姐姐，我的弟弟是唐云天，不是你，你只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而已。这时传音石那头，唐艳雪听到霸天龙帝的声音，不由咬着牙关，用冷冽而又富含杀意的声音娇喝道：圣子大人，你不必顾及我的感受，这个冒牌货不是我的弟弟，要杀要剐，您决定即可。用冷冽杀意的语气说罢，唐艳雪转头便用温柔尊敬的声音对着叶幕轻声道：既然如此，那便杀了吧。叶幕面色淡然，便将传音石收起。叮，检测到霸天龙帝道心彻底破碎，获得气运点5万。咔嚓，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就好似有一颗无形的东西悄然破碎般。霸天龙帝强忍着剧痛，仰头大笑：杀了本座。好
好得很，你们都想让本座死，但那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实力才行。话落，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狂暴凌人的威压骤然从霸天龙帝的体内肆虐而出，转瞬间便整个生命禁区都给笼罩其中。这是法则之力。感受着此等威压，女子虚影不由骇声道：法则。而叶幕则是往后一退，微微眯眼看向霸天龙帝，踏入圣境需领悟法则，而本座领悟的乃是战之法则，可以操控战意，凝聚战之法香。霸天龙帝面色狰狞，猛地攥紧右拳，霎时间那一道道狂暴凌人的威压，此刻以及恐怖的速度在霸天龙帝身后汇聚，最终形成一道身躯千丈，散发着璀璨光芒与滔天战意的真龙法相。此人刚刚突破圣境，对法则的运用竟是如此熟谙。看着那遮天蔽日的真龙法相，女子虚影的俏脸上满是骇然。法则。而白夭夭则是颤声呢喃，虽说她的境界只有涅槃境，但本体乃是万年境世白莲，自然知晓法则，同样也知晓领悟法则的修士与未领悟法则的修士乃是天差地别。修炼界有一句话，圣境之下皆为蝼蚁，什么意思呢？便是在领悟法则的修士面前，圣境之下的修士全部都如同蝼蚁。呵，叶幕，虽说你将我彻底激怒，但本座今天不会彻底杀了你，本座会先将你的肉身杀死，再将你魂魄囚禁。然后，这时霸天龙帝面色癫狂，看向白夭夭，然后我再把你与唐艳雪两人背叛我的贱人活捉，让叶幕看着我与你们双修，让叶幕亲眼看着你们在我胯下淫荡的模样。白夭夭刚想回怼，然而叶幕的声音却是忽地响起：别着急开香槟，你就确定赢定我了？霸天龙帝虽不知开香槟是何意，但也听懂了后面，不禁用看待傻子般的眼神看向叶幕。圣境之下皆为蝼蚁，在本座面前你就只是一个蝼蚁罢了。轰隆，伴随着霸天龙帝的话音落下，身后的千丈真龙法相陡然抽出龙尾，龙尾如一条撕裂苍穹的山峦般悍然朝着叶幕的方向镇压而去。就在霸天龙帝理所应当认为叶幕的肉身要死在此等攻势下之时，然而就在这时，叶幕竟是缓缓抬起右手，下一刻8亿4千万颗威力再度催动他的身体，在此刻嗡鸣大作，恐怖的威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扩散，一头身躯同样千丈，威压却是更甚的神像法相骤然汇聚于叶幕身后。吼呜！神像骤然怒吼，恐怖的声浪宛若破浪般骤然席卷千里，那真龙法相被声浪重重击中，一瞬间他龙尾断裂，口吐鲜血，气息也是随之萎靡。这是法相？霸天龙帝同样吐出一口鲜血，抬头望向神像法相：你为什么也能够凝聚法相？他惊疑道。叶幕并未回话，只是口吐真言。轰然间，神像法相抬起左脚骤然踏地，恐怖的肉身余波顿时让生命禁区内的万千大山彻底崩塌，苍穹如丝帛被撕开，大地如皲裂般裂开，甚至就连高天之上的万千星辰在此刻也是尽数崩塌坠落。而造成这一切的肉身余波最终全部聚为一起，径直朝着霸天龙帝的方向震杀而去。不，我乃霸天龙帝，怎会一再二再三的败于他人？大概是察觉到周围的空间被封锁，也大概是内心的尊严不允许他逃走。总之，面对此等攻势，霸天龙帝竟是不躲不闪，仰头怒吼一声，霎时间内心的胜负欲达到顶峰，战意愈发激烈，身后的真龙法相的威压同样是达到顶峰威压，甚至直逼圣境中期。下一刻，砰的一声，真龙法相与肉身余波重重碰撞在一起，先是引发惊天动地的风暴，后便是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是的，纵然是霸天龙帝的战意拉满，法则得到增长，可实力之上的差距终是无法得到弥补。仅是一瞬，真龙法相上便是出现阵阵皲裂，最终砰的一声巨响，真龙法相骤然破碎，肉身余波以无敌之势
径直朝着霸天龙的震杀而去。不！霸天龙帝瞳孔骤缩，却也躲闪不及，只能面带不甘，仰头怒吼一声：“砰！”余波爆炸，霸天龙帝的身躯与灵魂在此刻彻底化为齑粉。殒命于此。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斩杀气运之子霸天龙帝，获得气运点20万。定。检测到宿主成功斩杀气运之子霸天龙帝，获得气运大礼包1份。定。检测到。系统的声音不断地回荡在叶幕的脑海中，他微微转身便走至白夭夭的身旁。白夭夭见状，轻抿朱唇，过了许久，他抬起头看向叶幕，颤声道：“谢。”定。白夭夭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60。定。白夭夭的好感度提升30，现好感度90。定。检测到白夭夭的好感度已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系统的声音再度一连串的出现，叶幕并未说不用谢等词汇，而是看着白夭夭邪恶一笑：“本圣子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难道就口头谢一下，不得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啊？”闻言此话，白夭夭脸颊通红，嗔骂一声：“大混蛋！”这时那位女子虚影缓缓上前，对着叶幕恭敬地拱手道：“小女乃是这净氏白莲一族的当今族长白素素，多谢公子出手，公子得救命之恩，小女此生难忘。不知公子您的姓名身份？”叶幕淡声开口：“叶幕，合欢圣子。”闻言此话，白素素心头一惊，毕竟他们一族虽不问世事，但还是知晓合欢圣地乃是当今霸主级势力的。夭夭是如何结识的此等风姿卓绝之人啊？知晓叶幕的身份后，白素素看着对方风神容貌，内心中竟是生出一丝羡煞。“你还有什么事吗？”“如若无事，便回圣地。”这时叶幕扭头看向白夭夭道。白夭夭轻抿朱唇，声若蚊蝇道：“我好久没回族群了，我想待一晚再走，当然你如若不同意，现在走也行，那便明日便走吧。”叶幕摇了摇头，便转身离去。待叶幕离去后，白夭夭还未说话，白素素便是迫不及待的开口：“夭夭，你的运气真好，竟然能结识圣子大人这般人物，快跟姐姐说说，你是怎么结识的圣子大人？”听着白素素的声音，白夭夭垂下眼眸，睫毛肉眼可见的颤了几下。运气真好，如若帮自己的闺蜜讨个公道，却被足足凿了2个时辰。算运气好的话，她的运气的确挺不赖的。可事实是，与叶幕结识的那一天，乃是她这数万年来最黑暗、最寒冷、最绝望的一天。圣子大人真是一个好人。见白夭夭不愿说，白素素撇了撇嘴，便又开始感叹：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不仅不是好人，他还是一个混蛋、坏蛋、大混蛋、大坏蛋。而听着白素素的声音，白夭夭猛地抬头，嗔骂道：“周围先是陷入死寂，旋即白素素便是不满道：“夭夭，你怎么能这么说圣子大人呢？圣子大人怎么就是一个坏蛋了？”白夭夭咬着银牙，犹豫许久后，最终还是将叶幕对他所做的事情全部告知给了白素素。这个坏蛋就仗着知晓我的本体，一直强迫我与他双修，每一次我都会被他凿至少2个时辰。白夭夭吸着鼻子，委屈的说完，便抬头看向白素素，想在白素素脸上看到一份甜音的表情。然而白素素却是露出疑惑的神色：“就这点事啊？”白夭夭瞪大秋眸：“什么叫就这点事？我可是每天都被他狠凿2个时辰，2个时辰啊，那不是奖励吗？”白素素更加疑惑了。白夭夭只感觉如遭雷击，呆呆地愣在原地。过了许久，如行尸走肉般转过身：“那难道我不跟你说了，你也是个大坏蛋，大坏蛋？”白素素见状，不再开玩笑，认真的说道：“夭夭，你听我说，圣子大人强迫你双修，此事固然不对，但圣子大人毕竟也是男人，男人嘛，好色点也很正常，食色性也。你想想，圣子大人明知你是净世白莲，却并未对你出手，而只是与你双修，这不正好证明圣子大人的善良吗？善良？他就是一个大坏蛋，一点都不善良。”白夭夭咬着银牙，依旧嗔骂道：“你就这么讨厌圣子大人？”“没错，我就是这么讨厌他。”白素素叹了一口气，旋即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便跟求圣子大人，让你我身份调换一下，我跟着圣子大人，你留在圣地。”他顿了顿，舔了舔嘴唇：“以后
天天被凿的就是我，嘿嘿。他的话音刚刚落下，白夭夭便如一只炸了毛的小猫咪般，猛地娇喝道：“不行，不行就不行！”夭夭怎么这么大反应？白素素竟并未有意外，反倒是眯眼笑道。闻言此话，白夭夭反应过来，脸颊一红，面色一呆。对啊，不行就不行，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反应？白素素嘴角缓缓扬起，难道说夭夭喜欢圣子大人？话音落下，白夭夭只感觉自己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所有思想在此刻尽数消失，只剩白素素的声音不断回荡在其中。他张了张嘴，想要说出类似“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混蛋、坏蛋”之类的句子，却发现他的话就宛如卡在喉咙了般，根本说不出来。白素素见状，微微一笑，心中已有了答案，旋即便抬头望天。此刻已是傍晚时分，月上枝头，夜色如墨，周遭隐约传来零散几声微弱蝉鸣声。月光倾洒湖畔，让堪蓝的湖畔变得波光粼粼，唯美无比。白素素再度看向白夭夭，唇角露出别有意味的笑容。此处风景唯美，万籁寂静，在夜色下，在地面之上，在一起双修，可谓是别有滋味。说罢，他的身影便是缓缓消失，只留下一句话与威猛的白夭夭：“你和圣子大人奋力施展即可，我和大家会屏蔽感官，不会打扰到你们的，也不会有人看到的，嘿嘿。”待白夭夭反应过来，他环顾四周，看着周遭没有一丝遮掩的空地，脸颊顿时变得通红。在这里干那种事，未免有些太羞耻了。如若有人来，岂不是会被看得一干二净？说罢，他便准备转身离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想法却是渐渐浮现。可是姐姐说的好像有道理，这里又不会来人，也不可能被人看到的。白夭夭朱唇咬紧，其脸颊如熟透的静谧的苹果般。过了许久，他深吸一口气，接着走，只不过他去往的方向却是从东面变为了西面，而西面正是叶幕所在的位置。与此同时，另一边，叶幕随便找了一个空地，便盘坐在了上面。姓名：叶幕，年龄19，气运子，体质至阳圣体，荒古圣体，仙骨，修为半部圣境，功法至阳焚天诀，神象镇狱境，气运点432490，物品气运大礼包，大礼包。此行可谓是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2个大礼包，并且气运点的数额也是达到了惊人的43万。打开大礼包，叶幕并未先打开气运大礼包，而是先打开了普通大礼包。叮，大礼包已打开，恭喜宿主获得剑道法则真意。剑道法则真意使用之后，可让宿主直接感知到法则真意。听着系统的声音，叶幕并未有过多反应，只是点了点头，倒也不错。想要领悟法则，必须在这天地间感知到法则真意。领悟法则并不难，但感知法则真意却是极难。从古至今，诸多天骄都因无法感知到法则真意，导致卡在半圣境界一生。之前叶幕便开出过一个火道法则真意，如今又开出了一个剑道法则真意。不过叶幕并没有着急使用，因为听叶心婷讲，一个修士只能领悟一个法则，叶幕还没选好要领悟什么法则。传闻上古时期，地路未绝之时，一位修士可领悟多个法则，但随着世界步入末法，地路断绝，一个修士便只能领悟一个法则，可惜可叹。叶幕摇头感叹，旋即便在心底说道：打开气运大礼包。叮，气运大礼包打开中，恭喜宿主获得草字剑诀。草字剑诀由一位本体为草的上古至高剑修所创的无上剑法，剑诀小成、大成、贯通、圆满，领悟圆满，可用一株草斩尽日月星辰。草字剑诀，此次叶幕便不再平静了，他瞳孔骤缩，满脸都是震惊。毕竟这草字剑诀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一株草斩尽日月星辰，本体为草，修炼成至高，那面板上的信息无疑不再冲击他的世界观。不过叶幕很快便将情绪平复了下来，旋即摇了摇头。剑道法则真意，草字剑诀，看来系统是铁了心让我当一位剑修啊。使用20万点气运点领悟草字剑诀。叶幕深吸一口气，直接在心底说道。霎时间，一道似要将世间一切都给斩尽的恐怖厮杀之气骤然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一道身穿青衣风华绝代的身影
竟是随之从叶幕的身后浮现。下一刻，青衣身影微微伸手，灵气外泄，包裹着一株绿草，最终悬于他的身前。他伸出手指，缓缓将绿草拈于两指中间，旋即猛地弹出，轰然间，绿草裹挟着滔天的厮杀之气，在苍穹之上化为恐怖的剑气。嗖的一声，绿草所化为的剑气直击星辰，苍穹之上的万千星辰在此刻一同斩落。与此同时，夜幕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呼！大成之境，20万点气运点住夜幕，将草字剑诀领悟到了大成。以这种消耗速度推测，想要将其领悟圆满，应该还需要30万点气运点，但他现在只剩下20万气运点了。就算杀死了霸天龙帝，气运点依旧不够，还得薅更多的羊毛，割更多的韭菜啊！夜幕感叹着站起身，便要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少女身影却是忽地从远处出现。少女身穿蕾边白裙，身材娇小，脸颊通红，长相绝美，正是白夭夭。你找本圣子有什么事？夜幕微微皱眉，有些意外地问道，毕竟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白夭夭竟会主动来找他。白夭夭脸颊红得如熟透的苹果，并未说话，只是缓缓坐在夜幕的身旁，旋即便抿住朱唇，低头看地，似是在纠结犹豫着什么。你到底有什么事？这让夜幕微微有些懵逼。白夭夭并未回话，只是缓缓抬头望向正前方。他的正前方是没有任何东西遮掩的湖泊，一眼便可看见湖畔中心的竟是白莲，对应的湖中的竟是白莲，一眼也可看到他们。他又环顾四周，他的四周同样没有任何东西遮掩，只有漫无边际的草坡，如若有人在此地，甚至不用近距离，相隔数里都可将他们所做之事看得一清二楚。可是那又能如何？白夭夭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向夜幕，这里应该没有其他人，对吧？夜幕搞不懂白夭夭究竟要干什么，便点了点头。对。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还未等他反应过来，白夭夭便是直接将他扑倒，旋即便以极快的速度将他的浑身衣物卷走。既然没有人，那干一些事情也无妨。白夭夭轻咬朱唇，夜幕满脸懵逼，不是，野战是不是有些太花了？本圣子都还没准备好啊！白夭夭无视夜幕的懵逼，而是缓缓垂眸。大混蛋的小混蛋，就是这个小混蛋，让白夭夭被折磨了数月之久，每一次都让他欲生欲死。白夭夭咬着牙关，满脸怨恨。旋即，翌日清晨，温暖的阳光伴随着阵阵刺耳的蝉鸣挥洒至夜幕的身上，为他的身体增添一丝惊晕。夜幕缓缓睁开眼睛，只感觉身前异常沉重。他低头看去，发现竟是白夭夭趴在他的身前熟睡着。他紧闭秋眸，呼吸平稳，青丝如瀑般摊开，几缕碎发轻拂额边，粉嫩的朱唇晶莹剔透。死！在看到白夭夭后，昨晚的记忆顿时涌上脑海，让夜幕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虽说夜幕经验丰富，但从野外他还真是头一次。但不得不说，夜幕舔了舔嘴唇，脸上带着回味，周围空无一物，毫无遮掩的刺激感真的挺不错的，以后如若有机会，定要再享受数番。这时一道令人浮想联翩的轻音声忽地响起，白夭夭缓缓睁开秋眸，这里是呢？我怎么没有穿衣服？当他看清自己赤裸模样后，顿时脑海一片空白，脸颊通红，旋即用羞赧愤怒的眼神看向夜幕。混蛋，你对我做了什么？夜幕一阵无语，旋即说道，明明是你强迫本圣子现在穿上衣服，不，还没穿上衣服呢，就不认人了。听着夜幕的声音，白夭夭俏脸一呆，娇躯的酸痛让他渐渐将昨夜所发生的一切全部想了起来。对啊，似乎是我强迫的他。夜幕没好气地说道，穿上衣服，该回圣地了。白夭夭如初绽的桃花般，浑身上下透着羞赧。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旋即他便连忙穿上衣物。夜幕见状，面色终是缓和了些。其实他倒也没怪白夭夭，毕竟昨夜白夭夭并不是正常睡过去的，而是昏迷过去，一时记忆有些错差，也很正常。待白夭夭穿上衣物后，夜幕便是站起身来。而就在这时，远处一道身影也是随之走了过来。夭夭，圣子大人昨夜过得如何？闻言此话，白夭夭的脸颊再度变得通红无比，旋即嗔怒瞪了白素素一眼。而夜幕并未有何反应，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还不错。旋即，他便看向白夭夭，又说道：接下来，我和夭夭便要回圣地了。你们如若有什么想说了，现在便说吧。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夭夭，在圣地内，一定要把圣子大人伺候好。姐姐知道你爱看某些书本，肚中知识很多，现在就是这些知识派上用场的时候了。白素素凝重道。白夭夭吸了吸鼻子，点了点头。我知道，姐姐，再见。夭夭以后还会来看你的。旋即，夜幕与白夭夭便是身影一闪，化为一道流光，径直飞出生命禁区。呼！接下来便是重建隐蔽阵法了。而待两人离去后，白素素先是吐出一口浊气，便开始修建被霸天龙帝击毁的阵法。毕竟生命禁区危险四伏，其最深处更是有着无数神秘诡谲的老怪物存在。而昨日夜幕与霸天龙帝的战斗可谓是席卷整个生命禁区，他需要快点将阵法修好，不然那些老怪物感受到威压，循着战斗余波找上门那就糟了。与此同时，生命禁区的最深处，大地怨念最诡谲之地，此处气息诡谲之极，纵然是圣王强者都不敢在此待上数息，以免被怨念侵袭，浑身长满红毛，成为丧失灵智的怪物。可如若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在这诡谲之地的中心，竟有着一块未被怨念侵蚀之地。此地被4座通天灵山环绕，每一座灵山上都有一道如银河般的瀑布倾洒，瀑水通体三色，竟是传说中的三光圣水，仙雾氤氲，灵气浓郁，遍地圣药，无数瑞兽，真可谓是一处洞天福地。而在这洞天福地的一处角落，还有着7位气息大恐怖、面带皱眉的老者。这7位老者竟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半地大能。而在他们的中心，还有着一位长相平平但却面带自信的少年。师傅们，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少年说道。徒儿，你是时候该下山了。其中一位老者说道。什么？师傅，你们要将我抛弃吗？少年大惊失色，他叫叶晨，已记不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只记得在他小时候不小心进入了生命禁区，就在他即将被凶兽吃掉的时候，一位老者出现，将凶兽杀死，并将他带到了一处洞天福地内。这洞天福地内还有着6位同样恐怖的老者，这7位老者一同将他收为徒弟，教导他修炼，直至今日已有14年之久。徒儿，外界真龙榜已经出世，大征之势降临，你年仅19，体内拥有一缕地元，并同时领悟了3道法则，掌握诸多奇门之术，修为更是达到了半步大圣。徒儿，就算是当初的天元大帝，也没有现在的你恐怖，你已经彻底无敌了。我们7个老头子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也时候该下山探寻你的真正身份，寻找你的亲生父母了。听着老者的声音，叶晨双拳微窜，旋即抬头，面带尊敬地望向7位老者，鞠躬道：既然如此，那叶晨便下山了。诸位师傅，请受叶晨一拜。说罢，叶晨缓缓站起身，便朝着外界走去。这时，其中一位老者忽地又说道：等等，还有一件事。叶晨微微一顿，扭头看去，那位老者不知从了，拿出3个艳红的婚书递给叶晨。当初刚收你为徒，我们7个老头子便帮你与3位女子定下了婚约，这是婚书，你此次下山顺便将那3个女子娶了。叶晨微微一愣，婚书，不知那3位女子长相如何？自然是个个绝美，风华绝代。叶晨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连忙将婚书接过，旋即说道：徒儿知晓了。说罢，他便径直离开洞天福地，踏入生命禁区。周遭的那些能够影响圣王大能的大地怨念，竟是根本进不了他的身。他低头看向第1个婚书，轻声呢喃：阴阳神帝秋禅月。与此同时，另一边，夜幕与白夭夭刚一回到合欢圣地，便是听到一道熟悉欣喜的声音传来：圣子大人，您终于回来了。夜幕扭过头，看着朝他小跑来的唐艳雪，微微一笑。艳雪。而在夜幕的身旁，白夭夭则是默默抬眸，看着唐艳雪，心中默念：唐艳雪，唐云天的姐姐。他并不是没有见过唐艳雪，只是当初他还未看透霸天龙帝的真面目，所以身为霸天龙帝的姐姐，当初他对唐艳雪是有几分好感的。可如今霸天龙帝已然身死，他对唐艳雪的印象也发生了一丝改变，倒也没有多讨厌，
只是看着对方与叶幕交谈的模样，不知为何，他的内心生出一种别样的情绪，说不出什么感觉，就是很不舒服。白夭夭指尖无意识地绞住衣角，与此同时，唐艳雪倒没有吃醋，因为她知道白夭夭是先到者，而她是后来的，本就有些理亏，更何谈吃醋。走吧，回圣子大殿。这时叶幕笑着说道，我有事，你们先回吧。然而白夭夭却是嘟着嘴，旋即便闷闷不乐地径直离开。叶幕虽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问，而是带着唐艳雪径直去往圣子大殿。咔嚓，叶幕刚一推开殿门，一道雀跃、兴奋乃至甜腻的声音便是陡然传来，叶幕，你终于回来了。叶幕微微抬头，旋即便看到一位豆蔻少女径直朝自己跑来。少女身材娇小，梳着双麻花辫，发梢轻晃，淡粉短裙衬得肌肤银白，秋眸像是进了晨露，脸上带着笑容，梨涡浅浅，灵动的像是春日里的粉樱般。正是江玲珑。江玲珑面带兴奋，还想说些什么，却是看到了叶幕身旁的唐艳雪，笑容顿时不见。她是谁？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话音落下，两人眯眼看着对方，显然是未料到对方竟会与自己同等反应。我叫江玲珑，我的爷爷是天机圣主。江玲珑双手叉腰，似是要以自己的身份压过唐艳雪一头。然而唐艳雪却只是冷笑一声。然后呢？江玲珑的身份比他高贵，可那又能如何？他不对白夭夭吃醋，那是因为白夭夭是先来的，而他是后到的。而眼前的这个江玲珑，明显是比他还要更厚道的。我才不管你身份有多高贵，反而我认识圣子大人比你早。唐艳雪理直气壮，而江玲珑见状，婴儿肥的俏脸上露出讨厌的神色。这个人真的好讨厌，竟敢和我抢圣子大人，不就是比我早认识圣子大人吗？有什么好得意的？等我和圣子大人成亲后，我就把你绑到婚房，让你眼睁睁看着我和合欢圣子双修，等圣子大人累了，再让你推屁股。他在心底默念着，又抬头看向唐艳雪，然后就是我的身份比你高贵，圣子大人是我的，你就只是一个推屁股的货色。呵，别做梦了，你就是一个连屁股都推不上的货色。你说什么？我说你。仅是一瞬，两女便开始了争吵，这让夹在中间的叶幕略微有些懵逼。不是，这是怎么回事？虽说他经验老道，但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告诉我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嗨，我说。他咳嗽了两声，试图开口说话，却被两人扭头直接打断。叶幕，你先别说话。叶幕满脸无语，就连他都劝不动，究竟谁才能阻止这两位大神啊？就在叶幕不知所措之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却是忽地出现，你们在吵什么？顿时江玲珑和唐艳雪同时闭嘴，转身看向身后，只见不知何时两位女子已悄然站在身后，一位穿着华丽，面容精致，身材丰腴，气质雍贵，看着叶幕掩嘴轻笑，正是叶欣婷。而另一位身穿红色凤裙，赤裸玉足，长相绝美，凤眸冷冷地看着江玲珑与唐艳雪，眼神中好似透着一缕杀意，正是凤灵月。凤姐姐。在看到凤灵月的一瞬，原本娇蛮的江玲珑顿时蔫了，低着头怯生生道。刚来到合欢圣地之时，他由于不注意言行，总说想被炒等类似的词汇，被凤灵月听到了，导致被其教训了一番。后来又得知凤灵月乃是叶幕的正宫，内心甚至不敢生出一丝报复的想法，只敢在心底幻想，以后让你和唐艳雪一起推屁股。凤姐姐。而唐艳雪则是心头一惊，虽说她出身不贵，但关于叶幕的事情可谓是打听得一清二楚。对于叶幕有一位姓凤的妻子之事，她同样知晓，此人难不成便是圣子大人的妻子？唐艳雪看着那浑身透着上位者气质的凤灵月，同样低下头，甚至连幻想都不敢幻想。呵呵，木儿，你的艳福可真是不浅啊。这时叶欣婷笑着打趣道。叶幕嘴角一抽，旋即说道，母亲找孩儿有什么事，直接说即可，何必打趣孩儿？叶欣婷呵呵一笑，眼神忽地变得锐利起来，倒也没有什么事，不知你可否听说过地缘？叶幕呼吸一滞，地缘，上古时期，世界未步入末法，灵气当中有一物质名为地缘，想要突破地境，便需要吸收地缘，可随着世界的没落，地缘也随之消失，这也是地路断绝的原因。天机圣主已算出，
天元地灵中，便有一缕地元存在。那缕地元，乃是助天元大帝突破之地元。天元大帝身死后，以地区化地元，又将其封锁在地灵当中。闻言此话，叶幕轻声道：“也就是说，那缕地元，便是所谓的成帝机缘吗？”叶星亭点了点头。我此次前来，便是将此事告知于你。虽然你的实力很恐怖，但争夺地元者不乏有一些圣境强者。天元地灵开启在即，这几日你便在圣地内努力感知法则，以此突破圣境。叶幕内心有了一丝猜想。母亲，上古时期修士可同时领悟多个法则，是不是也是因为地元？叶星亭微微有些讶然，没想到你还知道此事。没错，地元可以使修士同时领悟多个法则，传闻领悟4道法则，并将其全部转化为自身的道，便可突破大地。叶幕眼中闪过一丝精芒，这样一来，他现在便可直接领悟法则，突破圣境。多谢母亲提醒。叶幕点了点头。待叶星亭离开之后，他又将3女全部敷衍走后，刚要准备修炼，然而就在这时，嗖的一声，一道微光却是从他的传音石中乍现。叶幕低头看去，发现正是自己那失联多日的师尊。师尊，你有什么事？叶幕将传音石拿起，轻声问道。沉默许久，一道清冷的声音方才缓缓响起：“徒儿来为师居所一趟。”他的声音中并无以往的痛苦，反倒是一股透着遗憾与释怀，这让叶幕略微感到不妙。徒儿这就去。叶幕应道，便将传音石收起，身影一闪，不多时便已来到了洛千雪的看蓝石屋前。他深吸一口气，旋即推开房门。霎时间，比以往都要恐怖万分的滔天寒气，如同潮水般骤然倾泻而出，仅是片刻，便让叶幕的浑身上下都给染上一层寒霜。一时之间，纵然是身负至阳圣体的叶幕，竟也不由得开始发抖。他强忍着霜寒，抬头望向洛千雪，只见此刻的洛千雪同样被寒霜所覆盖，盘坐在蒲团之上，紧闭秋眸，就好似失去意识般，一眼望去如同冰人。师尊的状态不容乐观啊。叶幕轻嘶一声，旋即便将衣物脱下，一边走着一边说道：“师尊莫急，徒儿这就帮您压制寒毒。”就在他刚要像往常般伸手将洛千雪抱住之时，洛千雪却是忽地睁开清冷堪蓝的眸子，用冰冷刺骨的眼神看向叶幕。叶幕被盯得有些发毛，不由讪讪一笑：“师尊，您醒了。我的意识一直都很清醒，你不必帮我压制寒毒。此次叫你来，是因另一件事。”洛千雪冷声说道。叶幕不由面露疑惑，另一件事？他的这位清冷仙子半帝师尊，除了压制寒毒外，还有什么事用得着他？我的寒毒已到了一个无法压制的地步，约莫明日我便会身死。我想拜托你帮我收尸。收尸？闻言此话，叶幕瞪大眼睛，他从未想过洛千雪叫他竟是为了此等事情。一时之间，他大受震撼。洛千雪微微颔首，旋即又道：“作为报酬，我会将我的半生仙剑交于你。”叶幕沉默片刻，不由叹息道：“师尊就算身死，也不愿与徒儿双修吗？明明与他双修一次，便可彻底解决寒毒。可洛千雪却是宁愿身死，也不愿与他双修。”这让叶幕略微悲哀的同时，又有些挫败。洛千雪同样沉默，说实话，他此生遇到无数男子，可叶幕算是他最有好感的男子了。对方多次无偿助他压制寒毒，并多次坚守底线，而他却因寒毒在身，无法报答对方。可是他天生便对那种事情感到厌恶，认为那种事情污秽不堪，这是他内心无法迈过去的一个坎。片刻后，洛千雪轻声说道：“抱歉，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因我体质缘故，所以在我死后，我的尸体不会腐烂，更不会有任何异味，作为补偿与报酬。届时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吧。”闻言此话，叶幕满脸都是懵逼。不是，什么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未免有些太猎奇了吧。虽说他的确想做一个冲尸逆徒，但对尸体什么的，他还是做不出来的啊。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叶幕叹息道。洛千雪轻抿朱唇，旋即说道：“除了宇智阳圣体双修外，还有一个办法，便是找到异火榜第1的焚天地炎。以焚天地炎的霸道阳气，便可将我的寒毒彻底根除。可焚天地炎自被天火大帝收入囊中后，便直至今日
下落不明。听着洛千雪的声音，叶幕渐渐有些懵了。过了许久，他缓缓抬手，师尊说的是这个吗？霎时间，一朵通体金黄、散发着滔天威压的异火陡然出现。这是焚天地炎。在看到异火的一瞬间，洛千雪的瞳孔骤然紧缩，一贯清冷的她此刻都忍不住的失声喝道：焚天地炎怎么会在你的手中？洛千雪颤声说道：这是徒儿上次在天火秘境中所得。天火秘境，当初你为何不说？洛千雪面带惊疑，当初他分明也去了天火秘境，却根本不知道叶幕得到焚天地炎一事。你也没问啊？叶幕满脸无语。洛千雪深吸一口气，将情绪平复，旋即抬头，用蜥蜴中带着恳求的目光看向叶幕：徒儿，你能不能用焚天地炎助为师根除寒毒？为师求求你了，真的求求你了。叶幕从未想过他的这位清冷、强悍、冷酷、无情的剑仙师尊竟会用这般语气恳求于他，但叶幕却并未直接答应，而是陷入了犹豫。真的要帮师尊根除寒毒吗？不过他很快便想通了，就算他不帮洛千雪根除寒毒，他也做不了冲尸逆徒，顶多是对尸体干些事情，但他可没有那么变态，做不出那种事。而帮洛千雪根除寒毒，不仅可以提高好感度，获得大礼包，也可为以后做冲尸逆徒埋下伏笔。师尊，把衣物脱掉。叶幕深吸一口气，旋即正声道：脱衣物做什么？我是让你用焚天地炎根除寒毒，不是双修。我是不可能与你双修的。当然，这并不代表我讨厌你，相反，我……洛千雪的声音竟是意外的语无伦次，叶幕则是满脸无语。我不是要双修，用焚天地炎根除寒毒，也需要脱衣服，脱光，这样吗？洛千雪松了一口气，旋即便垂眸，看着自己身上仅有一件的单薄亵衣，虽无需双修，可赤裸身子却是让洛千雪同样十分羞耻罢了。一切都是为了根除寒毒。洛千雪深吸一口气，下一刻扑通，亵衣落地，洛千雪那完美似寒玉、洁白如初雪的无瑕胴体顿时映入叶幕的眼帘。叶幕咽了咽口水，将内心的心猿意马抛之脑后，同样将浑身衣物脱下。下一刻他便伸手将洛千雪同样抱住。叮，检测到宿主与洛千雪赤身相拥，获得气运点3万。系统的声音缓缓出现。叶幕唤出焚天地炎，开始使用焚天地炎所记载的方法，为洛千雪根除寒毒。刚开始洛千雪只感觉一阵羞耻，尤其是某处的若隐若现的触感，更是让他羞赧万分。他虽没吃过猪，也没见过猪，但也是知道猪这个东西的。他分明一直认为此事十分肮脏，十分污秽，可此刻真正接触之时，他竟没有想象中的厌恶，反而是有些奇痒难忍。洛千雪玉手微窜，朱唇抿紧，强忍自己不发出声响。丹田处逐渐传来的温暖，焚天地炎霸道的气息笼罩至整个房屋，让由太阴圣体所产生的无上寒冰都给融化于此。丹田处的寒毒，身体中那令人无法忍受剧痛，渐渐被温暖所替代。终于，约莫半个时辰后，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焚天地炎骤然发出一道狂暴的声响，旋即一道如煌煌大日般的恐怖热浪，随之如潮水般陡然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在此道热浪的影响下，洛千雪只感觉自己置身于婴儿的襁褓当中，温暖万分，其深入至五脏六腑、四肢百髓、丹田深处的寒毒，在此刻彻底根除。呼，师尊，好了。叶幕睁开眼睛，将焚天地炎收起。闻言，洛千雪同样睁开眼睛，再察觉到那如复古之躯般一直盘踞在他体内100年之久，令他每日如被冰锥不断穿透，生不如死的寒毒彻底被根除后，纵然是性子一向冷淡的洛千雪，此刻其娇躯也是忍不住的颤抖。谢。他缓缓抬头看向叶幕，其那张清冷绝美、令人只敢远观而不敢亵玩亵的容颜上满是复杂的情绪。叮，洛千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高25，现好感度65。叮，洛千雪对宿主的好感度提高25，现好感度90。叮，洛千雪对宿主现好感度99，检测到好感度已过半，获得大礼包1份。听着系统的声音，叶幕略微有些无语。
99点就不能再加一点，直接到100点吗？不过这样看来，只要把那一点加上，好感度达到100，他应该就可以做一位冲师逆徒了。叶幕舔了舔嘴唇，眼底闪过一丝期待，旋即抬头望向已将衣物穿好的洛千雪，不由问道：寒毒已被根除，不知师尊是否要离开圣地，去往其他地方？洛千雪来到合欢圣地，本就是因寒毒侵蚀，如今寒毒根除，对方应该也是要离开圣地了。而洛千雪闻言，则是垂眸看地，绝美的容颜上竟布满犹豫。他修炼百载，从未加入过任何势力，至于亲朋好友，除去那位已然身死的姐姐，便无任何挂念。如若离开合欢圣地，他又能去啊？以往洛千雪的追求，乃是成帝之路，乃至长生大道，乃是。可如今经过与叶幕的一阵相处后，洛千雪轻抿朱唇，过了许久，他深吸一口气，抬头用连他自己都未察觉，带有一丝情愫的目光看向叶幕。如若徒儿不嫌弃，为师便留在徒儿身边，当一位护道人，不知徒儿意下如何？闻言此话，叶幕略微有些懵逼。护道人？师尊要当他的护道人？见叶幕迟迟不回话，洛千雪不由垂眸，徒儿不答应吗？叶幕连忙说道：答应，我肯定答应啊。洛千雪顿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旋即再度说道：那么现在要干什么呢？叶幕深吸一口气，将砰砰直跳的心脏平复下来，旋即说道：徒儿接下来要修炼突破圣境，还请师尊帮徒儿护道。洛千雪微微蹙眉，突破圣境，不知徒儿要领悟什么法则？剑道法则。叶幕下意识便回道。洛千雪微微一愣，他并未想到叶幕竟要领悟剑道法则。不过很快他便回过神，抽出腰间寒剑，旋即猛地一挥，霎时间滔天的剑气倾泻而出，旋即在两人周身汇聚为一道剑雨。这是？叶幕微微有些愕然。为师领悟的便是剑道法则，此乃为师用剑气所汇聚的剑域，在此修炼，可助你更加容易感知天地间的剑道法则的存在。洛千雪收起寒剑，轻声道：没必要这么麻烦吧？叶幕有些汗颜，怎么没有必要？感知法则极其困难，当初为师也是足足用了半年时间，方才感知成功，后将其领悟，再突破圣境，又是花了半年。此剑域至少可以帮你省去数月时间。好了，快点修炼吧，为师帮你护道。洛千雪面带凝重，实际上他花半年感知法则，已是惊世骇俗，前无古人的速度了。是。叶幕不再多说，便盘坐在剑域中心。洛千雪见状，便是闭上秋眸，已做好了在此地待上数年的准备。不是他看不起叶幕，只是连身负先天剑心，仙剑半身的天生剑修的他，感知领悟突破加在一起都花费了1年之久。叶幕想要领悟剑道法则，需要的时间只会更久。与此同时，叶幕已经打开了系统面板，气运点234403，物品剑道法则真意大礼包。打开大礼包，他脸上带着期待，毕竟这可是他的这位顶尖气运之女半地清冷剑仙的好感礼包啊，不知能够开出什么物品来。叮，大礼包已打开，恭喜宿主获得100万气运点。伴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叶幕的面色一呆，他没听错吧？100万气运点，这未免有些太粗暴，太毫无人性了吧？过了许久，气运点1234403，直至看到系统面板上的数字，叶幕方才知晓，他真的没有听错。这让叶幕顿时变得激动了起来。他还是第一次手握此等巨款，必须狠狠消费一波，使用剑道法则真意。他直接在心底默念，霎时间，只听嗖的一声巨响，伴随着叶幕的话音落下，一道极其璀璨的光芒骤然从他周身乍现，周遭的滔天剑气也是在此刻渐渐变得狂暴了起来。周遭天地那层无形的法则之力，此刻也被叶幕所窥见。嗡嗡嗡，周遭天地开始发出阵阵嗡鸣，剑气凌人，恐怖的厮杀之气顿时笼罩千里。感受着此等动静，洛千雪骤然睁开秋眸，这是？他循着动静的方向，最终看向叶幕，旋即他的俏脸便是一愣。这是法则？他感知到天地法则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毕竟
感知法则，不是儿戏。一般修士，恐究其一生都无法感知，而纵然是他，也是花费半年之久。而如今，叶幕竟仅是花费不到1个时辰，不是不到1炷香，乃至不到1刻钟的时间，便将其感知成功了。这让他如何不惊骇？应该是我这徒儿原本便在感知法则，方才会如此迅速。接下来领悟法则，突破圣境，应该便会慢下来。洛千雪深吸一口气，强行将情绪平复下来，在心底默念。与此同时，他刚想罢，叶幕同样在心底默念：系统，直接使用气运点，帮我把法则领悟，并把境界给我突破到圣境。霎时间，70万气运点消失不见，旋即便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叶幕的体内乍现。伴随着威压的出现，散发着滔天厮杀之气的剑道法则也随之如潮水般骤然朝向叶幕的体内涌去。仅是片刻，叶幕的威压便如顺水行舟般突飞猛进，最终达到一个顶点。这是……而感受着此道威压，洛千雪那清冷的俏脸此刻也是微微有些呆滞。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体内的威压突破顶点，恐怖的甚威一览无余，宛如惊涛骇浪般，仅是瞬间便将方圆千里都给笼罩其中。叶幕的境界也是在此刻从半步圣境踏入圣境一众。呼！叶幕吐出一口浊气，旋即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近乎脱胎换骨般的身体，不由轻声呢喃：怪不得都说圣境之下皆为蝼蚁，突破圣境领悟法则的确是很恐怖的提升。其实在未突破圣境之前，叶幕的实力便足以匹敌圣境强者，但纵然这般，此刻突破圣境之后，叶幕的实力还是得到了极其恐怖的增长。具体无法言说，但如若是未突破前的叶幕对战如今的叶幕，恐怕连一个照面都撑不住。这便是法则的恐怖。师尊！叶幕站起身，走至洛千雪的身旁，轻声喊道。而此刻的洛千雪还未从震撼中回过神，他呆呆地愣在原地，过了许久，方才低头看向叶幕：你突破到圣境了？叶幕点了点头。洛千雪闻言沉默许久后，最终说道：怪物，不到1炷香的时间，感知法则，领悟法则，再突破圣境，此等速度，洛千雪别说见过了，纵然是翻遍古籍都从未听闻过。他甚至都不知该用什么词汇形容叶幕，最终只能说句怪物。走吧，回圣子大殿。叶幕笑了笑，他也知道自己的突破速度太过骇人，所以便直接转移话题。洛千雪见状，不好说些什么，便点了点头，手抱寒剑，身影一闪，化为一道流光。不多时，两人便是抵达圣子大殿。而令叶幕意外的是，江玲珑和凤灵月竟也在圣子大殿。而江玲珑见叶幕回来，刚想面露兴奋的大喊大叫，然而却被凤灵月冷冷地瞥了一眼，顿时讪讪闭嘴，在心底嗔骂着：不就是比我先认识圣子大人，先成为圣子大人的娘子吗？得意什么？迟早让你推屁股。推屁股！凤灵月懒得理会江玲珑，抬头望向叶幕，刚要开口，然而就在这时，他忽地感到一道冷漠无比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顿时他打了一个寒战，这才注意到叶幕的身旁竟还有着一位女子。这个女子手中抱着一柄寒剑，身穿一件素朴蓝袍，青丝堪蓝，气质清冷，面容绝美而又冷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惊艳而又极其危险的气息。并且这个女子长得很高，实际上凤灵月长得也并不矮，约莫有1.68米，平常是可以压制其余女子的。可面对洛千雪的1.72米，便有些不够看了。她是谁？过了许久，凤灵月僵硬地问道，语气明显有些弱势，显然是被洛千雪的气质给压制了。这让江玲珑顿时露出兴奋的神色，毕竟在此之前，凤灵月仗着自己正宫的位置可没少压制她，而如今凤灵月这个正宫竟也被压制了。这个女人究竟是谁？看起来好冷漠，好强，并且好高，目测比我高半个头。她叫洛千雪，是我的师尊。这时叶幕回道：师尊。凤灵月心有微惊，毕竟在此之前她其实便听说过叶幕有一个神秘师尊，可她却怎么都没想到，这个神秘师尊竟会是一个长相绝美、气质清冷、身材完美修长的女子。一时之间，
凤灵月的内心竟是生出一丝别样的情绪，说不出什么感觉，只是有些不舒服。师尊，他叫凤灵月。是。叶幕顿了顿，是弟子的娘子。叶幕本以为洛千雪会有什么情绪波动，谁知他只是微颔首，冷冷道：倒不是洛千雪对凤灵月有多大恶意，只不过他的性子本就如此清冷冷漠罢了。而为何在叶幕面前会展露不一样的一面，只能说叶幕是一个例外。我有事便先走了。凤灵月只感觉自己愈发被洛千雪的气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内心的不舒服也逐渐严重，索性留下一句话便直接离开了圣子大殿。而洛千雪则是没有丝毫反应，抱着寒剑自顾自地找个角落闭眼坐下，如一尊雕塑般。叶幕见状再度懵逼了，怎么短短1天时间便同时遇到2次这种情况啊？他刚想思索该如何解决此事，嘿嘿，凤灵月，你也有今天。然而江玲珑幸灾乐祸的声音却是陡然传来，这让叶幕满脸无语，扭头看去，别笑了，我不是刚打发你走吗？怎么又来圣子大殿了？没有圣子大人，玲珑一个人太无聊了。江玲珑小声说道。你就没有朋友之类的吗？叶幕更加无语了。江玲珑摇了摇头，眨了眨眼，我手上只有圣子大人您的传音石，我的心也永远只属于圣子大人。圣子大人要不要与人家发生些什么呢？人家不会拒绝的。听着江玲珑的声音，叶幕不由瞥向洛千雪。讲真的，方才帮洛千雪根除寒毒，属实是让他火气很大。如若不是洛千雪在此，他可能早就把江玲珑这个不涉世事只知口嗨的懵懂少女给办了。当然如果能2个一起办那就好了。叶幕舔了舔嘴唇，陷入了幻想。咦，圣子大人，你现在的模样好猥琐啊。这让江玲珑不由故作嫌弃道，只是语气中却并未有一丝嫌弃之意。等等，一说到猥琐我就想起来了，我手上其实还有一个名叫10号天之人的传音石。10号天。闻言此话，叶幕不由露出兴趣。江玲珑见状，连忙拿出一块传音石，开始诉说这几日10号天与他联系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圣子大人，那个人真的猥琐，讨厌死了，还每天用传音石骚扰我，天天以为自己多帅，实际就是一个油腻丑八怪，不如圣子大人的一根。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想吐。江玲珑用真正嫌弃的语气说着，最后他脸上露出痴迷的神色，又在心底补了一句，听到圣子大人您的声音也想吐，但是不是嘴，而是……这时叶幕脸上带着玩味问道，他还说了些什么？他其实对这种八卦并不感兴趣，但毕竟是气运之子的八卦，听听也无妨。对了，他还说等他领悟众瞳神通，突破圣境之后，就要来合欢圣地挑战您。江玲珑忽地想了起来，连忙说道。在他话音刚刚落下的一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骤然间从圣地外出现，一道带着睥睨天下之意，足以震彻天下的自信大喝声，也是随之响彻天地。叶幕，给本太子滚出来！